建州，道玄山巅，荒天帝负手而立，斩尽红尘因果，终得逍遥道果。此去星河浩瀚，愿道友长元生灭。叶天帝剑指苍穹，逆天改命终有成，一剑斩破九重天。恭贺道友登临上剑。楚天帝朗声大笑，恭喜道友飞升上剑，仙路长青。朱志强齐声喝彩，恭送剑仙，飞升仙剑，大道长虹。顾剑仙回首一笑，诸君上界再会。无人注意的角落，一名身着白袍头戴血冠的儒雅男子静静伫立，他抬眸远望，嘴角泛起一抹森冷笑意。义父，上界凶险，可别被抓去挖矿了。上一世他名曹布，字梦仙，华夏人士。这一世他名曹梦仙，建州青云城人士。得塔车大帝诏福，他穿越到灵界已经有500年。500年前，青云城内诞生了2人，一个天命之子顾晴天，他如今的义父；一个金牌兄弟曹梦仙，兼职完美一子。曹顾两家世代交好，却因千幻无相诀，反目成仇。这功法乃是他曹家的镇族功法。顾晴天的父亲顾涛为了得到他，暗算了他父亲。大战起，奈何天命难违，曹家败亡。父亲临死前将他送出，顾家无休止地追杀他。逃亡途中，他将千幻无相诀修至大圆满，从此世间再无人知道他的真容。前世孤儿，今生父母是他唯一的温暖。为了报仇，他改头换面，跪在了同龄的顾晴天面前。曹布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攻若不弃，不愿拜为义父。自此，他成了顾家最锋利的暗刃，游走于阴影之中，替顾晴天扫清一切障碍。那日群雄围攻顾家，他为救顾晴天的儿子，当众受胯下之辱。可他比谁都清楚，顾晴天早就已经到场，只是在暗中冷眼旁观，考验他的忠诚。为了彻底赢得信任，他毫不犹豫地自爆丹田，赌上了自己的一切。果然，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顾晴天现身阻止。可惜为时已晚，即便顾晴天出手替他稳住伤势，破碎的丹田终究难以复原。400年来，他的修为永远停滞在天桥进一重，在南寸进一步。顾晴天则是一路高歌猛进，行掌天下拳，醉卧美人膝，站到世上无人敢称尊。于今日飞升之际，受世人膜拜，尊号顾剑仙。他虽然暂时取得了顾晴天的信任，但随着对方的修为越来越高，他的伪装迟早会被看破。好在天无绝人之路，400年前，他的金手指终于降临了。反派继承抽奖系统，每继承顾晴天1%的因果，就能抽奖一次，抽取获得宝物的等级根据宿主修为以及需求变化。若继承度能达到100%，将获得一件颠覆性的无上至宝。继承范围包括势力、女人、功法、气运，一切皆可继承。第一次抽奖，系统就将千幻无相诀升级为无上帝经。值得一提的是，这功法只是变换之术，并没有提升修为的功效。经过400年苦修，他将这功法修炼到圆满，上至气息，中至血脉，下至元神都能改变。而相貌只是千幻无相诀中最简单的改变。整个灵界无人能窥破他的真容。至于成仙的顾晴天，只要不探查他的本源，也休想发现。然而继承度却停滞在5%，长达300年。只要顾晴天还在，他就永远无法真正继承对方的一切。如今顾晴天终于飞升了，属于他的时代终于要来了。曹布一直记得老父亲临死前留下来的一句话：梦仙，顾涛阴险狡诈，为了得到我曹家的千幻无相诀，不择手段。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为我曹家死去的族人报仇。还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你的好兄弟顾晴天，你一定要小心他。那一天，世上唯一爱他的人死在他眼前。自此，曹布彻底变了。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天道的干儿子又如何？他有卦，何惧有之？望着逐渐消散的飞升霞光，曹布摩挲着拇指上的墨玉扳指，眼底泛起幽光。义父，你既飞升，这顾家上下，布儿自当好生照顾。他目光掠向前方，3道绝代风华的身影静静站立，衣袂翻飞间尽显准地威仪。顾晴天的3位道侣，当时能与他们比肩的女子屈指可数。视线微转，扫过身侧几人，顾晴天的2个儿子、2个儿媳，3位掌上明珠都身具气运之子与气运之女命格。顾族议事大殿内气氛凝重，大主母洛倾城端坐在首位，一袭紫衣勾勒出丰腴身姿，倾国倾城的容颜美得让人不敢直视。当年的她是灵界第一美人，如今的她是灵界第一美妇。左下首位，二主母冷月白衣胜雪，清冷如霜的气质中透着别样风情。
右下首位，三主母苏黎一袭紧身红裙，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毕露，性感撩人。其余座位上，曹布与顾晴天的子女们以及顾族9大长老依次就坐。诸位，晴天飞升，万法禁渊里面的那些准地、大地一定会伺机而动。本宫决定闭关冲击地境，以护我顾族周全。洛倾城轻启红唇，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万法禁渊是灵界最危险的禁地之一，里面有着诡异的天道规则，任何超过界王境的强者进入，修为都会被强行压制到界王境。顾族100万族人中，外姓占了10万。当年崛起过程中得罪的圣地、地族不在少数。好在顾晴天崛起速度太快，大多数仇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灭门，但仍有少数强者逃进了万法禁渊。即便是大帝进入，也会被压制到界王境。顾晴天成仙后亲自进入，想要彻底铲除这些隐患，奈何照样被压制。苦战10日，斩杀10几位敌人后，终究抵不过接引之力，不得不飞升上界。如今顾晴天离去，这些漏网之鱼必定会卷土重来。作为顾族大主母，洛倾城必须早做打算。虽然顾晴天飞升前在万法禁渊外布下了封禁大阵，但万法禁渊周围有神秘力量在不断侵蚀阵法。按照顾晴天估算，最多10年大阵就会失效。若没大帝坐镇，顾族必将陷入危机。虽说顾晴天留下了几道保命底牌，可作为顾族最后的依仗，能省则省，不到生死关头绝不能轻易动用。9大长老相互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出了凝重。他们天赋不高，能有如今的界皇修为，都是顾晴天照顾。顾族本就发展较短，底蕴不足，100万族人有80、90万都是年轻人，在场众人中，唯有3大主母和顾晴天的这几个子女堪当大用。大主母，您这一闭关，族长之位该由谁来做？大长老沉声问道。洛倾城环视众人，最终将目光落在自己儿子顾云身上。云儿，可有信心担此重任？顾云挺直腰板，坚定地点头。娘亲放心，儿子定当尽心竭力打理好顾族上下。洛倾城满意的颔首。好，那就由你接任族长之位，1个月后举行继位大典。他顿了顿，又道：为娘要闭关修炼，恐怕无法出席你的继位仪式了。顾云恭敬道：娘亲尽管安心闭关，一切有孩儿在。9大长老闻言，脸上都闪过一丝诧异。他们原以为洛倾城会让二主母冷月暂代族长之职，没想直接传位给顾云。洛倾城目光转向9大长老，诸位可有异议？9位长老齐声道：谨遵大主母之命。洛倾城点头，又看向一直沉默的曹布。布儿，你觉得如何？此言一出，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曹布身上。在顾族，曹布的地位十分特殊，当年若非他舍命相救，顾云早就陨落，顾族恐怕也难逃覆灭之灾。洛倾城对曹布心存感激，毕竟是他救了自己儿子的性命。其他族人也对这位顾晴天的义子颇有好感。顾云盯着曹布的眼神里透着阴冷，他怎么也想不通，父亲合族人为何都对这个外人如此器重。就算曹布救过他和顾家，说到底不过是个外姓人，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已经是祖坟冒青烟。更让他恼火的是，自己能否继任族长，娘亲居然还要征询一个外人的意见。这种没来由的厌恶在他心底不断滋长，让他对曹布的敌意愈发强烈。曹布起身向洛倾城行了一礼，一母明鉴。他声音清朗，如春风拂面。云帝天资卓绝，处事沉稳，由他继任族长再合适不过。说话间，他目光温和地看向顾云，却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眼中一闪而逝的寒芒。曹布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藏在袖中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枚墨玉扳指。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诚恳：云帝毕竟年轻，若一母不嫌弃，不愿从旁辅佐。洛倾城闻言，眉眼间流露出欣慰之色。布儿有心了。殿内几位长老暗暗点头，对曹布的谦逊有礼颇为赞赏。顾晴天没有飞升前就是曹布辅佐，对于曹布自荐无人起疑，唯有顾云袖中的拳头攥得发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这个该死的曹布3言2语就给自己安了个监国的位置，简直可恶至极。洛倾城起身宣布，既如此，由顾云继任族长之位，曹布任大总管，共掌族务。修炼境界：开脉境、星玄境、龙脊境、天桥境、法相境、神通境、破虚境、界王境、界皇境、界尊境、准地境、大地境。当晚，书香院内烛火摇曳，苏黎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红色纱裙，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她站在圆桌旁，眼睛一直盯着紧闭的房门，心里隐隐期待某人的到来。时间1分1秒过去，夜色越来越深，房门始终没有动静。苏黎的眼神渐渐暗了下来，心里涌起一阵失落。就在这时，
一双温热的大手从后面环住他纤细的腰肢，男人结实的胸膛贴了上来，把他整个人都裹住。苏黎闭上眼睛，安心地靠在这个熟悉的怀抱里，享受着难得的温情。身后的男人深深吸了一口气，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气，露出满足的表情。他飞升了，你夜里冷吗？他低声问。苏黎睁开眼，眼波流转间尽是风情。你来了就不冷了，我若不来呢？男人再问。苏黎突然转身，双手捧住他的脸，目光柔情似水。你不来，我就一直等，直到你出现为止。男人嘴角扬起一抹笑意，声音低沉而霸道。从今天起，苏黎这个名字得记在我曹布这儿了。苏黎抬眸望他，目光亮得坚定。从现在起，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2个时辰后，叮！恭喜宿主继承度提升 5%， 获得5次抽奖机会。曹布心念微动，唯有他能看见的属性面板出现。宿主曹布，系统反派继承抽奖系统，继承目标天命之子顾晴天，继承度 10%， 抽奖机会5次，修为天桥境一重，系统空间太初阴阳诀、灵石百翼、千幻无相诀、太一剑、延寿丹。这5样宝物是他前面5次抽奖获得的宝物。太初阴阳诀属于5等级功法，可惜他丹田不完整，不能修炼。灵石百翼这东西对于顾族这等地族来说不值一提。千幻无相诀原本的等级是天阶功法，如今的等级是无上帝经，仅次于仙经的存在。传言顾晴天修炼的是一本残缺仙经，只是传给了谁不得而知。不过曹布估计他的2个儿子应该得到了这本残缺仙经。太一剑，曹布抽到的本命剑会随着他修为的提高而提升，可惜他的修为一直停滞在天桥境一重。太一剑的等级也是对应的4品灵气，他试过太一剑，比一般的5品灵气还要厉害。延寿丹可延寿1000年，天桥境拥有1000年寿命，他目前还用不到。系统抽奖梭哈，叮！恭喜宿主抽到琴鼓，叮！恭喜宿主抽到轮回彼岸花，叮！恭喜宿主抽到法香指定卡1张，叮！恭喜宿主抽到补天丹1颗，叮！恭喜宿主抽到阴阳魔元。琴鼓系统之下，女子中蛊后会在潜意识中逐渐倾心于宿主，难以自拔。轮回彼岸花生长在生死交界处，服用后可短暂窥见轮回真意，助人冲破境界桎梏。法香指定卡破境法香时使用，可任意选定一种法香作为本命法香。补天丹可重塑破损丹田，令修行根基重归圆满。曹布浑身颤抖，眼中迸发出炽热的光芒。300年的蛰伏，等的便是此刻。阴阳魔元炼化后可蜕变为太初阴阳魔体，对阴阳大道的契合度近乎完美。再加上太初阴阳诀，这明显是想让曹布以阴阳法则正道成帝。离儿，部下结界，为我护法。曹布声音嘶哑，眼中燃烧着压抑数百年的疯狂。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几百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每一天都活在刀尖上，每一步都如临深渊。他必须时刻提防顾晴天的察觉，否则曹家上千条人命的血仇就再无人能报。为此，他不得不卑躬屈膝，把灭族仇人当作亲生父亲一样侍奉。如今顾晴天终于飞升，他的丹田即将复原，再加上这阴阳魔元，是时候让顾晴天和他的顾族血债血偿了。苏黎望着曹布此刻的模样，心中惊疑不定。曹布表面状若疯魔，可那双眼睛却清醒得可怕。放心，除非大地亲临，不然无人能窥破此地。他素手轻扬，万众结界瞬间成型。曹布盘膝而坐，在苏黎探究的目光中毫不犹豫地吞下那颗补天丹。下一刻，丹田处亮起璀璨金芒，补天丹化作万千道金色丝线，游走在破碎的丹田壁障之间。每一缕金线所过之处，裂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体内传来江河奔涌之声，原本枯竭的灵脉重新焕发生机。突然，一道耀眼的金光自丹田爆发，将房间映照得如同白昼。崭新的丹田宛若琉璃铸就，内里灵液翻涌，散发出比从前更为精纯的灵力波动。曹布浑身一震，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光暴涨。400年来，他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充沛的灵力在经脉中畅行无阻。还不够，他低喝一声，毫不犹豫地取出阴阳魔元。交织黑白二气的光球刚一出现，整个寝殿内的灵气便剧烈震荡起来。曹布张口将其吞下，顿时浑身巨震，黑白二气自七窍喷涌而出，在他周身形成阴阳漩涡。丹田内新生的灵海剧烈翻腾，阴阳魔元化作2条蛟龙，一黑一白，在灵海中首尾相衔，每一次盘旋都有大道符文在丹田壁障上浮现。苏黎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曹布的修为在节节攀升，
天桥境2重、3重，最终停留在天桥境巅峰。更可怕的是，他周身浮现出阴阳道图，隐约有大道之音回荡。传言丹田破碎，除了仙人，连大地都没办法恢复。而此刻，曹布不仅丹田复原，更是铸就了传说中的太初阴阳魔体。望着沐浴在阴阳2气中的曹布，苏黎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个男人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扑入曹布怀中。终有一日，你会将顾晴天踩在脚下。他靠在曹布胸膛上，温热的吐息带着无限憧憬。这个给你。曹布心念一动，从系统空间中取出那朵妖艳的轮回彼岸花。这是。苏黎美眸圆睁，红唇微张。轮回彼岸花。他震惊地看向曹布，这种稀世珍宝你是从哪弄来的？曹布温柔地抚摸着他柔顺的长发。这你就不要管了，反正以后还会有更多惊喜。你修炼的正好是轮回法则，这花虽然不能让你直接证到成帝，不过助你突破境界还是绰绰有余。说着，他又取出一只晶莹剔透的琴骨。等你突破后，想办法让冷月服下这个。苏黎抬手接过，疑惑地盯着手中的蛊虫。以他准第3重的修为，能看出这是南疆特有的蛊虫，却看不穿其中玄奥。这是什么蛊虫？有什么作用？他好奇地问道。曹布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意。琴蛊，只要让冷月服下，他就会慢慢爱上我，无法自拔。苏黎美眸轻眨，突然撅起小嘴。那你要是有了冷月，会不会就不要我了？那个冰山美人整天板着脸，要是真能把她拿下，你一定很有成就感吧？他心里有些酸，曹布在他心中是独一无二的，可不想与别人分享。曹布宠溺地捏了捏他的鼻尖。傻瓜，我心里永远只有你一个，其他人不过是玩物罢了。听到这话，苏黎心头一甜，整个人都软在了曹布怀里。他已经彻底离不开这个隐忍数百年的男人。顾晴天给不了的温柔，他能给，就是死，他也要永远黏在曹布身边。他突然想起什么，扬起小脸担忧道：对了，现在顾晴天已经飞升，你打算怎么对付顾家？整个顾族上下，除了我和莹莹，全都是你的敌人。尤其是那个洛倾城，他距离成帝只差临门一脚，这次闭关怕是有8成把握能证到成帝。越分析，苏黎心里越没底，这局面怎么看都是十死无生。曹布低笑一声，捏了捏他紧绷的小脸。事在人为，现在我丹田已经恢复，只要韬光养晦，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他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况且这几百年来，我早就在心里把计划推演了1000万遍。说着，他猛地收紧搂着苏黎的手臂，声音里透着狠劲。这一次，我要让整个顾族都成为我登临仙道的踏脚石。看着男人胸有成竹的模样，苏黎心头一热，整个人都贴了上去。我帮你。他顿了顿，斩钉截铁地说，若是败了，我陪你共赴黄泉。曹布心头微暖，轻抚着他的秀发，脑海中已经开始梳理那个谋划了数百年的惊天布局。次日一早，曹布来到了九长老这里。刚出现在院外，就见九长老正满脸堆笑地送顾云出来。族长放心，这次继位大典，老朽一定办得妥妥当当。九长老拍着胸脯保证道。顾云温和地点点头，有九爷爷操办，我自然放心。九长老捋着胡须，眼中满是谄媚。族长天资卓绝，400多岁就已经登临界王之位，比起擎天族长也不遑多让，将来必定是我顾族又一位飞升成仙的人。族长若是继任后，还望多多提携我们这一脉。他这话虽有恭维之意，却也不全是。毕竟400多岁的界王，整个灵界不会超过10人，加上近几年有顾擎天族长的教导，成仙或许不是问题。顾云谦虚地笑了笑，九爷爷言重了，身为顾族族长，照顾族中子弟本就是分内之事。说罢，他正要离开，却突然瞥见走来的曹布，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九长老顺着顾云的目光看去，看到曹布后也收起了笑容，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在他眼里，这个外星人就算再忠心，终究不是顾家血脉，不过是条看门狗罢了。只不过碍于是顾擎天的好狗，他不好发作罢了。顾云见到曹布，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来到曹布面前，声音提高了几分，这不是大哥吗？你这个大总管不去该待的地方待着，来这里为何？话中意思是让曹布去顾族大门口待着，毕竟大总管一职也有看门的意思。一旁的九长老闻言，饶有意思地看着这一幕。以前顾擎天在的时候，顾族上下和和气气，现在顾擎天飞升了，再也回不来了，这顾族也该重新洗牌了。作为他们这一脉的主事人，九长老当然要找个好靠山。顾云作为顾擎天的长子，自然是最佳选择。甚至以后顾擎天这一脉若是衰落，他这一脉想要坐上族长之位也不是不可能。面对顾云的刁难，曹布脸上依旧浮现出温和的笑意。
云帝说笑了，为兄前来正是为了继位大典之事。他转向九长老，恭敬地拱手道：九长老，族中采办事宜向来由你负责，义父飞升前特意嘱咐，要将这份清单亲手交给你。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一枚玉简，双手奉上。九长老闻言脸色微变，不得不接过玉简。毕竟顾晴天的余威尚在，他不敢公然违逆。顾云见状，眼中闪过一丝阴郁，冷笑道：父亲既然已经飞升，族中事务自然由我这个新任族长决断。大哥若是有要事，不如直接来找我。云帝教训的是。曹布不卑不亢地应道，眼中闪过一丝深邃的光芒。不过这份清单记载着义父特意为继位大典准备的东西，恐怕……话还没说完，顾云已经变了脸色。他冷哼一声：既如此，九爷爷就好好准备吧。说完愤然拂袖离去。等顾云走远，九长老这才查看玉简，随即瞳孔骤然收缩，握着玉简的手不住颤抖。再抬头时，眼中已经布满惊疑不定的神色。曹布微微一笑，压低声音道：九长老借一步说话。偏殿内茶香袅袅，曹布和九长老面对面坐着，两人之间的矮几上摆着茶具。曹布慢悠悠地品着茶，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九长老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那枚玉简，眼睛死死盯着曹布。这茶不错。曹布又抿了一口，还故意咂了咂嘴。九长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手里的玉简都快被他捏出印子来。这上面的东西在你身上？不错，玉简里面的内容根本不是什么继位大典的采购清单，而是延寿丹3字。曹布放下茶盏，温润一笑。九长老说笑了，这等至宝我怎么会带在身上？毕竟……他故意顿了顿，我才天瞧劲，万一被人抢了可怎么办？你……九长老脸色骤变，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他确实存了强抢的心思，但眼前这个年轻人实在太狡猾。想到自己仅剩的几十年寿元，九长老胸口剧烈起伏。当年那场大战毁了他的生命本源，堂堂界黄境强者本该还有数万年寿命，如今却……想到这里，他收敛身上的杀意，目光变得平和下来。说吧，你的目的是什么？活了这么多年，仅从这份玉简上面的3个字，他就能猜到曹布来者不善。碍于曹布的特殊身份，他也不好动手，不然一个天桥境的蝼蚁，他一根手指就能按死。我要你臣服于我。曹布轻描淡写的说道。放肆！九长老拍案而起，轰的一声，狂暴的威压瞬间爆发。他死死盯着曹布，眼中杀意凛然。曹布，别以为老夫不敢动你。顾晴天已经飞升，大主母闭关不出，就连顾云少主也对你十分不满。识相的话，交出延寿丹，滚出顾族，老夫还能留你一条性命。曹布慢条斯理地掏出一方白帕，轻轻拭去嘴角的血迹。表面平静的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果然如此，这些老家伙表面上团结一致，实际上各怀鬼胎。要是还像顾晴天在时那样铁板一块，他想扳倒顾族还真要费些功夫。现在嘛，顾族的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九长老瞳孔收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虽然没有动用全力，但以他界黄境的威压，寻常天桥境修士早就被压在地上跪地吐血。可眼前这个曹布不仅能行动自如，甚至还能从容地擦拭嘴角的血迹。这小子……他心头没来由的一颤，枯瘦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那枚玉简在他掌心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仿佛下一刻就要碎裂。九长老这是怕了。曹布忽然轻笑一声，随手将染血的白帕扔在案几上。还是说，你觉得我这个蝼蚁配不上让你臣服？九长老眯起眼睛，缓缓收回威压，重新坐回座位。他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目光飘向远处，不知在想些什么。半晌后，九长老突然开口，声音低沉：你走吧，就当今日没见过。曹布脸上笑意不减，让一位界皇臣服，这本就是天方夜谭。不过九长老真以为是我要你臣服？什么意思啊？九长老眉头紧锁。曹布指尖轻扣桌面，不紧不慢道：义父飞升后，再无人庇护我，云帝对我心存芥蒂，我虽救过他的命，可他却从不领情。他抬眼直视九长老，这种时候我总得找个靠山吧。九长老瞳孔微缩：谁？三义母，他要你臣服于他。曹布轻声道。见九长老神色变幻，曹布继续道：三义母无难似，本就是弱。当年3位主母为争义父宠爱，斗得你死我活。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如今义父飞升，你觉得他们还会相安无事吗？殿内茶香依旧，却多了几分剑拔弩张的意味。九长老握着空茶盏的手指微微发白，眼神阴晴不定。既然九长老还没想好，那我先回去复命了。曹不是释然起身，弹了弹衣袖。不过
机会可只有这一次。眼看曹布真要离开，九长老猛地拍案：“站住！”曹布脚步一顿，嘴角勾起一抹机不可见的弧度，转身时已经恢复平静。看来九长老想通了。哼！九长老冷笑：“你自己都说三主母示弱，老夫凭什么？”话还没说完，曹布转身就走。九长老面色一黑，急忙叫道：“等等，老夫臣服便是。”曹布笑眯眯地转过身，掂了掂手里的流影石。识时务者为俊杰，九长老，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九长老死死盯着曹布手里的流影石，又扫了他一眼。这小子年纪轻轻，心眼子比当年的顾晴天还多。幸好这小子修为停滞不前，否则日后必成心腹大患。只不过他刚才为何没有感应到这流影石是怎么出现的？丁，检测到顾族九长老臣服苏黎，宿主变相收服九长老，继承度提升 1%。 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现在你可以去把东西拿来了。九长老冷声开口，对曹布越发不满，居然敢按着威胁他，简直岂有此理。曹布嘴角微扬，手掌一翻，一枚通体清脆的丹药凭空出现。丹药表面流转着莹润光泽，散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这气息果然是延寿丹。九长老激动的气血翻涌，浑浊的双眼迸发出骇人的金光。有了这延寿丹，他就能活得更久。突然他脸色一变，等等，你刚才不是说丹药不在身上？曹布轻笑一声，这不是怕九长老你一时冲动吗？你！九长老气得浑身发抖，一张老脸青白交加。他这才明白自己又被这小子算计了。若是刚才强行搜身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可他不会知道，就算强行搜身也不会搜到什么。九长老颤抖着接过延寿丹，眼中满是贪婪之色。他迫不及待地将丹药吞下，顿时感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原本枯槁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些许光泽。片刻后感受到体内的情况，他激动地仰天大笑，哈哈哈，老夫又能多活1000年了。就在这时，偏殿外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爷爷，您在里面吗？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传来。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着淡紫色长裙的少女款款而入。她看着18岁的年纪，肌肤如雪，眉目如画，举手投足间自带一股灵动之气。曹布的目光瞬间被吸引，眼底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初烟，你怎么来了？九长老神色一僵，显然没料到孙女会突然出现。少女看到曹布，盈盈一礼：“初烟见过曹总管。”曹布温和地点点头，转身对九长老拱手：“既然九长老有家事，本总管就先告退了。”说罢，他朝顾初烟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转身的瞬间，没人注意到他嘴角勾起的那抹阴冷弧度。夜晚的书香院内，苏黎慵懒地靠在曹布怀中，他纤细的手指轻轻划过曹布胸膛，柔声问道：“怎么样，那老东西臣服了吧？”曹布把玩着他一缕青丝，漫不经心道：“搬出你这尊大佛，再加上延寿丹的诱惑，他敢不服？你受伤了。”苏黎突然撑起身子，美眸中闪过一丝心疼。月光下，他精致的锁骨若隐若现。曹布无所谓地笑了笑：“小伤而已，那可是能延寿1000年的宝贝。”苏黎咬着唇，眼中满是不舍。就这么便宜那老东西了。曹布在他耳边低语：“区区1000年寿元，不值一提。”温热的气息喷在苏黎耳畔，让他身子微微发颤。他确实没骗苏黎，若是不能修炼，这延寿丹他必定自己留着。但如今用一颗丹药提升1%的继承度，值了。3日之后，夜色如墨，月光如水。顾初烟踏着青石小径，朝着小竹林深处走去。作为九长老最宠爱的孙女，她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小院，虽然不大，却也能彰显她在顾族的地位不凡。她推开门扉，正欲合上，一只修长的手突然抵住了门缝。云少主。顾初烟惊诧地望着门外之人，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门框。来人微微一笑：“初烟妹妹，该叫我族长了。”月光下，曹布变成的顾云显现。顾初烟心头一颤，总觉得眼前的顾云与平日有些不同，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族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他强自镇定地问道。“自然是有要事相商。”曹布笑意更深：“难道要让本族长站在门外说话？”顾初烟咬了咬唇，第六感疯狂预警，但对方毕竟是新任族长。“那族长请进。”最终他还是侧身让开了路。曹布大步迈了进去。顾初烟合上院门，转身引路：“族长请。”曹布点了点头，跟在顾初烟身后。到了侧厅，顾初烟抬手示意：“族长请坐。”曹布微微颔首：“初烟妹妹不必这么客气。”顾初烟面无表情道：“
族长稍等。说罢，他转身走到一旁准备沏茶。曹布扫过他优美的身姿，眼底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光芒。1个时辰后，竹林深处，月光被茂密的竹叶切割成碎片。曹布走到一块青石后，再出来时，容貌已经从顾云的样子变了回来。他整了整衣袖，嘴角噙着冷笑。千幻无香诀果然玄妙，不仅容貌身形，连气息都能完美伪装。若是提前准备充分，就是模拟出大地威压也不在话下。可惜只能唬人，若是动手，必定露馅。太初阴阳诀果然名不虚传。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曹布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可惜对方修为太低，没能令他突破。夜风吹动他的衣袍，很快将他的身影吞没在黑暗中。书香院内，曹布慵懒地靠在浴桶边沿，温热的水汽氤氲升腾。对了，顾初烟的事，你打算如何收场？苏黎柔声问道。曹布呼出一口气，自然是栽赃给顾云。苏黎蹙眉，这怕是不够扳倒他吧？曹布意味深长地笑了，开胃菜而已，接下来是李星雪和顾凌霜。苏黎美眸一亮，你是要离间洛倾城和冷月？聪明。曹布眸中闪过一丝赞赏。李星雪是顾云的女人，未来的族长夫人；顾凌霜是冷月的女儿，与顾云同父异母。苏黎甜甜一笑，突然环住她的腰，做你的女人，自然要懂你的心思。与此同时，仙域某处矿场，顾晴天突然停下手中的矿镐，使劲挠了挠发痒的头皮。啪！一道鞭影狠狠抽在他背上。还敢偷懒！监工厉声喝道：不挖够10万仙石，谁都别想走！清晨的阳光透过窗纱，漫进侧厅，在青砖地面投下光斑。一名丫鬟端着铜盆推门而入，嘴里哼着轻快的小曲，脚步在踏入厅内的瞬间猛地顿住铜盆，咣当一声砸在地上，清水混着铜盆的声响打破了宁静。小姐，她惊惶的声音带着颤意。只见顾初烟缩在那里，衣上有些歪斜，青丝散在肩头，双眼望着地面，没了往日的灵动。快来人啊！丫鬟的声音里掺了哭腔，转身朝着院外跑去。快去请九长老！不一会儿，整个小院乱作一团。几个年长的嬷嬷匆匆赶来，用锦被裹住顾初烟，小心翼翼地把她抬回了寝殿。不多时，一道青袍身影出现在门外，拜见九长老。所有丫鬟齐刷刷跪倒在地，额头紧贴地面，大气都不敢出。顾初烟出事，他们丫鬟难辞其咎。九长老站在门口，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当他看到床榻上目光呆滞的孙女时，周身骤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噗！跪着的丫鬟们齐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被压得趴在地上。说，是谁干的？九长老声音嘶哑，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个胆大的丫鬟颤抖着回答：回长老，昨夜顾云少主来过，小姐亲自招待的，没让奴婢们伺候。滚！都给我滚出去！九长老怒喝一声，丫鬟们如蒙大赦，连忙退出寝殿。九长老颤抖着走到床前，当他看清孙女脖颈上的淤青时，双眼瞬间布满血丝。初烟，告诉爷爷是谁。他当然不会听从丫鬟们的一面之词，毕竟顾云的身份不简单。顾初烟空洞的眸子动了动，两行清泪无声滑落。九长老枯瘦的手掌青筋暴起。初烟，难道真是顾云那个畜生？是。顾初烟嘴唇颤抖，突然歇斯底里地哭喊出来：是顾云，是那个畜生。他说就算爷爷知道了也奈何不了他。轰！整座寝殿的窗户瞬间炸成碎片，狂暴的灵力从九长老体内喷涌而出。他白发倒竖，双目赤红，死死盯着顾云院落所在的方向。好，很好。九长老怒极反笑，声音如同九幽寒冰：真当老夫不敢动你？下一刻，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顾云小畜生，滚出来！香霄院上空，九长老凌空而立，双目赤红，恐怖的界皇威压令周围空间寸寸碎裂，一尊100丈高的法相在其身后显现，气势惊天动地。这动静立刻惊动了整个顾族。顾云带着李星雪匆匆走出院落，皱眉道：九长老，你发什么疯？若是曹不惹了你，该去找他才是。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凌空抽来，顾云直接被扇倒在地。九长老怒喝：你还装傻？昨夜对我孙女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顾云捂着红肿的脸，难以置信。父亲在时，这些人连大气都不敢喘，如今父亲刚飞升，这些人就敢打他，简直岂有此理。他在李星雪搀扶下起身，指着九长老鼻子大骂：老东西，我娘还在呢。九长老冷笑：正好，请大主母出来评评理，否则今日老夫定要你付出代价。话音刚落，一道白衣倩影瞬间出现，
淡漠的声音响起：“九长老，为何对鱼儿出手？”九长老强压怒火行礼，拜见二主母，还请出大主母为老朽做主。冷月淡淡道：“大姐闭关了，有事跟我说。”顾云急忙喊道：“二姨娘，这老东西无缘无故打我，还请为我做主。”九长老气急，这小畜生，几天前让他筹办继位大典的事情时，对他客客气气的，如今居然叫他老东西，简直气煞我也。就在这时，8道强大的气息接连降临，顾族其余8大长老纷纷现身，将香霄院上空围得水泄不通。九弟，你这是做什么？大长老沉声喝道。九长老怒发冲冠：“诸位兄长来得正好，昨夜顾云这畜生玷污了我孙女出烟，今日我一定要讨个公道。”冷月眸光微闪，轻声道：“九长老，此事可有证据？云儿向来知礼，怎会做出这等事情来？”证据？九长老怒极反笑：“出烟亲口指认，这还能有假？”顾云急忙辩解：“胡说！我昨夜一直在修炼，不信你们可以问心雪。”李心雪连忙点头作证：“二姨娘，九长老，顾云昨晚确实整夜都在修炼室，我可以作证。”九长老冷哼一声：“你们夫妻一条心，你自然帮助他顾云说话。”李心雪当即不满，她和顾云感情深厚，最听不得别人这样污蔑自己丈夫。九长老，我李心雪对天发誓，要是说了半句假话，就让我修为永远不得寸进。她声音清冷，一双美目满是怒意。有她这个大美人在，顾云用的去玷污顾初烟。况且她相信顾云，就算他再混账，也绝不可能做出这种违背人伦的丑事。毕竟这事要是传出去，不仅顾云颜面扫地，整个顾族都会蒙羞，甚至连剑仙顾晴天的威名都会受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九长老厉声喝问：“那你敢不敢说，昨夜是否寸步不离地守着顾云？今日若不能替孙女讨回公道，他顾九明必将沦为全族笑柄，走到哪里都将成为茶后笑谈。他老了倒是没什么，可若因为这是他孙女自杀，那他必定后悔终身。儿子女儿全部惨死，顾初烟就是他活着的念头。一旦顾初烟有个3长2短，就算顾云是顾晴天的儿子，是准帝之子，他就是赔上这条老命，也要与顾云同归于尽。”李心雪闻言，神色微滞，他也要修炼，不可能一直盯着顾云，但他确实亲眼看着顾云进了修炼室，这是做不得假。九长老见状，冷笑连连：“怎么无话可说了？既然你不能证明他整晚都在修炼室，那老夫的推测就合情合理。谁知道他是不是半夜溜出去，对我孙女图谋不轨？”这话一出，其余8大长老纷纷皱眉，看向顾云的眼神都带上了怀疑。真没想到顾云少主是这样的人，以前居然没有发现。哎，擎天族长才飞升，顾云少主就展露本性，真是我顾族之耻。你们别乱说，这事还没弄清楚呢。周围聚集的顾家族人越来越多，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顾云脸色铁青，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他很清楚，今天要是不能洗清嫌疑，就算他是剑仙之子，也会落得个欺辱堂妹的恶名。到时候他还怎么掌管顾族？突然，顾云眼中金光一闪，谁最不想让他执掌顾族？曹不对，一定是这个外人在背后搞鬼。九长老，你这根本就是血口喷人！顾云气笑了，当即反驳：“我有心雪这样的娇妻，她哪点比不上顾初烟？我放着自家夫人不宠幸，跑去玷污堂妹，这摆明了是有人栽赃陷害。”九长老冷笑出声：“栽赃？哪个清白女子会拿自己的名节来陷害别人？我孙女现在就躺在烟雨院，你们大可以去验明正身。为了一个公道，她也豁出去了。虽然这样对孙女的名节有损，但却不得不如此。”顾云嗤笑一声，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与人私通，然后反咬我一口？又或者，他眼神陡然锐利，是你这个丧心病狂的老东西，为了陷害我，连自己孙女的清白都能牺牲。说着，顾云突然仰天大笑：“好一个九长老，为了拉我下马，居然能狠心拿亲孙女做局。说，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噔噔噔，九长老踉跄着倒退几步，脸色铁青。他死死地盯着顾云，万万没有想到，这小畜生3言2语就将局势翻盘。顾云，你还有没有良心？九长老气得浑身发抖，这畜生敢做不敢当，简直枉为顾晴天之子。顾云义正言辞地喝道：“九长老，分明是你心怀不轨，想要挑拨我顾族内乱。你扪心自问，对得起我父亲否？如今父亲刚飞升，你就迫不及待要分裂顾族，说你意欲何为？”顾云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山间回荡，每一句话都深入人心。噗！九长老急火攻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下一刻，他感觉周围族人的目光都变了，看他的目光带着审视，
怀疑，还有一丝敌意。在顾族，任何想要破坏团结的人都该死。九长老面如死灰，他万万没想到，原本必赢的局面，在顾云的三言两语下彻底瓦解。就在局势剑拔弩张之际，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够了！”冷月扫视全场，冷声开口：“这是到此为止。九长老所说之事，我会亲自调查。若是有人诬陷，绝不轻饶；若是确有其事，也必定会给个交代。洛倾城闭关，身为二主母，他理当为顾族考虑。10年后，万法禁渊里面的敌人就会卷土重来。如今顾族需要休养生息，不是内斗。”顾云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冷笑，挑衅地看向九长老：“老东西，敢诬陷本少主，以后有你好看的。”九长老面色惨白，他活了数千年，岂会听不出这话中深意？所谓的彻查，不过是缓兵之计。二主母，楚嫣可是与您一样是女子啊！九长老崩溃的大吼，双目赤红一片。冷月暗自皱眉，就算这事是真的，那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任凭事件发展下去，不用万法禁渊的敌人来袭，顾族就会分崩离析。九长老放心，本宫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冷月说着，暗中传音道：“就算这事是真的又如何？你难道真准备杀了顾云不成？别忘了，大姐闭关是为了什么？”九长老不敢相信地望着冷月，他不是没有大局观，若是事情属实，为了顾族，他没准备杀顾云，他也没那个勇气。一旦他杀了顾云，那他们这一脉一定会被洛倾城抹除。他想要的不过是顾云当众认错，给楚嫣一个交代。可如今一句轻飘飘的顾全大局，就要让他孙女白白受辱。就在九长老万念俱灰之际，一道酥媚入骨的女声突然响起：“二姐，九长老不过是要个公道，你这样糊弄，岂不是寒了他的心？若是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都糊弄过去？夫君当年重情重义，身为夫君的长子，顾云难道连这一点担当都没有？”他突然收起媚态，声音陡然转冷：“还是说，我顾族如今就是这样的风气？”最后一句话寒冰刺骨，让在场所有人都不由打了个寒战，就连一直气定神闲的冷月也不由变了脸色。众人闻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绯色纱裙的绝美女子款款而来，那妖娆的身姿让在场不少年轻弟子都看直了眼。来人正是顾族三主母苏黎，在他身后，曹不公紧跟着，始终保持3步距离，神态恭敬的挑不出半点毛病。九长老原本暗淡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这一刻他无比庆幸，当初曹不来劝他臣服时，他答应了。如若不然，他孙女的事今天必定不了了之。当即他对曹不投去感激的目光。曹不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一个目标，让整个顾族变成他登仙路上的踏脚石。求三主母为老朽做主。九长老豁出去了，当众就要向苏黎下跪。苏黎玉手轻抬，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拖住九长老，让他重新站直。冷月瞳孔微缩，别人看不出来，可他能看出苏黎的修为精进了不少，距离突破下一个小境界已经不远。他不由暗暗心惊，这个三妹天赋当真可怕，放心，若是事情属实，本宫自会为你主持公道。苏黎淡淡道。九长老闻言大喜，第一次体会到有靠山的感觉。他偷瞄了曹布一眼，不知不觉间欠了这小子一个人情。冷月暗中传音：“三妹，你可知这是继续下去的后果？”苏黎传音回道：“自然清楚，但事情已经闹开，强行压下只会让族人心中埋刺，不如把一切挑明为好。允儿1个月后就要继位族长，你这不是给他添乱吗？万一族人背后议论，他还怎么当这个族长？”冷月的语气有些微冷，在他看来，苏黎这就是瞎捣乱。苏黎轻笑一声：“二姐别急，就算真是允儿做的又怎样？只要他敢做敢当，大大方方承认再娶了顾初烟，反而能显出他作为族长的担当。到时候当众认个错，族人不但不会怪他，还会更佩服他。”冷月的脸色更难看了。要真像苏黎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万一顾云承认了，族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还谈什么认错娶亲？再说李新雪那边也不好交代，要是他能接受顾云3妻4妾，顾云现在也不会只有他一个女人。想来想去，还是息事宁人最稳妥。这时苏黎又传音道：“二姐你想太多了，云儿根本不是这种人，我们更应该查清楚真相，还她一个清白。要是按你说的糊弄过去，反而让人觉得云儿真干了这事。我相信云儿，所以作为她的三姨娘，我一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冷月深深看了苏黎一眼，仔细想想，觉得也有道理。他之所以想息事宁人，不就是怀疑这事真是顾云干的吗？反过来想，如果顾云是清白的，他这样遮遮掩掩，不仅不公平，还会让人觉得是做贼心虚。纠结再三，
冷月终于松口，好，这事就交给你处理。没办法，苏黎说的句句在理。现在大家虽然怀疑九长老，可等冷静下来一想，事情肯定不对劲，到时候麻烦更大。苏黎嘴角微扬，露出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他立刻传音问顾云：“云儿，这事到底是不是你做的？”顾云本来对苏黎突然插手很不爽，但碍于身份，还是硬着头皮回道：“三姨娘，我发誓，绝对不是我。”苏黎把刚才和冷月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顾云听完，后背瞬间冒出冷汗。要不是三姨娘点醒，他还真没想到这一层。要是真稀里糊涂把这事压下去，族人表面不说，背地里肯定认定是他干的，到时候他的名声就全毁了。想到这里，他对苏黎的不满立刻烟消云散。果然，除了娘亲，最疼他的还是三姨娘。至于二姨娘冷月，哼，堂堂准地强者，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到？明明想到了，却还想着息事宁人，表面是为他好，实际上是想坑他吧。果然是个心机深沉的女人，顾云心里冷笑，对冷月的态度瞬间冷淡了几分。既然你没做过，那还怕查吗？苏黎再次传音，顾云明白过来，直接当众跪下，朗声道：“请三姨娘还我清白。”族人们一脸懵，刚才少主还一副怕查的样子，怎么突然就要求彻查了？这反转来的也太快了吧！苏黎满意地点点头，放心，若是九长老诬陷你，我绝不轻饶。说完，他又看向九长老，语气威严：“若事情属实，我也定会让云儿给你一个交代。”九长老和顾云同时低头，齐声道：“多谢三主母、三姨娘。”苏黎微微点头，目光忽然转向曹布：“布儿，大姐闭关前让你和云儿一同管理族中事务，既然如此，这件事就交给你来查办最合适。”曹布恭敬抱拳：“谨遵三姨母之命。”顾云见状，心头一紧：“三姨娘，还是您亲自来查吧。”他对曹布有种莫名的敌意，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曹布来查，他是10000个不放心。苏黎安抚道：“云儿放心，有我跟你二姨娘看着，他若敢冤枉你，立刻将他逐出顾族。”顾云犹豫片刻，虽心有不甘，还是勉强应下：“那就听三姨娘的。”苏黎满意的朝曹布点了点头。九长老惊讶的看向曹布，没想这个义子如此受三主母重视，看来日后得对他客气些了。诸位想知道真相，请随我去烟雨院。曹布朗声道。众人移步烟雨院。曹布郑重询问：“九长老，我再确认一次，顾初烟确实已非完璧之身，而且是因为同房所致，老朽以性命担保。”九长老斩钉截铁道：“他坚信初烟不会骗他，况且这事也没必要骗。”曹布颔首：“那就有劳三姨母派位稳婆查验。”苏黎立即吩咐：“雪姨，你去看看。”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人应声而出，这是他从苏家带来的心腹，除了曹布，最信任的就是他。冷月也派出了贴身侍女：“八姨，你也去。”李新雪主动请缨：“我也要一起。”别人他可不信，身为未来的族长夫人，他绝不允许顾云有一丝污点。曹布环视众人：“为事公正，就请三位一同查验，记住要尊重顾小姐。”这话让九长老心头一暖，对曹布投去感激的目光。“是，曹总管。”白姨与雪姨齐声应下，迈着丰腴的身姿朝着顾初烟的寝房走去。李新雪经过曹布身边时，她下意识一扫，又迅速收回目光。此女长得真带劲。10息过后，李新雪三人从房中走出，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他们。新雪，结果如何？顾云急切地问。李新雪神色复杂地环视众人，轻叹一声：“确实是因同房所致。”他顿了顿，又急忙补充：“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顾云所为。”顾云闻言，原本暗淡的眼神重新燃起希望。“没错，这只能证明堂妹确实，但那人不一定是我。”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如何判断。九长老怒不可遏地站出来：“顾云，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初烟都亲口指认是你了，这还能有假？”顾云再次急了：“九长老，我再说一遍，我一直在闭关修炼，从来没离开过。”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房门突然打开，顾初烟在2名丫鬟搀扶下缓步走出，全场瞬间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只见他面色苍白，双眼通红，死死盯着顾云，眼中满是刻骨的恨意。顾云被他这眼神吓得下意识后退一步，这反应让众人更加怀疑，若非心虚，堂堂少主怎会被一个弱女子吓退？站在人群中的曹布嘴角微不可察的上扬：“顾云，这只是开始，你们顾家欠我曹家的，我要你们加倍奉还。”顾初烟踉跄着走到顾云面前，突然抬手，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顾云脸上。
禽兽不如。他声音嘶哑，眼中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李新雪本想阻拦，可看到顾初烟这样的神情，伸出的手又缓缓放下。这样深入骨髓的恨意，绝不可能伪装。顾云捂着脸，勃然大怒：“顾初烟，你敢打本少主！”说着就要还手。云帝，曹布一个箭步上前，稳稳扣住顾云的手腕。对女子动手，未免太失风度了。顾云顿时找到发泄的地方，指着曹布和顾初烟厉声喝道：“一定是你们，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合起伙来陷害我！曹布，是不是你玷污了堂妹，然后串通她来嫁祸给我？”曹布一把甩开顾云的手，将顾初烟护在身后。云帝，你这话未免太可笑了。我什么修为？初烟又是什么修为？若我真有不轨之心，我还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顾云冷笑连连：“少装蒜！你的目的不就是想当顾族的族长吗？”曹布好似听到最大的笑话，不由大笑出声。“你笑什么？”顾云脸色阴沉道。曹布收起笑容，环视在场众人：“诸位，我曹布若真想当这个族长，你们谁会同意？”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清楚，顾族绝不可能让一个外人当族长。曹布继续道：“我曹布有自知之明，义父梅妃生前，我尽心辅佐。如今你要继位，我同样会全力相助。如今我仅剩500年寿元，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顾族成为灵界真正的第一势力，而不是靠义父留下来的手段成为灵界第一势力。”说到这里，曹布眼中泛起泪光。可我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到那一天，就先被自己的弟弟怀疑。云帝，你扪心自问，10年后万法禁渊的敌人来袭，我夺你这个族长之位有何用？我在顾族400年，鞠躬尽瘁，就连义父都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没想到他才飞升。你就……曹布声音哽咽，若你真想赶我走，大可召开家族大会投票表决，以你少主的身份，只要提前打个招呼，我相信各位长老都会成全你。这番话掷地有声，让在场众人无不动容。400年来，曹布为顾族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更别说曹布还救过整个顾族。可他们表面上对曹布客客气气，内心深处却从没有真正接纳过这个外人。如今被曹布当面挑明，众人只觉得羞愧难当。冷月与苏黎望着这一幕，心中各有感触。冷月选择相信曹布，一个人能忠心耿耿400年，这份情谊实在难得。苏黎心疼不已，这400年来，曹布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顾云怔怔地望着曹布，无言以对。顾初烟望着眼前这个并不高大的身影，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暖流。他听过这位曹总管的事迹，只知道擎天族长对他极为信任。如今亲眼所见，这位义子比顾云这个亲儿子更有担当。若是早些，他暗自苦笑。现在的他已经不奢求什么，只想要一个公道，然后专心修道。至于儿女情长，早已经与他无缘。每每想起昨夜之事，他就恨不得将顾云碎尸万段。眼看局面有些失控，苏黎连忙出声：“今日是为了给初烟讨个公道，也是为了还原清白，其他事暂且不提。”他转向顾初烟，温声道：“初烟，你把昨夜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一遍。”顾初烟闻言，怨毒的目光再次射向顾云，咬牙切齿道：“昨夜亥时。”他说完后，在场所有女修都愤怒地瞪着顾云。虽然有些细节没明说，但大家都听懂了。顾云听后气急败坏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就算不是好人，也绝不会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来。”李新雪脸色难看至极，不愿意相信顾云会如此的他，此时也不由怀疑起来。顾云看到李新雪这怀疑的眼神，心里慌了。“新雪，你要相信我，我昨晚真的在修炼，肯定是这贱人栽赃我。”顾云指着顾初烟大骂。顾初烟冷笑：“不信，那让少夫人搜我的魂。”此言一出，全场怔住。搜魂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会变成傻子，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如此，这一切已经不言而喻。所有人看向顾云的眼神都带上了一丝审视。九长老赶紧拦着：“不行，搜魂太危险了。”听到这里，顾云大笑：“哈哈，装得挺像，你就是赌我们不敢搜是吧？新雪，现在就搜他魂。”等等！九长老突然从人群里抓出个发抖的丫鬟，这丫头亲眼看见你昨晚来过，要搜就搜她的。丫鬟脸色煞白一片，搜魂九死一生，可她身份在这里又不能反抗，只希望搜魂的人温和一点，留她一条狗命。李新雪走到丫鬟跟前，丫鬟哭着说：“少夫人，还请留我一命。”说完就闭上眼睛等死。李新雪颔首，手指轻轻点在她的额头上，一段记忆画面以丫鬟的视角被她看到。所有人屏息凝神，真相到底如何，
马上就能揭晓。最紧张的就属顾云，这事要是得不到解决，他这个未来族长一定会受到影响。顾初烟双眼通红，死死盯着顾云，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不会原谅这个禽兽。昨晚的羞辱还历历在目，顾云若是没有少主的身份，付出任何代价，他都不会让顾云好过。3息之后，李新雪收回手指，丫鬟的身子一软，倒在地上没了动静。这就是搜魂术的可怕之处，只要施术者稍有不慎，被搜魂者的灵魂就会遭受毁灭性的冲击。刚才李新雪在丫鬟记忆中看到顾云出现在烟雨院外的画面时，情绪波动了一下，再加上两人实力悬殊，丫鬟脆弱的灵魂当场崩灭。怎么样，新雪？顾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真相。至于丫鬟的死活，无人关心，所有人都盯着李新雪，却见对方眉头紧锁，面色阴晴不定，这让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新雪，真相到底是什么？你说啊！顾云显得有些急不可耐。李新雪扫过众人，目光在顾初烟身上停留了一瞬。顾云确实进了烟雨院。这话一落，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顾云。顾云面色一白，退后一步，摇着头低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昨晚一直在修炼室，根本没有出去过。新雪，你是在骗我的对不对？他突然抓住李新雪的双肩，整个人显得尤为激动。他不可能承认，这事一旦落实，对他继位将造成极大的影响。况且他根本就没有做过。真没想到顾云少主是个禽兽，我顾麻子真是倒霉，也有跟错人的一天。放着少夫人不碰，非要碰自己的堂妹，这妥妥的有心理疾病。这要是让他当上族长，还不知道族中有多少女人要遭殃。不行，我媳妇前段时间趁我不在怀上了，回去必须让她打掉孩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听着四周传来的窃窃私语，顾云怒吼一声：都给我闭嘴！霎时间全场落针可闻。眼见顾云还想狡辩，九长老站出来道：顾云，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不成？老朽是真没想到擎天族长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顾云气得脸色铁青，正要发作，李新雪已经抢先一步开口：九长老，我刚才只是说顾云进了烟雨院，可没说欺负初烟妹妹的人就是他。这话一出，众人面面相觑，难道事情另有隐情？顾云这才反应过来，气得牙痒痒。他真想现在就给李新雪一耳光。这女人平时说话就爱大喘气，现在这么要命的时候，居然还给她来这一套，搞得她一颗心忽上忽下，都快得心脏病了。新雪，你快把看到的都说出来，我到底有没有碰顾初烟？他现在顾不上跟李新雪计较，只想知道答案。九长老眉头紧锁，难道事情又有变故？少夫人，请你实话实说，什么叫顾云进了院子却没有碰我孙女？他当即对李新雪抱拳，能嫁给顾云，李新雪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他也不好往死里得罪。要不是孙女出了这种事，他哪敢跟未来族长叫板？看着大家着急的样子，李新雪这才和盘托出。丫鬟只看见顾云进了烟雨院，因为初烟妹妹没有让他们招待。她顿了顿，看向顾初烟，所以丫鬟没看见顾云欺负初烟妹妹的场面。听到这话，九长老不乐意了：少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老朽的孙女在说谎？李新雪冷声道：这是事实，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九长老冷哼一声：这要是看见了，那丫鬟还能活到刚才？一时之间，事件再次陷入僵持状态。这时顾初烟站出来道：顾云敢做，我也不怕丢人，反正我也不打算嫁人，搜我的魂，就算死我也要让大家知道真相。眼见顾初烟死死咬着自己不放，顾云顿觉怒火中烧。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为何顾初烟非要赖上他？这背后肯定有人捣鬼，一定是曹部。他又看向曹部，奈何有刚才那番肺腑之言在，他也不好再次泼曹部的脏水。九长老见状急忙制止：不行，初烟，搜魂太危险，搞不好会变傻，甚至送命的。顾初烟红着眼，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爷爷，我爹娘走得早，就剩您一个亲人，可今天这事要是不查清楚，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罢，他转头看向李新雪，一脸死志：少夫人，动手吧。他非常确定昨晚那个人就是顾云，那气息、长相、气质和眼前的顾云一模一样。李新雪一时之间有些为难，顾初烟如此执着，是他想不到的。可搜魂一旦施展，顾初烟的安全他不能保证。若是这事是假，那肯定相安无事；若是真的，看见顾云欺负顾初烟的画面，他肯定接受不了。情绪波动之下，以顾初烟法相近的灵魂，能承受他借王境灵魂的冲击吗？显然不可能。地上的丫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拿不定主意的他，把目光移向了苏黎与冷月。二姨娘、三姨娘，要不你们来吧。两人对视一眼，都摇头。苏黎道：你拿不准，我们更不行。要是真的，
我们情绪一激动，出烟必死无疑。一时间，事件再次僵住。眼见无人敢搜他的魂，顾初烟急了：二主母、三主母，你们搜吧，我已经没脸活了，死前只想让大家知道真相。苏黎和冷月下意识看向九长老，九长老脸色挣扎，拳头捏得发白。现在这情况，不搜魂顾云肯定不会认账，可要是真搜了，孙女十有八九会变成傻子，甚至直接没命，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爷爷，顾初烟轻声唤道，眼眶通红。他明白爷爷的为难，可他今天非要讨个说法不可。就在这时，曹部的传音在九长老耳边响起：九长老，就算搜魂证明是真的，初烟妹妹侥幸活下来，8成也会变成傻子，到时候就算顾云愿意负责，你真放心把初烟妹妹交给他？更何况还有李心雪在。你别忘了，当年顾云想要纳妾，结果第2天那姑娘就莫名其妙死了。初烟身份是比那姑娘高，可要是成了傻子，你觉得李心雪会让她活着进门吗？九长老浑身一震，后背瞬间冒出冷汗。是啊，他怎么没想到这茬？李心雪的手段他可是听说过，当年那个想进顾家门的姑娘死得不明不白，要是初烟真变成傻子，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没有再过多思考，他当即做出决断：初烟，要不这事还是算了吧。九长老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他不该开这个口，可他又不得不开这个口。爷爷，顾初烟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他不明白为什么连最爱他的爷爷都要背叛他。一时之间他接受不了，身子摇摇欲坠。九长老眼眶发红：初烟啊，爷爷只有你了。顾初烟是他大儿子留下的唯一血脉，当年他娶了18房夫人，可心里真正爱的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其他女人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罢了。他和青梅竹马生下的儿子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可惜这些年顾族征战不断，他最心爱的儿子就死在了一场大战中，只留下襁褓中的顾初烟。在九长老心里，只有顾初烟才是他真正的孙女，其他儿女孙辈都比不上顾初烟一根手指头。这也是为什么他拼了命也要为顾初烟讨回公道的原因。可现在他却要亲手放弃追查真相。在场之人听到这话，都没想到九长老会突然改口。顾初烟紧紧揪住胸口的衣襟，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知道爷爷心里肯定比他更痛，可是他所受的侮辱难道就这样算了？不，绝不可能。他死死盯着顾云，咬牙切齿。就是因为这个禽兽，他的一生都毁了。九长老见此，心头猛地一颤。他最了解顾初烟的性子，知道他这是铁了心要追究到底。扑通一声，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他跪了下来。初烟，当年你爹就死在爷爷眼前，难道现在又要让爷爷眼睁睁看着你变成傻子吗？轰！顾初烟只觉得晴天霹雳，他倒退一步，眼眶中的泪水夺眶而出。爷爷，您快起来！他扑通跪下，拼命想要扶起老人。九长老的泪水已经模糊了眼眶，他拉着孙女的手：初烟，是爷爷没用，可爷爷真不想你为了这事变傻，甚至是死啊！爷爷，您先起来再说。顾初烟用尽全力想拉他起来，可九长老却是纹丝未动。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这样真挚的爷孙情实在难得。当他们再次看向顾云时，眼神已经变了。不管真相如何，顾云都难辞其咎，而且看这情形，10有8九就是他干的。感受到周围族人这刺眼的目光，顾云踉跄着差点栽倒，他面如死灰，身躯止不住的颤抖。李心雪的脸色也难看至极。他了解顾云，按理说他不会做出这种事，可顾初烟的表现又那么真实，难道有人假扮顾云？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挥之不去。丫鬟记忆中的顾云和眼前这个顾云简直一模一样。李心雪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爷爷，我求您快起来！顾初烟哭得撕心裂肺。九长老心疼地看着顾初烟，除非你答应爷爷不再追究，否则爷爷就跪死在这里。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顾初烟崩溃地点头，泪水已经打湿他的衣襟。终于在顾初烟的搀扶下，九长老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突然，顾初烟冲到顾云面前，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顾云，顾少主，顾族长，你赢了。他眼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说完，他转身冲进屋子，重重摔上房门，隔绝了一切，却隔绝不了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在顾云身上。顾云摸着火辣辣的脸颊，气急攻心之下，突然喷出一口鲜血，身子直挺挺地往后倒去。顾云，李心雪急忙接住，心疼的眼眶都红了。她暗暗发誓，一定要将这事查个水落石出。二姨娘、三姨娘，我们先告退了。
他冷冷说完，抱着昏迷的顾云转身离去，完全无视周围人的目光。院子里顿时鸦雀无声。冷月和苏黎对视一眼，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两人默契的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大长老拍了拍九长老的肩膀，叹了口气也离开了。很快，原本挤满人的院子里只剩下九长老和曹布。能活着就好，时间是世间最好的良药，相信初烟妹妹会走出来的。曹布安慰一声，也转身离去。没人注意到他嘴角那一闪而过的阴冷笑意。这件事如同燎原之火，很快传遍整个顾族，甚至连建州各地都开始议论纷纷。临界36州，作为建州的龙头老大，这档子事对顾族的威望造成了一定影响，更让顾晴天的名声受损。本以为顾族会出手压制这场风波，令人意外的是，风波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这不由令各大势力之主期待顾云继位大典的那天到来香消院内。距离顾初烟的事件已经过去3天，顾云一拳砸在桌上，震得茶盏叮当作响。可恶，本少主明明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所有人都不信我？他刚从外面回来，族人那鄙夷的目光还历历在目。要不是仗着少主身份，他毫不怀疑那些人会冲上来扇他耳光。一旁，李新雪暗自皱眉，这些天他一直在梳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奈何一直没有头绪。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人捣鬼。顾云，我怀疑有人假扮你欺负了顾初烟，而且这人精通易容之术，修为至少比顾初烟高一个大境界，否则以他法相境的修为，不可能毫无察觉，甚至很可能是界皇强者。顾云眉头紧锁，假扮我倒有可能，但你怎么确定就是界皇强者？要知道顾族的界皇就9位，正是9大长老。李新雪分析道，我从丫鬟的记忆中感应到，那人散发的气息和你一样是界王3重，能完美模仿这个境界，实力必定更高。这么说，真不是曹布？顾云有些失望，他巴不得这事是曹布干的，然后好名正言顺地除掉这个隐患。李新雪嗤笑一声，就曹布那个废物，你也太看得起他了。若非有义子这个身份，就他天桥境的修为，连加入我顾族的资格都没有。顾族10万外姓人，修为最低都是法相境。因为顾云的原因，李新雪也不喜欢曹布，甚至和顾云一样，都对曹布有种没来由的厌恶感。顾云若有所思地点头，可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事和曹布脱不了干系。这种毫无根据的直觉，让他自己也摸不着头脑。那现在怎么办？这事不解决，就算我继任族长，今后也难以服众。这才是他最担心的。以他界王3重的修为，还压不住一些执事和9大长老。若是实力强大，这些风言风语他自然没必要理会。可现在正是继位的关键时刻，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坏事。最让他头疼的是二弟顾风，那家伙前几天带着弟妹直接回了宗门，连他的继位大典都不参加，摆明了不把他这个大哥放在眼里。要是因为这事失了人心，让顾风那小子趁机上位。想到这里，顾云额头渗出冷汗。更糟的是，娘亲正在闭关冲击地境，要是等他出关主持公道，怕是黄花菜都凉了。别担心，对方的目标显然是想阻止你继位，虽然现在你的名声受损，但还不至于动摇你的族长之位。李新雪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我猜在继位大典前，这人一定还会出手，不如我们轮流监视，看看到底是谁在搞鬼。顾云无奈点头，也只能这样了。夜深人静，书香院内，苏黎想起什么，扬起小脸问，对了，你干嘛不让李新雪搜顾初烟的魂？这样顾初烟变傻或者死，不都达到了你的目的？对于顾初烟这种被曹布碰过的女人，苏黎巴不得她早点消失。曹布收起笑容，脸色变得认真。目的？我的目的从来不是让顾初烟去死，只要是顾晴天在乎的人，我都不会让他们轻易死掉。顾初烟就是其中的一环，她活着远比死了重要。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有趣？苏黎用手指在他胸口画着圈。你这人还真是坏得彻底，为了报仇无所不用其极，谁要是惹到你，这辈子都不会安心。曹布低头看他，怎么后悔跟着我了？苏黎连忙摇头，跟了你我就不会后悔，我只是在想，要怎么才能变得和你一样坏，这样才配得上你。曹布摸摸他的头，坏人就让我来做，你只要乖乖待在我身边就好。苏黎抱紧他，不行，你这么坏，我也要学坏才行。曹布闻言，温柔地在他额间一吻，放心，我不会让你输的。苏黎美眸轻眨，眸底暗芒涌动，我也不会让你吃亏，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你。顾族依山而建，主要分为一座主峰，族长住所，各大堂口所在之地，议事大殿所在，相当于行政中心；3座副峰，分别由3位主母掌管；9座中峰，9大长老的地盘；36座矮峰，
住着20万核心族人，外围还有4大城池，分别是青龙城、白虎城、朱雀城、玄武城，每座城都有20万故族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外来势力的涌入，每座城的生灵数量达到了100万，全都归故族管理。苏黎所在的山峰名为书香峰，书香院坐落在山峰中部，以上区域都是苏黎的私人区域。这里只来过2个男人，一个是飞升的顾晴天，另一个就是曹布。有苏黎掩护，曹布根本不怕别人发现他们之间的奸情。为了来往，苏黎还特意在书香院和曹布的藏风居之间挖了条秘密地道。顾晴天飞升后，曹布每晚都来宠幸苏黎，天亮前再悄悄回去。系统抽奖，看着仅剩的一次机会，曹布毫不犹豫地使用。叮，恭喜宿主获得9转玲珑体本源。曹布望向窗外，心中已经有了打算。窗外恍惚传来一道低不可闻的跺脚声，苏黎下意识勾住唇角，似在得意。半个时辰后，天刚刚亮，今晚还来吗？苏黎有些不舍。曹布淡然道：看情况。说罢，也不管苏黎那幽怨的小眼神，打开房门走了出去。通往藏风居的秘密通道就在苏黎女儿顾莹莹的房间内。这丫头整天不在家，一有时间就去外面鬼混，连自己房间里有秘密通道的事情都不知道。苏黎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防止2人的事情败露。若是真到了那一天，曹布还没发育起来，他也好拿女儿当挡箭牌，为曹布赢取更多的发育时间。回到藏风居后，曹布等了半个时辰，出门朝着暗夜堂走去。暗夜堂是故族专门处理不见光事务的机构，主要负责情报收集、暗杀行动等地下工作。作为顾晴天手中的暗刃，弟子都由外星人组成。他之所以能获得5%的继承权，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掌控着这个黑暗势力。知道暗夜堂的人很少，基本不超过100人。曹布来到主峰脚下，迎着一个狭窄的山路前行。7拐8拐之下，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间。主峰地底100里，随着一声沉重的轰鸣，厚重的石门缓缓开启。曹布的身影从黑暗中迈步走出。守卫在2侧的暗夜堂弟子见状，立即挺直腰背，齐声行礼：参见堂主。曹布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众人：3位副堂主回来没有？一名守卫抱拳回禀：禀堂主，还没有。曹布闻言，眉头微蹙。飞升前顾晴天给他们3人安排了任务，他就在身旁，按理说早该复命才是，怎么现在还没回来？他当即朝着隐刃殿走去，这是属于他的办公室。刚打开殿门，曹布脚步一顿，已经把千幻无相诀修炼圆满的他，对气息格外敏感。这里面藏着3个人，那气息分明与3位副堂主如出一辙。曹布眸底暗芒涌动，瞬间想到了什么。他不动声色地步入殿中，从容落座主位，修长的手指在玄铁案桌上轻轻敲击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案中的3人似乎也不急，双方就这样僵持下来。大殿寂静无声，唯有曹布指尖轻轻敲击桌面的声音。这时案中3人交换了个眼色，动手。一道密音传入另外2人耳中，2人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曹布敲击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原本要动手的3人身形一顿，左手梁柱后，右侧屏风后，还有曹布的声音不急不缓地响起。他抬眼望向殿顶横梁：于副堂主不下来喝杯茶吗？3人对视一眼，眸中难以掩饰的金色。如果说前2句还可能是试探，那么这精准的目光和指名道姓的称呼，无疑在宣告他们的行迹已经暴露。3道身影自虚空中显现，出现在曹布面前。为首的于副堂主沉声道：堂主厉害，天桥境修为居然能识破我们的逆袭之术。曹布扫过3人，神色没有一丝害怕。顾晴天给你们安排的任务其实是来杀我，对吗？于副堂主淡笑道：堂主聪明。他打量着曹布，眸中闪过一丝不解。其实他也不明白，为何族长会让他们无声无息地解决曹布。这些年曹布的忠心他们看在眼里，当时在听到族长的传音时，他没有忍住好奇问了一句。族长给他的答案只有一句：布儿不错，可他越忠心，本族长心里就越害怕，所以我飞升，他下去。他想要再问，族长已经消失，这事也成了他心中无法理解的刺，这也是他刚才没有第一时间出手的原因。堂主，属下实在不解，你身为族长义子，这些年尽心尽力，甚至不惜自曝丹田护他儿子，如此忠心，族长为何还要杀你？于副堂主终究按捺不住，问出了心里的疑惑。若是不了解，这是会成为他的心魔，让他浑身不得劲。曹布唇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晦暗。或许义父是觉得我终有一日会威胁到他吧。3人闻言，脸上顿时浮现古怪的神色。其中一人实在憋不住，嗤笑出声：堂主，不是我说你，
你都半只脚踏入阎王殿了，怎么还有闲工夫和我们开玩笑？威胁族长，滑天下之大稽。当年族长以准帝巅峰逆伐大帝，成就临界万古以来第3位为正帝而弑帝的绝世传奇，这样的存在，岂是一个天桥境的曹不能威胁到的？况且如今的曹部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连他们暗夜堂的弟子都不如。于副堂主冷冷扫了那人一眼，沉声道：李副堂主，注意你的言辞，无论如何，堂主毕竟是族长的义子，你应该……话音未落，他突然弯着腰，捂着肚子大笑起来，哈哈哈，应该这样笑才对吗？另外2位副堂主见状，也跟着放声嘲笑，殿内顿时充满了讥讽的笑声。曹部以区区天桥境修为担任暗夜堂堂主，这事本就让他们不满，只是碍于族长的面子，他们不好表明罢了。如今族长要曹不死，他们自然要好生羞辱一番。没想到他们3位破虚境强者要听从一个天桥境蝼蚁的安排，他们就倍感屈辱。现在终于可以一雪前耻了，曹部自裁吧。于副堂主手腕一翻，一柄寒光凛冽的匕首出现，他上前几步，冰冷的笔尖轻轻挑起曹部的下巴，自己动手，别脏了我的手。说罢，他将匕首插在玄铁案桌上。曹部目光微敛，指尖无意识地抹撒拇指上的扳指，声音平静的可怕：临死前告诉我这事，还有谁知道？啪！于副堂主一脚踏在案桌上，粗糙的手掌拍打着曹部的脸颊。曹部啊曹部，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死后这世上不会有人为你掉一滴眼泪。曹部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这么说，杀我这事只有你们3个知道了。于副堂主直起身子，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这是族长亲自下的密令，等你死后，我们会对外宣称你欲暗杀，因公殉职，为故族捐躯。曹部摩挲着扳指的指尖一顿，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原来如此，谢了3位。3人眉头紧皱，这话何意？玲珑，送他们上路。曹部懒得再废话，静，死一般的寂静。哈哈。于副堂主3人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捧腹大笑。曹部，没看出来你还有逗逼属性。于副堂主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曹部面色有些尴尬，柔声道：玲珑，别闹。然而还是没有动静。于副堂主3人笑得更加放肆。我尼玛，笑死我了。曹部脸色一黑，玲珑怎么了？难道是生气了？过了好一会儿，于副堂主3人这才止住笑意。3人同时唤出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曹部，既然你不自裁，那就别怪我们心狠了。于副堂主厉喝一声，杀！另外2位副堂主手中长剑直取曹部咽喉。于副堂主剑锋一转，直刺曹部心口而去。3面夹击，可谓完美。千钧一发之际，曹部脚下的影子突然荡漾开来，一股窒息的杀意瞬间笼罩全场。3人的动作不由得一致，唰，一道寒芒闪过，3柄长剑同时落地。于副堂主3人惊恐地捂住脖子，难以置信地望着曹部身旁突然出现的倩影。这女子居然是从曹部的影子里走出来的，比起他们融入虚空的隐秘之术，这手段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不可能！于副堂主声音嘶哑，你不过破虚境8重，怎么可能秒杀我们？他的修为在破虚境巅峰，另外2位副堂主在破虚境8重，难道这人是越级战斗的天才？可一剑秒杀他们3人，这也太恐怖了吧！3人无力跪地，体内的生机在慢慢流逝。若是以前，以他们的修为，喉咙割破有机会恢复，可刚才那一剑不仅仅是割破喉咙那么简单，还把他们的元神给斩碎。叶玲珑一个闪身出现在于副堂主面前，抬起纤细的手指点在他的眉心。于副堂主发出凄厉的惨叫，一息之后，叶玲珑收回手指，于副堂主瘫倒在地，彻底没了气息。另外2位奄奄一息的副堂主望着叶玲珑，眼中满是惊惧。这女人太狠毒了，连将死之人都不放过。叶玲珑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转头对曹部说：他说的没错，杀你的事情只有他们3人知道。曹部颔首，刚才我问过。叶玲珑高冷道：搜魂才可靠，以后别太自信。曹部摇头，对于顾晴天这种至强来说，记忆也可能被篡改。叶玲珑眉头一皱，别过脸去，浑身散发着寒气。你生气了？曹部试探地问。叶玲珑冷哼一声，你反驳我。曹部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叶玲珑是他300年前捡回来的，当时他才几个月大小。相处之下，曹部发现他居然有着惊人的修行天赋，毫不夸张地说，不输顾晴天多少。之后他亲自教导叶玲珑修炼，300年时光流转，他们亦师亦友，一亲一爱，超越一切。为此，曹部还把千幻无相诀传授给他，
仅仅200年时间，他就将千幻无相诀修炼到圆满。自此过后，叶玲珑逐渐消失在故族人的视野，知道他的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只有曹不知道，他凭空觉醒记忆，得到一本名为《玄影化虚经》的功法，2本功法结合之下，叶玲珑成了他的影子，一直护着他。若是他不主动暴露，连大帝都发现不了他。曹不站起身，拔出插在桌上的匕首，慢悠悠地走到于副堂主面前，唰，寒光闪过，一颗头颅滚落在地。这一幕把另外2位副堂主吓得不轻。曹不捡起一抛，于副堂主的头颅咕噜噜滚到了大殿门口。他握着滴血的匕首，阴笑着走向李副堂主。堂主，求您给我留个全尸。李副堂主声音发颤。曹不把冰凉的匕首抵在他脖子上，慢慢往下压，鲜血飙在曹不脸上，显得他狰狞可怖。听说你在青龙城还有家人？曹不凑到他耳边轻声道。你怎么知道？李副堂主猛地瞪大眼睛，连脖子被割开的疼痛都恍若未觉。暗夜堂的人不能娶妻生子，这是规矩。为了隐藏家人，他这些年只是偶尔回去一次。放心去吧。曹不阴森一笑，汝之妻女，吾养之，汝勿虑也。你这个混！话没说完，曹不手腕一用力，咔嚓一声，又一颗头颅落地。最后那位副堂主捂着鲜血直流的脖子，拼命往后缩。堂主，这都是族长指使的，看在我们共事多年的份上，您就留我一个全尸吧。都要死了，还在乎全部全尸干嘛？曹不冷笑一声，手起刀落，扑通一声，无头尸体栽倒在地。大殿内鲜血从门槛渗出，在青石板上蜿蜒流淌。殿外的暗夜堂弟子们倒吸一口凉气，正要冲进去时，曹不冰冷的声音传来：来人！叶玲珑的身影悄然融入他身后的阴影中。吱呀一声，殿门大开，10几个弟子僵在原地，目光死死盯着脚边的头颅。于副堂主，他们怎么会在堂主的殿内？一个年轻弟子失声惊呼。曹不慢悠悠地用白绢擦拭着染血的匕首，淡淡道：3大副堂主以下犯上，罪该当诛，把他们拖下去喂狗，再把这里收拾干净。说罢，曹不将匕首插在玄铁案桌上，迈步朝着殿外走去。平时没事他都在藏风居，只有办理要事的时候才会来这里。这次来也是为了看看3大副堂主回来没有，没想会有这样一场暗杀等着他。暗夜堂众弟子喉结滚动，悄悄交换惊惧的眼神。能击杀3大破虚境的副堂主，这位族长一子果真不简单。一开始他们就怀疑，一个天桥境蝼蚁为何能管理暗夜堂，如今一切都已经明了，这位族长一子在隐藏修为。看着走来的曹部，他们反应过来，立马挺直腰板，齐声应答：属下遵命。直到曹部走远，他们才敢松气。这些年曹部的修为虽然没有提升，可身上的杀气却比一般的界王还要恐怖。无他，死在他手里的人没有10万也有8万，至于大殿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想关心。反正在暗夜堂，他们只需效忠眼前这位杀伐果断的堂主就够了。至于故族人，根本看不起他们这些修为低的外姓人，当然修为高的除外。玲珑，曹不回到藏风居，就把叶玲珑叫了出来。这个给你。他手掌一翻，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团流转着9色霞光的本源之力。叶玲珑接过光团，娇躯突然轻颤。这是什么？我居然对他产生了共鸣。9转玲珑体本源。曹不含笑解释，你们名中都有玲珑2字，应该很适合你。9转玲珑体。叶玲珑美眸圆睁，突然整个人扑进曹不怀里，双腿下意识环住他的腰身。曹不，你居然舍得给我这个，我要谢谢你8辈祖宗。他太清楚这种体质的珍贵。顾晴天能以准地巅峰逆伐大帝，靠的就是不朽剑体。曹不闻言脸色一黑，这是夸人还是诅咒他祖宗？不过他也不在意，宠溺地揉揉他的青丝。趁新鲜，快融合。叶玲珑扑哧一笑，这是体质本源，哪有不新鲜一说。他从曹不身上轻盈跃下，捧着9色光团走到蒲团前坐下。只见他素手翻飞，结出道道玄奥法印。9色光团随着他的动作缓缓升腾，在头顶3尺化作9道璀璨光流没入他体内。曹不见状，随手取出一张鎏金符箓，灵力涌入间，符纸化作一道橘黄色光幕，将净室笼罩。这是苏黎关心他的安全，特意给他制作的，各种作用的符箓没有1000也有800，威力也各不相同。他引动的这张结界符能隔绝界尊之下的强者探查。突然，叶玲珑周身绽放9色霞光，将整个净室都映照得如梦如幻。9道光流在他体内流转，每循环1周天，他身上的气息就强盛1分。啊！他突然发出一声轻吟，周身毛孔中渗出点点星光。3000青丝无风自动，
渐渐染上一层琉璃似的光泽。曹布瞳孔微缩，只见叶玲珑眉心处浮现出一道9瓣莲印，每一片花瓣都流转着不同道韵，整个净室的灵气突然暴动，化作漩涡向他汇聚。轰！一道9色光柱冲天起，橘黄色结界光芒大放，阻止了9色光柱。叶玲珑的气息节节攀升，破虚9重。3息之后，一丝法则缠绕在他周身，界王境的壁障赫然打破，他的修为最终止步于界王境1重巅峰。界王运用法则，大地掌控法则。同样的法则，一个世界只可出现一位大帝。顾擎天就是击杀上一位已见到正帝的大帝才踏足的大帝境。他如今飞升，见到大帝的位置空缺，那些修炼见到法则的准帝都在闭关，争取第1位正帝。叶玲珑缓缓睁开双眸，眼底似有星河轮转，璀璨夺目。他素手轻抬，身后9道虚影若隐若现，每一道都蕴含着不同的道韵气息。曹布，我突破界王了。他声音空灵，难以掩饰的欣喜。叶玲珑心念一动，身后的9道虚影消散。下一瞬，他整个人扑进曹布怀里，双腿熟练地环住他的腰身。吧唧，一个响亮的吻落在曹布额头。叶玲珑笑得眉眼弯弯。这是奖励你的。曹布走到一旁坐下。还不下来，都长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叶玲珑不予理会，顺势坐在曹布腿上，一把拉过他的手，环住自己的纤腰，双手自然攀上他的肩膀。你这是做什么？曹布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柔软触感，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他盈盈一握的腰肢。叶玲珑冷哼一声，奖励你的。再说了，苏黎能做，我就做不得。曹布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你刚才不肯出手，是在吃醋。他连忙放软语气哄道，都是一家人，你生他的气干嘛？叶玲珑别过脸去，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谁跟他是一家人？当初明明已经说好，你的第一次给我，结果你给了苏黎。曹布一时语塞，那晚确实是他没把持住，都怪苏黎那娘们穿得太骚了，加上忍了几百年，这谁能忍？那还不得把他降服，任他蹂躏。玲珑，这是我不对。他轻叹一声，我跟你道歉，这总行了吧？叶玲珑立刻转悲为喜，好，看在9转玲珑体的份上，我原谅你。不过，他突然压低声音，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曹布有些疑惑，你说，只要不违背原则，我都答应。叶玲珑突然低下头，耳根通红，我要你现在的第一次。曹布闻言，嘴角一抽，合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叶玲珑冷声道，你就说同不同意吧。曹布沉吟片刻，摇头道，现在不行。闻言，2滴眼泪又挂在了叶玲珑的眼眶边缘。曹布急忙解释，你对我有大用，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想用我助你突破修为？相处了300年，叶玲珑比苏黎还了解曹布，这家伙一个眼神，他就明白要干嘛。曹布坦然点头，不错。叶玲珑显得有些急不可耐，那现在用还不是一样？曹布想了想，还是摇头，现在不划算。叶玲珑也不生气，他心甘情愿成为曹布突破修为的工具，只是心中不甘。他从18岁爱上曹布，守了200多年的清白，一夜之间让苏黎那个骚妖精捷足先登了。每每想起，他都对苏黎恨得牙痒痒。要不我们先研究一下？说着，叶玲珑兴奋地掏出一本画册，你看这招似乎不错，要不我们试试？他翻开画册，一本正经地讲解起来。曹布温柔地看着他，只有在叶玲珑面前，他才能卸下所有防备，就连苏黎也给不了他这种轻松自在的感觉。这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堂主，9长老求见。侍卫在门外禀报，这些侍卫都是外姓修士，在顾族，大半的外姓人都归曹布统辖，唯有那些修为高深的外姓强者，才由顾擎天直接掌管。若是顾云继位，自然也会接手这部分势力，其中就以5人最强，3大太上长老、黑白2老都在借尊境，其中以黑白2老最强，2人距离准帝只有1步之遥。平时没事只管修炼，如今唯有顾族3大主母能命令他们。这5人与其他外姓人不同，他们的生死都在洛倾城的一念之间。领他去大厅，我随后就来。曹布沉声吩咐。遵命。曹布揉了揉叶玲珑的小脑袋，柔声道：丫头，下次再说吧。叶玲珑嘟了嘟嘴，满脸失落。好吧。曹布笑了笑，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叶玲珑收起画册，连忙化作一道黑影，融入曹布的影子之中。招待大厅内，9长老刚坐下没多久，就见曹布从门外走来。他连忙起身，脸上带着真挚的笑意。曹总管，不请自来，还望见谅。与前几日不同，现在的9长老一脸和善，若不是曹布提醒，他还真有可能与顾云死磕下去。
到那个时候，他不仅会损失顾初烟这个疼爱的孙女，还会把事情闹大。若是将洛倾城引出来，以那女人货的性格，他不死也得脱层皮。九长老说哪里话，我这个小地方，九长老想来随时都可以。曹布满脸堆笑，抬手示意对方坐下。2个丫鬟端着热茶进来，轻手轻脚地放下茶杯就退了出去。九长老今天亲自过来，不知有何要事。曹布端起茶杯，装模作样地吹了吹热气，小心地抿了一小口。今天特来感谢曹总管，若不是有你提醒，老夫险些酿成大错。说着，他手掌一翻，掌心出现一个精致的檀木盒。曹布轻轻放下茶杯，佯装不解地问：九长老这是？九长老笑呵呵地放下盒子，往曹布面前一推：5品灵药阴阳培元草，虽然品阶不高，但能激发阳气，固本培元。曹总管若是炼化，在那方面，嘿嘿。话到最后，九长老不失礼貌的一笑，话中意思曹布已经读懂，却是不想这老东西会送他这种至宝。对于寻常修士而言，阴阳培元草或许只有滋阴补阳的作用，对他来说，其中的阴阳二气正是他需要的。只可惜品阶太低，估计都不能令他突破。不过这老东西送的礼，还真送到了他的心坎上。九长老说笑了，我孤家寡人一个，要这东西做什么？曹布假意推辞，把盒子又推了回去。九长老笑而不语，慢悠悠地品着茶。不多时，一个白衣少女款款入，见过九长老，见过曹总管。少女身姿窈窕，乌黑的长发用一根木簪松松挽着，几缕青丝垂在雪白的颈侧。她低眉行礼时，胸前的大雷轻轻晃动，十分惹眼。不过穿着有些暴露，破坏了清纯的感觉。九长老这是？曹布眯起眼睛，这老东西肯定没安好心。曹老弟，我这样叫你，不介意吧？九长老笑呵呵道。曹布嘴角微扬，自然不介意，说起来我还占了大便宜呢。他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不过交情归交情，我们还是各论各的。目光转向那位白衣少女，曹布似笑非笑道：九长老这是要给我送温暖？这话说的，九长老连连摆手：老哥，我就是看老弟你单身几百年，实在心疼。昨日去青龙城参加拍卖会，看这丫头长得水灵，就把她拍了回来。曹老弟放心，这丫头干净，听说还是圣地的圣女，只不过她所在的圣地覆灭了，这才惨遭仇家拍卖。曹布打量着少女，难怪气质不凡。不过这身暴露的打扮，8成是九长老特意安排的。见曹布饶有兴趣的样子，九长老继续道：每个人的第一次都十分激动，老夫怕曹老弟不知道节制，就购买了这株阴阳培元草，还望曹老弟收下。说着，他又将盒子推了过来。曹布这次没推辞，直接把盒子收了起来。灵药我收下了，人您还是带回去吧。他不确定这女人是不是九长老安排过来的眼线，想了想还是拒绝。九长老也不恼怒，只是在看向曹布的目光有些奇怪。这家伙不会是不行吧？他灵光一现，压低声音凑近道：这丫头的原因还在，对修炼大有裨益。虽说老弟你修为不能再进，可万一双修能恢复丹田呢？老弟要不收下试试？曹布心头一动，若是原因还在，加上对方法相近修为，让他突破一个小境界应该不成问题。当初与顾初烟强行修炼，还不是让他突破一个小境界？他修炼阴阳之道，修炼与常人不同，可谓十分艰难，这也是他不吃叶玲珑的原因。至于眼线一说，这事倒是好解决。见曹布沉默，九长老以为他还有顾虑，忙又劝到差点忘了说，这丫头会玉女心经，啧，保证能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活。说着还朝少女使了个眼色。少女会意，素手轻抬肩，一缕精纯灵力在指尖流转。曹布深深看了白衣少女一眼，缓缓点头：罢了，既然是九长老的一片心意，那我就收下了。哈哈，这就对了吗？九长老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举起茶杯掩饰眼中的算计。起来吧。曹布沉声道。白衣少女很识相，立即改口：是，主人。说完乖巧的站到曹布身后，给他捏起肩膀来。曹布一边享受着按摩，一边突然问道：对了，初烟妹妹最近怎么样？九长老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愁眉苦脸的放下茶杯。哎，那丫头自从那天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里，谁叫都不理，连我这个爷爷都不见。都是我的错，事情是我挑起来的，最后又逼着她忍气吞声，我这个爷爷当得真失败。他爹在天有灵，怕是要骂死我这个没用的老头子。曹布连忙安慰：九长老别太自责，只要初烟妹妹平安无事，总有一天会原谅您的。九长老长叹一声：希望如此吧。白衣少女见两人的茶杯已空，轻手轻脚的给两人续上。曹布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突然眉头一皱：等等，九长老，你说初烟妹妹几天没见人了？该不会……
话还没说完，只见九长老脸色骤变，整个人唰的一声化作残影消失在原地，桌上的茶杯还在滴溜溜的打转。不好！曹布心头一跳，立刻反应过来，他身形一闪，紧随其后。顾初烟这枚棋子对他还有大用，现在可不能出事。砰的一声，烟雨院内，九长老一脚踹开房门，冲进房间的瞬间，他的脸刷一下白了下来。只见在里间的床榻上，顾初烟安详地躺着，嘴角还挂着一丝暗红色的血迹。初烟，我的初烟啊！九长老跪倒在地，哭得老泪纵横。这时，曹布带着白衣少女赶到，门外已经围了一群吓傻的丫鬟。他们看到里面躺着的顾初烟后，脸色煞白一片。曹布因沉着脸看向床上的顾初烟，这女人性子这么烈，居然玩刺杀。突然，他眉头一皱，一个闪身来到床前，伸手搭上顾初烟的手腕。九长老抬起头来，看到曹布在顾初烟身上摸来摸去，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曹布，他都死了你还？九长老怒发冲冠，恐怖的界皇威压瞬间爆发。闭嘴！曹布厉喝道。他还有救！九长老猛地收住威压，又惊又喜。你说什么？还有一丝心脉，不过离死不远了。曹布沉声道。闻言，九长老瞬间出现在床前，他急忙伸手探向孙女的手腕，激动得手都在抖。真的还有一口气。曹布点头。是冥王散，这毒连界王都扛不住，他这是铁了心要死啊！曹老弟，帮我护法。九长老咬牙道。冥王散你怎么捡？曹布皱眉。我自有办法。曹布深深看了他一眼，突然明白了什么。好，我给你守着。转身离开时，他嘴角微微上扬。要真如他所想，这次可真是捡到大便宜了。你们守护在四周，不准任何人靠近。曹布关上房门，转身对一众护卫吩咐道。是，曹总管。护卫们退下，将烟雨院死死围住。顾初烟要是死了，他们难辞其咎；若是能救活，他们有罪也不致死。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一天之后，房门打开，九长老踉跄着走了出来。曹布急忙上前搀扶住他。九长老，怎么样？九长老面色发白，额头上布满细腻的汗珠，嘴唇微微发紫。调养几天即可，但这丫头心结不解，迟早还会做傻事的。他重重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能救一次是运气，可下次呢？这丫头连冥王散都敢喝，那是铁了心不想活了。曹布眼珠一转，试探着问：您该不会把毒逼到自己体内了吧？九长老摆了摆手，强撑着笑道：无碍，老夫好歹是界皇，这点毒还要不了命。曹布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真没事？骗鬼呢！他可是清楚得很，这冥王散虽然毒不死界皇，但想要彻底清除，没个10年8年根本办不到。这期间功力大减都是轻的，搞不好还会留下永久暗伤。突然，九长老抓住了曹布的双手，满脸渴求：老弟，你帮帮我。曹布回神，皱眉道：帮你？怎么帮？我就天桥镜。不是这个。九长老望向屋内，愁眉苦脸道：你们都是年轻人，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初烟，让他不要再想不开。曹布望向屋内床榻上一动不动的顾初烟，心里已经有了打算。解铃还须系铃人，看来他还得努力一次。不过在这之前，得让顾初烟暂时放弃自杀的打算。曹老弟，你若是不答应，我就跪地不起。眼见曹布不语，九长老还以为曹布不想答应，于是就要跪下。曹布回过神来，急忙扶住他：九长老，我答应你。真的？九长老眼中闪过喜色，让他一个老家伙去劝年轻人，估计会适得其反。若是让曹布来，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曹布点头，算起来，初烟妹妹也该叫我一声大哥，虽不是亲的，不过关系都在这里，我总不会真看着她一直求死下去吧。不过我得事先说明，能不能让她放弃自杀的念头，我不能保证。九长老摇头：没事，只要你尽力就好。初烟这丫头又没什么朋友。不对，初烟与凌霜小姐关系还不错，她前几天还来过。你先进去试试，我这就去找凌霜小姐。说着，把曹布往屋里推，然后快步朝着院外走去。曹布盯着九长老佝偻的背影，眼神渐渐冷了下来。可怜吗？确实可怜，但谁又来可怜他惨死的爹娘？谁来可怜他那对才7、8岁的弟弟妹妹？当年这老东西带人血洗曹家时，手起刀落的样子可没半点心软。曹布转身走向里屋，脚步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床榻上，顾初烟依旧一动不动，空洞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床顶的雕花，连呼吸的起伏都微不可察。曹布的到来似乎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又或者注意到了，完全不在乎。曹布在床榻边缓缓坐下，
他取出一方锦帕，轻轻擦拭顾初烟额角的冷汗，动作十分轻柔。你爷爷为了救你，把冥王伞的毒引到了自己体内。曹布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一个界皇强者，现在走路都在发抖。顾初烟的眼睫微不可察地颤了颤。曹布继续道：他说就算拼上这条老命，也要让你活下去。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可你呢？就这么躺着等死，对得起他吗？顾初烟终于有了反应，干裂的嘴唇轻轻蠕动。喂，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是他唯一的亲人。曹布压低声音继续道：顾初烟，你就甘心这样死去，让那个毁了你的人逍遥快活？顾初烟突然死死揪住被子，指节微微发白，他声音发抖。你不是他的大哥吗？是，我是他大哥。曹布猛地站起身，背在身后的双手攥得指节发白，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但老子更是个男人，他干出这种畜生事。说到一半突然卡住，房间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砰！曹布一脚将凳子踹得四分五裂，木屑飞溅。操！顾初烟睫毛轻颤，歪着头静静看了他片刻，眼底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你走吧。他转过头，声音很轻。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曹布不为所动，他转身紧紧盯着顾初烟。记得小时候，我在一本古书上读过一句话。他声音温和，充满感染力。蛰伏的毒蛇最致命，因为他懂得等待最好的时机。顾初烟的眼睫微不可察地颤了颤。曹布继续道：我认识一个姑娘，她最爱养蝴蝶。可你知道吗？最漂亮的凤蝶要在茧里蛰伏整整一个冬天。有时候暂时的隐忍是为了飞得更高。顾初烟的呼吸突然一滞，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说起来，曹布突然转移话题。前些日子我在拍卖会上见到一柄很特别的匕首，据说能破界王防御，可惜当时没人识货，被一个不懂藏的人买走了。他好似无意地补充道：不过掌柜说了，3年后还会有一批更好的货色。顾初烟原本涣散的目光突然凝聚，漆黑的眸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曹布在案桌上放下一本古籍，这本《折龙心经》，据说修炼到高深处能隐匿气息，连界王都察觉不到。他意味深长地说：有时候最深的伤口反而要藏起来慢慢养。话音落下，曹布迈步离开，刚要关上门，就听见顾初烟沙哑的声音传来：书留下。丁，检测到顾初烟对宿主好感大增，继承度提升1%，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曹布神情一震，顾初烟与顾青天没有直接关系，怎么也能提升继承度？似乎是察觉到曹布的疑惑，系统主动跳出一行提示：顾族9大长老每人的上限继承度是3%，宿主的所作所为影响到9长老，故而能提升继承度。曹布似懂非懂，那顾青天的妻女每个人的总继承度是不是5%？不错，得到他们的身体只能提升2%的继承度，得到他们的心能提升3%的继承度，两者皆得，继承度提升5%。拿下苏黎后，他的继承度飙升5%，这足以证明苏黎对他的忠诚。以后也能从这看出顾晴天的其他妻女什么时候忠诚于他。童子哥给力，赏！曹布对着房门笑了笑，轻手轻脚地带上门。折龙心经是千幻无相诀的阉割版，是他专门留给暗夜堂弟子修炼的功法。两者没有必要的联系，却又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比如，无论修炼折龙心经的人修为再高，他都能感应到对方存在；反之，对方却感应不到他的存在。当初他以天桥镜能感应到3大副堂主的原因之一，就有这折龙心经。曹布刚转身，正好看见9长老带着个冷美人从院外走来，一袭白衣，腰肢纤细，裙摆下露出一截白嫩小腿，线条优美的让人移不开眼睛。她肌肤雪白如玉，美得惊心动魄，却又让人不敢靠近。曹布走下台阶，两人在曹布面前站定。大哥，冷美人轻声唤道，面色不喜不悲。顾凌霜，顾晴天长女，冷月的大女儿，两人一个样，冷冰冰的。曹布颔首，轻唤道：凌霜。屋内听到门外的动静，顾初烟转头望向案桌上的折龙心经，抬手将它收进了储物戒。老弟，初烟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些？9长老语气急切，连冥王毒素已经入侵心脉都不管。从这就能看出顾初烟在9长老心里的重要性。曹布轻轻点了点头，已经没事了。太好了！9长老激动得浑身发颤，望向曹布的目光充满感激。我进去看看。等9长老进屋后，曹布转向顾凌霜。凌霜，听说你与初烟关系不错，这些日子多陪陪她吧。顾凌霜点头应道：大哥放心，她是我堂妹，我不会放着她不管的。曹布好似想起什么，忽然问道：对了，听说你有喜欢的人了，怎么样？什么时候带回来看看，也好让大哥把把关。
顾灵霜难得的脸红，小声道：“大哥，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曹布皱眉，面露不解。我知道什么？顾灵霜害羞道：“前几天我已经告诉娘亲，半月后他会带家人来提亲。”曹布闻言一怔，又瞬间恢复正常。他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还真有这事。大哥，我先去看出烟了。顾灵霜担心顾初烟的状况，轻声告退。望着顾灵霜进入屋内的背影，曹布眼中闪过一丝晦暗。提亲，休想！你们这一生都将属于我曹布。如此想着，他开始沉思起来，看来计划的变。恰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叮，检测到九长老对宿主的好感剧增，继承度提升1%，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一共有2次抽奖机会了。曹布眼中带笑，负手迈步离去。九长老，这里已经没有韭菜可割，接下来就该对付其他长老，回去得好好考量考量，怎么收割他们身上的继承度。屋内，九长老还是有些不确定，低声问道：初烟，你真的不会再做傻事了？顾初烟轻轻点头，唇角微微扬起一抹浅笑。爷爷放心，我已经想通了，我还有您要照顾，我不会再寻短见。这时顾灵霜走了过来，眼中带着一丝关切和疑惑。初烟，你真的没事了？他听到了顾初烟的回答，心里忍不住好奇，曹布到底对他说了什么。几天前，他怕顾初烟想不开，特意劝诫了一个时辰，没想还是没用。刚才听到顾初烟服毒自杀，把他吓了一跳。他生性清冷，朋友不多，顾初烟不仅是他的堂妹，更是他最亲近的闺蜜。可面对这件事，他真的束手无策。顾云是他同父异母的大哥，顾初烟是他最好的闺蜜，站在哪一边都让他左右为难。不过真要论起来，顾云在他心中的分量比不上顾初烟。同为女人，他能感同身受。最关键的一点，他亲弟弟顾风与顾云关系并不好。常说一山不容二虎，自从顾晴天这头真正的猛虎飞升后，家族就成了这样的局面。更何况他们两人不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隔着一层血脉，终究少了那份天然的亲近。若是洛倾城与冷月两人的修为相同，这族长之位到底是谁的，犹未可知。皇朝有皇子之争，家族又何尝没有，只不过少了皇朝那份血腥。顾初烟目光穿过门口，凝视着院门外曹布渐行渐远的背影，眸中闪过一丝决然。凌霜姐，我真的没事了。他收回视线，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储物戒，声音坚定：我要好好活着，我要变得更强大，我要……顾凌霜敏锐地察觉到他话中有话，正欲追问，顾初烟已经下达了逐客令。凌霜姐，我真的没事，你还要修炼，就不多留你了。他转向九长老，轻声道：爷爷，我想喝7星养元汤。好，好，爷爷这就去给你熬。九长老激动的声音发颤，只要顾初烟不自杀，让他做什么都可以。让下人熬吧，爷爷您还有。话还没说完，九长老已经跑没影。顾初烟眼眶一红，泪水又不争气的流了下来。还有毒在身上呢。顾灵霜深深看了顾初烟一眼，叹息一声，这才离去。作为女人的自觉，她敏锐地感觉到顾初烟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具体如何她谈不上来，只是感觉有种内敛的锋芒。当脚步声逐渐远去，屋内陷入了长久的寂静。顾初烟望向窗外飘零的落叶，一字一顿道：顾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女穷。曹布回到藏风居后，径直朝着修炼室走去。他头也不回地对跟在后面的白衣女子道：左边有空房间，你随便挑一间住。白衣女子愣在原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开口。看着已经关上的修炼室大门，他默默走向旁边的空房间。房门打开，入眼的是满地灰尘。他站在门口，心里五味杂陈，想他堂堂玉女宗圣女，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还真是造化弄人。不过转念一想，曹布在顾族地位不低，有他庇护，至少不会有人敢来骚扰自己，这样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灵界的家族宗门势力划分为不入流、3流、2流、1流、超级、圣地、不朽圣地、地族、不朽地族。圣地势力至少要有一位界皇，以此类推，拥有大帝坐镇的为不朽地族。他所在的玉女宗就是拥有一位界皇的圣地，且那人还是他娘。依仗这层关系，她成为了玉女宗历代以来修为最弱的圣女。只可惜玉女宗与合欢宗世代为敌，数月前那一战，合欢宗来势汹汹，玉女宗惨败。她娘亲拼着重伤，强行将她送离战场，可她还是被一群宵小之辈擒住。幸好那些人见她容貌绝世，加之她自曝身份，没人敢辱，只是将她押到最近的青龙城拍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知道九长老要把她送人时，她一度心如死灰。当听到对方是曹布后，她反而松了一口气。整个灵界
但凡圣地级以上的势力，谁没听过曹布的名号？作为顾晴天的义子，哪怕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地族，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如今的顾族虽然已经从不朽地族跌落至普通地族，不过还是无人敢惹。无他，谁都清楚，顾晴天肯定留得有灭地的手段在。因为这一层关系，让他不惜祈求曹布留下他，哪怕会失去清白也无所谓。传言曹布的寿命已经不足500年，若是能成为他的道侣，等他陨落后，自己作为遗孀，在顾族也能有一席之地。到时候就算是合欢宗那些仇敌，听到她是曹布的女人，恐怕也得忌惮3分，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这些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想到曹布刚才那冷淡的态度，他不禁苦笑。是我不够美吗？他居然连一个眼神都不肯施舍，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他轻叹一声，开始整理房间，眼下只能先安顿下来，再慢慢想办法。修炼室内，曹布轻唤一声：“玲珑。”哼！叶玲珑的身影浮现，小嘴微撅，满脸写着不高兴。曹布当然知道他在闹什么脾气，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柔声哄道：“傻丫头，这世上除了你，其他女人对我来说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真的？叶玲珑眼睛一亮，立刻扑进曹布怀里，柔软的身躯紧紧贴着他，扬起小脸追问：“你不许骗我！”曹布笑着捏了捏他的鼻尖：“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就知道。”叶玲珑嘴角悄悄扬起，心里美滋滋的。曹布看着他这副模样，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这傻丫头明明实力通天，却总是这么单纯的信任他。玲珑，交给你一个任务。曹布语气认真了几分。叶玲珑扬起小脸，眼睛亮晶晶的：“让我查那个女人的背景。”曹布笑着刮了下他的鼻尖：“聪明，不过还有件事，去确认下九长老说的话是真是假。”叶玲珑叉腰从他怀里跳出来：“果然，什么事都得靠我，注意安全，早点回来。”曹布柔声叮嘱。叶玲珑突然凑近，指了指自己的脸颊：“工钱。”曹布轻轻在他粉嫩的脸颊上啄了一口，这下满意了。还有这边也要。叶玲珑立即把右脸也转过来，理直气壮地指着。曹布摇头失笑，又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现在可以开工了吧？这还差不多。叶玲珑眉眼弯弯，背着双手朝着门口走去，身影渐渐虚化。等我的好消息。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曹布摇头轻笑。这丫头还真是。他收回目光，走到蒲团上坐下，也不知能不能突破。阴阳培元草出现在他掌心，黑白二气交织流转，散发出玄妙的气息。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灵力运转，开始缓缓炼化。阴阳培元草在灵力的牵引下逐渐分解，化作一黑一白2道精纯能量，顺着他的经脉涌入体内。曹布眉头微皱，感受着2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体内冲撞。阴气冰寒刺骨，阳气炽热灼人，2股能量在他经脉中相互纠缠。他加速太初阴阳诀的运转，将这2股能量一点点驯服融合。不多时，曹布缓缓睁眼，无奈摇头，还是差上一点点，不过也精进了许多。忽然他神色一动，抬头望向门口，这么快就回来了？果然，下一刻叶玲珑的身影出现在眼前，他一下子扑进曹布怀里。查清楚了。他仰着小脸邀功。曹布有些惊讶，这才不到1个时辰，怎么这么快？叶玲珑得意地眨了眨眼，有钱有实力怎么不快？详细说说。曹布严肃道。叶玲珑收起嬉闹的表情，正色道：“我直接搜了那几个拍卖行管事的魂，发现抓他的人还在青龙城。找到他们后，我又搜了他们的魂，从记忆里看，这女人以玉女宗圣女的身份威胁他们，还真把那些人都唬住了。虽然没有去玉女宗验证，不过应该假不了。”他顿了顿，补充道：“至于他是不是九长老的眼线，这个不好确定。”曹布略一沉吟，嘴角微扬：“只要是九长老拍卖的来的就够了，就算是眼线，对九长老也没有那么忠心，看为夫怎么把他撬过来。”叶玲珑好奇地眨着眼：“你拿什么撬？”曹布邪恶一笑：“你看着便是。”话音落下，他整理了下衣袍，朝门外喊道：“来人！”叶玲珑见此，身影渐渐融入曹布的影子中。这时屋外立刻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应答声：“堂主请吩咐。”曹布起身，一把拉开房门。门外站着几个护卫和丫鬟，可唯独不见那位玉女宗圣女。他眉头一皱，目光扫视一圈，最终落在旁边空房间门口。白衣女子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神茫然地和他对视。曹布心里顿时不爽，这女人该不会真以为是来享福的吧？白衣女子眨了眨眼，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连忙小跑过来，低着头缩在人群最后面，大气都不敢喘。刚才曹布喊人的时候，他听得一清二楚，只是一时没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才闹出这种尴尬场面。曹布懒得废话，直接抬手一指：“你留下，
其他人该干嘛干嘛。是，堂主。护卫和丫鬟们见没自己的事，赶紧行礼退下。转眼间，这里就只剩下曹布和低着头的白衣女子。把头抬起来。曹布的声音不轻不重，却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白衣女子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这才慢慢抬起头，眼神飘忽不定，不敢与曹布对视。曹布居高临下的打量着她，目光在她脸上来回扫视。不错，他满意的点点头。不愧是玉女宗的圣女，长得确实标致。听到这话，白衣女子的身子明显抖了抖，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她太清楚这种语气意味着什么，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要来了。好在她已经做好心理建设，内心也不是特别抗拒。让谁凿不是凿，还不如让曹布这位身份特殊的人来凿。只是想到自己堂堂玉女宗圣女，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存在，如今却要低声下气地服侍他人，内心不免涌起一阵酸楚。这就是命吧。他在心底悠悠一叹，强迫自己调整好心态。叫什么名字？曹布的声音沉了几分。颜如玉。他声音清冷悦耳，听了让人十分舒服。颜如玉。曹布玩味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倒是人如其名。他随意地挥了挥手，去浴室收拾一下，本堂主待会要沐浴。颜如玉余光瞥见不远处挂着玉堂牌子的房门，指甲不自觉地陷进掌心。他低垂着眼帘，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是，主人。话音落下，他双手攥紧衣角，迈着小碎步往浴室走去。每走一步，他的心就跳得更快一分。曹布盯着他窈窕的背影，目光在他纤细的腰肢上流连。不多时，浴室内水汽氤氲。主人，热水已经好了，若是没有其他吩咐，奴婢先告退了。颜如玉低着头，声音很小，说完就想离开。刚才做好的心理建设，在这一刻已经完全崩解。他只觉得心跳如鼓，手心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站住！曹布冷喝一声。颜如玉娇躯一颤，迈出的半步硬生生收了回来。他死死攥着衣角，脸颊烧得通红。完了，真的完了！过来给我宽衣！曹布命令道。颜如玉僵在原地，在感受到那冰冷的目光刺来时，才咬着唇缓步上前。纤细的手指颤抖着解开衣带，随着外袍中衣一件件滑落，他的脸越来越红。曹布见状，不由得轻笑出声。怎么，堂堂圣女也会害羞？说完不再理他，自顾自地踏入浴池。温热的水流漫过他的身躯，他舒服地靠在池边，闭目养神。过来，给我擦背。曹布慵懒地吩咐道。颜如玉见曹布大半身子都浸在水中，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他犹豫片刻，终是拿起一旁的浴巾，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浴室内一片静谧，只有水波轻轻荡漾的声音。九长老有没有交代过你什么？曹布突然开口，吓得颜如玉手上一抖。他动作一滞，很快又恢复正常。就在他刚要回答时，曹布又慢悠悠地补充道：想清楚再说，你只有一次机会。不知何时，一柄锋利的匕首在他指尖灵活翻转，寒光在水汽中若隐若现。颜如玉望着依旧闭目养神的曹布，不自觉地咽了咽唾沫。他法相近巅峰，曹布不过天桥境，按理说根本不该让他感到畏惧才是。可偏偏此刻，他的后背已经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女人的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男人体内绝对藏着一个可怕的恶魔。他却不知道，曹布正在暗中运转千幻无相诀，故意释放一丝魔道强者的恐怖气息。当年他见过真正的魔道巨擘，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他至今都记忆犹新。于是就把那种气息运用在了这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颜如玉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内心的挣扎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终于在漫长的沉默后，他咬了咬下唇，声音轻颤：九长老让我监视你的一举一动。曹布手中的匕首突然停住，锋利的刀刃反射出一道寒光，他依旧闭着眼睛，嘴角却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哦，继续说。颜如玉感觉喉咙发紧，指尖不自觉地绞紧了浴巾。九长老要我每天记录你的行踪，见过哪些人都要汇报给他。他紧张地盯着曹布英俊的侧脸，心里七上八下。他不知道曹布会不会杀了他，但现在他能做的只有老实交代。曹布突然睁开眼，漆黑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还有呢？颜如玉脑子飞快转动，最后摇了摇头。没有了，就这些。他好像对主人你也不是特别上心，就是让我有空去汇报一下。曹布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真的没了？颜如玉心跳加速，又把这几天的事回想了一遍，再次摇头。真的没了。曹布点点头，收起了匕首。你现在是什么身份？颜如玉赶紧回答。我是奴隶，您是我的主人。曹布问。有没有其他身份？颜如玉摇头。没有。曹布满意的笑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做的不错。颜如玉顿时松了口气，刚才那种压迫感突然消失，眼前的曹布好像又变回了那个天桥境的废物。他有点懵，不明白自己刚才为什么会那么害怕曹布，真是奇怪。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将他拉进曹布怀里，他惊慌抬头，正对上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主人！他声音发颤，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曹布指尖划过他精致的锁骨，声音低沉：既然是我的奴隶，就该好好尽你的本分。颜如玉心跳加速，垂眸低声应道：是，主人。青龙城，顾族直接管辖的4座主城之一，天空阴云密布，沉闷的雷声滚滚而来，偶尔一道刺目的闪电劈落，照亮了昏暗的天地。城中一处宅院外，上百名暗夜堂的成员整齐列队，肃杀之气弥漫。他们全部身着黑衣，腰间佩刀，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前方的院落。站在最前方的正是曹布，他身披一件华贵的貂皮大衣，面容冷峻，眼神中透着森然寒意。在他身旁，颜如玉手持一柄寒光凛冽的长剑，神色淡漠。这就是李副堂主家人的住处。曹布淡淡开口，身后一名队长立刻上前恭敬道：回禀堂主，就是这里，属下已经确认过了。里面有多少人？曹布继续问。队长答道：137口人，包括李家老幼妇孺，全都在里面。曹布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冷意，缓缓道：李副堂主违背堂规，罪无可赦。他顿了顿，语气冰冷的下令：一个不留。遵命。上百名暗夜堂杀手齐声应和，瞬间冲进宅院，刀光剑影间，惨叫声此起彼伏。曹布神色淡漠，带着颜如玉缓步踏入。刚进院门，一条护院黑狗狂吠着扑来，龇牙咧嘴，凶相毕露，太吵了。曹布皱眉，颜如玉剑光一闪，黑狗连呜咽都来不及发出，身手分离，鲜血溅洒在地。两人继续前行，院内已经尸横遍地，血腥味浓重。突然，一道娇小的身影被暗夜堂人一掌击飞，重重摔在曹布脚下。曹布看去，少女一袭蓝衣，18岁的样子，衣衫凌乱，嘴角一血。他抬头正对上曹布那双冷漠的双眸：你们是谁？为何杀我家人？少女声音嘶哑，眼中满是惊惧与愤怒。放肆！敢对堂主不敬！一名暗夜堂人提刀上前，正要了结他，曹布抬手退下。暗夜堂人退下后，曹布的目光在少女曼妙的身姿上流连。叫什么名字？少女倔强的闭口不言，眼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若不是修为不够，他非得捅死曹布不可。李彪是你什么人？曹布继续问。少女闻言顿时激动起来。那是我爹，他可是顾族的人，你们今晚的所作所为，我爹他知道后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曹布摩挲着拇指上的扳指，居高俯视，语气淡漠。李彪违背族规，已经处死，现在该你们了。不可能！少女脸色瞬间惨白。我爹可是仅次于界王的人物，就算犯了错，顾族也舍不得杀他才对。曹布不再言语，对一旁的颜如玉吩咐道：带他进房间。颜如玉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压着少女进了内室。片刻后，曹布摩挲着扳指从内室走出，脸上带着满足的神情。把他处理了。主人，这……颜如玉握剑的手微微颤抖。曹布刚才还对那女孩那样，转眼又要杀了人家，他有些于心不忍。曹布斜睨他一眼，无形的威压让空气都凝滞了几分。注意你的身份。颜如玉咬了咬牙，提剑进入了内室。只见少女正蜷缩在墙角，凌乱的发丝间露出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睛。对不住了。颜如玉手中长剑寒芒乍现，一道血线在墙上绽开。少女的身子晃了晃，那双失去神采的眼睛还没来得及闭上，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中。颜如玉提着滴血的长剑走出，望向面无表情的曹布，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寒意。他突然明白，若是昨夜自己不坦白一切，那淡红的浴池里恐怕就有他的尸体了。报告堂主！一名暗夜队长快步跑来，单膝跪地。李家137口已经全部解决。曹布轻轻点头，回堂。就在他转身的刹那，天空突然轰隆一声炸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上百名暗夜堂弟子同时出手，道道灵力在曹布头顶交织成网。雨水还没靠近他3尺，就被无形屏障弹开，连他的一片衣角都没打湿。在他们身后，暴雨冲刷着侵蚀地面，鲜红的血水混着雨水，顺着排水沟缓缓流走，渐渐变淡，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书香院内，苏黎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粉红纱裙，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忽然，一只温热的大手从背后搂住了她的细腰，感受到熟悉的气息，苏黎转过身来，娇嗔道：你都2天没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来人正是曹布。就在刚才，他的修为直接冲到了天桥境巅峰，体内的灵力澎湃汹涌，几乎快压制不住。没办法，他只能来找苏黎。想我没？曹布盯着苏黎那诱人的娇躯，喉结不由滚动了一下。不得不说，这苏黎真是个尤物，比那些青涩的小姑娘更懂得如何勾引男人。当然想了，人家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呢。苏黎娇滴滴道。曹布笑道：怎么会？苏黎背齿轻咬，媚眼如丝地盯着曹布，那意思再明显不过。曹布撤去千幻无相诀，直截了当道：我现在要突破法相境，你得帮我护法。苏黎感受到他体内狂暴的灵力，收起媚态，严肃颔首：行，你尽管突破，其他的交给我。说完，他抬手一挥，瞬间布下一道结界。法相境需要凝聚法相，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在突破时直接凝聚法相，普通人都是先突破境界，再慢慢凝聚法相，而且法相还分种类和大小。他很好奇曹布能凝聚出什么样的法相，这可是直接关系着曹布以后的战力。曹布盘腿而坐，双目紧闭，开始疯狂冲击法相境的瓶颈。轰！一股磅礴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苏黎感受到这远超同级的法相境气息，美眸中闪过一丝金色。不愧是他找的男人，就是厉害。曹布心念一动，系统使用法相指定卡。丁，请宿主指定法相类型。法相类型主要分为人形法相、兽形法相、气类法相、元素法相、变异法相、自然法相等等，其中就以人形法相最为稀有，因为人形法相往往代表本我法相，即法相即自身，自身即法相。其他法相威能巨大，但成长性不高，十分受限。人形法相就不同，潜力巨大。指定人形法相，人形法相指定成功，刹那间，一股玄奥的力量笼罩曹布全身。他的意识好似被拉入一片无垠的虚空中，四周是无尽的黑暗，唯有前方一道模糊的人形虚影缓缓浮现。法相凝！曹布低喝一声，体内灵力疯狂涌入那道虚影，虚影逐渐凝实，最终化作一尊与曹布一模一样的身影。法相通体金光，宛如天神降临。轰隆！外界，曹布周身金光大盛，一尊10丈高的金色人形法相在他身后缓缓浮现，浩瀚的气息瞬间席卷整个书香院。苏黎抬手，顷刻间将书香院周围10里内封锁住，防止这里的异象泄露出去。远远看去，高达10丈的法相金身悬浮在书香院上空，一双金眸睥睨八方。苏黎瞪大美眸，红唇微张。这是本我法相。他这一生见过几人凝聚过人形法相，不过那些人一开始凝聚的法相都不大，基本都在1丈左右。本我法相意味着曹布未来的修行之路将直指大道本源。如果说1丈人形法相1000万修士中难出一人，那么10丈人形法相1万修士中难寻一个，二者的差距犹如云泥之别。曹布未来必将超越古今所有人形法相修士，当然随着修为提升，法相还能变大。呼！曹布缓缓睁开双眼，身后的金色法相也随之消散。他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法相境成了！不仅如此，还直达法相境一重巅峰。一旦稳定下来，他就能继续突破。苏黎回过神来，眼中异彩连连，娇声道：恭喜夫君凝聚本我法相，日后必成一方霸主。曹布双拳紧握，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面露欣喜。这感觉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苏黎突然转移话题，扬起小脸问：对了，顾灵霜要定亲，这事你知道吗？曹布平复体内的力量，点了点头。刚知道没多久。那你打算怎么办？说着说着，苏黎的小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顾灵霜是冷月的亲生女儿，冷月可不像洛倾城那样在必死关，万一顾灵霜有个什么闪失，冷月那边肯定会有所察觉。虽然他已经服用了轮回彼岸花，但想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炼化根本不现实。不过这也让他的修为从准地3重初期提升到了准地3重巅峰，突破4重指日可待。至于完全炼化轮回彼岸花后能不能达到准地5重，他心里也没底。但突破准地4重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到时候他就能给曹布提供更安全的保障。放心，他们定不成，你等着看我怎么让他们反目成仇吧。曹布眯起眼睛，他心中已经有一个歹毒的计划，只等着顾灵霜的心上人前来提亲。苏黎拧了他手臂一下，也不知道顾族有多少女子要遭你的毒手。曹布的突破必须围绕阴阳2气，可蕴含阴阳2气的灵药十分稀少，天地间的阴阳灵气又无比稀薄。至于太阴太阳，没有达到界王境，根本引动不了太阴太阳修炼。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领悟法则，也就是说，只有领悟阴阳法则，才能引动太阴太阳修炼。
如今他想要快速突破，只能从其他地方获取阴阳二气。阴阳之道就是快速获取阴阳二气的捷径，具体多少不清楚，但你们3个加上顾青天的3个女儿，一个都跑不掉。曹布捏着苏黎粉嫩的脸蛋，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莹莹的事情我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让她真心实意的爱上你，绝不能强迫她。苏黎的神色突然变得认真起来，曹布愣了一下，有些意外的看着他。你真是这么想的？苏黎轻轻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我没能给你的，让莹莹补偿给你。曹布心头一热，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清白之身，苏黎已经不是，但顾莹莹绝对纯洁无瑕。苏黎这是要把对他的亏欠用另一种方式补偿给他。我答应你。曹布郑重的点头。看在你的情分上，我绝不会强迫他。顾莹莹作为苏黎和顾青天唯一的女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她都势在必得。想到这里，曹布嘴角不自觉的上扬，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令人血脉奋张的画面。苏黎见状，气恼地掐住他腰间的软肉。你这表情是不是又在想那些下流事？曹布紧了紧他的身子，坏笑道。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我家里儿。这一夜，苏黎明白了一件事，这个男人10个他都应付不过来。至于顾莹莹，以后自有分晓。夜幕降临，皎洁的月光洒在青石小路上。曹布双手负在身后，慢悠悠地踱步在夜的海洋里，他嘴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今晚他准备给顾初烟上强度，让他的那颗心在煅烧得更加坚定。咚咚，顾初烟的寝殿外，曹布变成的丫鬟轻轻叩响了房门。小姐，老爷吩咐送来的7星养元汤。吱呀一声，顾初烟打开门，接过汤碗就要关门。曹布突然道：小姐，老爷让奴婢看着您喝完。顾初烟微微蹙眉，只当是爷爷的关心，转身走到圆桌前小饮起来。不知何时，曹布已经悄悄关上门，站在了他身后。顾初烟察觉到异样，猛地回头，他瞳孔地震，浑身一颤，脸色瞬间煞白。眼前的丫鬟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顾云的模样，那张邪气的笑脸让他瞬间想起那晚的噩梦。畜生！顾初烟眼眶通红，起身抬手就要扇去。曹布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啪！另一记耳光狠狠甩在他脸上，清脆的响声在寝殿内回荡。顾初烟踉跄着跌倒在圆桌上，7星养元汤洒落一地。他余光突然看见一层淡金色光幕笼罩着整个房间。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历史即将重现。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在空气中回荡。顾初烟，当初你给我的2巴掌，现在加倍奉还。顾初烟嘴角渗血，厉声咒骂：顾云，你不得好死！曹布狞笑道：我不得好死？那告诉你，等本少主正式继位，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爷爷。至于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顾初烟咬牙切齿道：我顾初烟发誓，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曹布不屑一笑：就凭你一个废物，拿什么跟我斗？突然他看到桌上的折龙心经，拿起来嘲讽道：这东西除了暗夜堂那帮废物，狗都不练，难道你是指望这东西来暗杀我？他把折龙心经拍在顾初烟头上，继续道：废物，就算我给你机会，你也破不了我的防御。翻着手里的折龙心经，曹布冷笑连连：我的好大哥，正愁找不到借口对付你，现在好了，你随意散播功法，死罪一条。顾初烟急忙解释：这功法是我偷的，和曹大哥没关系。曹布冷笑：我只需要一个借口，是不是他给的都无所谓。顾初烟挣扎着：有本事冲我来，欺负无辜算什么本事？曹布再次冷笑：你这么维护他，该不会是喜欢他吧？顾初烟心头一颤，想起曹布温柔为他擦汗的模样，又想到他送的功法，心里一阵刺痛。如果没有发生这些，或许他们真有可能。可现在他一定嫌弃我吧？我谁也不喜欢，但曹大哥是无辜的，你敢动他，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顾初烟心里一阵刺痛，他恨透了顾云，若是没有发现这事，他或许还能收获一份甜蜜的爱情。可这一切都让这个畜生给毁了。就你这法香禁9重的实力，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不放过。曹布狂笑一声，不再客气。顾初烟强忍屈辱，倔强的不肯哭出声。怎么不哭了？不是最爱哭的吗？曹布讥讽道。顾初烟咬紧牙关，眼中的杀意愈发浓烈。不久，在顾初烟怨毒的目光中，曹布离开了这里。顾初烟缓缓从桌上滑落，他没有哭喊，没有摔东西，只是安静地凝视着前方，眼中闪过滔天杀意。顾云，我顾初烟不杀你，誓不为人。另一边，曹布走出烟雨院很远后，便回了在顾族示人的样子。系统抽奖2次。丁，恭喜宿主获得界皇强制奴役卡。丁，恭喜宿主
获得无上地经，吞天魔功。曹布突然停下脚步，望向烟雨院的方向。你运气不错。时间一晃，10日之后，曹布盘坐在修炼室内，周身阴阳二气流转，将整座密室映照得忽明忽暗。突然，轰！阴阳二气猛然炸裂，狂暴的气浪横扫而出，所过之处震纹亮起，挡住了他突破的动静。曹布睁开双眸，眼中似有黑白雷霆闪过，体内的灵力瞬间冲破玄关，身后的法相虚影一闪而逝，一股强横的威压席卷而出。法相进2重突破，太初阴阳魔体果然非同凡响，就我这突破速度，甩开顾晴天几条街。曹布紧握双拳，面露喜色。以前的武技基本无用，得去找本适合的武技学学才行。功法武技从低到高分为黄、玄、地、天、荒、洪、咒、余、准圣经、术、圣经、术、准地经、术、地经、术。每个等级又细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与修炼的12个境界相互对应。他以前学习的武技多为玄阶、地阶，还是他曹家的武学，如今在顾族是万不可再使用的。若是去顾族的藏经阁，肯定会引起猜疑。他现在的情况，除了苏黎与叶玲珑外，谁也不知道，就连与他修炼过的颜如玉都不知道。这就是千幻无相诀的恐怖之处。算了，这事以后再说。曹布也不急，在这顾族内有苏黎与叶玲珑在，他暂时不需要亲自出手。况且藏经阁里面最高的功法武技只到羽阶，至于羽阶以上的功法武技，属于顾族的核心机密，只有界王级以上的强者才有资格接触。当然，顾族的核心弟子也能接触，就比如顾初烟他们这些少数的人，想要进入其中，还必须得到3大主母的授权才行。突然，曹布一拍脑袋，猛地反应过来，对，去找苏黎，让他带我去。几时息后，曹布来到了苏黎的寝殿外。书香院分为内院和外院，内院是苏黎与顾莹莹的居所，闲人免进；外院则是护卫和丫鬟们的住处。平日里没有苏黎的准许，谁也不敢擅自踏入内院半步。这也是曹布不怎么担心被人发现的原因之一。唯一需要提防的就是顾莹莹那丫头，她时不时会回来一趟，若是撞见她在欺负苏黎，怕不是要当场拔剑把她大卸8块。虽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不得不防，毕竟情到浓时，两人都会卸下所有防备。即便是苏黎这位准地强者也不例外。大白天的，你来做什么？苏黎打开房门，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曹布向来只在深夜造访，大白天来也不怕被人发现。他迅速伸手，一把将曹布拉进屋内。带我去藏经阁。曹布直接道明来意，要修炼就找等级最高的，省得以后再换。以你的身份，话说到一半，苏黎突然明白过来，你是要去另一个藏经阁？曹布颔首，不错，行，我亲自带你去。苏黎素手轻抬，一枚银白玉佩凭空浮现，随着灵力注入，玉佩绽放出刺目白光，瞬息间化作一道旋转的传送通道。走。他牵起曹布的手，转身踏入其中，光芒一闪，两人已经置身于顾族主封地底千里的隐秘大殿中。四周墙壁上镶嵌着36颗头颅大小的夜明珠，将整个空间映照得如同白昼。这里共有72部准圣术、36部圣术、9部准地术以及3部地术。苏黎抬手指向陈列的檀木架，你要多少尽管拿，不过的在1个月内归还。他指尖轻点虚空，一道光幕浮现，映照出殿外景象。2名老者盘腿静坐，一黑一白，气息如渊似海。曹布瞥了2人一眼，这就是仅次于3大主母的黑白二老，戒尊巅峰修为。黑白二老就守护在外面，1个月会进来清查一遍。苏黎沉声叮嘱，若是少了一本，他们会立刻禀报给我和冷月。曹布目光扫过，只见架子上整齐排列着一枚枚玉简，每一枚都散发着古老而深邃的气息。他没有半分迟疑，径直走向最前方陈列的3部地术。当年顾晴天灭了一个不朽地族，这里面的功法武技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不朽地族所得，如今倒是成了顾族的镇族之宝。对了，顾晴天修炼的那本残缺仙经有没有留下来？曹布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那本残缺仙经可是顾晴天最大的机缘之一，要是能弄到手，说不定继承度就能大涨。苏黎摇了摇头，估计只有洛倾城和他那2个儿子知道。我猜他肯定是直接把经文封印在他们识海里，这样就不会泄露。曹布点了点头，径直走向书架，拿起其中一本。一剑格式，这是顾族最顶尖的地术之一，属于上品地术，整部剑诀只有1招，全凭个人领悟。他仔细翻阅起来，苏黎也不催促，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候。2个时辰后，曹布放下一剑格式，转身来到准地术区域，找到一本名为无惧剑盾的身法秘籍。
这身法练到极致，可以无视空间距离，想到哪儿就能瞬间到哪儿。当然，这其中与神识的笼罩范围有关，属于极品准地术。这不是顾云最拿手的2门绝学吗？苏黎这才发现，曹布似乎是有意挑选的这2本。曹布抬头冲他笑了笑，既然要假扮他，当然得把他的看家本领都学会。苏黎恍然大悟地点点头，确实，要是连顾云的招牌武技都会，到时候就算2人面对面，谁能分得清谁是谁？想到这里，苏黎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要是曹布把天下武学都学个遍，再加上千幻无相诀，那他岂不是能完美伪装成任何人？这个念头刚出现，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倒吸一口凉气，震惊地望着曹布。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明白千幻无相诀有多逆天。这哪是什么功法，简直就是 bug 一般的存在。半个时辰过去，曹布和尚无惧剑遁。走吧，该回去了。苏黎一脸疑惑，你不把这2本秘籍带回去修炼吗？曹布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都记在这里了。苏黎顿时瞪大眼睛，要知道，就算是顾晴天要完整记下1本准地术和1本地术，至少也得花上几个月时间。这里的记住可不是简单背下文字就行，必须理解其中奥义，形成完整的记忆回路。功法难记就难在这里，如果只是死记硬背，很快就会遗忘。就像背诵古文，光认识字没用，必须理解意思才能真正记住。曹布只用2个半时辰就记下了2本顶级功法，这未免有些太夸张了。震惊过后，苏黎心里只剩下欣喜，这回是真的捡到宝了。有这个天赋，曹布超越顾晴天那是迟早的事，不过他有点想不通。曹布明明有能提升天赋的至宝，就是他之前见过的阴阳魔元，为什么不早点用？若是早点用，曹布或许早就成仙了。曹布见苏黎发呆，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走了。苏黎这才回神，连忙开启传送通道。转眼间，2人已经回到他所在的寝殿中。我先回去尝试修炼一下。曹布说完，正欲离开，没想苏黎一把拽住他的衣袖，眼波流转间尽显媚态。布儿，你仔细瞧瞧我，人家不信你2眼空空。曹布挑了挑眉，眼底闪过危险的光芒。正在进行时，门外突然传来清脆的喊声：娘亲，你在屋里吗？这声音如同一盆冷水浇下，将2人的兴致瞬间浇灭。曹布急声道：你不是设了结界吗？苏黎匆忙拢着散乱的衣襟，没好气道：我设的是隔音结界，又挡不住人。曹布恨得牙痒痒，这死丫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挑这个时候来，看老子以后怎么收拾她。他现在只感觉浑身燥热难耐，箭在弦上却不得不收。家人们，这种感觉谁懂啊？都怪苏黎这女人，大白天非要缠着他亲热，现在好了，眼看就要被人撞破，简直要命。苏黎白了他一眼：你打得赢他吗？曹布闻言一时语塞，好像还真打不赢。这丫头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神通境的修士，天赋比苏黎还要恐怖几分，以后成帝应该没有问题。快躲到床底下！苏黎急中生智，曹布鞋都来不及穿，直接抱着他们钻进了床底。他连忙将千幻无相诀运转到极致，屏住呼吸，让心跳暂时停止跳动。在顾族这么多年，他还是头一回这么提心吊胆。苏黎刚整理好裙摆，眼角余光不自觉地往床底瞥去。就在这时，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他吓得立即收回目光，强作镇定地转身看向门口。只见一个明艳动人的少女蹦蹦跳跳地闯了进来，裙摆随着轻快的步伐翩翩起舞。娘亲，你怎么不理我呀？少女娇嗔道，声音清脆悦耳。来人正是苏黎和顾晴天的唯一女儿顾莹莹。她径直走到圆桌前，毫不客气地给自己倒了杯茶，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哎呀妈呀，累死我了！顾莹莹放下茶杯，夸张地拍了拍胸口，小脸因为跑得太急而泛着红晕。苏黎强压下心中的慌乱，缓步上前。莹莹，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她声音比平时高了半个调，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袖。要是让这丫头知道她背地里偷人，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顾莹莹又给自己倒了杯茶，咕咚咕咚喝完才说，还不是大姐的心上人要来提亲，她叫我提前2天回来。说完这话，她才注意到苏黎的异样。娘，你脸怎么这么红啊？苏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编了个理由啊，娘刚才在修炼呢，你这丫头突然闯进来，吓得我气血上涌，脸就红了。哦，顾莹莹信以为真。苏黎在她对面坐下，心里急得要死。这丫头要是不走，曹布不得在床底下趴到天黑。莹莹，你最近修炼都偷懒了，要不先回屋修炼去。苏黎苦口婆心地劝道。顾莹莹小嘴一撅，不满道：娘，你明明答应过我，突破神通境就能玩3个月，
现在连2个月都还没到呢。他气鼓鼓地说，声音陡然拔高一截：我到底还是不是你亲闺女？你一点都不疼我。哼！苏黎心里直叫苦。小祖宗，你要是不去修炼，你曹叔啊，不是，你大哥可怎么出来啊？好好，不催你修炼了。苏黎心里又急又无奈，他偷偷瞥了眼床底，生怕曹布一个不小心弄出什么动静来。娘，你在看什么呢？顾莹莹歪着头，顺着苏黎的视线就要往床下探去。苏黎脸色一变，一把拽住顾莹莹的手腕，强制镇定道：没什么，你不是有事找娘吗？快说说是什么事。顾莹莹狐疑地收回目光。娘，大姐定亲，我该准备什么礼物好呢？见女儿没再追问，苏黎暗自松了口气。礼轻情意重，你送什么凌霜都会喜欢的。那我是准备1份好，还是2份好呢？顾莹莹捧着小脸又问，一脸天真。2份吧。苏黎心不在焉的回答。接下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最后在苏黎东拉西扯的应付下，顾莹莹终于离开了这里。她关上房门，长舒一口气，朝床底的方向招了招手：出来吧，那丫头走了。曹布从床底爬出，边穿鞋边咬牙切齿：这死丫头太折磨人了。苏黎上前替她拍打身上的灰尘，还好没被发现，不然我这当娘的脸往哪个？曹布紧紧盯着苏黎，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这事可半途而废不得，不然很容易出现问题。娘亲，我还有件事要问。顾莹莹的声音突然在门外响起，两人瞬间石化。苏黎急道：快躲床，不对，走窗户。话音未落，曹布已经翻窗而逃。苏黎飞快整理好衣衫，一个闪现坐到桌边，强作镇定地看向推门而入的女儿。莹莹，还有什么事吗？另一边，曹布通过密道回到了藏风居内。小玉，他朝外面呼喊一声，声音里带着急不可耐。这事必须立刻解决，不然会憋出毛病来。主人有何吩咐？颜如玉推开门，恭敬地站在门口。按照规矩，没有曹布的命令，谁也不能踏入房间半步，就算是他这个贴身侍女也不例外。曹布二话不说，一把将颜如玉拽进屋里，砰地关上门。不多时，大哥，我回来了，你在家吗？顾莹莹清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曹布的脸色瞬间黑如锅底。这丫头怎么阴魂不散，又来坏他好事？我不在。你……他刚想打发走这个不速之客，房门却吱呀一声被人推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2日后，顾族广场前，冷月和苏黎并肩站在人群最前方，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他们身后，曹布、顾莹莹、顾云、李新雪、顾凌霜5人呈一字排开。再往后，9大长老静默伫立，目光远眺。今日正是顾凌霜的意中人前来提亲的大日子。人群中，顾莹莹偷偷朝曹布瞄去，恰巧曹布也回首望来，四目相对之下，尴尬的气氛弥漫。唰的一下，两人同时别过脸去。顾莹莹羞得耳根发红，2天前那香艳的一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大哥也是，居然连门都不锁。嗨，曹布干咳一声，传音道：莹莹啊，大哥也是正常男人，总有些需求要解决。大哥别说了。顾莹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都是我的错，不该没经过你的同意就闯进去。回想起那令人面红耳赤的画面，至今都让他心跳加速。曹布瞥见他这副模样，不禁暗自叹气。看来他在顾莹莹心中的形象已经无法挽回了。两人的异样恰巧让苏黎注意到他疑惑的传音。对了，那天莹莹从我这儿离开后就去找你，结果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任我怎么叫都不应。你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曹布只得将那天的尴尬遭遇一五一十道来。苏黎听完，表情顿时变得精彩万分。你也太不小心了。曹布无奈道，谁知道他会突然闯进来，还好他没撞见我们的事，不然就真完了。下次注意点。苏黎嗔怪地瞪了他一眼。曹布点了点头，放心，不会再有下次。就在这时，千里外的苍穹突然裂开一道璀璨光痕，青色霞光自裂缝中倾泻而出，将方圆千里都映照得瑰丽非凡。娘亲，灵动他们来了。顾凌霜的美眸中泛起异彩，白皙的脸颊上出现一抹动人的红霞。他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当年出狱时，灵动还只是边陲小镇林家一个不起眼的旁系子弟，父母双亡，与妹妹相依为命，身世不可谓不凄惨。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他让灵动上门提亲。没想灵动在知道他的身份后有些犹豫，聪慧如他，一眼就看穿灵动心中的自卑。他没有催促，而是温柔地鼓励他要自强不息。没想3个月前，灵动主动告诉他，他要上门提亲，还说要给他一个惊喜。现在看来，这个曾经的平凡少年
身份似乎不简单。双儿，你当初不是说，你这心上人不过是个偏远小镇出身的少年吗？冷月眸光微凝，眼中闪过一丝锐利。他倒不在意对方身份贵贱，当年顾晴天不也是从小家族中走出来的？若是真计较门第，他今日也不会亲自在此等候。只是这虚空中的气息给他一种心悸之感。况且撕裂虚空，这可是破虚境强者的标志。眼前这一幕显然与顾灵霜先前的讲述大相径庭。顾灵霜眼中同样带着困惑。我也不清楚，他只说会给我一个惊喜，或许就是这个吧。虚空突然震荡，一道浑厚的声音响彻云霄。中州灵族林啸天携妻儿前来提亲。剑州朱强抬头远眺，对于顾族大小姐顾灵霜心上人上门提亲这事，他们略有耳闻。传言这人与当年的顾晴天一样，出自小地方。如今来看，显然不是。广场上，冷月与苏黎对视一眼，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讶。中州灵族他们没有去过，却也知道这是一个不朽地族。传言灵族族长就叫林啸天，乃是一位大地至强。嗡，一道青光自虚空中垂落，转瞬便降临广场中央。霞光散去，现出4道身影。为首的中年男子一袭玄色锦袍，面容冷峻，周身萦绕着若有若无的地境威压。在他身旁，一女子身着月白长裙，眉目如画，举手投足间尽显雍容气度。两人身后站着2位年轻人。左边男子一袭白衣，面容俊朗，眉宇间英气逼人。在看到顾灵霜时，几乎是脱口而出：“灵霜，我来提亲了。”这正是顾灵霜的心上人灵动。右边女子青衣飘飘，肤若凝脂，一双秋瞳顾盼生辉，堪称绝色。这人顾灵霜认识，灵动的亲妹妹林柔。见顾灵霜望来，林柔眉眼弯弯，俏皮地眨了眨眼。灵霜姐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她话中意思，顾灵霜自然清楚。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对兄妹背后的势力能与她顾族比肩。林啸天领着家人上前，郑重地行了一个平辈之礼。见过冷道友、苏道友。这声道友叫得9大长老心头一震。要知道，冷月、苏黎不过才准地修为，按照灵界规矩，他们应该称呼林啸天一声前辈才是。可他们却忘记了一点，如今的灵界，哪位地境强者敢不给顾晴天3分薄面？林啸天是大帝又如何？遇见顾族3大主母，也得放下身段，以平辈相称。见过亲弟。冷月与苏黎回礼。林啸天爽朗一笑：“当年我与顾剑仙有过一面之缘，2位道友不必如此见外。”说着侧身介绍道：“这是那人赵薇，犬子灵动，小女灵柔。”赵薇温婉一笑，颔首示意：“见过亲家母。”灵动兄妹立即行礼：“见过冷伯母、苏伯母。”冷月与苏黎笑着颔首。这时灵动上前一步，恭敬地递上礼单：“伯母，这是家父精心准备的聘礼清单，请您过目。”冷月玉手轻抬，接过礼单，略一扫视，神色波澜不惊：“有心了。”他语气淡然，随手将礼单往后一递：“大长老入库。”“是。”二主母。大长老恭敬接过。他犹豫一番，小心翼翼地打开礼单一看，随即瞳孔巨震，声音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10万年血参王一株，9转玄丹10枚，灵晶10亿，准地兵1柄。”每报出一个名目，其余8位长老就倒吸一口凉气。当说到准地兵时，8位长老已经激动得浑身都发抖。能有如此反应，说到底还是见识太少。顾晴天从出生到飞升也就500年左右，这点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沧海一粟。至于冷月与顾云几人，身为顾晴天最亲近的人，什么没见过，就连地兵也不只见过1柄，自然不惊讶。对于曹布而言，这些东西一般般，虽然他没有。见到9大长老如此反应，灵动心中暗爽。曾几何时，他因为出身低微而自卑不已。谁能想到，就在他突破破虚境那天，堂堂亲弟林啸天突然现身，声称是他亲生父亲。当时他整个人都懵了，直到血脉验证结果出来，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原来林家有个奇葩传统，每位族长之子都必须在外历练，直到突破破虚境才能认祖归宗。而林啸天更狠，直接把他们兄妹扔到了偏远地区的同姓林家。在确认身份后，他第一时间就想到顾灵霜让他上门提亲的事。以前他总觉得配不上顾灵霜，现在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板说：“灵霜，我配得上你。”目光扫视间，他突然注意到神色平静的曹布。冷月几人的淡定他能理解，身为顾剑仙的妻女，怕是连地兵都见过。可这个天桥境的小子凭什么也这么平静？来之前，林啸天与他讲过顾族的发展史，眼前这人并没有提及。不过能与顾灵霜几人并排，想来也不简单。他冲曹布含笑示意，曹布回以浅笑，
目光不经意间掠过灵动头顶，眼底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讶异。天命之子4个大字晃得他眼花缭乱。顾晴天前脚刚飞升，后脚就有人接班当上主角，这天道认个儿子的效率还挺高的。一个世界，天命之子永远只能有一个，只有等上一位天命之子死亡或者飞升，才能诞生新的天命之子。气运之子则不同，能同时存在许多个，比如顾云他们5兄妹，个个都是气运之子命格。系统能绑定这个灵动吗？丁，不行。曹布一愣，为什么？一句话梗概，以前的我你爱答不理，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曹布思忖瞬间想起以前系统与他道明的话，气运之子也分3、6、9等，第1等气运之子，第2等天命之子，第3等混沌之子，第4等鸿蒙之子。按照系统要求，他以后要任心义父的话，最起码得是混沌之子这个级别。至于什么天命之子、气运之子，一句话挑明你不配。说明白一点，能做他义父的人，要么实力超强，要么气运逆天。以他现在的潜力，已经超越顾晴天。还在新手村的灵动的确不配，只不过这灵动的娘亲长得也是风韵犹存，还有她亲妹，相貌绝色，不输顾莹莹多少。灵动从曹布身上收回目光，对着冷月深深一礼。晚辈对凌霜一片赤诚，此生非他不娶，恳请伯母成全。话音落下，他望向顾凌霜，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柔情。顾凌霜同样望着他，回以灿烂的笑容。冷月眼中闪过一丝波动，这份聘礼确实贵重，不过想娶走他的宝贝女儿，可没那么容易。你说非说而不娶，我想知道，若是有人夺走他的清白，你当如何？他目光凌厉地盯着灵动，能不能让他满意，就看灵动接下来如何回答。若是可以，成全2人也未尝不可；若是不行，不朽地族又如何？从哪儿来滚回哪里去？灵动闻言先是一怔，继而眼中寒芒乍现，周身灵力瞬间沸腾。若是有人敢伤凌霜一根头发，我一定让对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话锋一转，声音轻柔：伯母放心，我爱的本就是凌霜这个人，纵使天崩地裂，我也与他生死与共。说着突然侧手，含笑凝视顾凌霜。再说了，凌霜可是能越阶斩敌的天之娇女，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送死？说完，灵动再次朝冷月躬身一礼，这份心意天地为证，日月可见，还望伯母成全。顾凌霜眼眶微红，晶莹的泪光在眸中闪烁。这一刻，他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人。冷月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对于这样的回答勉强满意。他本意是想灵动发天道誓言，想了想有些过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婚约不是儿戏，如若你们真心相爱，就算没有这些聘礼，本宫也会答应。说罢，他转身看向顾凌霜：韶儿，你的意思呢？顾凌霜俏脸微红，害羞地点了点头：女儿愿意。冷月回首凝视灵动：这门亲事本宫允了，不过伯母请讲。灵动心头一热，连忙抱拳：记住你刚才说的话，他日若是违背，纵使踏破苍穹，本宫必携帝兵前去你灵族讨个说法。这时林啸天大笑着上前：亲家母尽管放心，这小子若是敢负了凌霜，不用你出手，我这个当爹的第一个打断他的腿。赵薇也紧跟着道：我们夫妇向你保证，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灵动语气坚定，声音铿锵：刚才所言我灵动说到做到，若有违背，不得好死。笑话，整个灵界谁不怕死敢夺走顾晴天女儿的清白？若是真的发生，无论是谁，那都只有死路一条。冷月神色稍缓，嘴角终于浮现一丝笑意：看在双儿的面子上，本宫信你这一回。说罢，他转向林啸天夫妇，略带歉意道：还请亲弟见谅，晴天妃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们的婚事，我身为人母，不得不慎重。林啸天爽朗大笑：亲家母不必介怀，若是有人想取走我家柔，我的考验只怕会更加严苛。这话让林柔瞬间红了脸，目光不自觉地瞟向顾云。刚才他就注意到这个男子身上有种说不出的魅力在吸引着他，只是不知他是否婚配。这一幕恰巧让李新雪注意到，他暗自皱眉，不动声色地挽住顾云的手臂，这让顾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清楚李新雪为何会突然这样。林柔立马明白过来，这位应该就是顾剑仙的2个儿子之一，传言2人已经成婚，现在看来他是没机会了。除了李新雪，还有一个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那就是曹布。他目光微闪，不动声色地扫过顾云，一个计划悄然在心头浮现。亲弟请进，我们坐下慢慢聊。冷月做了个请的手势，林啸天颔首：请。在冷月的带领下，
众人步入顾族的会客大厅，宾主落座后，冷月仪态端庄地开始介绍顾族众人。当介绍到曹布时，林啸天一家4口的目光同时投来。林啸天眉梢微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曹布这位顾剑仙的义子，只一眼他就移开了目光。曹布这种跪地认父得来的地位，他根本不屑多看一眼。武者之道重在气节。林啸天轻抚茶盏，浅尝一口后淡然道：“宁折不弯，方显男儿本色。倒是没想到，如今这世道，任个义父都能平步青云了。”言罢，眼底闪过一丝不屑。厅内的气氛瞬间凝固，众人神色各异。苏黎眸中闪过一丝冷意，玉手不自觉地紧握成拳。就在他即将拍案而起时，曹布的传音及时传来：“黎儿，忍住！你这一出手，就会有人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苏黎愤怒回应：“可你是我男人，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你受辱？”曹布目光平静地扫过苏黎，传音中带着令人安心的力量：“相信我，就算是大帝又如何？今天之辱，他日定当100倍奉还。”感受到曹布坚定的意志，苏黎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怒火。与此同时，顾莹莹的传音在曹布识海中响起：“大哥，这个亲弟太过分了。”曹布神色淡然，传音回道：“莹莹，龙不与蛇争，虎不随犬吠。可是大哥，听话。”在曹布好一番安抚下，顾莹莹这才作罢。曹布心里一暖，看来2天前的那件事并没有动摇他在顾莹莹心里的地位。至于林啸天的侮辱，他向来不是任人欺辱之辈，只是深懂韬光养晦之道。该忍时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该出手时，他直察清明，目光不经意掠过林柔那诱人的娇躯。大地动不得，难道还收拾不了一个小丫头？这仇如同女人一样，要慢慢玩弄才有意思。3人的神识交流不过电光火石间。另一边，顾云与李星雪交换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没想到亲弟倒是与我想到一块去了，都看出曹布是个没骨头的废物。顾云暗中传音，眼中带着讥讽。李星雪轻笑回应：“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只是不明白父亲当初为何会收这等货色为义子。”顾云沉吟道：“当年他修为与父亲相差不远，那一跪之下，让父亲的虚荣心大受满足，一时心软就收下了他。”李星雪轻叹一声：“父亲还是太过仁厚了。”顾云眼中金光一闪：“无妨，父亲已经飞升，这顾族迟早是我顾云的天下。”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等我继位后，不听话的一个都别想好过。”夫君放心。李星雪温柔地握住他的手：“妾身永远站在你这边。”顾云忽然话锋一转：“说起来，我们成婚已经有几10年了。”他意有所指，李星雪自然明白，这些年2人都将时间花费在修炼上，对于子嗣一事一直不怎么上心。以前是担心孩子生下来受苦，现在你即将继承族长之位，这事是该提上日程了。李星雪脸颊微微泛红。顾云成为族长，她就是族长夫人，还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以后他们的儿子将是顾族唯一的少主。另一边，9大长老面色平静，仿佛没有听到这话一样。这可是大帝，他们可不敢反驳。况且林啸天说的是实话，也不算诬陷曹布。曹布放下茶盏，起身对林啸天行了一礼，脸上挂着谦卑的笑。亲弟教训的是，晚辈资质愚钝，全靠义父垂怜才有今日。林啸天冷哼一声：“倒是会说话，不过武者靠的是拳头，而不是舌头。”曹布微微垂手，目光不经意掠过林柔那双在裙摆间若隐若现的修长玉腿，唇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亲弟金玉良言，晚辈定当勤加修炼，不负所望。”林啸天见状，只感觉一股无名火在心头直冒。堂堂大帝亲自出言羞辱，这曹布一点也不动怒，这让他颜面何存？你多少骂我一句，本帝也好随手呼死你。既然你自称资质愚钝，不如让本帝看看，你身为顾剑仙的义子，到底有几分成色。话音刚落，一丝磅礴地威压向曹布。够了！冷月抬手一挥，挡下了林啸天的这一缕地威。他凤目寒霜，面露不善地盯着林啸天：“亲弟，你是来商议婚事的，还是来我顾族找存在感的？”他扫过曹布，语气稍缓：“何况布儿是我顾族的人，你如此作为，未免有失大帝风范。”林啸天面色一僵，立马挤出一丝笑容来：“亲家母教训的是，本帝失态了。”说话间，他不动声色地扫了曹布一眼：“这小子还真他妈会忍。”曹布恭敬地向冷月行了一礼，默默退回座位。冷月微不可察的颔首。林啸天的所作所为让他十分不舒服。堂堂大帝欺负一个天桥境的武者，简直丢脸。林动目光微转，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曹布。难怪这人能和顾凌霜他们平起平坐，原来是顾剑仙的义子。与林啸天一样，他
他同样瞧不上这种毫无骨气的人。对于这类不屑的目光，曹布已经习以为常。如今这世上会用这种眼神看他的，也唯有这对父子了。他若无其事地摩挲着拇指上的扳指，目光时不时飘向赵薇腰间，准确地说是盯着那块散发着浓郁阴阳之气的玉佩。如此至宝，必须搞到手才行。很快，大厅里的气氛渐渐熟络起来，直到夜幕降临，这场会面才接近尾声。亲家母，那就这么说定了，3个月后把2个孩子的喜事给办了。林啸天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说起来，这门亲事还是他们林族高攀了顾族。有了这层关系，中州那些超级不朽地族乃至整个灵界，谁还敢招惹他们？虽然顾族现在没有大帝坐镇，但洛倾城正在闭关，突破地境指日可待。最重要的是，顾族拥有能轻易灭杀大帝的手段。刚进顾族时，他就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暗中盯着他，那种压迫感让他后背直冒冷汗。他传音问赵薇，赵薇却说没有这种感觉。这下他更加确信，暗中的存在是专门针对大帝的。好，就这么定了。说着，冷月起身，面色不喜不悲。亲弟，宴席已经备好，各位请随我来。另外，过几日就是云儿的继位大典，亲弟不妨留下来观礼后再走。林啸天欣然点头，正有此意，请。冷月优雅抬手，林啸天起身回礼，请。众人纷纷起身，朝着顾族的宴会厅走去。曹布与顾莹莹不动声色地跟在苏黎身后，一道隐秘的传音送入他耳中，想办法将林啸天与赵薇的酒换成无间醉梦。苏黎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并没有问曹布的意图，他只知道曹布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无间醉梦能醉倒大帝，乃是当年顾青天偶然所得，对大帝以下的修士还有一定的利处。当然，修为太弱，肯定喝不得。传言有一位天桥境的修士无意间喝了一杯无间醉梦，自此他就没有再醒来过，直至在睡梦中老死。曹布今晚的目标就是将赵薇腰间的玉佩夺过来，吸收其中的阴阳二气后，再悄无声息地还回去。宴会厅内，众人纷纷落座。亲弟，粗茶淡饭，还望见谅。冷月浅笑道：“刚才的小插曲已经过去，他也不能一直板着脸。”林啸天摆摆手：“亲家母客气了。”苏黎眼底掠过一缕寒芒，他插话道：“二姐，这千年最多没劲，不如把无间醉梦拿出来给亲弟他们尝尝。”他已经大致猜到曹布的想法肯定是要报仇，这家伙看着是个吃亏的主，可一旦有报复的机会，就不会放过。身为他的女人，苏黎自当相助。冷月闻言，脸上露出迟疑之色。他倒不是小气，只是这酒喝几杯就会醉得不省人事，连法则之力都化解不了酒劲，必须靠自身慢慢消化。哪怕是大帝，同样如此。就在他犹豫时，林啸天突然激动道：“你们有无间醉吗？”冷月点头：“是有一些，不过……”没等他说完，林啸天就迫不及待道：“亲家母，要是舍不得，我用1柄准地兵换1斤无间醉梦，如何？”冷月解释道：“亲弟，这无间醉梦……”林啸天打断道：“亲家母放心，我既然知道这酒，自然清楚它的厉害。实不相瞒，我平生最爱品酒，家里藏了不少好酒，就是一直找不到无间醉梦。要不这样，我出2件准地兵。”赵薇也帮腔道：“亲家母，看在我们是亲家的份上，就卖我们1斤吧。”说完，他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这2人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喝酒。当年林啸天就是靠喝酒把他灌醉，才赢得芳心的。冷月将2人的渴望看在眼里，他原本还担心2人喝不了多少，没想2人都是品酒之人，这也让他放心不少。准地兵就不必了，晴天当年留下不少，招待2位喝上几斤还是绰绰有余的。他顿了顿，半开玩笑地提醒道：“不过本宫先把话说在前头，若是醉倒了，可没人扶你们。”冷月记得清清楚楚，当年顾晴天在准地时，不过饮了5两就昏睡了整整10日，任他如何呼唤，都没能将其唤醒。这2人的修为虽然比当初的顾晴天要高，可就算再能喝，最多1人1斤。得到期待的回答，林啸天与赵薇相视一笑，没想就来提个亲，还能有这番福缘，多谢亲家母，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林啸天拱手致谢，语气中透着几分迫不及待。早知道顾族有无间醉梦，他们也不用等到现在才来提亲。也怪灵动最近才突破虚境，若是早点突破，早点来提亲，还能与顾剑仙喝上一杯。如此想着，他不满地瞪了灵动一眼。灵动只感觉莫名其妙，一脸茫然地挠了挠头。来人，去取2斤无间醉梦来。冷月点头，朝外面吩咐一声：“是，二主母。”门外丫鬟应答，转身离去。曹布不动声色地瞥了2人一眼，
没想到这两人还是酒鬼，这正合他意。很快，丫鬟捧着一个古朴的小酒坛走进大殿，刚一进门，一股若有若无的酒香飘散开来。好酒！林啸天忍不住赞叹，眼中满是渴望。赵薇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脸颊立刻泛起淡淡的红晕。他轻轻晃了晃脑袋，神色兴奋道：“夫君，这酒太厉害了，光是闻一闻，我已经醉了3分。”顾云几人的眼神已经变得迷离，身形摇摇欲坠。顾莹莹直接倒在了曹布肩膀上，曹布轻轻嗅了嗅，发现居然没事，这不由让他感到稀奇。不过他还是装模作样的摇着脑袋。冷月见状，立即挥手布下一道结界，将酒香隔绝在内。过了好几息，顾云几人这才缓过劲来。顾莹莹看到自己倒在曹布肩头，红着脸立即离开。她又不由想到2天前的那一幕，画面太有冲击力，至今都记忆犹深。丫鬟来到林啸天夫妇身边，小心地拍开酒坛上的封印。刹那间，一股醇厚的酒香弥漫整个大殿。好在冷月已经布下结界，除了林啸天夫妇能闻到外，其他人都没感觉。林啸天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和赵薇各倒上一杯，酒液入杯，发出轻微的嗡鸣声，好似有灵性一样。来，夫人，我们敬亲家母一杯。林啸天豪爽地举杯，赵薇也端起酒杯，笑意盈盈。多谢亲家母款待。冷月素手轻抬，桌上那盏千年醉自行飞入掌中。二位请。3人举杯共饮，酒液入喉的刹那，林啸天虎目圆睁，赵薇先指微颤。好酒！林啸天长舒一口气，声音变得低沉了些。不愧是无间醉梦，果然名不虚传。赵薇缓缓闭眼，似在回味，轻声感叹：这酒当为万酒之尊。话音落下，他睁开迷离的双眸，双颊泛起醉人的红晕。曹布不动声色地扫过这一幕，眼底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幽光。赵薇饮了无间醉梦后，倒是增添了几分成熟风韵。苏黎注意到曹布的眼神，顺着他的视线看向赵薇。林夫人，本宫敬你一杯。他红唇轻启，举杯而立。赵薇有些惊讶，给自己倒满酒。苏道友客气了。两人一饮而尽。苏黎从容落座，赵薇身形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苏黎朝曹布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曹布唇角微扬，回以赞许的目光。夫人，这才区区2两，你就不行了。林啸天笑着打趣，伸手欲扶。赵薇轻轻推开他的手，强自站稳。区区2两而已，谁说我不行了？这时苏黎又给自己斟满一杯，起身面向林啸天。青帝海量，本宫敬你。说完，他一饮而尽，根本不给林啸天推辞的机会。林啸天眼前一亮，好爽快的苏道友，本帝回敬一杯。说罢，他一饮而尽。冷月见状，委婉劝道：青帝，不如换成千年醉如何？亲家母这是瞧不起本帝。林啸天眉头微蹙，语气已经带上3分醉意。赵薇也附和道：亲家母多虑了，这点酒算不得什么。冷月暗自摇头，这夫妻2人明显已经有醉态，却还在逞强。苏黎青碰冷月的手臂：二姐，这可是你的亲家，你怎么一点也不伤心呢？青帝何等人物，林夫人更是女中豪杰，区区2两何足挂齿。二姐，青帝刚才敬你，你该回敬才是。冷月还想推辞，林啸天已经朗声道：不错，亲家母处事确实不如苏道友爽快。冷月只得勉强扯出笑容。既如此，本宫敬青帝一杯。两人对饮时，苏黎朝曹布投去一个狡黠的眼神。曹布自斟自饮，眼中满是赞许之色。酒过3巡，菜过5味，林啸天夫妇已经饮下6杯无间醉梦，也就是6两。赵薇更是瘫在桌上，口中含糊不清地嘟囔着。林啸天强撑着与9大长老对饮，明显能看出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至于其他人，喝的都是千年醉，几杯下肚，只处于微醺状态。林动，我带你去顾族的后花园走走吧。顾灵霜环视席间，见大家都有离开的意思，就对林动发出邀请。林动看了眼醉醺醺的林啸天，点头道：也好，正好见识一下顾族的景色。几个月不见，他也想与顾灵霜增进一下感情。虽说两人心里都有对方，却始终若即若离，连手都没有牵过。这次独处倒是不错的机会，我也要去。林柔突然举手，笑意盈盈。林动眉头微蹙，语气带着几分不满：小柔，听话，留在这里照看娘亲。说罢，他起身跟上顾灵霜，两人并肩朝花园走去。林柔撇了撇嘴，满脸的不情愿。等两人走远，他才悄悄起身，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顾莹莹盯着林柔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寒意。敢侮辱他大哥，亲弟我动不得。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我还动不得。看我怎么把你揍得哭爹喊娘。如此想着，他当即对曹布传音：大哥，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我去给你收点利息回来。说完，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跟了上去。曹布手中的酒杯微微一顿，望着顾莹莹离去的方向，无奈一笑。突然，他灵机一动，朝苏黎使了一个眼色。苏黎会意的轻轻点头。曹布起身走出宴会厅，身影很快就引入黑暗。夜风中传来他若有若无的吩咐：玲珑，你守在这里，有任何动静立刻通知我。你小心点。叶玲珑关切道，悄无声息从曹布身上分离。另一边，顾族后花园中，林动和顾凌霜并肩漫步，月光洒在两人身上，映出长长的影子。不远处的青石后，林柔悄悄探出半个脑袋，气鼓鼓地嘟囔着：好你个大哥，有了心上人就忘了妹妹，看我怎么搅和你们的好事。看着顾凌霜分走林动对她的疼爱，林柔心里就不是滋味。她能明显感觉到林动已经没有小时候那么关心她了。正想继续跟踪时，突然砰的一声闷响，后脑勺传来剧痛，她眼前一黑，软绵绵地倒了下去。要怪就怪你爹，居然敢羞辱我大哥！顾莹莹站在他身后，趾高气昂地叉着腰，手里还掂着块板砖，在他身后还站着几个小弟，都是他特意叫来的帮手。给我好好教训他！顾莹莹一声令下，几个小弟立刻围了上去，当即对林柔展开拳打脚踢，下手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不多时，林柔悠悠转醒，顾莹莹赶紧布下隔音结界。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打我？林柔蜷缩着身子，惊恐地看着四周。给我往死里打，别打死就行。顾莹莹气地踹了林柔一脚。小弟们闻言打得更加卖力，拳脚都舞出了残影。顾莹莹，我们好歹也算半个亲家，你这是为什么？林柔强忍全身剧痛，终于看清了顾莹莹的脸。刹那间，怒焰在胸腔中炸开。他与这个女人无冤无仇，对方却叫人往死里下手，这分明是要将她打残的节奏。停！顾莹莹抬手示意，小弟们会意，立即按住林柔。不错，你们下手很有分寸。顾莹莹走近仔细打量，满意地点了点头。只见林柔头顶犄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多亏老大平时教导，不然我们还打不出这样的效果。一个小弟谄媚道。林柔咬牙切齿盯着顾莹莹，威胁道：顾莹莹，你还不叫他们放开我，一旦我爹知道这事，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爹？顾莹莹不屑地冷哼一声，他亲弟算什么东西，侮辱我大哥，谁来了都要付出代价。说着，他伸手捏了捏林柔的脸蛋，长得挺漂亮的，手指顺势往下一滑，在林柔胸前狠狠掐了一把。手感8分，比我少2分，还不错。顾莹莹点了点头，眼底闪过一丝羡慕。这女人是怎么长的？怎么比她还要大上一拳？啊！你居然敢！林柔羞愤交加，脸蛋涨得通红。这个顾莹莹简直太可恶了，居然敢猥亵她，不可饶恕！我就敢，你能拿我怎么样？顾莹莹得意洋洋的又捏了几下，疼得林柔直抽泣。等我回去告诉我爹，一定要让你好看。林柔咬牙切齿的威胁道。这女人下手没有轻重，她现在只感觉胸前火辣辣的疼。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林柔脸上，林柔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从小到大还没人敢这样打她。啊！我跟你拼了！林柔拼命挣扎，却是无济于事。这两个小弟可是神通境巅峰，他财神通境一重，根本挣脱不开，还敢反抗？顾莹莹冷笑一声，当即对身后的3个小弟下令：你们排好队。林柔闻言浑身发抖，惊恐万分。你疯了？我可是大地之女。3个小弟扫过林柔那火辣的娇躯，喉结滚动，却无人赶上前半步。顾莹莹蓦然转身，凌厉的目光扫过3人，没用的东西，这般角色送到嘴边都不敢碰。小弟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壮着胆子道：老大，这可是大地之女。大地之女怎么了？顾莹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有我在，你们怕什么？几名小弟都快哭了。你是不怕，因为你有3主母撑腰，可我们没有啊。不远处的树后，曹不看得目瞪口呆，这丫头也太狠了。不过林柔是他看上的人，那个地方也只能他进，况且他还要借助林柔修炼，第一次怎么也得是他的。于是曹不直接变成顾云的样子走了出来。小妹，你在干什么？林柔姑娘是我顾族的贵客，你看看你们把她打成什么样了。看到曹不，林柔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她拼命挣脱束缚，跌跌撞撞地跑到曹不身后，带着哭腔道：顾云大哥，快救救我！这疯女人要让这些人侮辱我。曹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柔声道：别怕，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林柔看着近在咫尺的曹不，脸颊飞上2抹红霞，她安静地点了点头。我相信顾云大哥。曹不转身，严厉的目光看向顾莹莹。小妹，
亲弟还在宴会厅，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难道不该给个交代？顾莹莹不服气的顶嘴，谁让亲弟先侮辱我大哥的？他走到曹布跟前，冷冷地瞪着林柔，这次就先这样，再有下次，我带100个大汉来找你。说着，他对身后的小弟们招了招手，兄弟们，我们走。小弟们恨不得脚下生风，急忙跟着顾莹莹离开了这里。林柔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又转头看向曹布，带着哭腔道：顾云大哥，你可得为我做主，这顾莹莹太可恶了。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曹布连忙柔声安抚：林柔姑娘，实在对不住，这丫头从小娇生惯养，我这个做兄长的也拿她没办法。难道就这样算了？林柔紧咬嘴唇，眼中满是不甘。这事确实是小妹的错。曹布轻叹一声，回去后我会禀报三姨娘，让她好好管教莹莹，给你一个交代。说着，他取出丝帕，动作轻柔地擦拭林柔脸上的泪痕和污渍。林柔对上曹布这专注的眼神，一时间有些呆住，连哭泣都忘记。曹布收起手帕，语气诚恳：那边有个凉亭，让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就当是替我那个任性的妹妹赔罪了。林柔顿时红了脸，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细声细语道：那就麻烦顾云大哥了，跟我还客气什么？曹布温润一笑，转身朝凉亭走去。林柔只觉脸颊发烫，连忙跟上。凉亭里，林柔端坐在石凳上，曹布站在她面前，从储物戒中取出药膏，指尖沾上些许，轻声道：可能会有点疼，忍着些。林柔低着头，不敢与他对视。当温热的指尖抚过脸颊时，林柔的心跳突然加速。借着月光，她悄悄抬眼，清晰地看见曹布低垂的睫毛和紧抿的薄唇。疼吗？曹布突然正眼，正对上他含情的目光。林柔慌忙摇头：不疼，脸都红透了。曹布轻笑：才没有。林柔下意识反驳。曹布俯身凑近，在他耳边低语：其实我更喜欢看你笑的样子。林柔呼吸一滞，慌乱间想往后躲，可凳子没有靠背，她身子一仰，整个人就要向后栽倒，小心。曹布一把扣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稳稳拖住她的后腰，感受到掌心传来的细腻触感，他眼底闪过一抹斜光。林柔整个人几乎半悬在空中，发间的珠钗轻晃。他睁大眼睛，正对上曹布近在咫尺的俊脸。两人呼吸交错，心跳声震耳欲聋，不知是他的还是他的。林柔慌乱地扭动身子，想要从他怀里挣脱出来。放开我，别动。曹布手上力道加重，直接把他按回石凳上，语气不容置疑：伤口还没处理好。林柔顿时僵住，耳尖红得滴血，垂着脑袋不敢再挣扎。过了许久，他小声嘟囔：还没好吗？曹布眼底掠过一丝玩味，故意放慢动作：别急，伤口要仔细处理才行。他指尖故意摩挲着他的脸颊，语气突然认真起来：以后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来找我，记住了。林柔一怔，抬眼撞进他深邃的眼眸中，月光下，这双眼睛泛着温柔的光，让他一时忘了回应。听到没有？曹布眉头微调，指尖轻轻捏了捏他的鼻尖，带着几分宠溺的意味。谁要你管？林柔瞬间回神，她红着脸拍开他的手：我自己能应付。曹布不恼反笑，忽然俯身凑近：哦，那刚才躲在我身后揪着我袖子发抖的是谁？你。林柔气呼呼地瞪圆了眼睛，可当看清眼前这张棱角分明的俊脸时，气势顿时弱了下来，声音越来越小：那是意外。夜风轻拂，彼此的气息交融。林柔心跳加速，不自觉地攥紧了裙摆，看着他逐渐靠近的薄唇，他睫毛轻颤，缓缓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快走，有人来了！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融入曹布的影子，叶玲珑的传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曹布动作一顿，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林柔耳畔：答应我，今天的事情别告诉任何人，包括顾莹莹打你这事。不等林柔回应，他已经消失在夜色中。林柔是个聪明人，他相信他会理解他的意思。这事闹大，对谁都没好处。况且顾族有灭地的手段，真要动起手来，亲弟必死无疑。望着曹布消失的地方，林柔不自觉地摸了摸发烫的脸颊，那里似乎还留着他指尖的温度。这个混蛋，明明都有女人，还来招惹我。突然，他发现手心多了块温润的玉佩，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塞给他的。谁陷害你的东西？林柔做事要扔，却还是做贼似的左右张望，确认没人看见后，才将玉佩收入储物戒。刚放好，他就懊恼地跺了跺脚：林柔啊林柔，你这是在做什么？难道要当第三者？他又突然想到，明天他会不会来找他要回玉佩，然后两人借机增进感情。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羞得捂住了发烫的脸。哎呀，
我在想什么？林柔使劲摇头，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去。可越是这样，曹不假扮顾云的那张脸就会一直闪现在他脑海。就在这时，2个提着灯笼的丫鬟正好走到凉亭外。林柔小姐，林夫人醉倒了，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林柔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势，发现已经痊愈的差不多。她起身整了整衣裙。知道了，走吧。至于曹布最后那句话的意思，他自然懂。想了想，这口气他决定先咽下去，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找人好好教训顾莹莹那个贱人。宴会厅门口，林柔扶着醉死过去的赵薇往外走，2个丫鬟提着灯笼在前面引路，身后林啸天还在强撑着没有倒下。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已经醉得不行了，连最爱的无间醉梦都不敢再碰，只是一个劲的夹菜吃。林啸天心里直叫苦，他堂堂大帝，要是连1个时辰都撑不住就醉倒，那也太丢人了。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撑到宴会结束，最后再喝掉这杯酒，这样既没少喝，也不会当众出丑。想到这里，他得意的又加了1筷子菜。宴会厅外夜色如墨，曹不隐在黑暗中目光阴冷地盯着林柔他们离去的方向，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迎客风，别院厢房外，2名丫鬟欠了欠身。林小姐若没有其他吩咐，奴婢们就先退下了。林柔点点头，目送他们提着灯笼走远，转身望向屋内醉得不省人事的赵薇，叹了口气。刚才试了几次都没能把人叫醒，他轻轻合上门扉，朝隔壁厢房走去。赵薇房中，曹不从阴暗中走出，他大马金刀地坐在床沿，把赵薇腰间的玉佩取了下来。玉佩通体雪白，泛着温润光泽，隐约能感受到其中流转的阴阳二气，倒是件好宝贝。他将玉佩揣进怀里，目光落在昏迷不醒的赵薇身上。1个时辰后，曹不听到院外传来的脚步声，他透过虚掩的门缝看去，只见林动驾着烂醉如泥的林啸天往院子走来，身旁还跟着顾凌霜。眼看几人就要进院，他慌忙掩上房门，闪身躲进角落的阴影里。不多时，院门口传来顾凌霜与林动的对话声：林动，天色已经不早，我该回去了。好，凌霜，路上当心。顾凌霜微微颔首，眉眼含笑地转身离去。林动目送他的背影走远，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刚才2人独处时虽没有肢体接触，可顾凌霜看他的眼神明显比之前温柔许多，甚至偶尔还会脸红。按照这个进度，说不定不用等到成亲就能把他彻底拿下。如此想着，林动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他收回思绪，驾着醉醺醺的林啸天进院。一进里屋，就看到赵薇正躺在床上睡得深沉，他将林啸天安置在一旁，长舒一口气：爹娘，醒醒！林动推了推2人，结果2人睡得跟死猪一样，毫无反应。他忍不住咂舌，这无间醉梦果然厉害，连大帝都能放倒，也不知道要睡多久，可千万不要错过顾云大哥的继位大典。想到顾云，林动心情大好。今晚酒席上，他和这位未来的顾族族长相谈甚欢，2人已经成为莫逆之交。再加上有大舅哥这层关系，他以后在灵界必定顺风顺水。突然，他闻到一种异常的气味，不过很快林动就明白过来，他当即面露不满之色。这顾族怎么回事？客房都不收拾干净。他狐疑地看向赵薇，见她衣衫整齐，呼吸平稳，这才松了口气。要是有人趁他爹醉酒对他娘做了什么，他非得把那人碎尸万段不可。估计是之前的客人留下的。林动摇了摇头，没再多想。顾晴天刚飞升不久，顾族宾客如云，房间没收拾干净也正常。他环视一圈，确认没什么异常后，这才转身离开。吱呀一声，房门关上的声音传来，曹布从暗处缓缓走出。他盯着门外远去的身影，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可惜了，当年那一战，顾晴天的娘亲死得太早，否则……他舔了舔嘴唇，回味着刚才的滋味。不过，这位天命之子的娘亲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带着一丝遗憾，曹布身形一闪，悄无声息地从窗户离开了房间。回到藏风居后，曹布迫不及待地取出那枚玉佩，仔细端详。他眉头一皱，这玉佩中的阴阳二气虽然充沛，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慢流失。这速度可以忽略不计，可若是长久下去，玉佩中的阴阳二气必定会消失殆尽。他不再犹豫，盘膝而坐，太初阴阳诀在体内急速运转。玉佩中的阴阳二气化作一黑一白2道气流，顺着他的指尖涌入体内。好精纯的阴阳之气，曹布心中暗喜。他能感觉到这股能量比平常修炼时吸收的天地阴阳灵气要纯粹数倍。阴阳二气入体后，在他经脉中奔腾流转，最终汇聚于丹田气海。时间一息一息的流逝，曹布周身渐渐浮现出黑白相间的光晕，他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体内的灵力不断凝练。
法相境3重，法相境4重，最终止步在法相境4重巅峰。他周身的气势停止暴涨，身后的法相虚影一闪而逝，连破2境，还可以。曹布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闪烁。他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嘴角不由扬起一抹满意的笑容。以我现在的修为，加上一剑格式，不知道能跟什么级别的高手过招。越级战斗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太出阴阳魔体可不是摆设。不过具体能越几个小境界对敌，这还得找人来试试才知道。低头看了眼手中已经失去光泽的玉佩，曹布当即起身，再次朝着迎客峰走去。至于赵薇会不会发现玉佩的问题，曹布根本不担心。玉佩的作用他已经研究透彻，武者戴在身上可平衡体内的阴阳2气，帮助突破修炼瓶颈，防止走火入魔，滋养肉身，延缓衰老等。对赵薇这样的准地强者而言，这些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就算看出其中的阴阳2气消失，也查不到他身上来。综上所述，他很安全。不多时，曹布悄无声息地回到房内，将那枚玉佩重新系在赵薇腰间。他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对方那曼妙的曲线，呼吸不由一滞。这娘们长得可真他妈带劲。曹布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抹邪光。忽然，一个计划在他心底滋生，顷刻间便长成参天大树。这么精彩的戏码，不留个纪念怎么能行？不多时，大长老轻掠白须：“夫人，老夫得罪了。”二长老目光炽热：“老夫可以不要这长老之位，但夫人必须是我的。”三长老假意叹息：“老夫向来心似铁，奈何夫人胜天仙。”四长老双拳紧握：“老夫一生所求，不过是在你身上刻下我的印记。”五长老狰狞一笑：“万千修士求而不得的机缘，今日老夫赐予你。”六长老捏起下巴：“老夫要的，谁敢阻？谁又能阻？”七长老轻抚面颊：“这世间能配得上你的，除了老夫，还有谁？”八长老威压尽显：“老夫看上的女人，大帝也护不住。我说的。”九长老挑起下巴：“在老夫面前，美人不是乖乖就范，就是欲拒还迎。”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曹布精心编排的戏码全部完成。他将一切有可能发现的痕迹抹去，临走前在一处留下。梦仙来过。次日清晨，曹布出了藏风居，朝着顾族大长老所在的山峰走去。九大长老中，就属这个界黄九重的老家伙最难对付。他准备将得到的界黄强制奴役卡用在他身上，只要拿下他，其余8人还不是手到擒来。大长老所在的院落外，曹布在丫鬟的引领下朝着招待厅走去。老爷，曹总管到了。丫鬟站在厅前欠身禀报。厅内檀香袅袅，大长老正在饮茶，见曹布到来，立即放下茶盏，起身相迎。哈哈，曹总管来我这里所谓何事？快快请进。他笑眯眯地做了个请的手势。曹布拱手还礼，目光扫过对方红润的面容。大长老这气色，怕是许多年轻人都要自愧不如。说着，迈步进入厅内。这老狐狸向来八面玲珑，从不轻易得罪人，如今对自己这般客气，完全在曹布的预料之中。曹总管说笑了，老夫这把老骨头哪比得上你们年轻人？大长老谦虚道。他暗暗打量着曹布，这小子已经舔上3主母的玉腿，虽然还是个废物，他也不好得罪。要是这小子哪天飞黄腾达了，他还得巴结。当年的顾晴天不也是沉寂3年后一飞冲天？自己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在曹布落座后，大长老当即对外面吩咐一声：“来人，上茶。”不多时，丫鬟端着茶盘轻手轻脚的进来，将茶盏放在曹布面前，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曹总管请用茶。大长老抬手示意。曹布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眼睛顿时一亮。好茶。大长老脸上的笑容更盛。曹总管评价一下。曹布咂了咂嘴，又喝了一大口，入口清甜，毫无腻感，入喉之后暖意直透筋骨，舒服。他晃了晃茶杯，好奇地问：“大长老，这是什么茶？我在别处可没喝过这么好的。”大长老得意地捋了捋胡子：“这是老夫特制的灵茶，采自后山的千年茶树，用灵泉泡制，自然与众不同。”曹布连连点头，难怪这么好喝，大长老果然会享受。大长老轻笑一声，放下茶盏，脸色渐渐严肃：“曹总管，这茶已经喝了，说说你的来意吧。”曹布正了正身子，目光盯着大长老。大长老双手按在木椅扶手上，脸上依旧挂着和善的笑容。两人之间一场无形的交锋已经展开。大长老，曹布突然开口：“你就没想过要投靠谁？”大长老神色不变，淡淡反问：“哦，投靠谁？”他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眼底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光芒。三主母，曹布直截了当道。大长老放下茶盏，手指轻轻敲击桌面，锐利的目光死死盯着曹布。良久，他才缓缓开口：“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三主母的意思？重要吗？”曹布反问。大长老微微一笑：“不重要吗？当真重要吗？”曹布再次反问。大长老坚定的点头：“十分重要。”曹布摩挲着拇指上的墨玉扳指，慢条斯理道：“九长老的事，想必大长老心知肚明。若不是三主母出手，当初那事……”话音戛然而止，曹布意味深长地看着大长老。大长老冷哼一声：“身为顾族大长老，我只听命于族长。”曹布眯起眼睛，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这么说，大长老是铁了心要与三主母作对了。曹总管言重了。大长老摇头道：“顾族是一个大家庭，全族上下都该听从族长的命令，包括三位主母。”曹布追问：“包括三位主母？”大长老斩钉截铁道。曹布沉默片刻，不再言语。大长老抬手示意：“曹总管，若是没有其他事，就请回吧。至于今天这事，老夫全当没听到过。”他瞥了曹布一眼，心中冷笑至极。明眼人都能看出顾云的潜力最大，虽然不如顾晴天，但成仙有望三位主母中，也就洛倾城有望成仙。苏黎连个儿子都没有，谁会傻到去效忠他？他们九大长老向来只效忠族长，苏黎此举已经有分裂顾族的嫌疑。曹布纹丝不动，慢悠悠地继续品茶。大长老眉头紧锁，死死盯着他。良久，曹布再次开口：“当年令郎是死在顾晴天手中的吧？大长老就不想报仇？”大长老眼中寒光一闪，死死盯着曹布。他狂妄自大，主动挑衅顾晴天，该死！顿了顿，他厉声道：“你要分裂我顾族？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曹布就算是养条狗，也该懂得感恩。你信不信就凭这句话，老夫就能将你就地格杀？”曹布手指轻抚茶盏边缘，目光危险地盯着大长老。看来大长老是不愿意了。滚！大长老拍案而起，怒视曹布。曹布此举已经是在挑衅他的威严，要不是看在三主母的份上，他早就将曹布镇杀。曹布的手指在茶盏边缘轻轻一敲，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大长老既然执意如此，那就别怪曹某不讲情面了。他右手一翻，掌心突然浮现一张泛着幽光的黑色卡片，上面刻满诡异的血色符文。大长老眉头一皱，他虽然不认识这东西，可心里莫名的涌出一股心悸之感。这是什么？能让大长老乖乖听话的好东西？曹布话音落下，手中的卡片已经化作一道黑光，直射大长老的眉心而去。放肆！大长老怒喝一声，界皇九重的修为轰然爆发，抬手就要格挡。然而那道黑光直接穿透他的防御，没入他的眉心。啊！大长老发出一声痛呼，只觉一股诡异的力量正在侵蚀他的元神。他急忙运转全身灵力抵抗，却发现越是抵抗，那股力量侵蚀得越快。他再次尝试用法则之力剥离这股诡异的力量，在尝试几次后，还是无济于事。可恶，这到底是什么？大长老撕心裂肺地咆哮出口。别白费力气了，这可是专门为界皇强者准备的宝贝。曹布悠然自得地端起茶盏抿了一口，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大长老额头渗出冷汗，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你究竟要做什么？这一刻他不用想都知道，曹布有二心，而且还是从一开始就有二心，甚至连顾晴天都没有发现。此子隐藏得好深。曹布放下茶盏，缓缓起身走到大长老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很简单，我要你成为我最忠实的奴仆。最后一个字落下，大长老浑身一颤，眼中的神采渐渐变得呆滞。片刻后，他恭敬地跪伏在地。主人。曹布满意地笑了。很好。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奴役顾族大长老，继承度提升 3%。 恭喜宿主获得3次抽奖机会。起来吧。曹布沉声吩咐。一次性得到 3% 的继承度，倒是让他有些意外。不过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九长老臣服的是苏黎，他只是间接控制，所以只给了 1% 的继承度。大长老不一样，是他用奴役卡直接控制的，相当于把整个大长老一脉都捏在了手心里。这老家伙以后就是他的忠实小弟，让他往东绝不往西。遵命，主人。大长老起身，恭敬地站在一旁。曹布眉头微皱，你有没有自主意识？大长老躬身回道：回禀主人，有的。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大长老，10几名侍卫持刀冲入院落，为首的队长高声喊道。属下感应到这里有灵力波动，可是出了什么变故？
都不用曹布吩咐，大长老神色如常道：“慌什么？老夫正在试验新得的功法，一时灵力外泄罢了。”侍卫队长将信将疑，目光扫过厅内：“曹总管这事？”曹总管前来商议要事，也是你能过问的。大长老冷哼一声，戒皇威压骤然释放：“还不退下？属下知错。”众侍卫面色一变，慌忙行礼退去。曹不满意的看着大长老，反应倒是快，为主人分忧是奴才的本分。大长老恭敬垂首，眉心奴印若隐若现。曹不点了点头，问道：“顾晴天妃生前有没有？”半个时辰后，曹不离开了这里，询问了半天，一条对他有用的信息都没有。看来关键人物还是在顾云以及洛倾城身上。他心念一动，眼前出现他的属性面板：宿主曹不，系统反派继承抽奖系统，继承目标天命之子顾晴天，继承度 16%， 抽奖机会3次，修为法相近4众，本我法相12丈，体质太初阴阳魔体，功法太初阴阳经千幻无相诀，武器太一剑，武技一剑格式，身法无惧剑盾，系统空间太初阴阳诀灵石百亿，千幻无相诀太一剑吞天魔功。回到藏风居后，曹布直接踏入修炼室，开始修炼一剑格式与无惧剑盾。他盘腿而坐，指尖轻抚太一剑身，一缕剑气在剑锋上吞吐不定。回忆着脑海中的剑诀要义，他缓缓闭目，体内灵力按照特定路线运转，剑意逐渐凝聚。第一天，他挥剑3万次，每一次都力求将剑气压缩至极致。开始剑光涣散，连3尺外的木椅都斩不碎。到了黄昏时分，他的剑锋已经能划出一道微弱的空间涟漪，虽然仅仅存在一瞬，却已经初具地术之威。第二天，曹布不再追求威力，而是专注于快与准。剑出无声，却能在刹那间切断10丈外的空间，维持一瞬才重新合拢。这一剑勉强算入门了。曹布嘴角微扬，看着10丈外存在一瞬才合拢的空间涟漪，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就是地术的恐怖，才入门就能割裂空间，是其他武技所达不到的。武技熟练度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至高。传言顾云已经将一剑格式修炼到大成，一剑可以将1000丈外的空间割裂，维持时间时息。当时顾云将一剑格式修炼到入门，花费了1年时间，他才2天，足以见得彼此之间的天赋差距有多大。他有信心，不出3年就能将一剑格式修炼到大成地步。无论是功法还是武技，越到后面就越难。3年只是保守，上下不会相差5个月。第3天，曹布开始修炼无惧剑盾，他的身形刚化为剑光，就砰的一声撞在墙上，额头肿起一个大包。这准地术比地术还费脑子。曹布揉了揉额头，疼得他龇牙咧嘴。他向来狠辣，不仅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于是开始一次次尝试，哪怕经脉灼痛，灵力耗尽，也绝不休息。日落时分，唰，曹布的身影化作剑光消失不见，下一刻直接撞进一个温香软玉的怀抱。他抬头正对上苏黎震惊的目光，吓死我了，还以为撞到别人了。曹布松了口气，然后自然而然地搂住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苏黎有些傻眼，他突然反应过来，我这里距离你那里至少有10里，你将无惧剑盾练成了，勉强入门罢了。曹布轻描淡写道。苏黎满眼的诧异，这才5天时间你就入门了？曹布摇头，没有，其实我就练了1天。1天？苏黎美眸圆睁，内心大受震撼。苏黎怔怔望着他，宛如在看怪物。当初顾晴天学无惧剑盾的时候，1个月才入门，这家伙1天就入门，真是变态。他突然想到什么，紧张地问：那一剑格式你用了几天？曹布含糊不清道：2天。苏黎一把推开曹布，认真地问：你再说一遍，一剑格式多少天练成的？就2天。曹布语气显得尤为淡然。苏黎一脸呆滞，半晌才回神，这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他眼神复杂地叹了口气，我还真是捡到宝了。就在这时，店外突然传来轻快的脚步声。娘亲，我拿了些灵药来，泡着对肌肤好。顾莹莹清脆的声音由远及近。苏黎瞳孔骤缩，电光火石间一把将曹布按进浴池。他强作镇定，随手扯过纱衣披在肩上。店门推开，顾莹莹蹦蹦跳跳小跑过来。她穿着一件极薄的粉色纱衣，内里乾坤若隐若现，手里提着装满灵药的篮子。娘，你试试效果怎么样？好的话下次再用。说着，她将篮子里的灵药丢入池中。
很快，一股更为浓郁的香气散发开来。苏黎轻轻嗅了嗅，一脸陶醉。顾莹莹放下篮子，褪去身上的粉色纱衣，滑入池中，水波荡漾间，她没有察觉到丝毫异样。娘，这灵药泡着舒服吧？她靠在池边，闭目养神。苏黎紧咬红唇，满脸通红的点了点头。不错。顾莹莹察觉到苏黎的异样，疑惑地问：娘，你怎么了？没事。苏黎深吸一口气，勉强笑道：莹莹，你先泡，娘亲突然想起还有些事要处理。说罢，他直接落荒而逃，只留下顾莹莹一人疑惑地泡在池中。浴室外，苏黎扶着墙，腿软得几乎站不稳。他连忙回到房内，口中念着清心诀。水下，曹布嘴角一勾，身形化作一道微不可察的剑光，悄无声息地消失。顾莹莹突然睁开眼睛，警惕地环顾四周。谁？出来！他连忙放出神识扫了一圈，却什么异常都没发现。怪了，难道是我出现错觉了？明明刚才感觉有人的。算了，最近太累，好好泡一下。说罢，他闭上双眸，脸上露出舒服的神情来。这灵药玉真舒服。曹布再次出现在修炼室内，他畅快地呼出一口气，脸上写满兴奋。不愧是地术，果然了得。感慨一番后，曹布动用灵力将身上的水气蒸发掉。突然，他想到什么，从怀里摸出一块传讯玉佩，晾了他3天，也该收网了。曹布坏笑着看向迎客峰方向，激活了玉佩。另一边，迎客峰一间别院内，林柔双手托腮，眼巴巴地望着远处有说有笑的灵动和顾灵霜，小嘴撅得老高。哎，大哥都要成婚了，就我还是个单身狗。突然，他脑海里闪过顾云那张俊朗的面容。不行的，林柔，人家已经是有妇之夫，你不能横刀夺爱。他赶紧甩了甩头，乌黑的长发跟着晃了晃。要不我给顾云当小三？林柔又突然想到，不行，人家都结婚了，我可不能当小三。他又摇了摇头，不过转眼又咬着嘴唇想了想，小三不行，小妾总可以吧？刚冒出这个念头，他又使劲摇头。呸！我堂堂大帝之女，怎么能给别人当小妾呢？他停顿了一下，自言自语道：人家顾云可是剑仙之子，我这个大帝之女给人家当小妾怎么了？想到这里，他兴奋地拍了拍手，可高兴没几息，又耷拉个脸，整个人瘫在石桌上。还是不行，李新雪那女人肯定不会同意。这几天他没少打探顾云的消息，连带着也把李新雪了解了一下。知道当初那个想当顾云小妾的女人无缘无故死后，他就忍不住缩了缩脖子。此路不通，那女人是界王，我才神通，相隔2个大境界，到时候就算能打赢她，估计黄花菜都凉了。说着说着，他从怀里摸出那块传讯玉佩，在指尖转来转去。都3天了，他怎么还不联系我？突然，他灵机一动，自言自语道：这样吧，我数3个数，要是他联系我，我就勉为其难给他当小妾。他一本正经地开始倒数：3、2、1、0.9、0.1。林柔眼巴巴地看着玉佩，就是一动不动。0.09、0.01。哼！他气鼓鼓地把玉佩塞回怀里，看着远处的2人生起闷气来。一息后，他倔强开口：再来一次，这次就从100开始倒数。199.99999。就在这时，怀里的传讯玉佩突然微微发烫，林柔手忙脚乱地掏出来，激动的小脸通红。都3天了，这个坏家伙终于想起来找我了。他做贼似的瞄了眼远处聊得火热的灵动与顾灵霜，背过身悄悄输入灵力。玉佩上缓缓浮现2个烫金大字：约吗？林柔的表情微微一僵，这2个字听起来太过轻佻，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但很快，他眼中闪过一抹期待，迅速在传讯玉佩上输入：好。什么时候？在哪里？发完消息，他就紧握玉佩，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然而等了许久，玉佩毫无反应。另一边，曹布看着传讯玉佩上浮现的文字，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他故意等了片刻，才慢悠悠地回复：现在，老地方见。林柔收到回复，心跳不由加快了几分。老地方，应该是上次顾云为他处理伤口的凉亭。想到这里，他悄悄回头瞥了眼身后的2人，随后放轻脚步，悄无声息地溜出了院子。刚离开院落，他身形一闪，快速消失在原地。顾族花园内，凉亭附近的青石后，曹布望着亭中那道纤细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女人来得可真快，迎客峰到这里的距离可比他的藏风居远多了。看来他对顾云的心思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热切。既如此，事情倒是简单了，他根本不需要费太多心思，就能轻易得手。凉亭内，林柔纤细的手指无意识地搅在一起，
整颗心紧张到了极点。他现在可是在抢别人的夫君，若是让李新雪知道，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可心底那股悸动怎么也压不下去。或许这就是天意吧。正胡思乱想间，一双手忽然从身后环住他的细腰，温热而有力，后背贴上结实的胸膛，耳畔传来灼热的呼吸。我没来晚吧？熟悉的嗓音让他浑身一颤，刚要挣扎的念头瞬间消散。他安静地靠在身后人的怀里，任由对方的气息将自己包裹。没有，我也刚到。林柔的整张脸已经红透，他的心从来没有跳得如此厉害过。沉默片刻，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顾云，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才第2次见面，你就这样抱着我，会不会？他声音越来越小，与其说是拒绝，倒不如说是在害羞的自语。曹步低笑一声，不仅没有松手，反而将他搂得更紧了些。快吗？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几分蛊惑。可我觉得已经等太久了。林柔呼吸一滞，耳尖烫得几乎要烧起来。他下意识想躲，可身后男人的臂膀让他动弹不得。你别这样！他声音微颤，指尖无意识地抓紧了衣袖。我们这样不对。哪里不对？曹步轻轻转过他的身子，迫使他直视自己。林柔慌乱地别开眼，不敢与他对视。他咬了咬唇，轻声道：你明明知道你已经有妻子的。曹步眸光微暗，指尖轻轻抚过他的脸颊，低声道：可我的心早已经为你而沦陷。林柔心头一颤，转头直视曹步：你真的这么爱我？曹步牵起他的手，走到凉亭边，月光洒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一道深邃的轮廓。他握着林柔的手微微收紧，声音低沉而深情：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此生逃不开的劫。林柔心头再次一颤，柔情盯着曹步的侧脸。曹步转过身，目光灼灼地凝视着他：你知道吗？每次见到你，我都控制不住地想要靠近。可是林柔眼中闪过一丝挣扎。李新雪她……嘘！曹步的食指轻轻抵在他的唇上，打断了他的话：不要提他，我现在只想知道，在你心里有没有我？林柔心跳加速，面对这深情的目光，她羞涩地垂下头去，轻轻嗯了一声。曹步手指轻轻挑起她的下巴，两人呼吸交错，距离越来越近。咔！一声清脆的树枝断裂声突兀响起，林柔浑身一僵，猛地推开曹步，惊慌地望向声音来源。不远处的青石路上，一道纤细的身影静静站立。月光下，他脸色冰冷如霜，眼底翻涌着滔天怒火。是李新雪。他死死盯着曹步，更为准确地说，是盯着由曹步变成的顾云。原以为顾云去找大长老商议要事，没想到是来这里谈情说爱。曹步看到李新雪，面色微微一变，这运气也是没谁了。顾云！李新雪咬牙切齿地低喝一声，瞬间闪到曹步面前，眼神冰冷至极。曹步暗咽了咽唾沫，内心却涌起一丝激动。显然李新雪是把他当成顾云本人了。下一刻，啪！清脆的耳光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林柔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怔怔地望着李新雪，眼里满是难以置信。李新雪眸中杀意凛然，声音冰冷刺骨：林柔，看在亲弟的面子上，我留你性命，但你得掂量清楚自己的分量，不是什么人都能攀附的。啪！又是一记耳光狠狠落下。林柔踉跄着跌坐在地，嘴角渗出一抹鲜红。李新雪居高临下的瞥了他一眼，语气森冷：若是再有下次，休怪我不客气。说罢，他拽起曹步的手腕，转身离去。林柔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眼中充斥着浓浓的倔强。他咬牙切齿，一字一句道：李新雪，从小到大还没人敢这么对我动手，你等着，你不是爱顾云爱到骨子里吗？我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把顾云从你身边抢过来，我要让他亲手休了你，顾族未来的族长夫人只能是我林柔。这一刻，林柔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她非要和这个女人争到底，她要成为未来仙人的妻子。李新雪这种女人根本不配。香消院内，曹步与李新雪相对而坐，屋内静得可怕。李新雪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他。曹步心里那个急，要是让真的顾云回来，他就有暴露的危险，必须找机会离开这里。突然，李新雪一改刚才的冷漠，她唇角勾起一抹柔媚的笑意，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夫君，他娇声唤道，起身贴近，纤纤玉手挽住他的胳膊，往内室拉去。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他凑近曹步耳边，吐气如兰，声音酥软入骨。今晚我可是特意准备了些让你欲罢不能的东西呢。两人来到内室，只见床榻旁的屏风上挂着一件轻薄如纱的红色纱衣，在烛光下泛着暧昧的光泽。那纱衣几乎透明，衣摆处绣着精致的金丝花纹，领口开得极低，腰间仅用一根细带松松系着，
仿佛轻轻一扯就会散开。李新雪松开他的手，指尖轻轻抚过那件纱衣，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挑逗。夫君，好看吗？他嗓音柔媚，指尖一勾，纱衣便落入他手中。曹布喉结滚动，眼睛死死盯着那件衣物，眼底闪过一丝晦暗。这女人想干嘛？不会是……李新雪红唇微扬，穿上了那件纱衣，衣料轻若无物，半遮半掩间反而更添几分诱惑。夫君，他轻唤一声，莲步轻移，贴到他身前，指尖在他胸口画着圈，声音甜腻的能滴出蜜来。今晚你可要好好疼我。曹布身体一僵，内心剧烈挣扎着，留下来有暴露的危险，不留下来又心有不甘。夫君，在这之前让妾身先给夫君跳支舞助助兴，可好？话音未落，李新雪已经开始翩翩起舞，纱衣随着她的动作飘飞，修长的玉腿若隐若现，腰肢柔弱无骨，每一个回眸，每一次旋转都带着致命的诱惑。曹布终于按捺不住，猛地一把将她拦腰抱起。舞跳完，现在该办正事了。这女人简直比苏里还要勾人，今天她非得好好教训这骚娘们不可。呀！李新雪低呼一声，还没来得及反应，整个人就被扔在了柔软的锦被上，身上的纱衣稍显凌乱，乌黑长发散开，铺在床榻间。她唇瓣微张，眼底漾着几分湿润的光泽。叮！恭喜宿主继承度提升 2%， 获得2次抽奖机会。1刻钟后，曹布眼底闪过一丝可惜，他特意研究过顾云的实力，也就1刻钟左右，要不是怕暴露，以他的本钱至少能再战300回合。夫君，李新雪脸颊绯红，眼中还带着几分意犹未尽。曹布轻抚她的秀发，瞥了眼外面，眉头微微皱起，必须想办法赶紧开溜，再待下去迟早会露馅。恰在这时，门外传来丫鬟的通报声：少主、少夫人，二主母派人来找。曹布眼睛一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立刻对身旁的李新雪道：你先歇着，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我陪你一起去。李新雪做事要起身，曹布心头一跳，这可是逃离这里的绝好机会，可不能错过。他连忙按住他，刚折腾完，你好好休息，我去就回。见他坚持，李新雪也不再勉强，柔声道：那你要快些回来。曹布温柔地在他额间落下一吻，迅速穿戴整齐，推门而出。看着关上的房门，李新雪轻抚着微烫的脸颊，眸中闪过一丝回味。奇怪，明明还是1刻钟，可今日的夫君怎么比从前更让人……他目光扫过床边那件半透明的红色纱衣，恍然大悟，原来是这衣裳的缘故。他低声呢喃，指尖轻轻摩挲着轻薄的衣料。从前也穿过类似的纱衣，可它也不似今天这般，莫非是这红色的缘故？想到这里，他唇角微翘，小心翼翼地将纱衣折叠放好。他心中已打定主意，下次还穿这件。香消院大厅内，曹布起身笑道：白姨，我送送你。名叫白姨的侍女连忙摆手：少主，这使不得，老身自己走就行。无妨，正好我也要透透气。曹布坚持道。见推辞不过，白姨只好由他相送。来到院外，曹布目送白姨离去。当那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后，他立即左右张望，正要趁机溜走，余光却瞥见远处走来的顾云。曹布心头一跳，迅速闪身躲到一块青石后。眼看顾云就要进院，他急中生智，变成了白姨的模样。少主！曹布上前几步，主动出声招呼。听到声音，顾云转过身来，面露疑惑地看着曹布。对方什么时候出现的？他居然没有感应到一丝气息。想了想，他就没有过多追究。这位白姨可是界皇，是二主母冷月的娘家人，他才界王，感应不到对方的气息也很正常。白姨，你找我有事？曹布将刚才白姨与他道明的事情重新复述一遍，是关于几日后的招待事宜。届时建州各大势力都会到场，连其他州的不朽地族都会派人前来。二主母特意让老身来问问准备的如何。顾云闻言，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又是二姨娘，这是信不过他的能力。想到上次的事情，再加上这次他对冷月的不满，又添几分。白姨回去告诉二姨娘，我刚从大长老那里回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让他不必操心。顾云语气冷淡。曹布笑着点头，既如此，老身告退。转身时，他透过门缝看见李新雪正往这边走来，他嘴角微勾，心中不由暗喜，真是天助我也。顾云目送曹布离开，一转身就对上李新雪幽怨的目光，怎么这么久？李新雪不满道。见人久不回来，他就穿戴整齐出来寻人，结果远远看见顾云在和白姨说话。顾云以为李新雪在怪他在大长老那里耽搁太久，连忙解释，事关重大，这次5大不朽圣地都会派人来压阵，我自然要多费些心思。说到这里，他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豪，
这5大圣地之主可都是父亲当年的兄弟兼职小弟，没有父亲，他们身后的势力也不会从当初的3流势力成为如今的不朽圣地。顾云一阵感叹，眼中满是对父亲顾晴天的崇拜。李新雪不疑有他，问道：白姨就为这事来的？你不是已经跟大长老商量过了吗？哼，二姨娘这是不放心我。顾云冷冷道，表面关心，实则监视。李新雪望着曹步变换白衣的背影远去，眉头紧锁。这二姨娘的手伸得也太长了，照这样下去，就算顾云当上族长，恐怕也要受他掣肘。你进来，我们商量商量，不能让他一直压着你。他拉着顾云就往回走。你看三姨娘多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修炼，从来不多管闲事。他倒好，管这管那，我看这族长之位给他做算了。顾云无奈道，其实这事也不能怪他，我娘闭关前让他辅助我继位。辅佐？我看就是惦记这个族长之位。李新雪气鼓鼓地打断，要是再让他管来管去，我看你这个族长还是别当了。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绝不能让冷月继续指手画脚。迎客峰一间厢房内，赵薇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眸，眼里透着迷茫，逐渐变得清醒。他想坐起来，可刚撑起身子又倒了回去。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身子要散架了似的？赵薇眉头皱起，面露一丝不适。她有些奇怪，感觉身子被什么碾过一样，酸软无力。她试着用神识检查身体，可奇怪的是，体内一切正常，没受伤也没中毒。转头一看，林啸天正躺在旁边，睡得跟死猪似的。夫君，醒醒！赵薇伸手推了推他，可林啸天毫无反应，连元神都醉得昏沉沉的，估计一时半会儿醒不来。那天晚上到底喝了多少？早知道就不逞强了。赵薇嘀咕着。这时房门打开，林柔急匆匆跑了进来。娘，你终于醒了。赵薇勉强笑了笑柔，我睡了多久？她试着再次起身，可手脚发软，差点又栽倒回去。林柔赶紧扶住她。娘，你都睡了4天了。4天。赵薇揉了揉太阳穴，脑袋还是晕乎乎的。那顾云的继位大典还有几天？6天。林柔回答。赵薇叹了口气，扶我出去透透气，这无间醉梦后劲儿真大，搞得娘全身跟散架似的。话说到一半，她突然顿住，目光瞥向床上的林啸天，脸颊微微泛红。在现实里，林啸天那方面的本事也就一般般，可在梦里，他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折腾他好几个时辰，任他怎么求饶都不肯停。想到这里，赵薇心里暗叹，要是他现实里也这么厉害就好了。林柔见他神色古怪，好奇道：娘，你怎么了？没什么。赵薇赶紧摇头，把脑海中乱七八糟的念头抛开。那我扶你去院里休息。林柔关切道。赵薇点点头。好。几个时辰后，赵薇终于缓过劲来，她伸了个懒腰，感觉整个人前所未有的舒坦。就在这时，她余光瞥见林啸天扶着门框慢吞吞地走出，那样子活像个70、80岁的老头。这不是威风凛凛的青帝大人吗？赵薇走过去扶住他，语气调侃：几杯酒就把你放倒了。林啸天摇头苦笑，这次是真栽了，没想到无间醉梦后劲这么大。他顿了顿，又无奈道：还有那个苏道友，一个劲儿给我灌酒，我还以为他豪爽，结果是想看我出丑。在赵薇的搀扶下，林啸天慢悠悠地走到院里的摇椅上躺下，赵薇也在旁边的摇椅上坐下。忽然他发现林啸天正用古怪的眼神打量着自己，不由皱眉。看什么看？我脸上有花。林啸天收回目光，犹豫道：不是，我做了个梦。你也做梦了？赵薇眼睛一亮，立刻凑近，快说说，梦到什么了？林啸天一愣，这么说你也……赵薇点头催促，你先说。林啸天迟疑片刻，才低声道：我梦到你满身大汗。赵薇一脸莫名其妙，又躺了回去。这算什么梦？见他不理解，林啸天又强调了一遍：大汗，满身大汗。赵薇像看傻子一样盯着他。林啸天急了，直接摊牌：就是10个大汉把你按在地上欺负。赵薇猛地反应过来，脸色瞬间沉了下来。10个大汉欺负我？那你呢？你在干嘛？林啸天眼神飘忽，支支吾吾。我在阻止他们。阻止成功了吗？赵薇眯起眼，语气危险。这混蛋做的什么破梦？该不会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吧？赵薇越想越觉得可能，看向林啸天的目光越发不爽起来。这个……林啸天咽了口唾沫。我试了，但好像有层看不见的屏障挡着。赵薇的脸色越来越黑。那你认识那些大汉吗？不认识。林啸天缩了缩脖子，脸都是模糊的。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林啸天脸上。
好你个林啸天！赵薇气得浑身发抖，居然做这种梦，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被10个大汉轮流欺负？林啸天连忙摆手辩解道：不是，就是个梦而已。啪，又是一巴掌。梦？你堂堂大帝连自己的梦都控制不了。赵薇怒不可遏道：肯定是你心里就这么想的，我跟你这么多年，你居然想看我被人欺负。说着又是一巴掌甩过去。林啸天欲哭无泪，真的只是个梦。赵薇冷笑，梦就是潜意识的体现，你是不是早就幻想过这种场景？更可笑的是，你居然就在旁边看着，说你还是不是男人？林啸天被对得哑口无言，不就做个梦吗？至于这么较真？他突然反应过来，反问道：那你梦到什么了？赵薇脱口而出：我也是满身大汗。林啸天闻言顿时怒不可遏：你还说我？你自己不也一样？说你是不是也想找别的男人？啪，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林啸天捂着脸，一脸懵逼：怎么又打我？赵薇冷哼一声：我梦里的大汉全是你。林啸天瞬间语塞，这他还真没办法反驳。不过转念他就一喜：真的是我？当然。赵薇咬牙切齿道：林啸天，爱不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你梦里都是别的男人欺负我，而我梦里全是你，这就是区别。他越说越激动，果然被爱的人有恃无恐，示爱的人遍体鳞伤。呸！死渣男！林啸天彻底懵了，这都什么跟什么？一个梦而已，怎么还上升到感情问题了？他试探着问：薇薇，那我在你梦里表现怎么样？赵薇的脸颊瞬间烧得通红，低着头不敢看他。林啸天一看他这反应，顿时来劲，兴奋地凑近追问：快说说，我表现如何？赵薇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咬着嘴唇道：你还好意思问？他攥紧小拳头，声音越来越低：明明是在我梦里，结果全程都是你在掌控节奏。林啸天眼睛一亮，嘴角不自觉扬起得意的弧度。哦，这么说，闭嘴！赵薇红着脸一把捂住他的嘴，不许说，不许想，更不许得意。话音落下，他转身就要离开，林啸天起身拦腰将他抱入屋内。不多时，一声不满传出：没用的东西，你要是能有梦里的1/10厉害就好了。烟雨院近在眼前，曹布与九长老并肩而行，朝着院落走去。九长老，你特意叫我来，究竟所为何事？曹布望着越来越近的烟雨院，似懂非懂地问道：莫非与初烟妹妹有关？九长老长叹一声：老弟啊，我思来想去一整夜，还是觉得请你来劝劝最为妥当。曹布眉头微皱：怎么，初烟妹妹又想不开，还要轻生？九长老摇了摇头：那倒没有。那是为何？曹布面露疑惑。九长老将曹布拉到院门前，轻轻推开一条门缝，示意他往里看。曹布凝神望去，只见顾初烟手持长剑，在院中舞得凌厉生风，每一招每一式都透着凛冽杀机。见此情景，他唇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看来那夜的主动果然奏效。继续努力吧，你可是我最为看好的杀手。曹布佯装观察片刻，转头故作不解：这不就是寻常练剑吗？有什么不妥的？九长老眉头紧锁：你没发现这丫头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极致的杀意吗？再这样下去，只怕她会被杀念吞噬，沦为只知道杀戮的傀儡。况且她这样的情况从那事过后就一直这样，这半个月来都没有休息一下。曹布不以为然地摇头：应该不至于，若能学会运用杀戮法则，初烟妹妹的战力必将更上一层楼，实力强了就有自保之力，你老不该高兴才是。九长老愁容满面：老弟你说得轻巧，灵界修成杀戮法则的，哪个不是人人喊杀的魔头？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曹布反驳道：九长老这话我可不赞同，你忘了我三义母，她身负杀戮法则、剑道法则、轮回法则，不也备受尊敬？九长老直摇头：这丫头怎么能与三主母相提并论？三位主母都是盖世天骄，这丫头以后能不能成就准帝都不好说。曹布不紧不慢道：你这是对初烟妹妹没有信心，若是让三主母亲自教导，或许还真有可能学会运用杀戮法则。九长老摇头道：三主母何等人物，族长说过，三位主母注定要登临天地之位，甚至有望成仙，怎么会收这丫头为徒？曹布望着院内剑光，轻叹道：事在人为，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成了呢？天地是大地巅峰的叫法，距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九长老，这是我无能为力，先告辞了。曹布说完转身就走。九长老急忙追上：曹老弟，你好歹进去劝劝，万一可以呢？曹布连连摆手：你另请高明吧，
就出烟妹妹那身杀气，我进去非得下跪不可。两人走远后，烟雨院中的顾初烟突然收剑而立，他凝视着门缝外渐行渐远的背影，朱唇轻启。三主母。话罢，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收起长剑，推门朝书香院的方向走去。书香院外，曹布慢悠悠地朝这边走来，远远的他就看见院门外跪着一道熟悉的身影。走近后，他故作惊讶，实则心里早有预料。初烟妹妹，你这是干嘛呢？他眨了眨眼，佯装反应过来，不会是刚才我与你爷爷的话你听去了吧？顾初烟抬头看向曹布，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抹浅笑。曹大哥，我能这么叫你吗？曹布点头，语气随意。按辈分算，顾族大半的人都得叫我一声曹大哥，你想叫就叫吧。听他这么说，顾初烟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三义母没答应你，曹布猜测道。顾初烟轻轻嗯了一声，眼底闪过一丝失落。三主母说我杀心太重，继续修炼杀戮法则，容易迷失自我，劝我放弃。曹布皱了皱眉。初烟妹妹，你才法相近吧？距离界王还差3个大境界，现在就急着参悟法则，对你修炼没好处。他语气诚恳。就连我这种修炼菜鸟都知道，境界没到，强行领悟法则反而会拖累修为，你还是先想办法突破到破虚境再说吧。顾初烟抿了抿唇，眼神倔强。修为可以慢慢提升，但如果能在法相境甚至神通境就领悟法则，我就能越级战斗。曹布叹了口气，可领悟法则比提升修为难多了。这句话让顾初烟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反驳。曹布又补充道，再说了，就算你真领悟了法则，以法相境的实力也不可能杀得了界王。他话里有话，顾初烟自然明白，整个顾族恐怕只有曹布知道他想杀顾云。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曹布没再多劝，转身朝院内抱拳一礼，朗声道：三义母，布儿求见。不一会儿，院门吱呀一声打开，雪姨站在门口，见到曹布，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曹总管，有事。曹布微微点头，语气恭敬却不失从容。来找义母禀报点事情。雪姨目光在他脸上轻轻一扫，侧身让开一步，请进。曹布迈步前，又回头看了顾初烟一眼，低声道：我去替你向义母说说情。顾初烟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连忙道：多谢曹大哥。曹布冲他点点头，大步走进院内。在雪姨的引领下，他来到外院的招待大厅。既然是光明正大来的，自然不能直接进内院，哪怕只是踏进去半步，明天说不定就会传出对苏黎不利的风言风语。毕竟苏黎的内院连他带来的娘家人都不能随意进出，若是曹不能进，那背后的意味可就耐人寻味了。曹总管稍等，我去请小姐过来。雪姨说完转身离开。曹布也不急，悠然地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品起茶来。没过多久，苏黎缓步走入大厅，曹布立刻起身行了一个标准的礼。布儿见过义母。苏黎神色淡然，微微颔首。布儿今日过来可是有事？曹布取出一份清单，双手奉上，回禀义母，这是9长老呈报上来的继位大典预算清单，请您过目。苏黎接过来扫了一眼，5000万灵金，去族库支取就是。说罢，随手抛给曹布一枚令牌。曹布接过令牌，犹豫片刻道：义母，顾初烟还在院外跪着，不如……话还没说完，苏黎锐利的目光扫来，暗中传音道：是你把他引来的？曹布传音回复：是我。苏黎眉头微蹙，你的意思是？曹布传音解释：直接拒绝就好。苏黎微微颔首，没有过问曹布的意图，当即提高声音道：你去告诉他，还是那句话，他不适合修炼杀戮法则，况且他修为还低，强行修炼只会适得其反。院门外，顾初烟闻言身形一晃，他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难道这世间就没有不靠天赋也能登临绝巅的功法？招待大厅内，苏黎起身一挥衣袖，语气冰冷：送客。曹布还想再说什么，雪姨已经挡在他面前。曹总管，请回吧。望着苏黎决然离去的背影，曹布只能佯装无奈地叹了口气。院门外，顾初烟见曹布出来，他的泪水就控制不住地往下掉。曹大哥，他声音哽咽，这世上难道就没有不需要天赋也能成为至强的功法？曹布在他面前蹲下，从怀中取出手帕，动作轻柔地为他拭去泪水。傻丫头，我还想找不用丹田就能修炼的功法呢。噗嗤，顾初烟忍不住笑出声来，眼角还挂着晶莹的泪珠。曹布用手帕轻轻抚过他湿润的脸庞，两人不自觉地越靠越近。顾初烟抬眸凝视着曹布，眼中水光潋滟，双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空气中弥漫着若有似无的暧昧气息。曹布轻咳一声，不动声色地收回手帕。好了，别哭了，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去，刚走出没几步，身后就传来顾初烟急切的呼唤：“曹大哥！”曹布脚步一顿，只见顾初烟已经追了上来，一把拉住他的衣袖，眼中满是恳求：“曹大哥，你跟了老族长这么多年，见多识广，一定知道不需要天赋也能变强的功法，对不对？”看着曹布复杂的眼神，顾初烟眼中燃起希望的火苗，他紧紧攥着曹布的衣袖，声音都在发颤：“曹大哥，只要你告诉我，让我做什么都行。”曹布眉头紧锁，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初烟，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话到嘴边戛然而止，似乎触及到了禁忌。初烟，别再问了。话落，他转身就要走，谁知顾初烟死死抓住他的手臂，做事就要跪下：“曹大哥，求你了！”曹布赶紧一把扶住他：“快起来，有话好好说，你不说我就不起来。”顾初烟倔强地仰着脸，曹布咬了咬牙，还是狠心道：“不行，这个真的不能说。”说罢，他用力挣脱他远去。顾初烟跌坐在地，望着曹布的背影，心如死灰。难道他这辈子都杀不了顾云布？他绝不能认输。顾初烟一咬牙，再次冲到曹布面前跪下，死死抱住他的双腿，泪水夺眶而出：“曹大哥，求你一定要帮我！”“初烟，你这是何必呢？”曹布满脸无奈。顾初烟抬起泪眼：“只要你告诉我，初烟以后就是你的人，你想怎样都行，只求你别嫌弃我不干净。”曹布摇头：“不是我不说，是这条路一旦踏上，就再也无法回头。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顾初烟哽咽道：“我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你是知道的。你给我折龙心经，不就是想让我亲手杀了那个畜生吗？”突然，顾初烟眼神一狠：“曹大哥，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说是你玷污了我，我要让你在顾族待不下去。你应该知道，以你的修为，离开顾族想要生存，无比艰难。”顾初烟突然站起身来，眼中带着戏谑：“曹大哥，你也不想玷污我的身道大吧？”曹布怔了怔，显然没料到这一出。这女人似乎脱离了他的掌控，不过还好，事情正朝着他预料的方向发展。“初烟，我曹布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顾初烟冷笑：“曹大哥，别怪妹妹心狠，只要你告诉我，我不仅不会说出去，还会好好报答你。可你若是不说，明天全族都会知道是你玷污了我。你觉得我爷爷会放过你？”曹布死死盯着顾初烟，眼底闪过一抹挣扎。顾初烟同样紧盯着他，目光中满是期待。他并不想把曹布拉扯进来，只是为了变强，不得如此。就算曹布真的不说，他也不会真的去害他，大不了再想别的办法。好，我告诉你。听到曹布松口，顾初烟眼中迸发出惊喜的光芒：“曹大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曹布无奈地摇摇头，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没人后才压低声音：“初烟，最后问你一次，真要踏上这条不归路，确定以及肯定？”顾初烟斩钉截铁道：“好。”曹布深吸一口气，其实这条路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知道。顾初烟疑惑地皱眉，曹布缓缓地吐出两字：“修魔。”瞬间，顾初烟就变了脸色。曹布继续道：“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不想说了吧？一旦修炼魔功，你将为正道所不容，永世遭人追杀。而且事情败露后，顾族也不可能再留你，到时候你就真的众叛亲离了。原本藏经阁里面有一些魔功，不过后来让义父给销毁了。你若执意要走这条路，只能去外面寻找。”顾初烟低着头，沉默不语。曹布拍了拍他的肩膀：“好自为之。”话落，他转身离去。谁也没有发现他嘴角勾起的那一抹阴冷弧度。光是修炼魔功怎么够？他要的是让顾初烟彻底堕入魔道轰隆。一道闪电划破长空，豆大的雨点砸落下来，雨越下越大，很快就淋湿了顾初烟全身。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落，在地面砸出一朵小水花。顾初烟心里很清楚曹布话中的意思，一旦选择修魔，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了顾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在意的？既然不在乎，修魔又如何？顾初烟仰起头，任由冰冷的雨水砸在脸上。忽然，他笑了，笑声混着雨声，森寒刺骨。既然这世间容不下我，那就用顾云的鲜血来震我的魔心。话音落下，他猛然转身，身影很快消失在雨幕里。不远处，书香院顶楼，苏黎站在栏边，目光锁定顾初烟离去的方向，唇角微翘。心魔已生，倒是块不错的料子。他指尖轻点栏杆，眼底闪过一丝玩味。不过，真正的魔可不是靠修炼魔功就能成的，得彻底疯一回才行。说着，他望向藏风居所在的方向，眼底掠过一丝好奇。坏夫君，你会怎么做呢？还真令人期待啊。
顾足藏经阁深处，一道纤细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中穿梭。顾初烟的手指在玉简间快速翻动，指尖已经沾满灰尘。他从曹布的话语中捕捉到关键信息：这座藏经阁内曾经有过魔道功法。为了那一丝丝的希望，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甚至还动用他爷爷的身份，让藏经阁为他一人开放3天。整整3天不眠不休的搜寻，他的衣袍已经沾满尘埃，发丝凌乱地贴在汗湿的额前。每一块玉简他都反复检查过，可始终一无所获。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他低声呢喃，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一抹异样的光芒吸引了他的注意，在层层玉简的缝隙间，隐约透出一个魔字的轮廓。他的心跳骤然加速，几乎是爬着来到那个角落，颤抖的手指轻拨开上层的玉简，一块布满蛛网和灰尘的黑色玉简静静躺在那里。吞天魔功。当看清玉简上的4个古篆时，顾初烟的呼吸几乎停滞。他死死攥住玉简，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他迅速将玉简收入储物间，衣袖一挥，散落的玉简纷纷归位。随手取了3本羽阶武技做掩护，他快步离开了藏经阁。藏经阁顶层，2道身影一前一后站立。前方那人指尖轻抚摸玉扳指，目送顾初烟远去的身影，唇边掠过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后方老者垂手而立，神情恭敬，正是曹布以及掌管藏经阁的大长老。当初选择控制大长老的原因之一，除了他是9大长老中最强的外，还有他藏经阁阁主的身份。初烟，可不要让曹大哥失望了。这本功法直通大地巅峰，就算天赋再差也能练，就是过程会有点疼，你可要撑住。想要修炼吞天魔功，需忍常人所不能忍，特别是每次突破大境界时，那种蚀骨之痛简直要人命，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若是没有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很容易半途而废。继位大典倒数第3天，夜色深沉，凉风卷着落叶沙沙作响。书香内院，曹布揽着苏黎纤细的腰肢，低声问道：轮回彼岸花炼化的如何了？还剩最后1/5。苏黎依偎在他怀中，轻声道：现在的我已经是准第4重巅峰，一旦完全炼化，应该能突破到准第5重初期。他指尖微动，一条晶莹剔透的琴骨浮现，到时候与冷月同境，给他种下琴骨，应该不会轻易发现。曹不闻言收紧臂弯，在他耳边叮嘱：这几日你专心炼化，争取在继位大典前突破。如果计划实施成功，冷月盛怒之下，将是你下蛊的绝佳时机。苏黎颔首，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媚意。放心，我一定让你如愿以偿，尝尝那冰山美人的滋味。曹布在他光洁的额间印下一吻。知我者，离儿也。苏黎娇躯轻扭，往他怀中挤了挤。今晚就留下来吧。曹布应了一声，眸中金光闪动，悄然唤出系统界面。系统5次抽奖。丁，恭喜宿主抽到极道地兵、极道地兜。丁，恭喜宿主抽到极道地兵、千幻玲珑塔。丁，恭喜宿主抽到神通指定卡。丁，恭喜宿主抽到极品地术绝情剑谱。丁，恭喜宿主抽到无上地经混元不灭经。神通指定卡，顾名思义，在踏入神通境时，能指定修炼一种神通。神通一共有365种，排名越是靠前，神通的威能就越强。混元不灭经，肉身成地的无上地经，共12种，分别为铜皮、铁骨、汞血、玉髓、雷府、心脉、玄窍、不死、不灭、极道、无我、混元。绝情剑谱，适合断情绝爱之人修炼。极道地兜属于防御性极道地兵。千幻玲珑塔属于攻防一体的极道地兵。曹布目光扫过怀中的家人，唇角勾起一抹深意。离儿，有件礼物送你。他轻拍苏黎香肩。苏黎慵懒抬眸，眼底闪过一丝惊喜。什么礼物？这是曹布真正意义上送他东西，他不禁有些小期待。曹布掌心一翻，一件赤红的肚兜凭空浮现，其上经文流转，隐约有凤凰虚影翱翔其中。苏黎瞳孔一缩，那扑面而来的地威令他呼吸都为之一滞。这是……苏黎惊讶地盯着曹布，这种至宝连他都没有，曹布从哪里搞到的？曹布微微一笑，极道地兜，防御性极道地兵，有他护体，灵界能杀你的人不过5指之数。苏黎指尖微颤的接过，轻抚其上纹路，真的送我？他眼眶微红，突然将曹布死死抱住，声音哽咽：连顾晴天都没对我这么好过，布儿。曹布温柔地擦掉他眼角的泪水，坏笑道：要不现在就试试。苏黎脸一红，娇嗔地把肚兜塞回曹布手里。那你帮我穿。好。1个时辰后，为了以防万一，
曹不还是离开了苏黎的温柔乡。顾莹莹那丫头实在让人放不下心，要是真让她发现点什么，那绝对是毁天灭地的。想清楚后，跟苏黎温存完，他就赶紧离开了。回到藏风居后，曹不轻喊一声玲珑，没人应，也没半点动静。曹不立刻反应过来，忍不住摇头苦笑，别躲了，快出来吧。哼！黑暗中传来一声不满的娇哼，语气里满是委屈。曹不见状，故意叹了口气，可惜了，本来想送你件礼物的，既然你不想要，那我回去送给苏黎算了。这话刚落，叶玲珑就从黑暗中现身，双手叉着腰，气呼呼地瞪着他。你敢？曹不故意道。谁让你刚才不出来的？叶玲珑咬着唇，眼眶微微发红，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曹不，我可是你一手养大的，你不疼我，反倒跟苏黎那么亲近，你根本没把我当成你的女人。还有，那苏黎有什么好的？不就是胸比我大一点点，腿比我长一点点，臀比我翘一点点，气质……哼，我看你就是喜欢少妇，不喜欢我们小姑娘。曹不听得一脸无语，这小醋坛子真是没治了。玲珑，你先听我解释。叶玲珑赶紧捂住耳朵，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不听，我不听，你曹不就是喜欢少妇？别狡辩了，我天天跟在你身边，你看少妇和看少女的眼神根本不一样，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曹不满脸无奈，扬了扬手里的小塔。礼物到底要不要？叶玲珑嘴硬道。你送给苏黎的是极道地冰，给我的还能是什么好东西？估计是你自己觉得没用，拿来糊弄我的。曹不，我算看明白了，在你心里，我永远排第二。曹不把小塔递到他眼前，叶玲珑刚要开口，又瞬间闭嘴。他眼睛亮晶晶地接过小塔，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曹不轻描淡写道：千幻玲珑塔。哼，谁稀罕，搞不好就是个破烂玩意儿。叶玲珑当即把小塔往曹不怀里一推，一脸嫌弃。曹不慢悠悠道：这可是极道地冰，攻防一体，苏黎那个只能防御，还得穿在衣服里面藏着，这个能拿在手上，谁都能看见，多适合显摆。下一刻，他手里的小塔瞬间消失。我可跟你说，我才不是因为它是极道地冰才要的。叶玲珑把手里的小塔翻来覆去的看，脸上笑开了花。那个你别生气啊，就算你送我的示范器，我也会很高兴的。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没从千幻玲珑塔上挪开过。曹不看得直扶额，这丫头也不瞅瞅自己说的话，哪有一点可信度？他今晚要是没拿出件跟极道地都差不多的宝贝，估摸着这丫头能一年不理他。不气了？曹不笑着问。叶玲珑轻哼一声：曹不，我跟你说，下次再惹我生气，就算有这种宝贝，我也不理你了。行行行，知道了。曹不无奈应着，自己养大的自己宠呗。叶玲珑满心欢喜的把千幻玲珑塔收起来，打算有空了再炼化。他已经踏入界王境，能运用法则，多少能催动这千幻玲珑塔一丝丝的力量。曹不，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有什么事你就说，只要不太过分，我都答应你。他眉开眼笑的上前挽住曹不的手臂，一眼都看不出刚才生气的样子。曹不摆了摆手，语气带着几分疲惫：没事的话，陪我睡会儿就行。好呀。叶玲珑欣然答应。不久后，床榻之上，曹不只觉怀中温香软玉，倦意渐渐袭来，正要睡去，突然叶玲珑扬起小脸，眼神带着几分犹豫，又有几分坚定，轻声道：曹不，要不你再提一个要求吧。我收了你的礼物，你要是不提些过分的要求，我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我从小吃你的，用你的，现在又收了你的极道地冰，我心有些愧疚啊。曹不闭着眼睛，声音带着几分慵懒：你还知道吃我的用我的？从小到大，你气我的次数自己数过没有？叶玲珑当即反驳，语气带着几分不服气：哼，你还不是经常惹我生气，我们俩这就算扯平了。曹不点了点头：好了好了，睡吧。叶玲珑趴在曹不怀里，嘟着小嘴。突然，继位大典倒数第二天，藏风居的浴堂内，旁边的玉佩突然轻轻颤动起来。曹不靠在浴池边缘，伸手拿起玉佩，用神识探了进去。很快，一道带着委屈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顾云，这都好几天了，我给你发了上百条消息，你怎么都不回我啊？曹不放下玉佩，靠在池边眯起了眼睛。这些天，林柔几乎每隔半个时辰就会给他发一条消息，可他一条都没回。对付这种鱼儿，就得好好调调他的口味，得把他的棱角一点点磨平，让他在患得患失里煎熬着。只有这样，最后收网的时候，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得到想要的结果。一个时辰后，曹不整理好衣物，拿出玉佩，输入灵力，留下几个字：老地方见。几乎是眨眼的功夫，玉佩里就传回了消息：好，我等你，你不来，我就一直等。曹不嘴角微微一勾，朝着浴堂外走去。
没过多久，曹布出现在凉亭附近的青石后面，望着凉亭里那道倩影，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今天不管怎么样，都必须把林柔拿下，以此让他修为突破。这么想着，曹布再次变成了顾云的模样，慢悠悠地朝着凉亭走去。凉亭里，林柔坐立不安，眼睛时不时地看向四周，似在期待什么人出现。怎么还没来？该不会是被李新雪那个女人发现了吧？可恶，这个该死的女人！顾云这么优秀，她凭什么一个人独占？不行，这次说什么都得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个未来的族长夫人必须有我林柔一个位置。他小声嘀咕着，目光又一次扫向四周，恰巧看见前方密林里走来一道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不是顾云又是谁？见他身边没人，林柔顿时欣喜若狂，立刻从凉亭里冲了出去。离着老远，他就激动地喊了一声：“顾云，我在这里！”说完，他一个箭步冲到曹布怀里，把脑袋靠在他的胸膛上，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腰。闻着那熟悉的气息，林柔小脸通红，轻声呢喃起来：“顾云，你知道吗？这几天见不到你，我浑身都不舒服。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你都不回，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林柔依偎在曹布怀里，诉说着这几天的思念。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曹布江在原地一动不动，脸上的神情格外严肃，全然没有往日的温柔。林柔心头一紧，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疑惑地问：“顾云，你怎么了？”曹布深吸一口气，好似下定什么决心：“林柔，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说完，他转身就要走。林柔一个闪身冲到曹布面前，红着眼眶问：“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只觉得心里一阵刺痛，这个混蛋凭什么3言2语就想结束这段感情？曹布脸上掠过一丝痛苦：“林柔，别问为什么，我们真的不合适。”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了曹布脸上，力道之大，差点让他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林柔死死地盯着曹布，一字一句道：“不合适。”说着，他崩溃吼道：“不合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勾引我？现在我爱上你了，你就说不合适？你把我林柔当成什么了？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吗？”林柔攥紧了拳头，他满心欢喜地来见他，到头来却听到一句不合适，这谁能接受？曹布脸上露出痛苦又挣扎的神情：“林柔，当初勾引你是我的不对，可有些事是不能一直错下去的。”看到曹布眼里的挣扎，林柔瞬间明白了什么：是不是李新雪那个女人在逼你？一定是她，是她让你来跟我说这些绝情的话，对不对？曹布摇了摇头：“林柔，不是李新雪，是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话音落下，他转身离去。林柔望着曹布绝远去的背影，眼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顾云！”他突然大喊一声，直接冲了上去。曹布转过身，就见林柔一下子把他扑倒在地。曹布都懵了：“林柔，你这是在做什么？”林柔眼里闪过一抹疯狂：“我不管，我林柔一定要得到你。你不敢对付李新雪，那你就把我娶回去，我去对付她。”不多时，曹布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瓶颈正在松动，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奔涌。下一刻，法香境5重，成了。继位大典倒数第1天，顾族广场上空，顾云与曹布并肩而立，遥望远方，似在等谁。他们身后站着顾云的妻子李新雪、同胞妹妹顾英，还有顾凌霜与顾莹莹。顾晴天的5个子女中，除了冷月的儿子顾风缺席外，其余人全都到场。再往后，9大长老各自带着看重的后辈再次迎候，当然9长老除外。自从顾初烟得到吞天魔功后，他就将自己关在了烟雨院内，不见任何人，哪怕是9长老这位亲爷爷也不例外。恰在这时，远方苍穹陡然撕裂开一道1000丈长的裂缝，吼！一声龙吟震动天地，众人抬眼望去，只见一条万丈蛟龙昂首摆尾，拖拽着一座奢华黄辇，自虚空之中缓缓驶出。黄辇之上，一面绣着夏字的旗帜迎风飘扬。黄辇之后，3万将士整齐列队，气势冲天。这时，黄辇中传出一道浑厚的声音：“哈哈，顾云贤侄，一日不见如隔3秋，这1个月不见，贤侄的修为又有突破了。”蛟龙拖拽着黄辇来到众人前方，一位剑眉星目的男子从中走出。他身着金色龙袍，身材高大，浑身透着令人不敢直视的威严。曹布与顾云几人上前一步拱手：“见过夏叔叔。”身后的9大长老及其后辈抱拳道：“见过夏皇。”夏渊爽朗一笑，上前扶起顾云：“贤侄不必多礼，想当年我与你父亲一见如故，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到让我们仰望的地步。”说着，他指向身后的3万将士：“看到没？为了给你镇场子，朕把亲卫军全带来了，
他们可都是神通境以上的高手。顾云扫过一眼，面露欣喜，再次抱拳：“多谢夏叔。”夏渊开怀大笑，拍了拍顾云的肩膀：“贤侄这就见外了不是？”随即两人开始攀谈起来。至于一旁的曹布，夏渊连一丝眼神都没有施舍。曹布微微一笑，自顾自地站在一旁当起绿叶，衬托两人的不凡。顾族乃是建州的主宰，拥有5大附庸势力，分别是大夏皇朝、宋家、玄天宗、幻阴方、血照殿。幻阴方有些特殊，虽是顾族附庸，却要另当别论。至于剩下的4大势力，都是不朽级圣地。当年他们都是顾晴天的小弟兼兄弟，俗称天命投资人。顾晴天飞黄腾达后，自然没忘他们，经过数百年发展，将他们的势力从原本的1、2流提升到了不朽圣地。夏渊当年不过是大夏王朝的9皇子，投资顾晴天后得到的反哺就是登基为帝，让大夏从王朝一跃成为不朽皇朝。运朝的势力等级与家族、宗门有所不同，划分为诸侯国、王朝、不朽王朝、皇朝、不朽皇朝、帝朝、不朽帝朝。王朝需要有破虚境强者坐镇，以此类推，不朽圣地需要有界尊强者坐镇。若是夏渊有朝一日能突破准帝，大夏将晋级为帝朝，而不朽帝朝必须有大帝坐镇。幻阴方则是新晋的不朽帝宗，这应该就是小阴丫头吧。夏渊与顾云夫妇客气一番后，走到顾阴身前。顾阴盈盈一礼：“见过夏叔。”夏渊点了点头：“好好好，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说着他又走向顾灵霜、顾莹莹，接着是9大长老，最后才来到曹布面前，佯装客气道：“小布啊，刚才朕老眼昏花，没看见你，你不会介意吧？”顾云与李新雪见此情景，相视一眼，都露出看好戏的神色。在顾族这个集团里，除了他们夫妻2人，就属4大附庸势力之主，对曹布没什么好脸色。曹布摩挲着墨玉扳指，不失礼貌地笑道：“虾皇说笑了，义父常说跟虾皇相处不必拘礼，我站在这儿挺好，倒是劳烦虾皇特意过来，真是折杀晚辈了。”夏渊眸光微微眯起，旁人听不出其中门道，他却听得真切。这夏皇与虾皇可是天差地别。再者，曹布话里的意思并不是他在这里等候，反倒是自己专程来向他请安。念及至此，他那素来威严的面庞上罕见地闪过一丝怒意，不过转瞬就消失不见。贤侄果然伶牙俐齿，难怪顾大哥总夸你聪慧过人。夏渊冷眼盯着曹布，不过是认了个好义父，真当自己了不起，终究只是顾族的一条狗罢了。曹布笑道：“虾皇谬赞。”夏渊皱起眉头，这小子还真是长了一张利嘴。他不动声色地挥了挥衣袖，不再理会曹布，转而对身后喊道：“天儿、晶晶，你们过来一下。”一男一女从黄撵旁走了过来，夏渊连忙对顾云介绍：“这是朕的太子夏天，还有小女夏晶晶。”说罢又对身后2人吩咐道：“还不快见过你们的顾云大哥！”夏天与夏晶晶连忙行礼：“见过顾云大哥。”顾云连忙抬手虚服：“2位弟弟妹妹不必客气。”说着他的目光在夏晶晶身上扫过，恰见夏晶晶也在看他，2人对视一眼，又瞬间移开目光。顾云神色平静，夏晶晶的双颊不由泛起一抹红晕。夏皇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眼底闪过一丝喜色。他将夏晶晶带来地目的不就是这个？若是能成，那自然完美；若是不成，只叹可惜。一旁的李新雪暗自皱眉，冷冷地扫了夏晶晶一眼。现场的氛围顿时有些怪异，无人注意到还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夏晶晶。毋庸置疑，正是曹布。他扫过夏晶晶那优美的身姿，暗暗点头。这女人的原因还在，修为比她高，若是能得到，对她的修炼大有裨益，过后得想办法弄来宠幸一番。就在这时，远方苍穹之上再次撕裂开一道裂缝，磅礴气势从中喷涌而出。贤侄，宋叔没来晚吧？一道流光从虚空裂缝中冲出，落在顾云面前，光芒散去，显露出几10道人影。顾云连忙上前：“见过宋叔叔。”宋家主连忙抬手虚服：“贤侄不必客气。”这时夏渊凑上前来打趣道：“宋浩，你来晚了一步。”宋浩白了夏渊一眼：“你以为谁都能跟你比？用蛟龙当坐骑，要不是看在顾大哥的面子上，龙族早就上门找你麻烦了。”夏渊哈哈一笑，这事的确与顾晴天有些关系，但也不全是。对真龙一族而言，他们并不承认蛟龙是龙族，除非蛟龙蜕变为真龙，他们才会庇护。至于奴役真正的龙族，他可没那个胆子，就算是顾晴天也不敢这么做。灵界诞生以来，有记载的飞升强者约有上百位，其中龙族强者占了5位。他们虽然没有顾晴天那般惊世骇俗，却也是当年的一大传奇。我以为自己已经来得够早了，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早。
又一道光芒从虚空裂缝中冲出，降临在众人不远。只见来人身着玄袍，身形魁梧，满脸胡渣，身后同样站着几十人，且与宋家的人一样，每一个的修为都在界王级以上。哈，各位，我血无痕来也！虚空中再次冲出几道血芒，降临在玄袍男子身旁。两人相视一笑，朝着顾云走去。顾云连忙上前迎接，见过血叔叔、秦叔叔。血无痕一袭血袍，身形修长，他指着身后几人说：“贤侄，为了让你的继位大典顺利进行，血叔叔把我血照殿的5大金牌杀手都带来了。”顾云感激道：“顾云在此多谢几位叔叔。”接着，顾云与4大势力之主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熟络起来。曹布在不远处望着这一幕，嘴角微微勾起，特别是在其中几个女子身上扫过，眼底闪过一丝晦暗。就在此时，血无痕突然问道：“对了，女帝会不会来？”嗡！虚空猛然一颤，远方浮现出一道更为庞大的空间裂隙。唰！众人同时抬眼望去，裂隙深处，一位身着玄色长裙的绝代佳人缓步走出。她身姿窈窕修长，墨色长发垂落至腰间，紧身黑衣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胸前饱满呼之欲出，纤腰不盈一握，裙摆开叉处露出的2条雪白长腿，每迈一步都晃得人眼晕。那张脸更是美得令人窒息，眉如远黛，眸似翠冰，红唇紧抿，周身萦绕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凛冽气场。就在这时，2道倩影凭空出现在他身侧，正是苏黎与冷月。如烟，随我们来。2人声音清脆，异口同声道。柳如烟轻轻颔首，墨发微扬间，3人化作3道流光，自众人头顶掠过，只留下淡淡的清冷香气。夏渊见状，语气酸溜溜的：“同样是附庸，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宋浩拍了拍他的肩膀，打趣道：“老夏，你怕是忘了，人家当初差点成了顾族第4位主母。况且幻音方答应效忠顾族100年，如今100年之期将至，柳如烟也快恢复自由身了。还有你别忘记，他已经成帝了。”夏渊点了点头，似是想到什么，悠悠一叹，也不知谁能入得了柳如烟的眼。宋浩轻哼一声，整个灵界怕是没人配得上他。夏渊深以为然，是啊，这位可是连顾大哥都得不到的女人，100年成帝，试问谁敢与之争锋？连顾大哥都略有不如，如此角色怕是注定孤独一生。曹布望着柳如烟远去的背影，眼底暗芒涌动。当初顾晴天追了柳如烟10年，连他的一个正眼都没得到。后来2人立下赌约，柳如烟输了，才答应为顾族效力100年。她不仅是顾晴天得不到的女人，更是灵界所有至强都得不到的存在。传言当年有邪修想强行得到她，最后柳如烟安然无恙，那些邪修从此销声匿迹。这其中不乏一位大地巅峰的存在，无论是相貌身材还是天赋修为，柳如烟都是灵界绝巅，号称100万年难得一见的绝色美人，也是当今灵界公认的第一女神。在看到柳如烟的第一眼，曹布心中就多了一个目标，征服她，占有她，给她一个温暖的家，无论用什么手段，至少要得到她的第一次。想到这里，他眼底的暗芒炽烈了几分。突然顾莹莹凑过来，一脸嫌弃：“大哥，你刚才笑得好邪恶啊！”曹布立刻收敛笑容，转头瞪了他一眼：“这叫邪恶，这是欣赏。”顾莹莹认真点头：“真的，我刚才看了都浑身汗毛倒竖。”曹布迅速扫视一圈，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问：“没人看见吧？”顾莹莹摇头：“没人注意，你忘了，你在族里就是个废物，除了我，这顾族还有谁会关心你？”曹布嘴角一抽，在他眉心弹了一下：“不会说话就少说，有你这么说大哥的。”顾莹莹吐了吐小香舌，拍着他的肩膀，一脸豪气：“放心，废物又如何？这顾族有姑奶奶我罩着你。”说着还对曹布俏皮的眨了眨眼。曹布装模作样的抱拳行礼：“多谢姑奶奶。”顾莹莹顿时眉开眼笑，小下巴微扬：“懂事。”夜晚，顾族宴会厅内灯火通明，曹布独自坐在角落，一边饮酒一边欣赏宴会厅前方的几道倩影。这样的场景他早已经习惯，作为顾族的边缘人，他向来是人群之外的存在。这时苏黎的传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怎么样，这女人如何？”曹布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传音回应：“极品尤物。那我与她相比，孰强孰弱？”苏黎紧追不舍，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较劲。曹布淡淡道：“你们是2种不同风格，没法比较。”苏黎好奇疑问：“我是什么风格？”曹布道：“你是倾城少妇，她是绝代佳人。”苏黎俏脸一红，继续问：“那若是我18岁，她也是18岁，你选谁？”曹布没有丝毫犹豫：“2个都要。”苏黎传音微怒：“坏蛋，只能选一个。”曹布斩钉截铁传音：“
2个都要。苏黎没好气道：“你还真是贪。”顿了顿，他话锋一转，直奔主题：“想不想得到他？”曹不沉声道：“连大地巅峰都没得手，你一个准帝能有什么办法？”苏黎道：“忘了你是怎么把我勾到手的了。”曹不差点把酒喷出来：“你知道我当初是在勾引你？”苏黎没好气道：“以前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自从那事之后，你心里那点花花肠子我一清二楚。”曹不佯装不满：“女人有时候别太聪明。”苏黎没接这话，而是再次追问：“怎么样，有没有把握？”曹不摇头：“试试就知道了。”苏黎自信道：“你把《洛神赋》《长恨歌》《清平调》《蝶恋花》这4首随便拿出来1首，都足够惊世骇俗了。”曹不皱眉：“你不是说这4首只属于你，不准我再对其他女人用吗？”苏黎道：“这次破例允许你用，不过仅此一次。”曹不不着痕迹地点头：“行。”传音结束，苏黎当即起身，对守卫的柳如烟笑道：“如烟妹妹，不如这样，让大家为你作诗1首，谁的诗能让你满意，你就赏他1件宝物，如何？”听到这话，柳如烟还没表态，夏渊几人已经忍不住答应：“好，朕看可以。不如就以美貌为题，写诗表达对女帝的倾慕之情。”其余人也纷纷附和，连青帝这位有妇之夫都按捺不住。柳如烟临界至强女神的称号绝非虚传，无论单身与否，心中都藏着一个得到她的梦。若是能在她面前表现一番，谁会不愿意？眼见氛围到位，柳如烟不好拒绝，她冷淡点头，红唇轻启：“好，我先来。”夏渊第一个按捺不住，要是能让柳如烟记住他的名字，他死也值了。宴会厅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夏渊身上。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冰肌玉骨凝霜雪，眸转星河样月华。”几息过后，诗句落下，全场响起阵阵惊叹：“久久不息老夏，没想到你还有这口才。”宋浩捶了下夏渊的胸口，夏渊面露得意，抬眼望去，却见柳如烟自顾自品茶，似乎这首诗没引起他半分注意。他脸上的得意慢慢褪去，无奈的摇头叹息。宋浩连忙安慰：“没事，要是这么容易就打动女帝，也轮不到我们了。”夏渊点了点头，全当自我安慰：“好，本帝来做1首。”林啸天也按捺不住，谁不想在女神面前表现一番？他不顾赵薇的阻挠，站起身朗声道：“修真界里他最亮，一颦一笑全程当，回眸电翻3000修，跺脚。”林啸天一脸懵逼地看着捂住自己嘴的赵薇，眼中满是不解。赵薇一脸黑线，传音道：“你做的什么狗屁？看看他们的眼神。”林啸天余光一扫，见众人面色平静，嘴角却微微抽搐，显然对他的诗有意见。他老脸一红，连忙干笑：“你们来，你们来，本帝喝酒就行。马德，我做的诗也不差，怎么这些人的眼神这么古怪？”再看柳如烟，神色毫无波澜，他顿时泄了气。这女人还真是难打动。接下来，众人轮流作诗，却没有一句能让柳如烟的神色有丝毫波动。顾云作为压轴，最后一个作诗，得到的反响仅次于夏渊，这不免让他有些得意。虽然没能引起柳如烟的注意，可他也没泄气，毕竟这可是连他父亲都得不到的女人。由此可想，想要得到柳如烟的倾心有多么困难。这时，他瞥见一旁独自饮酒的曹布，计上心来：“大哥，我们都给女帝做了诗，你是不是也该来1首？放心，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你不必有心理负担。”听到这话，无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曹布的人，都将目光落到了他身上。一旁的顾莹莹看不下去，指着顾云道：“顾云，大哥就在这里喝酒，招你惹你了？你难道不知道大哥连字都写得歪歪扭扭，还让他作诗？”顾云面露不满，这丫头不叫自己大哥，反而对曹布如此亲近，他哪能忍？当即冷笑道：“是吗？难道我父亲顾剑仙的义子居然是个猛夫？还是说他从小就没得到良好的教育，连区区1首诗都做不出来？我看还是滚出我顾家算了。”顾云、顾莹莹气得小脸通红，正要反驳，曹布已经先一步打断他：“莹莹，算了，大哥。”曹布将酒杯重重砸在桌上，起身负手，转身向厅外走去。望着曹布的背影，顾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整个顾族只需要一位大哥，那就是他。曹布必须离开。就在此时，宴会厅外传来曹布淡淡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孤峰绝色冷霜颜，但指天青傲世间。不借东风不以月。”厅内刹那间陷入死寂。唰，
几乎是在诗句中断的瞬间，守卫的柳如烟猛地抬眸，他死死盯着门口，似在期待着什么。在场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女帝居然抬眸了，这怎么可能？多少年来，多少惊才绝艳之辈在他面前现身现附，别说让他抬眸，就连一丝多余的表情都难以求得。今日居然为了一个废物破了例。顾云双拳紧握，面露杀机。他父亲倾尽10年真心都得不到的女人，曹布这个废物凭什么能让女帝动容？顾莹莹双手紧紧按在胸口，小脸涨得通红，眼里满是崇拜。望着曹布那走路都带风的背影，他忍不住惊呼一声：哇，大哥也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我的男神！夏渊紧紧盯着厅外远去的背影，银牙紧咬，一个废物居然有如此才情。可这诗分明还差最后一句。恰在这时，首座的柳如烟中是按捺不住，清冷的声音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还有一句。话音落下，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厅外才淡淡飘来一句：独断万古柳如烟。轰！这7个字落地的瞬间，在场之人心神俱震，脑中嗡嗡作响。独断万古4字何其狂傲，却又精准地戳中了柳如烟那份俯瞰众生的孤傲与强大，将他的角色、他的实力、他的风骨全浓缩进这短短28字里，余韵无穷。柳如烟猛地站起身来，玄色裙摆扫过椅面，带起一阵疾风。他望着门外，声音里第一次染上明显的急切。失明。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殿外沉沉的寂静，那道身影早已经远去，再无半分声息。一旁的苏黎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看着柳如烟失态的模样，看着满厅人震撼的神色，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他就知道这招管用。一旁的冷月将这首诗翻来覆去念了好几遍，眼里闪着异样的光。他望向厅外早已经消失不见的背影，心头冒出一丝好奇。似乎从来没有人真正了解过这位顾族的特殊人物。遥想这几百年来，这位顾晴天的义子都过得极为卑微。要知道天桥境修为在其他地族那都是打杂的，甚至连打杂都不配。也是他顾族发展较短，不然曹布这种修为真的就是蝼蚁中的蝼蚁。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却在逐渐展露锋芒，这一切是否在预示着什么？一时间他眼神闪过一丝莫名之色，看来得注意一下这位义子了。如烟，这首诗你觉得如何？苏黎笑问道。柳如烟点了点头。好。一旁的冷月补充道。我看不只是好这么简单。如烟，这首诗完全是为你量身打造的。第1句写你的角色，第2句写你的实力，第3句写你的风骨。只是……冷月望向苏黎，苏黎轻轻摇头，两人都望向柳如烟。如烟，这最后一句写的是什么？你应该懂吧？苏黎问道。如果前3句只是让柳如烟吃惊，那么最后一句则是令柳如烟震惊。前3句他只是抬眸，最后一句他直接站起来询问失明，由此可见这最后一句的厉害之处。只是他们大概理解最后这句的意思，无外乎是夸柳如烟牛而逼之。可第2句已经表明柳如烟的实力，这再来一句会不会有些重复？只有柳如烟知道最后一句话的分量，无人知道其实他是上界大能转世。就在不久前，他突破大地，觉醒了前世的记忆。如果把前世的一切都囊括进来，刚好印证了这首诗的最后一句：独断万古。不错，他前世之能乃是上界最顶级的几位之一，说是独断万古也不为过。莫非他转世重修这事，这人看出来了？还是说对方和他一样，同为大能转世重修，一心要踏上更高的巅峰？如果真是这样，对方为何能看穿他，他却看不穿对方？他叫什么名字？柳如烟眼中透着一丝好奇。如果这人真是转世重修，还能以弱小的修为看穿他，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人的前世比他还要牛逼。这样的人在上界并不存在，那就只能说明这人的前世或许来自比先更强大的存在之地。他叫曹布，晴天的义子。冷月解释道。柳如烟眸光闪烁，轻声低语：原来他就是顾晴天的义子。
倒是听说过是一个了不得的人。他并不似其他人一样见曹布修为低就看不起，拥有前世记忆的他知道，这世间万事万物都拥有不确定性，谁又能确定当年弱小的蝼蚁不会成为一方霸主呢？他住在哪里？柳如烟继续问。这把在场的人震得不行，不会是柳如烟真准备去询问这首诗的诗名吧？苏黎眼中笑意连连，轻声道：藏风居。继位大典当天早上，曹布与顾云以及9大长老已经来到顾族山门前，迎接各方势力的到来。今天的顾族格外森严，把能动用的所有力量都展现了出来。每座山峰之巅都有一位界皇坐镇，还有巡逻的守卫，这些守卫都是由顾族与4大附庸势力重新打乱编制而成，每人修为至少破虚境，10人一小队，100人一大队。虽然不如其他地族，可别忘记顾族从弱小到如今才发展不到400年，而其他地族哪一方不是成名已久，底蕴至少在10000年乃至10万年以上，甚至有的不朽地族已经传承100万年之久，底蕴之深厚远不是顾族能比的。虽然顾族势弱，可如今的顾族却是灵界任何势力都不敢招惹的存在。或许要等10000年过后，等顾擎天留下来的手段慢慢用完，顾族才会与普通的地族一般无二。就在这时，顾族山门外的苍穹之巅，数10道裂缝同时撕裂开来，浩瀚如渊的气息从中传出。紧接着，一道道浑厚的声音响彻在苍穹之巅。燕州无尽火域域主萧凌携青莲地心火前来祝贺顾剑仙之子继任族长之位。北冥炸天帮帮主徐风来携极道地兵一品灵气前来祝贺顾剑仙之子继任族长之位。东荒斧头帮帮主坤哥携极道地兵7品灵气前来祝贺顾剑仙之子继任族长之位。藏州藏爱家族、中州神偷门、妖州龙族、青州狗圣宗、荒州丐帮、新州咸鱼教，这些到来的势力至少都是圣地皇朝级别。曹布与顾云连忙上前迎接，各位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快快请进。顾云上前客气抱拳，今天的他打扮得格外精神，已经有半分族长的威严。曹布紧跟在顾云身后，面带和善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顾云族长，这是我炸天帮送的极道地兵，你收下。徐风来递过来一个盒子，顾云接过，不动声色在盒子底部抠了一个洞，探清里面的东西后，他面色变得铁青。徐风来笑问道：怎么，顾云族长觉得我炸天帮小气？我可告诉你顾族长，这可是我炸天帮唯一一件极道地兵。顾云嘴角抽搐，一时间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当场打开看吧，有些不礼貌；不打开看，直接收了吧，这不成冤大头了。徐风来笑眯眯地盯着顾云，眼睛一眨不眨。曹布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抬手把盒子从顾云手里接过，从顾云扣出的洞口摸了一下。鉴定完毕，丢在路边狗都不要的一品灵气。顾云见曹布将盒子抢了过去，正要发怒，这傻逼，你收了以后可是真要还一件极道地兵的，这废物不仅废，还踏马傻。却见曹布突然大声开口：炸天帮极道地兵1件。大长老，你用我顾族最高规格的封条将这盒子封存，务必标注清楚是炸天帮所赠，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以后徐帮主大婚，我们再原封不动地还回去。顾云闻言一愣，下意识地深深看了曹布一眼。这话虽说听着有些失礼，可仔细一想，总比将来真要还一件实打实的极道地兵要划算得多。更何况这话是从曹布嘴里说出来的，真要论丢脸，那也是曹布丢脸，他这个族长半分面子都不会折损。难怪父亲会如此看重他，这替人挡枪化解麻烦的本事还真是旁人比不了的。顾云立刻反应过来，连忙对曹布呵斥一声：大哥，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什么叫原封不动的还回去？真要还礼，也该找一件更好的回赠才是。曹布连忙躬身赔罪，态度恭敬得很：是，族长说的极是，是我考虑不周，失言了。两人一唱一和，让顾族保住了1件极道地兵。顾云再次看了曹布一眼：
好像也不是特别讨厌。可恶，他就捧了我几句，我怎么能开心呢？不行，还是得把曹布赶走。徐凤来紧紧盯着曹布，内心已经把曹布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极道帝兵啊，他炸天帮都没有，本想着从顾族这里忽悠过去一剑，谁想让曹布这个死仔打乱了。他也不怕顾云当场拆穿，大不了说是下人准备错了，反正他脸皮厚。可曹布这一手，直接让他损失一件极道帝兵。好好，这小子我记住你了，你就等着我炸天帮100万书友轰炸你吧。曹布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徐帮主，请。徐凤来冷眼扫了曹布一眼，迈步进入顾族。在不远处，斧头帮帮主坤哥看了看手里的盒子，连忙对身后的人道：“把准备好的不朽圣器黄金斧拿来。”身旁一个小弟疑惑地问：“帮主，我们与这顾族又不太熟，给不朽圣器会不会太贵重了？”坤哥气得在小弟头上敲了一把：“你他妈让我一个不朽地级势力拿7品灵器送礼，被人知道了还不得贻笑大方？”小弟执拗地问：“可这7品灵器是你自己准备的？老帮主让你拿不朽圣器黄金斧，你说顾族不配？”坤哥双眸一瞪，对着身后的小弟道：“打！把他按在地上，往死里打！不止斧头帮这里，有很多想要白嫖的势力，赶紧把手里的垃圾换掉。本来是想要贪一波的，看来是没戏了。”一时间，诸位势力的代表人物看向曹布的目光多多少少有些不满。“顾族长，这是我斧头帮送的不朽圣器黄金斧，你收好了。”坤哥笑呵呵的把盒子打开，递了过去。顾云面色一喜，对于一般关系的势力来说，不朽圣器送的刚好，于是他笑着抬手：“帮主请。”坤哥点了点头，经过曹布身边时，投去伪善的笑容。马德，这柄黄金斧他看中的，就这样送给顾族了，都怪这个叫曹布的小子。他当即拿出一个小本本，将曹布的名字记录上去。曹布在一旁瞥见这动作，嘴角狠狠一抽：“一件不朽圣器，至于吗？这样抠门的不朽地宗，他还是第一次见。”接下来，经过刚才的小事故，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没有大帝到来，可各大势力都派遣了一位本势力中地位不一般的人前来。时间一晃，整个灵界有名有姓的势力已经基本到齐，迎接事宜也快进入了尾声。恰在这时，顾云余光一扫，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密林中，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他仔细看去，面色一变，这人居然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瞬间，他明白了，就是这人玷污的顾初烟，然后陷害给他的。今天他一定要亲自抓住这个混蛋，要不是对方，他这1个月也不会一出门就让族人指指点点，最后搞得他只能在香消院修炼，除非必要的事情才出去一趟。顾云看了一下距离继位大典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应该够了。他当即对曹布道：“大哥，你在这里替我迎接还没来的势力，我回香消院准备一下继位大典前的准备。”话音未落，他人已经冲了出去。曹布望着顾云远去的背影，嘴角微微勾起，好戏要来了。这假扮顾云的人自然是叶玲珑假扮的，有他在，这次计划就要顺利许多。界王一重加上9转玲珑体，他有自信，顾云抓不到他。当即，曹布对一旁的大长老叮嘱一番：“大长老，我回藏风居换一套衣服，你们在这里看着。”说罢，他当即转身离去。不多时，在靠近墨月居不足10里的位置，苏黎的传音传来：“你快点，我拖不了冷月多久。”曹布嘴角微微勾起，经过一个青石后面时，再出来已经变成顾云的模样。他来到墨月居外，敲响了院门。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丫鬟，看到曹布，他当即行礼：“见过族长。”曹布微微一笑：“双妹在不在里面？”回禀族长，小姐正准备出门。丫鬟回禀道。曹布颔首：“带路，我找他有些事情要了解。”是，族长。丫头转身带起路来。就在要靠近顾灵霜的寝殿时，丫鬟拦住了曹布的去路：“族长请稍等，我这就去请小姐出来。”说罢，丫鬟刚转身，就感觉后脖子一疼，元神瞬间遭受震动，昏迷过去。曹布把丫鬟踢到一边的角落里，
当即走进了顾灵霜的寝殿。看到曹布到来，寝殿里面的丫鬟连忙行礼，拜见族长。曹布颔首，命令道：“你们出去，本族长有要事与双妹谈谈。”闻言，丫鬟们对视一眼，面露犹豫。曹布厉喝一声：“滚！”丫鬟们浑身一颤，不得不顾及顾云如今的地位，转身离开了寝殿。眼见丫鬟们都在殿外站着，曹布再次怒喝一声：“去院外！没有本族长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丫鬟们犹豫一番，还是退出了墨月居。这时，顾灵霜从内室走了出来，只有他一个人。“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顾灵霜当即面露不满，这是他的寝殿，还没有一个男人进来过。顾云此举已经冒犯到他了。曹布看到丫鬟们都退到了院外，当即转身，不动声色地关上房门，同时拿出一张隔音符箓引动，在顾灵霜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又将一张封印符箓打入了他体内。霎时间，顾灵霜花容失色，面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根本没料到曹布会突然出手，以至于连防备都没有。几乎是在下一瞬，他就想到了顾初烟的事情。顾初烟与他讲过，当时顾云就是这样对他的。大哥，你想干嘛？他强自镇定，让自己的心情不那么害怕。可已经猜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的他，怎么还能镇定？曹布靠在门缝上，舔了舔嘴唇，发出一声邪笑：“结。墨月居外，丫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的手足无措。”顾云族长放着继位的事情不管，反倒有空跑来这里，还把我们都赶出院外，真是怪事。一个丫鬟疑惑地嘀咕一声，这话引起一个机灵点的丫鬟注意。她想到了最近顾族流传的流言蜚语，顿时吓得花容失色。当即，她对这名丫鬟道：“你去通知附近的巡逻护卫，我去告诉二主母。”这丫鬟眨了眨眼，也是立马反应过来。两人快速离开人群，朝着各自的方向疾驰而去。其他丫鬟面面相觑，不过也很快反应过来。当即，所有丫鬟纷纷行动起来。这次参与继位大典的人数极多，顾族几十座山峰乃至四方城池都挤满了人，需要的巡逻护卫本就数量庞大，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各院的护卫早已经被抽离。看着其他离开的丫鬟，余下的丫鬟站在原地急得不行。他们想进去阻止，可顾云如今是族长，他们区区丫鬟怎敢造次？况且顾云拥有界王修为，岂是他们能阻挡的？未经之计，只能等二主母回来主持大局。2分钟后，叮！恭喜宿主继承度提升2%，获得2次抽奖机会。曹布转身从窗户一跃而出，他现在必须找个地方炼化，不然迟则生变。曹布翻墙离开墨月居后，径直朝香霄院赶去。隔着数百米，他望见香霄院内走出的李星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再犹豫，他化作丫鬟模样，慌慌张张朝着李星雪跑去。族长还在山门口迎接各大势力吗？李星雪对身旁的丫鬟问道。丫鬟回道：“回夫人，我刚才去的时候，大长老说族长有事离开了。”李星雪眉头一皱，继位大典即将开始，顾云本该来找他一同前往祠堂，难道又偷偷去找林柔谈情说爱了？这个可恶的女人，看来是真要和自己争。既如此，就别怪她心狠手辣了。恰在这时，一道急切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夫人，不好了！”李星雪停下脚步，望向气喘吁吁跑到眼前的丫鬟，皱眉问道：“什么不好了？今天少主继位，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信不信本夫人现在就让你滚出顾族？”曹布不动声色地扫了李星雪一眼。今天的她端庄大气，又韵味十足，一袭紧身紫裙勾勒出上半身的曲线，下半身藏在裙中，露出的一截小玉足格外精致。绝美的容颜兼具大家闺秀的端庄与一丝魅惑，这反差让曹布心头发热。夫人是真的出事了。曹布喘了几口粗气，急忙道：“顾云族长刚才冲进了墨月居，把我们这些丫鬟全都赶了出来。我们想到最近关于族长的流言蜚语，心里有不好的预感，就赶忙来找您了。夫人，还请您去把族长叫出来，不然二主母回来，怕是不好解释。”
李新雪一时没反应过来，皱眉问道：“进墨月居怎么了？他即将成为族长，哪里去不得？”曹布急忙解释：“可族长直接进了凌霜小姐的房间，还把房门关上了，现在里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话音刚落，李新雪面色骤变，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跟着他的丫鬟们面面相觑，也想起了最近故族流传的飞言蜚语，一时间吃瓜的心思大起，不顾曹布，急忙朝着李新雪的方向追去。望着李新雪远去的背影，曹布嘴角微勾：“玲珑，这计划能多完美，就看你那边的表现了。”当即，他转身朝藏风居赶去。回到藏风居，曹布对颜如玉命令道：“准备好温水，我待会儿要沐浴。”“是，主人。”颜如玉没多想，当即去准备了。曹布来到修炼室，马不停蹄地开始炼化体内的力量。不将这股力量化为己有，他不能出现在顾云等人面前，否则容易出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炼化，他不再理会其他，专心投入其中。另一边，顾族山林间，两道一模一样的人影擦肩而过。顾云看着远处逃走的顾云，加速追了上去。叶玲珑回头看了眼顾云，又望向山峰中部的一座院落，当即朝那里飞去。没多久，他来到正院门的侧面，透过墙角看到正门口焦急等待的丫鬟们。他又回头看了看山下追来的顾云，随即在顾云的视线中翻墙进入墨月居，消失不见。顾云见状，二话不说也翻墙进入墨月居。只是他追得急切，第一时间没发现这里是墨月居，加上顾族许多建筑相差不大，他丝毫没察觉自己已经落入圈套。顾云踏入墨月居不过几息，李新雪的身影就出现在院门外。门口的丫鬟们见状，齐齐行礼：“拜见夫人。”李新雪点了点头，问道：“族长真在里面？”丫鬟们齐声应道：“在。”闻言，李新雪脸上闪过一丝害怕与犹豫，她死死盯着院门，掂量着开门后的结果。再三犹豫后，她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推开院门走了进去。丫鬟们见状，连忙快步跟上。顾凌霜的寝殿外，顾云正小心翼翼地环顾着四周，神经紧绷地警惕着另一个顾云的偷袭。突然，他听到一声似有若无的抽泣，当即循着声音来到一扇窗户边，确认声音从里面传来后，就跳了进去。刚绕过一道拐角，就见不远的床榻上，一个有些熟悉的女子蜷缩在锦被中，无助地抽泣。他先是一怔，紧接着瞳孔剧烈收缩，瞬间反应过来，二话不说，转身就想从圆窗逃出去。可脚刚踏上窗沿，身后的房门便砰的一声被人一脚踹开。顾云猛地转头，恰好与闯进来的李新雪四目相对。刹那间，顾云只觉大脑狠狠一缩，眼前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摇晃。静，死一般的静。顾云缓缓收回脚步，转身对上李新雪的眼睛。瞬间，寝殿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只有顾凌霜那若有似无的抽噎声传来。李新雪缓缓转头看去，隔着10几米的距离，一眼就瞥见顾凌霜的惨状。他猛地转回头，死死盯着顾云，眼眶已经变得通红无比。是他不够好吗？为了讨这个男人欢心，他特意挑了那件薄如蝉翼的红色纱衣，还特意去请教别人怎么跳舞。可到头来，他居然还是去找了别的女人。找就找了，哪怕找的是林柔，他都不至于气成这样。可这个混蛋居然心血，我是被人陷害的，你要信我。顾云见他眼神不对，急得脸都白了，连忙摆手辩解。李新雪愣了愣，满脸怀疑的上下打量他。不对，你是假的顾云。话音刚落，他抬手照出一柄圣剑，带着凌厉的劲风直刺顾云面门而去。新雪，我是真的顾云。你别，不对，我不是顾云。顾云慌忙侧身闪躲，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简直欲哭无泪。他现在是承认顾云不对，不承认也不对。李新雪冷哼一声，剑招更猛。当初就是你假扮我夫君，玷污了顾初烟，现在又对凌霜下手。说，你到底是谁？顾云咬了咬牙，赶紧解释。新雪，我真是顾云，但玷污顾初烟和凌霜的事绝不是我干的。我刚才发现一个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一路追过来，谁想他把我引到这儿来了？李新雪根本不信，冷哼道：“我夫君聪明绝顶，才不会这么容易上当。你要编瞎话，也得先掂量掂量他的智商。”顾云听得又欣慰又无奈，开心的是自己在李新雪心里这么聪明，可他刚才一门心思要抓住那个冒牌货，根本没多想，就连这里是墨月居，也是看到顾凌霜后才反应过来的。新雪，你先停手行不行？我们坐下来好好说。顾云一边闪一边劝。李新雪眼中杀机暴涨，杀了你，正好还我夫君清白。见李新雪招招致命，是真把他当成冒牌货了。顾云也没办法，只能拿出一柄圣器，专心防御。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打到墨月居上空，恐怖的界王气息瞬间扩散开来，惊动了所有前来观礼的各大势力。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势力之人从山峰间飞到上空，聚集了过来。10万、20万、30万、100万，几乎将墨月峰围得水泄不通。顾云环视一圈，面如死灰。今天这事要是处理不好，怕是要成灵界最快传遍的大新闻。到时候他顾云绝对要身败名裂，成为人人喊杀的畜生，成为顾族的耻辱，成为顾晴天身上永远抹不去的污点。他大脑急速运转，寻找这次陷害中的漏洞。几息前，100里之外的山峰顶上，5道人影静静伫立。结界里，冷月和苏黎盘膝而坐，周身萦绕着淡淡的法则道韵。突然，苏黎猛地睁开双眸，一股准地5重的强悍气息冲天而起。他直接站起身，看向站在一旁的柳如烟，脸上满是激动。如烟，太谢谢你了。柳如烟笑着摇头，就算没有我，你半个月内也能突破。苏黎却是摇头，话是这么说，但你刚才讲的轮回之道让我茅塞顿开，现在我对轮回法则的理解更加清晰，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也能成帝。柳如烟点点头，目光转向一旁的冷月，却见他也睁开了双眼，脸上满是失落。冷月，你一点都没领悟。柳如烟有些疑惑，按理说他这位仙界大能亲自讲道，还特意针对冷月的月之大道细讲，没道理一点收获都没有。冷月摇了摇头，眉头紧锁，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总觉得心绪不宁，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苏黎眼底闪过一丝暗芒，上前安慰，能有什么大事？你是担心有人来捣乱，破坏鱼儿的继位大典？放心吧，有如烟在，整个灵界谁敢来撒野？他话音刚落，就见远处一道倩影急匆匆飞来，嘴里还喊着：“二主母，不好了！”柳如烟见状，抬手撤去了结界。丫鬟落地后，跌跌撞撞地朝这边跑来。冷月瞬间站起身，心头的不安猛地放大100倍，身子都晃了晃。苏黎连忙伸手扶住他，关切地问：“二姐，你这是怎么了？脸色看着这么差？”冷月挣脱他的手，快步上前抓住丫鬟。这丫鬟是他墨月居的人，他有印象出什么事了？冷月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丫鬟喘着粗气，急声道：“就在刚才，顾云族长突然闯进墨月居，进了小姐房里。他把我们都赶出来后，还用结界封锁了墨月居。奴婢想起最近族里的流言，实在怕出事，就赶紧来报信了。”话音刚落，远方墨月居上空突然爆发出2股强大的界王气息。3人猛地转头，正看见李新雪提着圣剑，招招狠厉地追杀顾云。冷月猛地想起前段时间顾初烟身上发生的事，脚步踉跄着后退了几步，紧接着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苏黎和柳如烟对视一眼，也赶紧跟了上去。雪姨和白姨见状，也连忙跟上。顾凌霜的房间里，冷月5人相继现身，几乎在落地的瞬间，冷月的目光就死锁在床榻上蜷缩在锦被中的顾凌霜身上。看着顾凌霜浑身发抖的样子，他瞬间明白了什么。霜儿，告诉娘是谁干的？冷月压下内心的滔天杀意，柔声问道。他缓缓靠近，顾凌霜吓得猛地往后缩，单薄的肩膀抖得更厉害。冷月心里一疼，眼眶瞬间红了。霜儿，是娘啊！顾凌霜这才慢慢回过神，看清真是冷月后，
直接扑进他怀里，哭得撕心裂肺。娘，你可来了！呜，娘！冷月轻轻抚摸着他颤抖的背，指尖都在发抖，眼中的杀意几乎凝成实质。他柔声道：“双儿不怕，告诉娘是谁欺负你，娘给你报仇，一定让他千倍百倍的还回来。”顾凌霜声音哽咽，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是顾云。”轰！一股滔天威压陡然炸开，不偏不倚，尽数落在顾云身上。正在竭力防御的顾云只觉浑身骨骼都在呻吟，灵力瞬间溃散，整个人从空中坠落，直接砸在墨月居的院地上，溅起一片尘土。他脸朝下贴着地面，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钉死，别说挣扎，连动根手指都难。李星雪从天空落下，一脸杀意地盯着顾云。要不是这个混蛋，他夫君岂会让族人议论1个月？这时9大长老等顾族核心人物蜂拥入院，林啸天一家也紧随其后，院子里瞬间挤满了人。林柔站在不远，有些担忧地看着顾云，他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院门口，炸天帮帮主徐峰来斜倚在左边门框上，斧头帮坤哥靠在右边，两人眼里满是看好戏的神情。顾云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刚才他把所有可能的陷害漏洞都过了100遍，愣是没有发现一丝对他有利的证据。再加上1个月前的前车之鉴，这次他可能是真的要栽了。就在这时，一柄泛着森然寒气的剑芒突然悬在他眼前，映得他瞳孔骤缩。顾云顺着剑尖缓缓上瞟，正撞见冷月那双赤红如血的双眸。顾云冷月声音极冷，周遭都散发一层寒气。看在大姐的面子上，本宫判你极刑，在家废除修为，你服是不服？一旁的李星雪见状，提剑上前一步，剑尖直指顾云咽喉。二姨娘，这是假的。顾云星雪提议，先刨了，再剥皮，然后腰斩，最后剁碎了喂狗。顾云浑身一僵，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这女人的心也太狠了。不对，她这话是对假的顾云说的。反应过来，顾云连忙嘶吼：“二姨娘，星雪，我是真的顾云，玷污凌霜的事绝不是我做的。”冷月手中的地冰往前送了送，冰凉的剑锋贴着他的脖颈，声音没有一丝温度。这么说，你是觉得凌霜会拿自己的清白来诬陷你？不错。人群中9长老猛地踏出一步，厉声开口：“哪个姑娘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我早说过是这畜生玷污了我孙女，当初你们还不信。现在好了，这变态淫魔终于忍不住再犯了。”他眼神冰冷地盯着顾云，心里冷笑：“小子，这次看你还怎么逃！”他身后，顾初烟悄悄探出头，看着趴在地上狼狈不堪的顾云，眼底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畅快。动谁不好，偏要动凌霜。顾云，等你成了废人，我会天天去照顾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事本帮主也略有耳闻，没想到居然是真的。徐峰来摇着头，啧啧称奇：“真他娘是畜生！我徐峰来顶多惦记没血缘的弟妹，这顾云真是我辈楷模。”一旁的坤哥深以为然，摸了摸下巴：“确实够畜生。这么一比，我惦记我二娘，好像也没那么畜生了。”这时，一个火红头发的男子凑到两人身后，似笑非笑的开口：“我说两位，你们确定自己跟这顾云有区别？”徐峰来和坤哥回头一看，立马换上笑脸，原来是炎帝的公子林哥。徐峰来连忙解释：“怎么没区别？我跟我弟妹那档子事，绝不会让旁人知道。你看这顾云多没脑子，不知道偷偷摸摸的，现在是败露了，玩完了吧？”坤哥抱着胳膊道：“风来这话在理，你可以做畜生，但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畜生。就像我睡我二娘，我爹到现在都不知道，在他眼里，我还是好儿子。这顾云算是彻底完了。同样是强二代，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本来还想拉他入伙，现在看来太蠢了，不合适，有代沟。”萧凌嘴角抽了抽，这俩也是奇葩。他不动声色地把身后藏着的流萤石收进储物戒，
以后找个机会敲2人一笔。听着四周的议论，顾云猛地嘶吼起来：“闭嘴！你们懂个屁！不了解实情就瞎逼逼！”吼完，他又转向冷月，声音带着哀求：“二姨娘，真不是我，是另有其人。”李新雪认定眼前是假顾云，急得对冷月道：“二姨娘，他就是假的，您听我的，把他凌迟处死。”冷月冷冷瞥了他一眼：“是真是假，本宫难道分不清？”李新雪身子一晃，泪水瞬间涌了上来，却还在辩解：“二姨娘，顾云肯定还在山门口迎客呢，他一定没发现这里的事。”话没说完，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滚落。刚才打斗时，他早已经用神识扫遍了整个顾族，除了地上这个，再没有半点顾云的气息。可他不信，死也不信自己深爱的夫君会是这样的禽兽。冷月见状，抬手一吸，一滴嫣红的精血从顾云体内飞出，他直接甩在李新雪面前：“现在你还抱着你的幻想吗？”李新雪踉跄着后退几步，双眼通红：“不可能，顾云绝不会做这种事。”冷月冷哼一声：“抓奸是你亲自撞见的，现在又不承认这是真顾云。李新雪，你莫不是想帮顾云脱罪？”李新雪拼命摇头，崩溃的后退，失望地望着顾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顾云只觉得心口堵得慌，疼得喘不过气。他知道自己让这个女人彻底失望了，这事虽不是他做的，可他却没能力推翻诬陷。身为男人，他败得一塌糊涂。顾云，人证物证俱在，留你一命，已经是本宫最大的容忍。说罢，冷月高高举起手中的地兵，寒光直指顾云的双腿之间。千钧一发之际，顾云嘶哑着喊道：“二姨娘，看在我娘的面子上，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冷月的剑猛地停在半空，他深深看了顾云一眼。其实他也不信这事是顾云干的，毕竟从小到大，顾云是什么性子，他看在眼里。当然，也可能是顾云藏得太深，以前有顾晴天压着，他不敢放肆，如今顾晴天飞升了，他才慢慢暴露了变态的嗜好。他缓缓收回长剑，散去威压，声音依旧冰冷：“说。”看着收起的剑，顾云暗暗松了口气，额头已经渗出一层冷汗。他踉跄着爬起来，环视四周，无数双厌恶、鄙夷的眼睛刺得他浑身发紧。人群中，顾初烟那恨不得喝他血、食他肉的眼神更是让他心头一沉。他深吸一口气，开始梳理刚才的一切。刚才与李新雪打斗时，知道没退路的那一刻，他就在想办法脱身。现在他需要时间，只要能逃出去，等他娘出关再回来，就没人敢动他。围观众人屏住呼吸，整个顾族鸦雀无声，只有顾云那清晰又略显迟缓的声音在山间回荡。就在刚才，另一边，藏风居修炼室内，曹布双目紧闭，盘膝坐在蒲团上，周身2团强悍的气流疯狂盘旋，一黑一白，正是从顾灵霜体内夺来的那股力量。他面色潮红，额头青筋暴起，显然是强行炼化这股力量的缘故。想要在短时间内炼化这股力量，绝非易事。他全力运转太初阴阳诀，贪婪地吞噬着那股力量，体内的灵力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暴涨。轰！瓶颈破碎，境界开始攀升，法相进6重，法相进7重，法相进8重，最终气息定格在法相进8重巅峰，距离9重只有1步之遥。曹布还想一鼓作气，却感觉后继乏力，只能停在这一步。他猛地睁开眼，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这体质配上专属功法，简直是天作之合。只要这世上还有女人，他曹布总有一天能踏上巅峰。到时候，脚踩顾晴天，怀里搂着洛倾城和冷月，岂不快哉？曹布内视己身，发现法相已经从原本的12丈长到了14丈。他起身推开房门走了出去。一旁颜如玉立刻躬身行礼：“主人，可以沐浴了。”曹布点头，朝着浴池走去。在颜如玉的伺候下，他飞快清洗掉身上属于顾灵霜的幽香。这时，曹布的脑海里
响起叶玲珑的声音：“曹部，我回来了。”曹部不动声色的传音：“怎么样？”叶玲珑的声音带着雀跃：“当然是完美收官。”曹部道：“你这样，趁现在所有人都盯着墨月居，去把下约那几个老东西的女儿都抓来。”叶玲珑秒懂：“你想用他们助你修行？”曹部颔首：“聪明。”叶玲珑应道：“好，我这就去。”说罢，他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空气中。不多时，清洗掉顾灵霜身上的幽香后，曹部沉声道：“小玉，跟我去趟墨月居。”主人，那里不是不让下人去吗？颜如玉疑惑道。曹部瞥了眼院外的方向：“今天特殊，你没看见所有人都把墨月峰围得水泄不通？”颜如玉自然看见了，可他现在的身份是曹部的丫鬟，加上顾族不许随意用神识探查，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墨月峰上发生了什么。两人穿戴整齐，快步朝着墨月居赶去。不多时，曹部和颜如玉来到院门外，看着前方人山人海的景象，曹部带着颜如玉往里挤。穿过人群，就看见门口坐着两个熟悉的身影。徐风来和坤哥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捧着瓜子，唾沫横飞地评论着里面的事。不错不错，这顾云还不算太蠢，知道找个借口。徐风来点头，嗑瓜子的动作没停。一旁的坤哥撇撇嘴，这借口编的也就那样，段位太低，难登大雅之堂，还没我上次编的那个合理。曹部凑近一看，眉头顿时皱起，怎么是这两个活宝？他伸手拍了拍两人的肩膀：“二位大佬，让让路。”坤哥头也不回：“知道我们是大佬，还敢叫我们让路？你胆子不小啊！”徐风来也附和道：“就是，这位置可不能让，这可是吃瓜第一线，让开了可就没这么好的位置了。”曹部脸一黑，这俩准弟是怎么修炼上来的？居然还喜欢吃瓜，手里还有瓜子，真是奇葩！别让我认识你们家的女眷，不然有你们好受的。徐风来和坤哥突然打了个寒战，莫名觉得头顶凉飕飕的，好像有顶无形的绿帽子要扣下来。两人对视一眼，赶紧麻溜的起身让开。曹部古怪的看了他们一眼，带着颜如玉走进院子。身后，徐风来和坤哥凑在一起，盯着曹部的背影，一脸狐疑。这小子不简单。我也觉得。刚进院子，曹部就听见顾云的最后一句话落下：“事情就是这样，我是被人冤枉的，是那人把我引到这里来的。”放屁！一声厉喝响起，寝殿内走出三人，正是苏里、柳如烟和顾灵霜。顾灵霜脸上满是泪痕，双眼红肿，死死盯着顾云，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他双腿发颤，踉跄着走到院子中央，不由分说抬手就给了顾云一记耳光。顾云，你还想狡辩？你当初对初烟也是这套说辞，现在对我还是？怎么，你还想抵赖？顾云捂着脸，眼里冒火。不是我，是有人在诬陷我。诬陷你？顾灵霜惨笑一声，指着周围的人。那你就把诬陷你的人找出来。现在这些人都在这儿，你仔细看看，有谁长得像你顾云？顾云看着眼前这对母子，脑中灵光一闪，猛地指着两人嘶吼：“是你们！对，一定是你们母子在陷害我！”闻言，冷月脸色一沉，顾灵霜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这戏码跟1个月前在烟雨院的简直一模一样。顾云这是又想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他们身上。果然，就听顾云接着嘶吼：“二姨娘，灵霜，你们好狠毒的算计！上次联合九长老陷害我，这次又跟自己的女儿串通，不惜用清白来逼我让出族长之位。怎么，我这个大哥的继位大典，顾风他不敢来，是不是怕我把矛头指向他？都是你们，是你们想要我的族长之位。这一切的推手，就是你们母子和顾风。他顾风就是想把我推下台，自己来做这个族长。”冷月眸光骤冷，抬手又是一巴掌甩在顾云脸上，声音里带着痛心：“芬儿从来没想过跟你争，他离开是想让你安安稳稳地继承族长之位，可你这个大哥竟然这么想他！”顾云捂着脸，依旧嘶吼：“不是他是谁？整个顾族只有我对他有威胁。
冷月气的又是一巴掌扇过去。顾云，你当宝贝的顾族族长之位，在芬儿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你忘了，他的师傅，也就是他的岳父，是云霄阁阁主。当年云霄阁也出过飞升之人，这次他不来参加你的继位大典，是因为要去继承云霄阁阁主之位。这话一出，院外顿时炸开了锅。徐峰来点了点头，不错，那云霄大帝可是大帝器重，刚好排进大帝榜前10。坤哥附和道：要是没顾剑仙留下的那些手段，这顾族连我斧头帮都比不上，还想跟云霄阁比，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么说来，顾剑仙的二儿子确实犯不着盯着这顾族族长之位不放。听着这些议论，顾云气的双目赤红，浑身发抖。时间，他还需要时间。他的目光在人群中疯狂扫视，突然视线定格在曹布身上，一股气运之子对反派的本能厌恶感瞬间涌上心头。他猛地指着曹布嘶吼：不是二弟陷害我，那一定是曹布，对，肯定是他。莫月居再次陷入死寂，所有人的目光在曹布与顾云之间来回游移。院门口的徐峰来听到这话，当场怔住。他用胳膊肘碰了碰身旁的坤哥：坤哥，我是不是听错了？界王诬陷天桥，这世界什么时候疯成这样了？坤哥斜睨着场内，嘴角勾起一抹讥诮：你没听错，一个界王在陷害天桥境的蝼蚁。说罢，他凑到徐峰来耳边低声道：说句不好听的，我哈口气都能灭了这个姓曹的。徐峰来深以为然，点头：顾云真是疯了，见人就咬，真是顾剑仙的悲哀，生了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还当别人都和他一样蠢。眼见四周议论声再起，顾云气的额角青筋暴起，嘶吼道：凭什么不可能是他？万一他藏了手段呢？曹布眨了眨眼，一脸懵懂无辜，任谁看了都会心生怜悯。你放屁！九长老怒喝一声，胸腔剧烈起伏，他实在忍无可忍。曹布多好的人，不仅让他选对了效忠对象，还救回了他孙女的性命。顾云做出如此畜生之事，现在还想拉无辜的人下水，其心可诛，其心可诛。他再也按捺不住，一个闪现来到顾云面前，在对方一脸错愕时，一记耳光狠狠甩在他脸上。啪！清脆的巴掌声在墨月峰山间回荡，围观的百万群众无不暗呼打得好。这顾云真是无可救药，现在还想着污蔑好人，真当他们眼睛瞎吗？顾云，老夫警告你，冤枉谁都行，唯独不能冤枉曹总管。九长老指着顾云怒斥，现在他是有恃无恐。有冷月在，别说打顾云，就算卸了他一条腿，二主母怕是也不会阻拦，甚至会赞许他敢于对抗邪恶势力。老东西，我可是族长。顾云尝到嘴角的血腥味，怒火直冲头顶。九长老直接回怼：继位仪式没完成，你就不算族长。身为顾族一员，本长老有义务监督你这少主的言行。他环视四周，朗声道：经过这1个月的观察，本长老提议废除顾云少主身份，贬为顾族普通弟子。各位，谁有异议？现场沉默了3息，其他长老不傻。顾云虽然无比畜生，但背后的靠山还在，能不得罪就不得罪，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恰在这时，大长老站出来道：老九所言有理，老夫同意废除顾云的少主身份。另外7位长老面面相觑，纷纷抬头望天，装作没有听见。九长老扫视全场，朗声道：既如此，2票赞同，7票弃权。从今往后，顾云不再是我顾族少主。顾云怒骂道：老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废我少主之位？九长老冷笑：就凭老夫是九长老，手里握着废除少主身份的1票。再说了，对你这种不懂感恩的垃圾，能留你顾族身份，已经是看在老族长的面子上。想当初，曹总管不仅救过你的命，还为顾族拖延时间，撑到擎天族长归来。如今倒好，你这畜生欺辱凌霜小姐，还想诬陷救命恩人，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顾族少主。一些刚弄清缘由的观众闻言，再次对着顾云指指点点：畜生，
真是畜生不如，连救命恩人都陷害，和魔州的魔头有何区别？亏他还是顾剑仙的儿子，真是丢尽了顾剑仙的脸。顾云崩溃地摇头，不是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啪！又一记耳光响彻全场，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只见顾初烟站在顾云面前，眼眶通红，声音怨毒：“不是这样，那是哪样？顾云，你根本不配当族长。”他指着顾云的鼻子，字字泣血：“你诬陷曹大哥，玷污我与凌霜，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根本不配活在世上。”我没有玷污你们，我是被陷害的。顾云嘶吼着辩解。一旁的灵动早已经浑身发抖，怒火在胸腔里熊熊燃烧。他猛地冲上前，嘶吼道：“顾云，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凌厉的掌风划破空气，带着撕裂耳膜的音爆。顾云看着挥来的手掌，再也克制不住，脚下灌注灵力，一脚将灵动踹飞。操！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当我顾云的兄弟？要不是看在凌霜的面子上，老子才懒得理你，现在还敢扇我耳光！砰！灵动直接倒飞出去，撞穿墙壁，在废墟中咳出鲜血。林啸天夫妇见状目露寒光，踏出半步，想了想又收了回来。大哥！林柔惊呼着跑过去，将灵动从废墟中扶出。只见他胸膛上印着一个清晰的脚印。顾云，他可是我大哥，你怎么能对他动手？林柔没想到顾云如此禽兽，见他对大哥出手，当即上前理论。顾云嗤笑：“他是你大哥，又不是我大哥，敢侮辱我，凭什么打不得？”林柔撕心裂肺地吼道：“他虽然不是你大哥，但是你大舅哥啊！”这话一出，全场死寂，连林啸天夫妇都愣住了。小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顾云怎么？林啸天一时没反应过来，或者说他需要时间接受这个事实，自己呵护备至的女儿居然让这样一个禽兽糟蹋了。赵薇与灵动也一脸匪夷所思地盯着林柔，顾云眼皮直跳，死死盯着林柔。这该死的林家，难道和陷害他的人是一伙的，又想栽赃他？正思忖间，林柔突然哭了出来，哽咽道：“我们刚到顾族那天，顾云这畜生就来勾引我。几天前，他用欲擒故纵之计骗我交出了身子。一开始他还以为顾云是真心爱他，可刚才看清他的为人后，才将这几天的事串联起来。原来顾云接近他是刻意为之，不管是之前的英雄救美，还是后来的欲擒故纵，都是为了得到他的身体。难怪他总觉得顾云得手后就变了，原来那不是错觉。”顾云听完，只觉血压直往上冲，怒声道：“林柔，你还要不要脸？我心里只有心血，要你这种人何用？”说着，他看向李新雪。李新雪崩溃地摇着头，他那天亲眼撞见两人约会，顾云居然还想骗他，真当他好欺负。顾云，我李新雪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说完，李新雪大哭着跑开，沿途观众纷纷让道：“新雪！”顾云刚想追，却感到一道愈发冰冷的目光。冷月紧握着地冰，若不是强压杀意，听完前因后果，他还不知道顾云居然是这样的畜生。见此情景，顾云急忙辩解：“二姨娘，真的不是我。”他怒吼着，内心却愈发焦急。还差一点时间，就差一点。恰在这时，林柔突然上前拉住他的手臂：“顾云哥哥，只要你答应不离开我，我们还能在一起的。”顾云一把推开他：“贱人，老子根本没碰过你，你也敢诬陷我！”林柔倒在地上，崩溃嘶吼：“顾云，事到如今，我都能原谅你，你为什么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是真心爱你的。”顾云气得七窍生烟，这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用他的身份树了这么多仇敌，简直气煞我也。顾云，你动凌霜也就罢了，居然还动我妹妹！缓过劲的灵动再次冲来，眼中是护妹的疯狂。这可是他从小相依为命的亲妹妹，这畜生如此对待她，还死不承认，简直混蛋至极。同时，对于林柔的恋爱脑，又有些无奈。受死！灵动来到顾云近前，又是一记凌厉的巴掌扇来。顾云怒极反笑：“操，
你他妈一个破虚境一众的蝼蚁，谁给你的勇气扇本族长耳光？下一刻，一道更快的手掌划破空气，啪！灵动结结实实挨了顾云一巴掌，自己的手掌停在顾云面前3寸处，身体猛地倒飞出去，再次撞穿院墙。见此情景，林啸天再也按捺不住：“冷月，你不是要废了这个畜生吗？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冷月冷冷瞥了他一眼：“本宫做事还轮不到旁人指手画脚。”林啸天气得七窍生烟，赵薇连忙拉住他，暗中传音：“目标是顾云，不是冷月。再说他身上有顾晴天留下的手段，你才大地一重，或许一招都接不住。”林啸天看了赵薇一眼，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终究没有反驳，收回了踏出的半步。于是他当即对冷月抱拳道：“还请冷道友还我儿女一个公道。”他现在心里十分郁闷，以他对儿子的了解，顾凌霜清白没了，这门婚事铁定成不了。可千算万算，没料到不仅儿子的婚事没成，还把女儿搭了进去。要不是冷月几人在场，他非得把顾族给扬了。冷月将目光落在顾云身上，语气冰寒：“顾云，本宫给你时间解释，不是让你找借口。现在受罚吧。”话音未落，他抬起地兵，朝着顾云双腿间刺去。顾云瞳孔骤缩，只觉浑身动弹不得。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清冷的声音在他脑海响起：“好了。”下一刻，一股恐怖的地威自顾云身上爆发，当场震退冷月半步。顷刻间，顾云化作流光，冲向顾族宝库。冷月面色一寒：“来人，给我追！”话音未落，他已经率先追了上去。9大长老反应过来，连忙跟上。林啸天夫妇对视一眼，也紧随其后。4大附庸势力之主相视片刻，犹豫后也追了上去。顾云出了这档子事，族长是当不成了，他们必须另寻靠山。冷月的亲儿子顾风就不错，徐风来与坤哥这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也急忙跟上。顾族宝库前，顾云现身，守库的3大太上长老见状怒喝：“顾族众弟，来者何人？”话没说完，他们已经认出了顾云，于是连忙行礼：“拜见族长。”顾云急声道：“快开门！”3人对视一眼，暗自皱眉。顾云怎么会如此急切？其中一人正欲开门，天边传来怒喝：“顾云已经不是族长，你们3个快将他拿下！”听到这熟悉的声音，3大太上长老猛然反应过来，正欲对顾云出手。顾云气得拿出3枚玉令：“看看这是什么？你们3人的性命都在本族长手中，还不去拦住二姨娘？”3人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是我们的命牌，知道就好，去拦住他。”顾云命令道。3人面露犹豫，顾云当即作势要捏碎命牌。3人脸色大变，急忙道：“族长，我们这就去。”说罢，3人化作3道流光，冲向远方追来的数十道身影。顾云冷笑一声，收起命牌，来到宝库大门前，拿出一个小鼎，直接击碎大门。入眼是琳琅满目的宝物，目测足足有1亿件。“你要什么？”顾云对体内的声音问道。那声音答道：“恢复元神的灵药，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支撑你逃出去。”“好。”顾云抬手一挥，小鼎口旋起幽深涡流，将4周能滋养元神的灵药尽数吞入收完后，他刚跃至半空准备遁走，苍穹之上就传来怒喝：“千月影杀！”顾云猛地抬头，额间沁出冷汗：“青衣，给我力量！”给！刹那间，地威自他体内再度爆发。顾云毫不犹豫，翻手打出数道法则洪流，悍然注入鼎中。下一刻，小鼎骤然暴涨，鼎身遮天蔽日，将整座山峰笼罩其中。千月影杀瞬息而至，无数道皎洁的月华之刃撕裂长空，轰然撞上巨鼎。轰！鼎鸣声震彻四野，肉眼可见的波纹在虚空中荡开。巨鼎巨颤，接下漫天杀伐，随即迅速缩小，化作流光，没回顾云体内。余波袭来，顾云倒飞出去，接连撞穿3座山峰。乱石纷飞中，他强行稳住身形，嘴角溢出鲜血。
炼化这些灵药需要时间，你尽量拖延。名叫秦怡的声音再次响起。顾云咬牙，好。他反手并指如剑，对着身前虚空狠狠一划，刺了。空间撕裂出一道幽深裂痕，虚空之气弥漫而出。顾云身形一晃，瞬间没入其中。想走？冷月眸中寒光暴涨，玉手一挥，追！一定要把这畜生抓回来，镇压在无间炼狱。9大长老、4大附庸之主，林啸天夫妇的神念立刻锁定虚空波动残留的轨迹，身影化作流光，紧随着冲入还没闭合的空间裂缝。远处紧紧跟随的观众见此一幕，齐齐倒吸凉气。那是十方阵界顶，还有大地残魂。这顾云的机缘也太恐怖了。徐峰来激动的声音发颤，没想到这件极道地兵真在他手里。坤哥望着即将闭合的虚空裂缝，舔了舔嘴唇。当年十方天地死在顾青天手中，十方阵界顶下落不明，如今在顾云手里出现，看来顾青天对这个儿子还真不是一般的上心。徐峰来拍了拍坤哥的肩膀，急忙追上去。顾云自断后路，我们也能毫无顾忌地动手了。极道地兵整个灵界都没几件，还有那个大地残魂，不知是谁。坤哥点头，好，谁抢到就是谁的。说罢，两人相继冲入虚空。其他人对视一眼，也急忙跟上。当然，也有自知之明的人没追上去，回到了墨月居。苏黎与曹布不动声色地对视一眼。苏黎对柳如烟道：“如烟，劳烦你替我镇守顾族，我去帮二姐一下。”柳如烟没多想，点头道：“行，若是能杀顾云，最好杀了。”苏黎有些诧异，随即明白过来，想来是顾云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柳如烟。他点头道：“这事我不好插手，看二姐的意思吧。”话音落下，他不动声色地瞥了曹布一眼，在虚空裂缝关闭前追了上去。很快，墨月居内只剩下曹布几人，追上去的基本都是准地，其他人还留在原地看戏。一时间，墨月居再次陷入长久的寂静。这时，顾初烟上前扶着浑身发颤的顾凌霜，轻声安慰：“凌霜姐，你放心，顾云逃不掉的，他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顾凌霜点了点头，目光突然投向从废墟中走回来的灵动，他眼神复杂，深处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与顾凌霜的目光对上，灵动下意识地闪躲开来。这一幕让顾凌霜心头瞬间冰凉，他从灵动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嫌弃。他咬着唇，强撑着最后一丝希望，颤声问道：“灵动，你还会娶我的，对吧？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顾初烟见状，立刻为顾凌霜出头：“灵动，你到底还算不算男人？”灵动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顾初烟接着道：“当初凌霜跟我说，你多好多好，有担当，能独立，肯坚持，现在看来全是狗屁。你现在不来安慰凌霜也就罢了，还对她露出嫌弃的眼神，你这样的男人比顾云还不如。”灵动顿时气道：“别跟我提那个畜生，要不是他，凌霜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时曹布站了出来，说：“到底你根本没爱过凌霜。可笑的是，当初在广场上有人还义正言辞说多爱凌霜，可这才过去多久，当初的誓言就跟狗屁一样，一文不值，臭不可闻。”灵动看着曹布，眼底闪过一丝不屑：“你算什么东西？我和凌霜的事轮得到你议论？”曹布铿锵有力道：“我是凌霜的大哥，你说我配不配？似你这种货色，根本不配进我顾族的门。”“就是，我大哥说的对。”顾莹莹叉着腰站出来，愤怒地瞪着灵动。灵动气得指着曹布：“你！”曹布打断道：“你什么你？我记得当时二姨母问过你，如果凌霜清白没了怎么办？你是怎么回答的？若是有人敢伤凌霜一根头发，我一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爱的本就是凌霜这个人，纵使天崩地裂，也要与他生死与共。这份心意，天地为证，日月可见。现在回想，真是可笑。”
围观的人见状，纷纷对着灵动指指点点。马德，最看不起这种没担当的人。想当初我心上人给别的男人生了3个娃，我一点都不在意，还把他们母女4人都接过来照顾。灵动怎么就不能学学我？一点担当都没有。就是我心爱的人被他男人抛弃，带着丈母娘上门求收留，我二话不说就牵着他们母女进屋。1年后，一人给我生了1男1女，现在日子过得别提多幸福。我也是，连他一家子亲戚都接过来了，原本10几口人，现在都发展成10万人的小城了，而且都跟我一个姓。顾凌霜死死盯着灵动，眼泪夺眶而出。前段时间灵动那掷地有声的发言还历历在目，没想到才过多久，这个男人就露出了真面目。一旁的林柔看在眼里，对灵动也无比失望。他刚才都能原谅顾云1次，大哥怎么就不能原谅顾凌霜？难道男人都一样？越这么想，林柔心里就越痛。灵动崩溃着后退几步，亲妹不理解的眼神，四周人指指点点的目光，每一道都让他快要撑不住。别说了！灵动怒吼一声，指着曹布的鼻子道：“曹布，你不懂爱情，就别在这乱嚼舌根。”曹布冷声道：“我不懂爱情，但我知道。”他顿了顿，走到顾凌霜面前，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但我知道，在乎你清白的人不一定爱你，不在乎你清白的人一定爱你。”曹布盯着顾凌霜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凌霜，记住大哥这句话，灵动爱的是你的身子，不是你的心。你现在清白没了，他就要离开你，这就是他灵动的爱情观。”顾凌霜闻言一怔，嘴里反复念着曹布的话：“在乎你清白的人不一定爱你，不在乎你清白的人一定爱你。”一旁的柳如烟也念着这句话，看向曹布的眼神多了几分欣赏。这样正直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大哥，曹布的话戳中了顾凌霜的软肋，他扑进曹布怀里，放声大哭。曹布拍着他的背轻声道：“忘了他吧，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爱。”顾凌霜听了，哭得更凶。一旁的顾初烟见状，扯了扯顾凌霜的衣袖，小声道：“凌霜，你可以扑进我怀里哭的。”顾凌霜把头埋在曹布怀里，哭声盖过了顾初烟的话。顾初烟气得跺了跺脚，不动声色瞥了顾凌霜一眼，眼里闪过一丝不满。灵动看着这一幕，气得大笑：“曹布，你既然这么说，要是你站在我的位置，会怎么做？”曹布坚定道：“如果我是你，会想办法变强，杀了顾云，娶了凌霜，给他一个交代。你呢？除了逃避，还能为凌霜做什么？”灵动怒对道：“我会去杀顾云，但要我娶顾凌霜，绝不可能。”说完又补了一句：“谁知道你们兄妹俩是不是？”这话一出，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盯着灵动，一脸的难以置信。灵动浑身一颤，才发觉自己说错了话。顾凌霜直接从曹布怀里抬起头，悲痛的眼里多了一丝愤怒。曹布松开顾凌霜，一个闪身到了灵动面前。灵动看着他满是怒火的眼睛，下意识后退一步：“你想干嘛？”曹布冷笑一声：“干嘛？当然是想打你。”凌厉的掌风呼啸而过，啪的一声脆响，本就重伤的灵动再一次被扇倒在地。在灵动懵逼的目光中，曹布道：“来人，给我打！”顾族弟子闻风而动：“我来！”顾莹莹第一个冲上来，一个飞踢直接将重伤的灵动踹飞10几米远。灵动的身体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顾莹莹对身后的人喊道：“都上，给我揍他！敢侮辱我顾族大小姐，死不足惜！”一时间，顾莹莹的10几名小弟围上去，对着灵动拳打脚踢。灵动本就重伤，没多少战斗力，否则也不会被修为只有天桥境1重的曹布上耳光。“大哥，我刚才那脚厉害吧？”顾莹莹走到曹布身边邀功。曹布不动声色点点头：“厉害。”突然，顾莹莹发现曹布不对劲，她余光一扫，看到曹布刚才扇灵动的那只手一直在抖，仔细一看，手上还在流血。曹布见状，不动声色把手背到身后：“看什么？没见过大哥动手。”顾莹莹笑得前仰后合：“大哥，你这也太废了。”不远处的顾凌霜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头一暖。
大哥明知自己与灵动修为差着层级，却还是拼尽全力出手，结果没伤着对方分毫，反倒震裂了自己的手。一时间，他望着曹布的背影，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那情绪里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些连自己也辨不清的悸动。一旁的顾初烟看得分明，气呼呼地跺了跺脚，眼神里满是不满。顾莹莹笑够了，从储物戒里拿出一块黄金板砖递给曹布：“大哥，你修为低，别凑这热闹，要打就用这个试试。”曹布接过，只觉一股沉重感传来，好在还能拿住。这是什么？他好奇地问。顾莹莹小声道：“这叫往生金砖，是圣器，怎么样，名字霸气吧？”曹布嘴角抽了抽，一个女娃子用这个当武器，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我试试。说着，他走到围攻灵动的10几人面前，让开，让本总管试试莹莹送的武器。众人让开，露出已经被打得像猪头的灵动。灵动缓过劲，看到曹布，嗤笑一声：“就你还想打我？我不光是灵修，还是体修，你能？”话没说完，曹布举起金砖猛地砸下，砰的一声巨响，灵动只觉眼冒金星，鲜血从头顶流下，瞬间染红了衣襟。曹布，你他妈在找死！灵动怒吼一声。曹布见状，后退几步，对两边的人吩咐：“打死了算莹莹的。”一众小弟立刻又冲上去，将灵动围在中间。很快，灵动的怒骂声渐渐变弱。顾莹莹委屈巴巴地看着曹布：“大哥，你太坏了，凭什么打死了算我的？”曹布严肃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别见外。”顾莹莹点点头：“也是，那就往死里打。”小弟们听了，下手更重了，不过都有分寸，没真下死手。林柔看到这一幕，没有要阻止的意思，他算是看明白了，世上的男人都一个样。顾凌霜不想再看，对顾初烟道：“初烟，扶我进去吧。”顾初烟点头：“好。”曹布不动声色将往生金砖收起来，转身对围观的众人朗声道：“诸位远道而来，本应共庆盛典，没想到出了这变故，典礼暂且终止。不过话说回来，正因为典礼没办完，才更显你们的心意。送的礼贵不贵重没关系，关键是你们能在这儿站着，这份支持就比什么都重要。我顾族既然收下这些礼，就是领了诸位的情，往后不管时事如何，今日这份情谊，我顾族必定铭记。此外，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望多包涵。本总管在这里祝诸位归途平安。”围观的100万人听得嘴角直抽。好家伙，这明摆着不想退礼，还说的他们都不好意思开口，这回真是亏大了。曹布走到山门外，满面笑意地恭送各方势力离开。与此同时，某处虚空，顾云已经被团团围住。顾云，你真要冥顽不灵？冷月眸光森寒，他不杀顾云，已经给足了洛倾城面子。可这顾云不想着受罚，反倒想逃。顾云语气平淡：“二姨娘，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玷污凌霜。顾云，你有没有玷污顾凌霜本地管不了，但你敢骗我女儿，那就得死。”林啸天眸光森寒，杀意激荡虚空。顾云冷笑一声：“林啸天，本族长严重怀疑你与陷害我的人是一伙的，你现在先行血口喷人，到底是何居心？你……”林啸天怒不可遏，正欲动手，顾云嘲讽道：“就凭你也配称大帝，连件地兵都没有？你灵族当真是穷到家了，真不知凌霜是怎么看上灵动那个穷小子的。”林啸天只觉得胸口气血翻涌，当场喷出一口鲜血。赵薇紧紧盯着顾云，眼底的杀意几乎凝成实质。冷月瞥了一眼，长剑一指：“顾云，你现在跟我回去，一切都还来得及。”顾云冷笑道：“回去？跟着你们回去，我顾云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说着，他不动声色地向体内那道大地残魂传音：“秦怡，炼化的如何？我快撑不住了。”下一瞬，秦怡的声音在他识海中响起：“已经炼化完成。”顷刻间，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他体内。顾云心中一喜，不动声色地汇聚力量。另一边，林啸天好不容易缓过口气，
眼中厉色一闪，沉声道：“冷月，跟这小子废话什么？”话还没落地，他的身影已经冲了出去，赵薇紧紧跟随。冷月眼神一寒，再无半分犹豫，冷喝出声：“顾云，你执意如此，那就休怪二姨娘无情。”杀！一个冰冷的杀字刚落，他已经率先冲向顾云。九长老紧随其后，苍老的脸上满是悲愤与杀意，怒吼道：“顾云，老夫今日定要为我孙女讨回公道！”顾云不屑冷笑：“老东西，你不过区区界皇，也敢在本族长面前放肆？既然如此，先送你上路。”话音落下，顾云体内爆发出磅礴地威，周身虚空泛起涟漪。他右手猛地打出一道法，则洪流进入十方阵界顶，拦住冷月与林啸天夫妇左手掐诀，向虚空一抓，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虚空。一柄通体流淌紫金霞光的长剑骤然出现，剑身上刻着繁复的地道纹路，隐隐有地威弥漫。准地兵！九长老瞳孔一缩，满脸难以置信。顾云不屑道：“区区准地兵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老东西，受死！”九长老下意识想退，可顾云的动作更快，他握住准地兵剑，剑身上的紫金霞光瞬间暴涨，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璀璨剑虹。一剑隔世，顾云低喝，璀璨剑虹带着撕裂时空的威能，朝九长老斩去。九长老脸色大变，低吼一声，双手结印，腰间铜铃爆发出玄黄气流，交织成防御光幕。下一秒，紫金剑虹撞上光幕，没有轰鸣，符文湮灭，气流撕裂，光幕出现裂痕。九长老瞳孔收缩，脸色煞白，他感觉到剑威顺着裂痕涌入，想催发灵力加固，却已经来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剑虹顺着裂痕暴涨。咔嚓，光幕崩碎，化作光点，剑虹洞穿九长老胸膛，带出鲜血，一股毁灭性的力量涌入他体内，疯狂撕扯经脉与生命本源。啊！九长老发出凄厉惨叫，身体倒飞出去，重重砸在虚空中。他低头看着胸前的血洞，体内法则之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散，气息瞬间跌落，原本强盛的威压消失殆尽，只剩下奄奄一息。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林啸天与冷月几人心头一震，看向顾云的目光多了几分忌惮。他们没想到顾云体内的存在如此恐怖。二姨娘，我说过，你们拦不住我。顾云说完，逼退冷月与林啸天夫妇，转身化作流光朝远方逃去。眼前这些人里，只有林啸天夫妇、九长老和冷月在全力出手，其他人都在划水。有极道地兵和大地残魂帮忙，他顾云没什么好怕的。庶子，留下命来！林啸天大喝一声，身形化作流光追了上去。冷月看了眼九长老的伤势，道：“大长老，你带九长老回去疗伤，其他人跟我追。”这时，远处冲来一道倩影：“二姐，我来帮你。”看到苏黎，冷月点头：“好，走。”两人朝着顾云逃走的方向追去。其他人面面相觑，不管能不能追上，都连忙跟在冷月身后。老九，走吧，你这伤势一般丹药治不好。大长老给九长老服用了一颗稳定伤势的丹药，这才扶着他撕裂虚空离开。回到灵界后，径直朝着顾族方向赶去。与此同时，顾族山门口送了一下午客人，顾族外终于清静了。这时，叶玲珑的声音在曹布脑海中响起：“曹布，任务完成了。”曹布传音问：“怎么样？没受伤吧？”叶玲珑回道：“放心，没有。你把他们关在哪了？”苏黎院子地底，那里没人敢去搜。曹布满意点头：“干得好。”刚送走最后一人，曹布正准备回藏风居，大长老的传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主人，九长老已经奄奄一息，您看要不要救他一命？”曹布脚步一顿，嘴角微微勾起：“你现在在哪？”大长老回道：“我在青龙城外100里的一个山洞里，在那等着我。”曹布在顾族几位执事的注视下回到藏风居，随后隐藏气息，按照大长老的指引来到山洞外。刚进去，
就看到靠在一旁昏死过去的九长老，以及站在旁边的大长老。大长老见状，连忙抱拳行礼：“见过主人。”曹布不动声色，颔首看向昏死的九长老，淡淡问：“他还能有多少实力？”大长老道：“大概还不到原来的10万分之一。”曹布听完，拿出从顾莹莹那里顺来的往生金砖，跳着胜利之舞朝九长老划去。快到九长老面前时，他猛地停下，右手握着金砖举过头顶。九长老眼皮颤了颤，刚睁开眼：“曹老弟，你这是？”金砖落下，在昏暗的山洞里划出一道刺目金光，精准砸向九长老头顶那道旧伤。砰！一声闷响，九长老脑袋向后猛地一仰，鲜血顺着额头蜿蜒而下，在脸颊上画出几道狰狞的血痕。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呵呵的气音，眼皮一翻，再次昏死过去。曹布甩了甩手腕，掂量着手里的往生金砖，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看来这玩意儿比想象中好用。他蹲下身，感应了一下，确认人还活着，吩咐道：“把他弄醒。”大长老连忙上前，取出一粒青色丹药，塞进九长老嘴里。不过片刻，九长老咳嗽着醒了过来，只是眼神涣散，显然被刚才那一砖打懵了。“曹老弟，我们无冤无仇，你这是何意？”九长老张了张嘴，气若游丝。他实在想不通，自己与曹布无冤无仇，对方为何一见面就下此重手。曹布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随即俯身在他耳边低语：“顾九明，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九长老余光一扫，陡然看到曹布的脸瞬间变幻，又瞬间复原。只是一眼，他瞳孔地震，满脸尽是骇然。“曹布微微一笑，在他耳边再次低语：“玷污你孙女的人从来不是顾云，而是我，曹孟贤。”话音刚落，九长老瞳孔圆瞪，直勾勾地盯着曹布，干瘦的手伸到半空，想要掐死他，却在中途耗尽力气。你不得好死！”九长老咬牙说完，头一歪，没了气息。曹布收起往生金砖，抬眼对大长老道：“把他带回去，就说不治身亡。”大长老垂手应道：“是，主人。”说罢，他俯身抄起九长老，转身出了山洞，朝着顾族方向疾驰而去。身后，曹布那疯狂的笑声在山林间回荡，久久不散。大长老落在顾族山门内，脚步不停，直抵烟雨院。他抬手叩门，木栓撞着门板，咚咚咚。“谁？”顾初烟的语气满是警惕。他透过门缝看清是大长老，才带着疑惑打开房门。“大爷爷，您这是？”望着大长老肩头那抹熟悉的背影，顾初烟心头莫名一紧。大长老长叹一声，将九长老放下：“初烟，你要挺住。”看清那张脸的瞬间，顾初烟崩溃的倒退一步，眼神迷茫的看向大长老：“大爷爷，我爷爷他只是晕过去了，对不对？”大长老别过脸，声音干哑：“你爷爷没了。”顾初烟只觉天旋地转，腿一软跌坐在地。下一刻，他扑到九长老身上，失声痛哭：“爷爷，您醒醒，快醒醒啊！我不信您就这么走了。”很快，顾初烟撕心裂肺的哭声引来了路过的顾族人。当他们看到九长老已然僵硬的身体时，个个都满脸的难以置信。片刻后，烟雨院外已经被顾族子弟围得水泄不通，院外一片死寂，唯有顾初烟那痛彻心扉的哭喊声在回荡：“大爷爷！”顾初烟猛地抬头盯着大长老，眼底掠过一丝黑气。是谁干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大长老身上。有些人已经猜到些什么，只是这事太过匪夷所思，他们不愿相信罢了。大长老长长一叹：“是顾云。”他动用准地兵，以一招一剑格式洞穿了老九的生命本源，连元神都没能幸免。老九拼着最后一丝气息回来，本想服用凤髓再生丹，却没能撑到最后。说罢，他愧疚地低下头去：“都怪我，若是速度能再快些，或许老九就不会。”话音未落，他苍老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围观的顾族弟子听闻，
顿时怒不可遏。这顾云简直是畜生，玷污了初烟妹妹和凌霜姐还不够，如今连九长老都杀，这种人根本不配姓顾。同样是老族长的儿子，顾云品行如此卑劣，我看还是请顾风少主回来继承族长之位是好。我提议将顾云从族谱中除名，从此顾族人见之，人人得而诛之。这话一出，得到了90%族人的赞同。顾云，我要杀了你！顾初烟红着眼睛，眼底的黑气愈发浓重。他猛地就要冲出去，曹布从人群中挤上前来，拦在了他面前。曹大哥，你让开！顾初烟死死盯着曹布，眼底闪过一丝疯狂。曹布厉声喝问：去了你能做什么？顾初烟冷声道：自然是杀了顾云那个畜生。你去哪里找他？找到他，你又凭什么杀他？曹布接连两问，让顾初烟瞬间愣住。他当即道：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他。说罢就要强行冲开曹布的阻拦。啪！一声清脆的声音响彻在烟雨院门口。顾初烟瘫坐在地，捂着迅速红肿的脸颊，凶狠地瞪着曹布：曹大哥，你要拦我？曹布走到他面前，俯身按住他的双肩，字字铿锵：你死了，谁给你爷爷报仇？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顾初烟的眼泪涌了出来，混着滔天的恨意。我爷爷不能白死，所以你更要活着。曹布的声音缓了些：先安葬你爷爷，再好好修炼，等有了能杀他的本事，再去找他算账。可我没有亲人了。顾初烟的声音突然软下来，双手紧紧搂住曹布的腰，哭得浑身发颤。曹布抬手轻轻拍着他的背：不嫌弃的话，以后我就是你亲人。大哥。顾初烟把脸埋进他怀里，哭声里多了些依赖。围观的顾族弟子见此情景，无不眼眶通红。有人动容道：以前我还看不起曹总管，总觉得他修为低，不配当我们顾族的总管，如今看来他比顾云那个畜生强上万倍。我也是，以前总以为实力为尊，现在才明白，比实力更难得的是情谊。没错，曹总管在我出生时就已经在顾族，这些年他的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要不是他协助老族长将顾族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哪能安安稳稳的修炼？一时间，顾族子弟对曹布的观感又提升了一个台阶。初烟，先安排你爷爷的后事吧。曹布松开顾初烟，柔声道。顾初烟擦了擦眼泪，坚强地点了点头。随后在曹布的安排下，九长老的后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忙到深夜才离开烟雨院。藏风居的顶楼，曹布凭栏而立，夜风吹起他的衣袍，远处的山峦在月色下显出模糊的轮廓。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摩挲琢磨玉扳指。这顾族的空气果然清新了不少。虚空之中，几十道身影僵立不动。不远处，虚空裂缝缓缓合拢，顾云的大笑声从中传出：二姨娘，亲弟，我顾云还会回来的。你们记住，不管是谁陷害我，我顾云和他不死不休。裂缝彻底闭合的瞬间，几十人的身子一晃，终于能动弹。他们望向顾云消失的方向，瞳孔里满是惊骇。徐峰来站在不远，咽了口唾沫。时间停止，能把时间法则用到这个地步，顾云体内的大地莫非是那位？坤哥眼中透着迷茫。谁？还能有谁？徐峰来叹口气。100万年前他风华绝代，堪比第二位柳如烟，可惜后来渡劫时陨落，没想到他居然没死，还留了一丝元神在世上。坤哥瞳孔骤缩。你是说？这时萧凌走了过来，道：师弟，君慕情。周围的人闻言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如果真是这位当护道者，顾云怕是要成第二个顾晴天。顾族几位长老、4大附庸势力、知主等人心里泛起惋惜。若是顾云没有做出那些畜生事，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就在这时，一股森寒气息漫过周围千万里虚空，在场的准帝都打了个寒战，顺着气息源头望去，冷月正死死盯着顾云消失的方向，眸中的杀意在身后凝成一片血海。众人见了，
都露出惊骇神色。徐峰来面露震惊。冷月才准第5重，但对月之法则的领悟，当今世上没人比得过。而且至今没有以月之法则成帝的人，不出意外，他100年内肯定能成帝。他顿了顿，继续道：洛倾城已经在闭关，还有苏黎道友在。100年后，顾族不用靠顾剑仙的手段，一门3弟也能在灵界站稳脚。要是顾云没出这档子事，一门4弟甚至5弟都有可能。可惜事情已经发生，顾族注定要少个大将。另一边，苏黎见冷月快要失了理智，悄悄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二姐，谁都没料到顾云体内藏着这么强的存在，这次没拦住，不代表以后也拦不住。现在最要紧的是突破大地，才有机会为凌霜讨回公道。说话间，一条晶莹的蛊虫悄无声息地钻进冷月的肩膀。冷月没对苏黎设防，当场中了招。那条情蛊引入肌肤，顺着他的经脉爬向元神，慢慢融合进去。不知不觉间，曹布的身影突然在他脑海里浮现。冷月收回目光，皱了皱眉。这时候怎么会想起曹布？真是奇怪。冷月不知道，再过些时日，他将会慢慢爱上曹布，甚至成为他最忠实的舔狗，没有之一。走。冷月深吸一口气，压下心绪，转身就走。他之前猜到顾云可能有极道地兵，却没料到还有天地残魂帮助。如今灵界里能和实地比的，也就荒、夜、楚3位天地。这3人也在闭关，听说快成仙了。围观的准帝陆续离开。今天过后，顾族肯定会成灵界的笑谈。冷月和苏黎带着7大长老、夏渊几人刚回顾族，就听到9长老不治身亡的消息。听完大长老的解释，众人都沉默着叹气。当初顾云那一剑，他们都看在眼里，直接击碎了9长老的生命本源，普通丹药根本没用。顾族的凤髓再生丹也只有3颗，就算吃了，也只能让9长老多活1年半载，没法重塑生命本源。后半夜，吊唁的人渐渐走光，只剩顾初烟、几个丫鬟，还有9长老这一脉的核心人物，几位执事以及他的其他子孙。顾初烟眼神呆滞，直勾勾盯着前方，手里的纸钱机械地往火里扔。忽然，黑暗中幻境符箓、隔音符箓、封印符箓无声燃尽。顾初烟烧纸的动作顿住，他抬头看见一道影子映在棺材上，天空炸响一声雷，照亮了影子的轮廓。他猛地转身，一只大手已经扣住他的脖子，将他按在棺材上。眼前人的面容清晰起来，顾云。顾初烟嗓音沙哑，眼里满是杀意来人，正是曹布。为了让顾初烟入魔，他费了不少心思。气运之子有天道庇护，他做这些就是想看看天道是不是真的无所不能。他要将顾初烟培养成天道之外的存在，去杀顾云。就算失败，还有灵动这位天命之子。按理说天命之子的气运比气运之子强，但顾云是顾晴天的亲儿子，谁也说不准。为了保险，他才给顾云树了这么多敌人。就算这些人都不行，有他们拖着，他也能趁机成长起来。曹布邪笑一声，把顾初烟的脑袋掰向一边。看看你爷爷死得多惨。顾初烟怨毒地盯着他，心里烧着怒火，想起什么强压怒意问道：你敢来这里，就不怕二主母他们发现？怕。曹布冷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二姨娘怎么也想不到，我逃走后还会回来。他伸手捏住顾初烟的下巴，嘴角微勾。女人，你说对吗？顾初烟眼底翻涌着魔气，咬牙道：总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曹布凑近他耳边舔了舔他的耳垂，低声笑道：代价？就凭你这个废物，若是如此，本族长期待你报仇的那天，你会死在我手里。顾初烟攥紧拳头，瞳孔中爬出一丝魔纹。曹布看在眼里，心情越发畅快。顾初烟，我很看好你，别让本族长失望了。说完，他大笑着离开。顾初烟望向曹布消失的方向，眼底仅剩下最后一丝清明。他舔了舔嘴唇，声音带着诡异的笑意。
好新鲜的血肉，要是吞了，我的修为应该能突破吧。结。次日清晨，顾族山门外，林啸天四人驻足回望，顾族层峦叠嶂的山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他们眼中充斥着强烈的不甘，最终只能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林啸天抬手拍了拍林动的肩膀，声音低沉：动儿，走吧，顾族不是我们能招惹的。林动双拳紧握，指节发白，脸上尽是不忿。爹，难道就这么算了？那顾云不仅还。他说着，目光下意识瞥向身旁的林柔，话中意思在场几人心知肚明。这一趟前来，他林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赔了儿媳折了女儿。林啸天不知道，连他自己的夫人也赔了进去。满盘皆输，说他是最憋屈的大帝也不为过。想到当初意气风发的来，如今灰头土脸的走，林啸天只觉一股郁气堵在胸口，不上不下，闷得发慌。爹，我要进祖的秘境。林柔望向林啸天，眼神异常坚定。林啸天与赵薇闻言，脸色一变，他抬手布下一道隔音结界，沉声道：小柔，你可知祖的秘境是什么地方？林柔摇了摇头，我只知道那是能让人变强的地方。爹，难道其中有什么忌讳？这时林动也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兄妹回归灵族不久，对族中诸多秘辛只了解个大概，细节之处并不清楚。林啸天沉默片刻，终是开口：倒也没有什么忌讳。其实我灵族当年出过一位天帝，可惜最终没能成仙。如今500万年过去，灵族已经衰落到如今这种地步，所幸历代族长都突破了大帝之境，才勉强保住灵族不灭。而那祖地秘境其实是历代族长寿终正寝后的安葬之地。爹能突破大帝，也是因为进入祖地秘境得到了上一位族长的传承。我灵族大部分人都修炼木之法则，一旦族长陨落，少族长就会正地。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我灵族还在，整个灵界所有修炼木之法则的人，此生就只能止步于准地巅峰，除非能出现一位如顾晴天那般逆天的妖孽，才能灭地正地。林柔追问：可爹刚才似乎有难言之隐。林啸天长叹一声：爹可以让你进去接受历代族长的考验，但你绝不能踏入秘境核心，也就是我灵族那位天地墓穴所在。那里面藏着大恐怖，就算是爹也不敢靠近。林柔点了点头：爹放心，我有自知之明，不会进入核心区域的。话虽这样说，可他已经将这事深深记在了心里。若有机会，秘境核心未必不能一进。林啸天微微颔首，转而看向林动：动儿，你已经达到破虚境，该着手领悟法则了。你的天赋远胜顾云，爹希望你不要修炼木之法则。木之法则可以交给你妹妹领悟，若是一切顺利，将来我灵族一门双帝也未尝不可。当然，这只是爹的建议，最终如何抉择，还要看你们自己。林动郑重点头：爹，我会认真考虑的。林啸天再度望向顾族山门的方向，深深一叹：在顾族失去的颜面，将来只能靠你们挣回来了。爹天赋有限，能成就大帝完全依靠传承。林动也随之望向那云雾缭绕的山门，目光坚定：爹，我一定会的。他眼中杀机一闪而逝。这趟顾族之行，除了顾云必杀外，还有那个叫曹布的人。不知为何，他每次见到那个姓曹的，总有股无名怒火，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走吧。林啸天满意的点了点头，挥手撕裂虚空，带着3人踏入其中，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墨月居外，夏渊、宋浩、秦战3人找到冷月，神色都带着几分焦急。二主母，我们3个的女儿不见了，想请主母授权，让我们动用神识探查顾族。夏渊开门见山，语气里藏不住的急切。他们早上发现夏晶晶3人没了踪影，找了1个时辰都没线索，只能赶来墨月居求冷月。冷月闻言，脑海里闪过3道曾经见过一面的靓丽身影，还有些印象。他点头道：本宫先帮你们探探。话音落下，他的神识瞬间将整个顾族笼罩进去书香院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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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只有他、曹布和叶玲珑知道。回来后，他特意加固了地下室的结界。如今他修为与冷月相当，根本不怕被探查出来。正如他所料，冷月的神识扫过院子时，没察觉到任何异常。当探查到藏风居，冷月的神识忽然顿住，他朝着一间热气升腾的房间探去，只一眼就猛地收回神识。下一秒，两抹红霞爬上他的脸颊。夏渊见冷月突然脸红，暗自皱眉：“二主母，探查到了吗？”冷月压下心头的慌乱，摇头道：“没探到他们的气息，会不会已经回去了？我已经传讯问过，都没有回去。”夏渊说着，试探着补了句：“二主母，要不……”冷月脸色一沉：“怎么？你不相信本宫？”“不敢，不敢。”夏渊连忙摆手：“只是3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心头宝，不亲自确认一遍，实在放心不下。”冷月皱着眉沉默片刻，终是点了头。除了3妹那里，黑白2老、3大太上长老的住处，还有后山，其他地方你们都能探查。夏渊顿时面露喜色：“谢二主母。”3人对视一眼，立刻散开神识，仔细扫过故族的每一处角落。可没过多久，他们再次对视，眼里只剩下失望。还是没找到人。冷月见状，开口道：“本宫说的那几个地方，他们也进不去，或许还在回去的路上。你们先回去等等吧。”3人没别的办法，只能应下。“二主母，那我们告退了。”冷月挥了挥手。夏渊3人转身离去。至于9长老的葬礼，参不参加都不重要，关系好还可以留下来。他们与9长老的关系也就一般，如今寻女心切，他们也想早点回去。冷月望着3人离去的方向，神色一滞，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刚才藏风居的画面，脸颊再次爬上2抹红霞。奇怪，本宫怎么总想起布？他暗自皱眉，总觉得最近自己变得有些不对劲，连心思都比以前活络了许多。藏风居外，苏黎带着柳如烟找来。刚到院外，就见丫鬟们脸颊绯红，护卫们则偷偷瞄着丫鬟，场面透着古怪。2人走近，丫鬟和护卫们连忙正色行礼，拜见3主母。苏黎颔首，目光扫过众人异样的神色，开口问道：“你们这是怎么了？”话音刚落，院内传出一道女声。苏黎瞬间明白，他不动声色看向柳如烟，却见对方脸上已经爬上2抹红霞，这让他有些疑惑。按他对柳如烟的了解，这女人对房事一窍不通，怎么会脸红？苏黎不知道，眼前的柳如烟是转世大能，虽然没有失去过，可也听过，怎么会不懂这些？若只是听到声音，柳如烟也不至于如此。关键是他刚才没忍住用神识探查，刚好看到最为关键的一幕，你们谁去通知曹布，就说本宫与女帝找他有事。苏黎当即吩咐丫鬟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先动。”苏黎皱眉道：“谁是大丫鬟？”人群中一名丫鬟怯生生开口：“大丫鬟在里面伺候曹堂主。”这话一落，丫鬟们的脸蛋更加红了。自从颜如玉来后，就成了他们的大丫鬟，还负责照料曹布的起居。那就你去，叫他出来。苏黎直接对着丫鬟下令：“是，3主母。”丫鬟行礼后转身，刚踏出一步，院内又传出声音。他脚步一顿，看向苏黎。苏黎面色瞬间沉了下来，这曹布还真是无法无天了。他当即加重语气：“不管他在做什么，立刻把他叫出来。”丫鬟无奈，只能硬着头皮进去打断曹布。不多时，曹布跟着丫鬟走了出来，见到苏黎和柳如烟，他不卑不亢行礼：“见过女帝，拜见义母。”直起身又问：“义母若是有要事，吩咐我去书香院就是，怎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苏黎侧过身看向柳如烟，缓声道：“如烟要走了，临走前有件事想找你。”曹布闻言，连忙侧身让开道路，语气恭敬：“原来是女帝驾临，快请进。”柳如烟不动声色地瞥了曹布一眼，总觉得这人给他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可具体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他不再多想，迈着修长雪白的玉腿，率先走进藏风居，苏黎紧随其后，曹布走在最后。
进了招待堂，曹布对颜如玉吩咐：“小玉，沏2杯茶来。”柳如烟开口打断：“不用了。”他扫了颜如玉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底细。这女人天赋不凡，有机会成就准地，如今却在曹布这里做事，还把身子给了曹布，实在奇怪。曹布挥挥手，颜如玉欠身行礼后离开。不知女帝有什么要问的？曹布明知故问。柳如烟没绕弯子，直接道：“曹布，你那天晚上做的诗有没有名字？”曹布摇头：“当时是临场做的，没起诗名。”“那你是怎么做出那首诗的？”柳如烟追问，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按理说，就算曹布听过他的传闻，最多也只能做出前3句，最后1句唯有知晓他真实底细的人才有可能写得出来。曹布沉吟片刻，开口道：“实不相瞒，见到女帝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在面对9天仙神，尤其是女帝周身那股若有若无的气场，让我心生敬畏。后来联想到画本里那些无所不能的仙神，就自然而然把女帝带入进去了。”柳如烟若有所思。天桥境的曹布眼里，大地竟于他而言，本就有独断万古的能耐。看来这曹布不是转世之人。那你现在给这首诗取个名字，再把整首诗写下来，本地要拿去保存。柳如烟又道。曹布闻言，面露难色。柳如烟以为他不愿意，当即皱眉：“怎么，本地让你做这点事都不肯？况且不会让你白写，有奖励。”曹布看向苏黎，苏黎犹豫着开口：“如烟，要不我来给你写吧？”“不行。”柳如烟果断摇头：“诗只有本人写出来，才能显出诗里的意境。”苏黎给曹布递去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曹布一咬牙，对外面喊：“小玉，取上好的笔墨纸砚来。”“不用麻烦，用我的。”柳如烟说着，抬手一挥，一套笔墨纸砚凭空出现在桌案上。曹布的目光落在那支笔上，心中暗自诧异，这支笔居然是粉色的。他不动声色看了柳如烟一眼。柳如烟冷声道：“看什么？还不写？”曹布心里暗笑，这柳如烟倒有几分少女心。他又犹豫了一下，问道：“女帝，真要我写？写出来，你可别嫌弃。”柳如烟点头：“你写就是。难道你的字见不得人？”曹布不再犹豫，摸着下巴装模作样走了几步，随即点墨下笔：“绝颠吟，柳如烟。孤峰绝色冷霜颜，但指天清傲世间。不借东风不以月，独断万古柳如烟。”第1个字落下时，柳如烟就后悔了。他强忍着打人的冲动，看着曹布写完。写之前，他还自信这世上没有见不得人的字；写之后，他才知道，还真有。给，还望女帝不要嫌弃。曹布满意的看着自己的佳作，双手捧着宣纸递向柳如烟。柳如烟一脸嫌弃的看了看字，又看了看曹布。曹布保持着礼貌的笑容。一旁的苏黎见状，伸手从曹布手里接走诗稿：“如烟，还是我来给你写吧。”说着就要把宣纸毁掉。柳如烟连忙抢过来：“不用了，就这样吧。”他仔细看了看，字虽然上不了台面，但字里的意境却恰到好处。他点了点头，看向曹布：“其实你可以往儒道方向发展，这首诗若是让一位儒帝写出来，必定能震动天道。”“儒道？”苏黎面露疑惑：“如烟，这世上还有儒道这条修行道路？”柳如烟点头：“有。”他没有过多解释，灵界天道不完整，不包含儒道，所以在这里做出的诗词不会引起天道震动。曹布若是生在仙界，或是其他有儒道的小千世界，要成儒帝会很轻松，甚至能靠这个成仙。曹布，本帝看你对爱情有独特见解，能不能以爱情为题做一首诗词送我？当然不会让你白做，我给你一件帝兵。柳如烟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期待。这话一出，曹布愣住了。苏黎也一脸诧异盯着柳如烟，一首诗换一件帝兵，实在匪夷所思。柳如烟又补充道：“当然，这首诗不能比绝颠吟差。”曹布虽然心动，却还是摇头拒绝：“女帝，作诗是情感与意境的结合，我能写出绝颠吟已经是运气，要再做一首差不多的很难。”他这话不是要加价，也不是真的做不出来，他只有一个目的，让柳如烟惦记他。这是当初勾引苏黎的办法，放长线钓大鱼。前世那些诗词是别人的，到了这里就都是他曹布的。而且他能看出柳如烟不歧视弱者，
这样他的机会更大。柳如烟有些失望，却也在预料之中。他拿出一枚令牌递给曹布，这是我幻音坊的幻音无极令，有他在，你以后能让幻音坊为你办3件事，哪怕是覆灭一座不朽帝朝。苏黎惊讶道：如烟，你这……柳如烟义正言辞道：你说过，若是有人能做出让我满意的诗，就送他一件宝物。他扬了扬手中的绝巅银，这诗在我眼里值3件事。曹布毫不犹豫接过令牌，深深看了柳如烟一眼。他很想问，灭掉顾族行不行，但转念一想，这显然不现实，就抛去了这个念头。多谢女帝。他抱拳行礼，脸上不喜不悲。对他来说，这终究是外力，不是自身实力，犯不着太高兴。这话若是让其他不朽帝族听到，怕是要把他按在地上摩擦。幻音坊虽是顾族附庸，柳如烟也才突破大地，却没几个不朽地级势力敢招惹，只因当年那位魔道天帝消失后，世间再没了那位的踪迹。柳如烟点了点头，又道：本帝刚才的话还算数，这幻音无极令还有传讯功能，只要还在灵界，你在任何地方传讯，我都能收到。要是你能做出关于爱情的诗词，且不比绝巅银差，我就给你一件地兵。说完，他对苏黎递了个眼色，两人转身离开。曹布连忙上前相送。院门口，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再看看手中的无极令，曹布心满意足地收进系统空间。不错，这次赚了。次日葬礼，顾初烟披麻戴孝，跟随安葬队伍朝着顾族墓陵走去。他眼神空洞，神情呆滞，麻木地跟在队伍之中。安葬仪式结束后，族人们陆续转身离去，低声交谈着。很快，墓前只剩下9长老的儿孙辈。7天后，唯有顾初烟依旧一动不动地跪在冰冷的墓碑前。他脸色苍白，眼神依旧呆滞，好似这7天的风吹日晒、昼夜交替，于他而言都不存在。不远处的山坡上，苏黎与曹布前后而立，远远望着那道孤寂的背影。已经7天了，这丫头还真能坚持。苏黎眸中闪过一丝异色。安葬前1天，他就看出顾初烟原本的意识正在与心魔意识抗衡。为了防止冷月看出端倪，他暗中在顾初烟身上布下禁制。以顾初烟法相近巅峰的修为，自然毫无察觉。曹布指尖缓缓摩挲琢磨玉扳指，语气平淡：不着急，入魔是迟早的事。苏黎忽然生出一丝好胜心，侧头问道：那你猜他什么时候会入魔？曹布眸光微凝，唇角扬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不用猜，已经来了。苏黎转头望去，只见顾初烟周身渐渐弥漫出一缕缕魔气，不过片刻就已经笼罩方圆10米，空气中传来阵阵阴冷压抑的气息。果然入魔了。苏黎诧异道。曹布立即出声：带他去书香院地底，这里太容易暴露了。苏黎点头，袖袍一挥，3人的身影瞬间自圆的消失。下一刻，3人已经出现在书香院地下深处的密室内。刚将顾初烟关进一间密室，他体内的魔气轰然爆发，浓重的黑暗吞噬了整个房间，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片漆黑中，缓缓亮起一双猩红的眼眸，其中翻涌的是几乎凝成实质的滔天杀意。曹布与苏黎站在门外，目光紧紧盯着室内的动静。这时，苏黎语气带着几分兴致道：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曹布面色波澜不惊，淡淡吐出2字：你说。苏黎浅笑道：我们就赌，到底是顾初烟的意志吞噬心魔的意志，还是心魔的意志吞噬顾初烟的意志？他顿了顿，又道：又或者这2股意志融合在一起，诞生个全新的意志？可以。曹布颔首，随即反问那赌注是什么。苏黎轻咬下唇，眸如秋水，声音柔婉：你要是输了，接下来的1个月每天晚上都得来书香院一趟。曹布听了，嘴角勾起一抹轻笑：没问题。那要是你输了？他故意顿了顿，凑到苏黎的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音量低语了几句。苏黎听完，脸颊瞬间涨得通红。他抬手轻轻捶了下曹布的手臂，又娇嗔着白了他一眼，嗔怪道：你这人也太变态了。曹布脸上带上几分邪气：难道你就没有偷偷想过？这话让苏黎心底莫名涌上一阵激动，连呼吸都轻了些。行，我答应你，我赌心魔的意志能吞了顾初烟的意志，你呢？苏黎先报出自己的选择。曹布抬眼望向屋内，语气带着几分笃定：那我就赌顾初烟的意志能吞了心魔的意志。他当初引顾初烟入魔，本就是想掌控一个听话的顾初烟，而不是一个只知道杀戮的魔头。若是如此，他也不必大费周章做这一切。更何况有吞天魔功在身，只要顾初烟不笨，这场对决他想输都难。恰在这时，密室内翻涌的魔气忽然有了回笼的迹象。苏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下意识侧头瞥了曹布一眼，开口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以他的修为，只能隐约窥探到顾初烟体内藏着一股奇特的吞噬之力，正在吞噬心魔的意志。与其说是单纯的吞噬，倒不如说是将心魔的力量彻底拆解，纳为己用。若是真能成，以后顾初烟就是魔，魔亦是他。他既能保有自身独立意识，又不会沦为心魔的傀儡。要知道，魔州的魔修中10之8九都是心魔吞噬了自身意志的存在，能以自身意志反压心魔的凤毛麟角。这类人往往意志坚定，一旦成长起来，无一不是能独霸一方的强者。当年那位觊觎柳如烟的魔修天帝，就是靠着自身意志吞噬心魔，才一步步踏上巅峰之位。值得一提的是，通常情况下，自身意志吞噬心魔后，心魔的邪性会残留几分，将人内心深处的恶念无限放大。顾初烟若是成魔，他对顾云的杀念恐怕会暴涨100倍，这份恨意将会化作他修炼路上的最强动力。可让他百思不解的是，这世间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反过来吞噬心魔？纵使他见多识广，也从没有过这样诡异的能力。是一本功法的缘故，曹布淡淡丢下一句话，随即转身朝着不远处另一间密室走去，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邪意。不能让他成魔太轻松，得给他加点压力。苏黎眼底闪过一抹兴趣，脚步轻快地跟了上去。两人很快来到一间布满禁制的密室外。密室内，夏晶晶、宋倩倩、秦玲玲三女见到他们的身影，眼中瞬间迸发出惊喜的光芒。三女连忙凑到禁制前，声音激动道：“三主母，曹总管，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曹布缓缓点头，脸上绽开一抹如沐春风的笑容，语气却透着几分诡异：“不错，我是来让你们享受快乐的。”话音刚落，他抬手打开密室大门，走了进去。三女见状，下意识齐齐后退一步。曹布此刻的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让他们从心底里生出一股寒意。再想到自己修为被封，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席卷三人的心头。曹总管，你的眼神好可怕。夏晶晶紧张的暗自咽了口唾沫，声音都有些发颤。曹布玛萨琢磨玉扳指，目光落在夏晶晶身上，声音听不出情绪。夏晶晶，那就从你开始吧。1个时辰后，曹布神色淡然地从密室里走了出来。又突破了。苏黎抬眸看他，语气带着几分感慨。曹布点头，语气平静。法相近9重了，这2个不动吗？苏黎看向蜷缩在角落浑身发抖的宋倩倩与秦玲玲，两人听到这话，看向曹布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浓浓的惊恐。曹布摇了摇头，等段时间吧，先稳固一下修为再说。说完，他转头望向密室深处颤抖的夏晶晶，沉声道：“把他送到顾初烟的密室里去。”苏黎闻言起身，指尖凝起一抹淡光，轻轻一点，夏晶晶身旁的空间裂开一道缝隙，一股吸力瞬间将她的身体卷入其中，缝隙随即闭合。宋倩倩与秦玲玲亲眼看到这一幕，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他们如今已经不奢求什么，只求活下来即可。曹布与苏黎来到顾初烟所在的密室，刚一靠近，就看见顾初烟双手直接刺穿了夏晶晶的腹部。夏晶晶瞪大双眼，死不瞑目。几个呼吸的功夫，夏晶晶的血肉精气就被顾初烟体内的心魔吞噬得一干二净。心魔的力量瞬间暴涨，反过来将顾初烟的意志死死压制。曹布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转头对苏黎吩咐道：“这段时间你多留意着点，若是心魔不行，就立刻通知我。”苏黎颔首应下，忽然话锋一转，眼底带着几分狡黠：“我说了，你是不是该履行赌约了？”曹布脸上露出一抹浅笑，指了指不远处的椅子：“去那里。”苏黎刚要开口，还没来得及答应，曹布已经将他抱起，大步朝着那把椅子走去。关在密室里的宋倩倩与秦玲玲听到奇怪的动静，两人下意识抬头望去，下一秒，两人瞳孔一缩，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那位平日里高高在上、风姿卓越的顾族三主母，现在那盘发的动作，熟练得让人心头发颤。与此同时，仙域9527矿场的角落里，顾晴天握着矿镐的手一顿，他抬手用粗糙的掌心往发痒的头皮上挠了几下，啪！深褐色的鞭影重重打在他单薄的脊背上，瞬间留下道红肿印记。找死还敢停下来偷懒！监工粗哑的嗓音砸过来：“顾晴天，你进9527矿场已经满1个月，就只挖下1颗仙石。”他上前一步，用鞭头戳着顾晴天的头：“还能不能干？1年后交不上50颗仙石，休怪极刑伺候。”顾晴天闻言，双拳攥紧，眼底闪着深深的不甘。原以为飞升后是大道朝天，任他飞翔，谁想刚上来就被抓到这里来挖矿。他反抗过，可他那真仙的修为，就算号称铜镜无敌，在这里也翻不起一丝浪花。开始听说要凑10万仙石，他没在意，以为最多1年就能挖完。来了才知道，仙石难采到离谱。真仙修为，
通常要挖2000年才能凑齐10万颗仙石。2000年若是能用来修炼，就算成不了世界巅峰，至少也是一方强者。他忽然想念在灵界的日子，早知道飞升是受罪，不如不突破，在下面当地下皇帝多好。熟悉的人影接连在眼前闪过。倾城，1个月了，你应该在闭关突破大地吧？鱼儿，听说凌霜有了心上人，可惜我没见过。你当娘亲的，得帮他把好关，别让他跟错人。离儿，这100年你对我冷淡，连碰都不让碰，可我对你们的爱半分没差。你现在在做什么？会不会想我？我很想你了。云儿，你应该当上族长了吧？别让为父失望。范儿，你岳父的位置你继承了吧？凌霜，爹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十分抱歉。叶儿，听说有个小子在追你，你可不能轻易答应。莹莹，你还调皮吗？还有布儿，别怪义父心狠，实在是你太忠诚，忠诚的让义父有些害怕。你放心，等义父逃出这矿场，就给你烧纸钱。对了，你还单身，要不要女人？义父到时候给你烧100个。啪！又一鞭子抽在顾晴天身上，把他从回忆里拽了回来。操！你他妈还愣着干什么？监工的唾沫星子溅到了他脸上。顾晴天咬着牙没说话，捡起矿镐继续挖，镐尖状的矿石火星直冒。监工冷哼一声，转身走了。最近飞升的几百人里，就这顾晴天最欠打。顾晴天瞥了眼监工的背影，把他的相貌死死记在心里。有朝一日，一定要让这混蛋付出代价。恰在这时，一个精瘦的工人凑了过来，小声问：“顾晴天，听说你来自灵界？”顾晴天手上没停，不动声色道：“前辈是。”精瘦工人笑了笑，手里的矿镐也没歇：“我也来自灵界，比你早上来10万年。”顾晴天眼睛一亮，连忙小声问：“不知前辈名号？还有，您怎么在这儿待了10万年？”精瘦工人压低声音道：“我叫云安，出自云州云霄阁，不知道这个势力现在还在不在？”顾晴天瞳孔一缩，眼底充斥着惊喜：“您就是10万年前云霄阁的第3位云帝。”云安脸上的疲惫淡了些，语气发颤：“这么说，云霄阁还在？”还在。顾晴天点头，声音里藏着激动：“不仅在，我儿子还和当今云帝的女儿成了亲。”两人手里的矿镐没停，你一言我一语的聊起来。1个月的憋闷终于有了出口。1个时辰后，顾晴天把灵界如今的情况讲完。云安点了点头，长长舒了口气：“还在就好。我云霄阁当年树了不少敌人，能撑到现在已是不幸中的万幸。”顾晴天想起之前的疑问，问道：“对了，云前辈，您说在矿场待了10万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安收起笑容，凑到顾晴天耳边，声音压得很低：“看在同乡的份上，我跟你说实话，别想着挖完10万仙石就能走。”顾晴天皱眉：“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云安解释道：“等你挖完10万仙石，他们会把你这几千年的记忆抽走，再把你送到别的矿场。”他指了指脚下：“这地方是我待的第50个矿场了。”顾晴天倒抽一口凉气，手里的矿镐差点脱手。这么算下来，他这辈子怕是要困死在矿场里了。你别怕。云安话锋一转，眼底闪过一丝金光：“既然遇上了，我就罩着你。我已经找到一条逃跑的路，到时候带你一起走。至于我为什么没被抽走记忆，这是个秘密，你懂的。”顾晴天连忙点头：“那小子先谢过前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必客气。云安摆了摆手，又提醒道：“不过你现在得把挖矿的速度提上来，不然1年后急行你躲不过。”顾晴天连忙道：“还请前辈指点，我自创了套挖矿的法子，你看好了。”说着，云安开始教顾晴天动作。顾晴天学得格外认真，这关乎他的下半生，半点不敢马虎。“来，你自己试一遍，我看看你悟性怎么样。”云安退后半步，顾晴天立刻照做，拿起矿镐，认真挖起仙石来。“不错不错。”云安满意点头，目光落在顾晴天身上，眼底闪过一丝邪光。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无声地吐出2字：“极品。”7日之后，顾族议事大殿，冷月与苏黎端坐在首座，殿内气氛肃穆。两侧依次列坐8大长老，曹布在左下方最后一个位置落座，身姿端正，指尖轻轻摩挲琢磨玉扳指。冷月环视一圈，冷声开口：“诸位，国不可一日无君，族不可一日无主。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我顾族已经成了整个灵界的笑柄，必须找个能力强的人带顾族走出阴影，重返巅峰。诸位可有合适的人选？”闻言，众人面面相觑，没人先开口。大长老不动声色看向曹布，见曹布微微点头，他目光扫过其余7位长老，朗声道：“二主母，如今我顾族有资格做族长之位的，只有顾风少主，还请二主母传讯云帝，
让顾风少主回来继承族长之位。这话落地，另外7位长老立刻附和。没错，整个顾族没人比顾风少主更适合。本长老也赞同，眼下顾族年轻一辈里，只有顾风少主能挑大梁。不过顾风少主要继承云霄阁阁主之位，不知云帝会不会放他回来？议论声落下，众人目光又落回冷月身上。冷月扫过殿内，视线突然停在曹布身上。布儿，你觉得如何？曹布脸上带着温和的笑，语气不卑不亢。布儿觉得诸位长老言之有理，如今我顾族唯有封地有资格做族长之位，布儿赞同。顾风的事本就是他让大长老主动提议的，至于顾族族长之位，他没多少兴趣。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提升继承度，一旦继承度到100%，就是顾族覆灭的时候。冷月点了点头，又看向苏黎：“三妹，你有其他意见吗？”苏黎摇头，全听二姐的安排。他本就不在乎谁当族长，以他和冷月的实力，不管谁继位都要受他们制约。况且按曹布的成长速度，这顾族也存在不了多久。冷月暗中松了口气，如今的苏黎让他隐隐忌惮，他总觉得苏黎的实力已经超过他。7大长老神色莫名，按常理，冷月该先问苏黎的意思，再问曹布，可今天反过来了。几人不约而同瞥向曹布，难道曹布得到了2主母重用？可之前说曹布是跟着3主母的，难道这小子能在2位主母之间左右逢源？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就让顾风当这个族长。冷月顿了顿，话锋一转，本宫已经联系过云帝，他愿意放风儿回来，但风儿现在在闭关突破界王，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为了顾族正常运转，接下来这段时间由本宫暂代族长之职。众人没惊讶，冷月早有打算，反倒震惊顾风在闭关突破界王。顾云与顾风差了近100岁，要是顾风真突破界王，2人境界只差3、4个小境，这说明顾风的天赋比顾云还强1分。大长老沉声道：“2主母，此话当真？老夫记得1个多月前，风少主才破虚境7重。”2长老也接话：“不错，按风少主之前的修行速度算，他要突破界王至少还得10年。”众人又把目光投向冷月，带着询问之意。冷月冰冷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眼中闪过深深的自豪。云帝要让芬儿继承云霄阁，自然不能让他修为太低。他亲自教了芬儿1个月，不巧的是，芬儿顿悟了一瞬，境界连破2境，几天前直接闭关，借着这股劲冲击界王壁垒。要是成了，短则1个月，长则1年，肯定能突破界王。长老们听完都忍不住唏嘘。顿悟是无数生灵求而不得的事，顾风只顿悟1瞬就连破2境，要是有人能顿悟1刻钟，怕是能连破1个大境，修炼的12个境界里。神通到破虚是小坎，破虚到界王是中坎，准地到大地是大坎。破虚竟能运用空间之力，界王竟能运用法则之力，大地竟能掌控法则之力。在大地面前，修炼同一种法则的武者都会被压制，这也是顾擎天灭地正地的含金量所在。自古以来，飞升的大地不下100位，可灭地正地的，算上顾擎天也只有3位。灵界已知存在至少1000万年，有没有没记载的成仙者不好说，但1000万年只出3位灭地正地的存在，这份实力不用多说。冷月看着众人议论，心里难免有些骄傲。她是顾风的亲娘，儿子有这般天赋，她自然高兴。其实按正常情况，她也不想让顾风当顾族族长，毕竟丛林里只需要一头虎王。如今顾云自寻死路，年轻一辈里，除了他们3大主母生的孩子，其他人都不堪大用，只能让顾风来挑这个担子。顾族这代年轻人经过顾擎天改造，天赋远超上1倍，但要成长起来，短则1000年，长则10000年。或许等他们一家子都飞升了，这些人才能真正扛起顾族。至于8大长老，若不是靠顾擎天，他们连法相境都到不了。现在的界皇境，还是顾擎天闯入禁地，得到了提升天赋的果实，帮他们突破的。几人的实力在同级里是最弱的，潜力已经到顶，再也没法突破半分。好了，冷月开口打断议论，等众人安静下来，继续道：“族长的事先到这，接下来是9长老的位置，现在该谁来补？”殿内又静了下来。顾姓族人原本只有9位界皇，现在少了1位，其他执事都是界王境。他们也是当初提升天赋的受益者，可凭他们的天赋，短时间内根本突破不了界皇。沉默中，大长老先开口：“整个顾族突破界皇的只有我们8人，外姓界皇不能补这个位置，毕竟9长老的位置掌管顾族命脉之一。可要是从界王族人里挑，其他人肯定不服。老夫提议，让曹总管暂代9长老之职，以后若是有顾族人突破界皇，再让突破的人与曹总管交接。这些年曹总管的能力大家都看在眼里，你们觉得如何？”这话让其他7位长老愣了愣。
大长老向来只听族长安排，从没为谁说话过，今天是头一遭。但转念一想，只是暂代，也就没多琢磨，反倒各自有了心思。他们现在是界黄境，还能活几万年。顾晴天一家子天赋好，千年万年内成仙没问题，可万年后呢？他们的后代成长起来，顾晴天这一脉未必还能这么辉煌。为了万年后自家一脉能争族长之位，几人都盯上了九长老的位置，心里打定主意，回去就赶紧培养族里人突破界黄。于是7人纷纷点头，老夫同意让曹总管暂代。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在他们看来，曹部只剩下几百年寿命，让他在死前享福是应该的，毕竟曹部为顾族做了不少贡献。冷月颔首，转向苏黎问：三妹，你觉得如何？苏黎点了点头，本宫同意。冷月再转向曹部：布儿，你可有信心？曹部脸上露出一丝激动，起身抱拳道：多谢二位义母厚爱，也多谢诸位长老信任，我曹部一定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绝不拖家族发展的后腿。长老们都点头笑了。曹部不争不抢，从不轻易得罪人，在他们眼里就是个顶级牛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省心的很。冷月看着曹部，越看越满意，总觉得曹部身上没有半分缺点。布儿，刚好10天后你随本宫去一趟中州。他又扫了眼其他人，解释道：100年一度的灵界天骄战3年后要开启了，这次我们顾族收到邀请，去抽选主办方的机会，要是能抽到举办权，对顾族发展有莫大的好处。长老们一听都露出激动的神色。能举办天骄战的至少是地级势力，天骄战要求参赛者年龄不超1000岁，修为不低于神通境。上一届顾晴天就是以界王毅重拿了天骄榜第1。虽说天骄战只决出前100，大部分参赛者都是陪衬，但上一届榜前10的人现在差距已经拉开。听说排名第2的现在才刚突破界皇，这就是天才和妖孽的区别。而他们顾族3位主母都是前几届天骄战前3的人，谨遵义母之命。曹部再次起身抱拳。冷月点头，就这么定了。布儿，你留下，本宫有话跟你单独谈谈。8大长老立刻起身告退。苏黎不动声色瞥了曹部一眼，身形一闪就消失在店内。店内只剩2人。曹部躬身道：义母，不知你有什么吩咐？他现在还不清楚琴鼓的作用发挥到了哪一步，只能小心试探，不敢有半点逾越。冷月起身朝店外走，曹部连忙跟上，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那双雪白美腿上。是关于凌霜的事。冷月的声音从前方传来：顾初烟的事，义母听说了，是你让他断了自杀的念头。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认真道：义母希望你去开导凌霜。他虽然没有像顾初烟那样寻死，但再这么下去，人就真废了。曹不沉声道：义母想劝凌霜其实不难，给他一个目标就行。他顿了顿，试探性问道：但波儿得先知道义母对云帝是怎么看的。他以后不再是顾族人，你也不用再叫他云帝。冷月没有任何犹豫，当即表明对顾云的态度。顿了顿，他又补充道：就算洛倾城出关，他想让顾云回来，本宫也不会退一步。另外，本宫已经下了顾族追杀令，杀顾云者赏1000万灵金，抓回顾云者赏5000万灵金。现在你该知道本宫的态度了吧？他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何况顾凌霜是他亲女儿，要是不做点什么，他这个准帝就太好欺负了。看在洛倾城和顾晴天的面子上，他没亲自去追杀顾云，已经给足了情面。至于顾云以后的死活，跟他没关系。他甚至没说，要是有机会，他会暗中除掉顾云。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这边，他绝不能让顾云回来威胁到顾风的地位。以前他没这想法，可现在情况不同了，这机会已经送到他嘴巴里，他要是不吃，才是真的蠢。一旦顾风继位，整个顾族就是他说了算，再加上云霄阁，他冷月还怕谁？至于洛倾城，不过是得了几分机缘。论天赋，当年他们3人都是天骄战前3的人，谁也没输给谁。曹不点头，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果然和他想的一样，冷月不会因为顾云是顾晴天的儿子就给好脸色。毕竟顾云做了那样的事，冷月要是没反应，一定会成为准帝中的笑话。那不知道该怎么劝了。曹不当即回道。冷月点了点头，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把曹不当成了自己人。2人走了没多久，就到了墨月居的小园林。凉亭边，顾凌霜手里捏着鱼饵，机械地往池子里撒，眼神呆滞，脸上没半点表情。显然，他还没从之前的伤害里走出来。曹不和冷月站在不远处，静静看着。你也看见了，他整天都这样。要是不让他走出来，义母真怕他跟出烟一样做傻事。冷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叹息。曹不观察了一会儿，道：义母放心，
布尔一定想办法把他拉回来。说完，他径直朝顾凌霜走去。冷月站在原地没动，目光追着曹布的背影。他想看看曹布到底要怎么劝。刚才曹布问起他对顾云的态度时，他就已经猜到几分。叫曹布来，本就有让他开导女儿的意思，只是这种事需要技巧，他不擅长，只能让曹布试试。顾凌霜听见身后的脚步声，没回头，声音清淡淡的：“娘亲，你不用担心，女儿没那么脆弱，不会想不开的。”曹布径直走到凉亭里，在石凳上坐下，拿起桌上的茶壶，自顾自倒了杯茶喝。半天没听见回应，顾凌霜才回头，看见是曹布，他那双呆滞的眼睛里终于多了一丝神采。“大哥，是我娘让你来的吧？”想起顾初烟的事，他瞬间明白曹布的来意，又补充了一句：“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的。”说罢，他回过头去。曹布放下茶盏，目光落在他的背影上，眼底飞快闪过一丝晦暗。当初急于吸收对方体内的力量，根本没有好好享受，这成了他一大遗憾。初烟都能走出来，难道你顾凌霜还不如他？曹布淡淡道。顾凌霜转过身，眉梢带着疑惑：“大哥这话是什么意思？”曹布重新拿起茶壶续茶，沉声道：“我去找过初烟，他要闭关一阵子，说出来后要亲自找顾云报仇。”知道了冷月的态度，有些话他说起来就没了顾虑。顾凌霜又转回去，背对着他，轻声道：“报仇嘛。”说完就没再开口，只望着池子里游来游去的鱼，一动不动。曹布轻笑一声：“你也觉得他是痴心妄想，对不对？”见顾凌霜没反驳，他继续道：“你自己也觉得报不了仇，所以才自甘堕落。因为你心里清楚，等你到了顾云那个年纪，绝对达不到他现在的境界。”顾凌霜眨了眨眼，没说话，算是默认了。曹布又道：“我当初也是这么跟初烟说的，可他说……”说到这儿，他故意顿住，端起茶盏慢慢喝了起来。顾凌霜见他没继续说的意思，转过头来，可等了半天还是没听见下文。曹布甚至连着喝了好几杯茶，他终于忍不住，语气里带着些急切：“他是怎么说的？”曹布指了指对面的石凳，示意他坐下。顾凌霜犹豫了一瞬，放下手里的鱼食，走到对面坐下，眼神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空洞。“大哥，初烟到底怎么说的？”曹布慢悠悠道：“他说，就算只能在顾云身上划一道伤口，他也不会放弃。”他盯着顾凌霜的眼睛，又补了一句：“我记得你跟初烟是闺蜜吧？你闺蜜都能走出来，难道你不行？还是说，你连顾初烟都不如？”这话直接扎进顾凌霜心里，他猛地攥紧拳头，指节都泛了白。顾初烟的天赋不如他，都能想着闭关报仇，他凭什么要一直消沉下去？曹布看见他眼里重新亮起的光，嘴角勾了勾。果然，闺蜜之间最见不得对方比自己强。这顾凌霜也不是什么甘心认输的性子。可没一会儿，顾凌霜的神情又落寞下去，她轻轻叹了口气：“大哥，还是算了吧。”说完，她起身就要走。曹布快一步，伸手按住了她放在石桌上的手。顾凌霜脚步一顿，手背传来的温度让她心头微动。她想起当初曹布替她出头的样子，心里莫名泛起一丝悸动。她转头看向曹布，只见他眼神干净，没有多余的情绪。两人对视了片刻，顾凌霜有些不好意思地移开目光，曹布却一字一顿道：“你难道不想成为他只能仰望的存在？他是谁？顾凌霜比谁都清楚。”这句话像重锤砸在他的心头，他不能接受当初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人，后来居然那么轻易就抛弃了他。曹布没给他退缩的机会，继续道：“强大起来，做他永远得不到的女人，让他有生之年后悔那天的决定，让他以后成为灵界的笑柄。”轰！这话在顾凌霜脑海里炸响，他整个人都怔住了。不错，若他能成为让灵动仰望的存在，那对方一定会为了当初的选择而后悔。慢慢的，他眼神里的色彩越来越浓。恍惚间，他看到多年以后，灵动跪在他面前求复合，他一脚踹开，指着他的鼻子道：“当初的我你嫌弃不已，现在的我你追求不起。”那场面让他无比激动，恨不得这一天马上到来。看着顾凌霜嘴角压不住的笑意，曹布强忍着没笑。这女人估计在想怎么打压灵动的剧情。突然，顾凌霜回过神，双手紧紧攥住曹布的手，语气激动：“大哥，谢谢你。”凉亭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两人对视着，顾凌霜心里涌现一抹心动，可很快又淡下去。他慌忙抽回手，低下头，神色里藏着落寞。他偷偷瞥了曹布一眼，以前没好好和大哥接触，如今看来，大哥除了修为低，全是优点。只可惜，不知道大哥会不会介意他的过去。曹布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又主动打开话题，聊起顾凌霜以前感兴趣的事。渐渐的，顾凌霜脸上的笑容多了，话也多了起来。不远处的树荫下，冷月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以前也试过用类似的话劝女儿，可没曹布说的这么有劲。如今才明白，同样的意思，怎么说还真是一门学问。他松了口气，笑着转身离去。曹布和顾灵霜聊到下午，才起身离开。刚走出墨月居，脑海里就响起系统的提示音，叮！检测到冷月与顾灵霜对宿主好感大幅提升，每人继承度增加1%，总继承度提高2%。恭喜宿主获得2次抽奖机会。曹布心中一喜，脚步没停，朝着藏风居走去。路过香消院时，院里突然传来一声怒喝：“滚！都给我滚出去！”他停下脚步，看向香消院门口，一众丫鬟和护卫战战兢兢地站着，没人敢进去。曹布摸了摸下巴，现在正是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当即，他朝着香消院走去。人还没到，声音已经传了过去：“怎么回事？”丫鬟和护卫们见是曹布，连忙行礼：“见过曹总管、九长老。”曹布兼任九长老的事已经传遍故族，众人都觉得诧异，一个外姓人能混到地族高层也是少见。领头的大丫鬟连忙回话：“曹总管，是少夫人，我们见她喝得烂醉，想劝劝，就被赶出来了。”曹布上前几步，透过门缝往里看，院子里的凉亭中，李新雪趴在石桌上，手里攥着个酒瓶，喝得酩酊大醉，周围还倒着10几个空酒瓶。他这样多久了？曹布回头问。大丫鬟回道：“回曹总管，从那天以后就一直这样，喝醉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喝。”他顿了顿，语气急切：“曹总管，您能不能劝劝少夫人？再这么下去，少夫人就毁了。”她是李新雪的娘家人，最关心李新雪的情况。李族当年也出过大帝，可这么多年过去，早已经没落，只剩2位准帝撑着，在地族中算是最弱的。曹布故作犹豫，摇了摇头：“这里是香消院，我一个男人进去不太合适。曹总管，现在哪还顾得上这个？”大丫鬟急道：“故族里能跟少夫人说上话的人不多，还请曹总管行行好。”曹布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也行，那我就去劝劝他。”说罢，推开院门走了进去。“谁让你们进来的？”李新雪醉醺醺地喊，抬手就把手里的酒瓶朝声音传来处砸去。好在他没灌住灵力，曹布轻易就躲开了。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曹布走到凉亭边，声音平静。李新雪这才抬起头，醉眼朦胧地看向曹布，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又冷下来：“曹布，你来干嘛？来看我的笑话？”说着，他又拿起一个没开封的酒瓶，拧开盖子往嘴里灌。曹布在他对面坐下，也拿起一瓶酒，拧开喝了一口：“跟我说说，你和他的事。”李新雪瞥了他一眼，语气冲得很：“凭什么跟你说？你以为你是谁？我告诉你，我最讨厌你了。”酒意上涌，他话虽这么说，却不由自主地开了口：“当初父亲带他去我家，找我爹娘办事。”曹布没插话，只是静静听着，偶尔喝口酒。时间一点点过去，李新雪越说越投入：“你知道吗？为了讨他欢心，我特意去学了1个月舞蹈，回来跳给他看，还精心准备了一套。”话说到这儿，他突然顿住，摆了摆手，又灌了口酒：“反正我把心都掏给他了，可他呢，不仅去勾引那个叫林柔的，这我能忍，可他居然……”后面的话没说出口，他只是一口接一口的喝酒。曹布不动声色地瞥了李新雪一眼，看来那天晚上他还真赶上了李新雪最温柔的时候，怪不得当时他那么主动，差点让他没忍住多留一个时辰。情这东西强求不来。曹布放下酒壶，缓缓开口：“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留不住。他的离去是上天在为你清扫前路的阻碍，好让那个真正能与你灵魂共鸣，携手走过漫漫岁月的人顺利出现。”李新雪一边喝酒一边听，听完后冷冷瞥了他一眼：“你会不会劝人？不会劝就喝酒，别在这儿废话。”曹布微微一笑，仰头把手里的酒喝光。李新雪盯着曹布，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没以前那么厌恶曹布了。这样总行了吧？曹布把空酒瓶倒过来，示意酒已经喝完。李新雪收回目光，眼神更朦胧了。这才多少？继续喝，你不是还劝我的吗？你要是能喝赢我，我就不喝了。曹布大笑一声：“这话可是你说的，我曹布修为虽然低，可喝酒这一行，号称酒帝也不为过。”李新雪冷哼一声：“你要是喝醉了，我就让人把你丢出去，让你在故族丢尽脸面。”一时间，李新雪的报复心上来，她想从曹布这儿缓解一下被顾云伤透的心。两人当即拼起酒来。院门口的大丫鬟看傻了，这哪是来劝酒的，分明是来陪酒的。她进去阻拦，李新雪直接把她赶了出去。大丫鬟无奈，在院门口急得打转。不知不觉1个时辰过去，两人都喝得满脸通红。当然，曹布是装的。自从融合了阴阳魔元，他对酒几乎免疫，只是故意装出醉态。
小布啊，你怎么还没醉？李新雪把脑袋靠在酒壶上，眼睛都快睁不开，可看到曹布还坐得稳，心里不服气。曹布红着脸嘿笑道：小雪啊，不是大哥吹，就这酒，我再喝10瓶也没事。李新雪突然朝外面喊：小雅，去把无间醉梦取一杯来。大丫鬟小雅连忙进来劝道：少夫人，您不能再喝了。李新雪抬手要砸酒壶，可手刚举起来就软了，酒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只能靠声音威胁：去，我今天非要喝倒小布不可。曹布装出醉得厉害的样子，不服气的嚷嚷：区区无间醉梦，谁怕谁，看谁先倒下。小雅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转身去取酒。无间醉梦劲大，喝了能让少夫人消停一阵子。没多久，小雅端着2个酒杯回来，里面盛着琥珀色的无间醉梦。她把酒杯放在桌上，悄悄给曹布传音：曹总管，您拿面前这杯，这杯不是真的无间醉梦。曹布没回应，自然地拿起面前的酒杯。李新雪举起另一杯，眯着眼道：来，小布，这杯你要是没倒，我李新雪就认你这个大哥。曹布闻言与他碰了碰杯，当即一饮而尽，随后装作摇摇欲坠的样子，嘴里念道：好酒好酒。李新雪眯起眼睛又揉了揉，只觉得眼前有10几个曹布在晃。小布，你这是醉过去了？没醉呢，该你了。曹布含糊地说。听到声音，李新雪才确定他没醉，疑惑道：不可能，你不会喝的是假酒吧？曹布摆手：怎么可能，我曹布怎么会喝假酒？叮，检测到李新雪对宿主好感大增，继承度提高1%，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曹布心里一喜，果然有用，看来得跟其他长老多走动，送点礼物拉好感，应该还能涨继承度。不过按这1个多月的经验，提升好感大概只能涨1%，想把长老们身上剩下的2%继承度都拿到，还得想别的办法。你真没醉倒？那我喝了。李新雪迷迷糊糊端起酒杯，一口喝光。酒刚下肚，她身子一软，直接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地睡了过去。小雅松了口气，这下少夫人应该能睡10天半个月吧。她看向曹布，语气带着几分催促：曹总管，少夫人醉了，您还能走吗？曹布摇摇晃晃地起身，踉踉跄跄地朝院外走去。放心，我没事。小雅点了点头，突然反应过来，连忙上前拦住他：曹总管，您走错了，那是少夫人的房间。曹布眯了眯眼，指着前面问：院门不是在这里吗？不是的。小雅扶着他转向正确的方向：曹总管，您直走就能出院子了。哦，本总管看清楚了，这里是院门。曹布说着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确认曹布离开后，小雅赶紧叫了2个丫鬟进来，一起把李新雪架回寝殿。曹布刚走出香消院没多远，就停下脚步，脸上的醉意瞬间消失。他收敛气息，悄无声息地折了回去。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上次没尽兴，这次说什么也得补回来。李新雪的寝殿外看到丫鬟们都走了，曹布这才从窗户翻进去。他拿出一张结界符箓激活，将整个屋子罩住。上次没有尽兴，这次无论如何也得玩够才行。曹布当即朝着床边走去，可刚靠近，脸上就挨了一巴掌。顾云，别碰我，给我滚开！李新雪闭着眼睛，无意识地喊着。曹布摸了摸红肿起来的左脸，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我操！啪啪！他左右开弓，狠狠扇在李新雪那粉嫩嫩的脸上，耳光声格外响亮。打完后，曹布看着发麻的手，气得掏出往生板砖，差点就要砸下去，可又硬生生忍住了。好你个李新雪，扇我一巴掌，老子家中一个时辰！啪！李新雪又无意识地扇了他一巴掌，嘴里还喊着：我要杀了你，顾云！曹布摸了摸右边也红肿起来的脸，脸色彻底黑了。他收起往生板砖，怒骂一声：在家中2个时辰。4个时辰后，曹布整理好衣物，心情愉悦地准备离开。走到窗边时，他脚步一顿，折返回来，在一处留下。孟仙来过。9日后，通往书香院地下密室的幽深廊道里，曹布脚步不停，在心里默念：系统抽奖5次，叮，恭喜宿主抽到极道地兵无始终，叮，恭喜宿主抽到轮回神体本源，叮，恭喜宿主抽到神通顿悟卡，叮，恭喜宿主抽到气运之子体验卡，叮，恭喜宿主抽到3醉陈酣酿10斤。系统面板随即弹出物品注解：无始终，攻防一体的极道地兵需要法则之力催动，轮回神体本源融合后可大幅提升对轮回法则的亲和度。神通顿悟卡可进入顿悟状态，领悟神通符文，掌控本命神通。
气运之子体验卡，体验期半年，即时生效。3醉陈酣酿，真仙之下任何境界，饮上1两就能沉睡3日，苏醒后任何重伤都可痊愈。曹布面色微喜，这次抽奖不错。不过之前已经抽到神通指定卡，如今又得神通顿悟卡，难道要先指定后顿悟才能彻底掌控这门神通？片刻后，他走到关押顾初烟的密室门前，透过镜之望去，顾初烟的意志已经重新压制心魔，正一点点蚕食对方的力量。进度还不错。曹布满意的点了点头，轻声低语了一句：太轻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得再给你加点猛料才行。说罢，他转身走向隔壁关押宋倩倩与秦玲玲的密室。听到脚步声，密室里的2女立刻抬头，看到曹布出现，两人身体紧绷，眼神里满是紧张与恐惧。曹总管，我们愿意交出身子，只求你完事后放我们一条生路。宋倩倩声音发颤，自从知道苏黎都是曹布的人，他们就断了护住清白的念头，比起名声，活下去才更重要。曹布微微一笑，语气带着几分玩味：放了你们，那你们的爹娘找上门来报仇，我该怎么办？这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得2女心头一紧。秦玲玲急声道：我们可以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就算是我们的爹娘，也半个字都不会提。宋倩倩也跟着点头，语气里带着恳求：对，我们一定守口如瓶，谁都不告诉。话虽然是这样讲，可2人心里已经打定主意，只要能活着回到爹娘身边，就把这里的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曹不敢夺走他们的清白，他们一定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甚至连怎么折磨人他们都已经想好。先把曹布绑起来凌迟，一片片割下他的肉，再用腰斩之刑让他感受身体分离的痛苦，最后把碎肉剁碎拿去喂狗，让他连全尸都留不下。这些念头一闪而逝，2人脸上不敢露出半分，只敢低着头，装作顺从又惶恐的样子，生怕曹布看出破绽。曹布微微一笑，他虽然不知道2女心里的想法，不过他可不是什么好人，自然不可能因为2人求饶而放过他们。当即他不再多言，打开密室门走了进去。不久后，曹布感受到体内暴涨的能量，当即盘腿坐下，开始炼化。丹田气海中磅礴的阴阳之气不断压缩凝练，朝着神通境的壁垒发起冲击。那层无形的壁垒在能量冲击下嗡嗡作响，细密的裂纹悄然蔓延。轰！一声闷响自丹田深处炸开，神通境的壁垒彻底破碎。紧接着，一枚黑白交织、纹路复杂的符文虚影从他头顶缓缓凝聚。符文刚一出现，整个密室的空间都开始微微扭曲，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仅仅是虚影，其威能就远超寻常神通符文。蜷缩在墙角的宋倩倩与秦玲玲吓得屏住呼吸，眼睁睁看着那枚符文从虚影逐渐凝实。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过有人初入神通境就能凝聚出如此恐怖的神通符文。黑白符文在阴阳之气的滋养下愈发清晰，缓缓下沉，烙印在曹布的元神之上。他静坐不动，周身气息从澎湃转为内敛，整个人透着一股深不可测的感觉。他缓缓睁眼，眼底黑白2色一闪而逝。系统使用神通指定卡。曹布在心里默念：定，请宿主指定神通。曹布沉思瞬间，眼前一亮，当即道：指定神通榜排名第1的神通。定，恭喜宿主掌控神通大荒湮灭拳。注：大荒湮灭拳催动时可吸收方圆1里至1里的灵气，爆发100%至10000的威能，具体强度取决于宿主身体承受能力与蓄势时间。这时，又一枚金色的神通符文在曹布头顶凝聚，他一怔，随即反应过来，原来神通顿悟卡是用来领悟本命神通的，而神通指定卡能额外获得1道神通。常人一生只能掌握1种神通，他却能拥有2种，这其中的差距不言而喻。宋倩倩与秦玲玲早已经呆滞，看着第2枚神通符文从虚转时化作1道金光融入曹布元神，2人眼中只剩难以置信。曹布没理会2女的震惊，继续在心里下令：系统使用神通顿悟卡。定，神通顿悟卡已使用，宿主即将进入神通顿悟状态。系统提示音落下的瞬间，曹布只觉元神猛地一震，意识瞬间坠入玄之又玄的境界。他的心神与周身的阴阳2气彻底交融，意念一动，气流随之流转。元神深处，那枚黑白符文大放光芒，无数关于虚与实、阴与阳的奥义，如同奔腾的河流，疯狂涌入他的识海。他看到清浊分化，阴阳交泰，看到虚实相生，界域轮转，一种明悟自心底升起。曹布的本命神通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源于自身根基，磅礴的元阴与元阳之力与体质、功法共鸣，诞生了新的神通。虚实、阴阳，原来如此。曹布喃喃自语，双手无意识地在身前虚化，
黑白气流随指尖流淌，在他周身勾勒出一方不断在虚实间切换的微小领域。叮！恭喜宿主领悟本命神通虚实阴阳界。注：虚实阴阳界以宿主为中心，展开一片受宿主绝对掌控的界域。界域范围内可自由界定虚实，操纵阴阳，可将真实之物化为虚幻，也可将虚幻凝为实质。可在领域内随意穿梭虚空，扭曲空间，可调动领域内的阴阳之气，增幅己身。界域范围与强度随宿主修为提升而扩大增强。曹布的元神之上，黑白符文与金色符文并立，黑白符文主领域掌控，金色符文主毁灭攻伐，二者交相辉映，气息互补。他缓缓睁开双眼，左眼倒映虚无，右眼映照真实。曹布微微抬手，心念一动，以他为中心，方圆10丈的空间自成一方独立天地墙角的宋倩倩与秦玲玲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半透明，伸手触碰墙壁时直接穿透。下一刻，虚幻感又突然消失，身体重新凝实。这就是虚实阴阳界，一念之间可定虚实。感受着对这方小天地的绝对掌控，曹布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双神通在身，一攻一控皆是顶尖，他的崛起之路无人可挡。目睹了全过程的宋倩倩与秦玲玲早已经被震撼与绝望所淹没，两人娇躯发抖，下意识地紧紧靠在一起。眼前的曹布已然脱胎换骨，其可怕程度远超他们想象，他们心中只剩下无边的恐惧。恰在这时，密室外的暗廊上空间撕裂，一道红衣倩影从中走出，正是苏黎。看到曹布突破，他脸上没有丝毫意外，只是走进密室，目光扫过一旁失魂的二女，最终落在盘膝而坐的曹布身上。我刚才感应到一股心悸的气息从这里传来。曹布当即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淡淡道：大荒湮灭拳。这几个字一出，苏黎瞳孔一震。神通榜前10的神通，灵界诸强只听过名字，从来没见人真正施展过。曹布领悟这神通，不仅排名第1，更是攻伐之力最强的存在。传言中，神通榜前10的神通，就算修成仙人，也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力量。可至今都没听过有人能领悟，就连精彩绝艳的顾晴天，也只领悟了排名第12的万剑归一。苏黎刚缓过神，曹布又补了句，语气依旧平淡：还有我的本命神通虚实阴阳界。苏黎内心再次一震，一个人掌握2种神通，这在灵界千万年历史里绝无仅有。世间神通千千万，能上榜的不过365种，而这365种里根本没有虚实阴阳界的名字。以他对曹布的了解，这本命神通绝不寻常。曹布，随我去试试你这2门神通。苏黎当即生出念头，想亲自验验这2门神通的威能。曹布点头，正好，我也想试试2门神通加持下，我的战力能爆发到什么程度。苏黎心念一动，掌心浮现一座精致小塔，他抬手一挥，小塔凌空飞起，悬于2人头顶，一道柔和光晕落下，将2人瞬间吸入塔内。不多时，2人重新出现在密室中。苏黎收起小塔后道：单靠一剑格式，你的战力已经堪比一般的神通境5、6重武者。虚实阴阳界能影响同境武者，在神通境内没人能杀你。至于大荒湮灭拳，理论上只要你的肉身足够强大，能撑住海量天地灵气的冲击，就能在神通境打出准地一击。不过，苏黎语气一顿，目光落在曹布身上，眼底闪过一丝心疼。刚才曹布为了全力催动这门拳法，强行吸纳方圆10里的天地灵气，肉身差点崩灭。好在他咬牙撑了下来，那一拳轰出时，威力直逼破虚境1、2重的全力一击，在神通境越一个大境界应战，这样的战力放眼古今绝无仅有。即便是当年的顾晴天，神通境也不过能做到同境无敌。曹布微微一笑，抬手在苏黎眉心一点，一本功法化作流光，涌入他的识海当中。混元不灭经。苏黎轻声呢喃，当即了解起其中内容。曹布解释道：你去把这功法需要的材料找来，我要修炼它。看完之后，苏黎惊喜道：有了这功法，就能弥补你肉身不足的问题。若是你能将肉身修炼到与修为匹配的程度，就能支撑更多天地灵气的冲击，到时候大荒湮灭拳的威力说不定还能再提升10倍。那时候的威能……说到这里，苏黎暗自咽了咽唾沫，不愧是神通榜第1的攻伐神通，恐怖如斯。曹布点头，又补了句：你也一起练，不然下次我全力一击，你当场嗝屁，我会心疼的。苏黎自然懂他隐含的意思，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我虽然不是体修，但肉身强度也不是你能比的，况且就算扛不住，我还能用法则护体。话虽如此，可他心里清楚，为了以后这功法得学，不然等曹布修炼起来，他或许还真扛不住。苏黎顿了顿，继续道：我看了下，
第10重以下的材料都好找，但想修炼到第11重的无我境，还有肉身成帝的第12重混元境，那些材料怕是只有境地才有。其他的先不管，你先把能找到的材料凑齐再说。曹布叮嘱道。另外，找些蕴含阴阳之气的天材地宝。对了，玲珑的修炼资源没了，也给他弄下来。苏黎顿时没好气道：让他叫我一声娘都不肯，还想让我给他找资源？你叫他出来，只要他喊我一声娘，我立马去给他找。下一刻，曹布身上传出一道清冷的女声，正是叶玲珑。哼，你叫我一声大姐，我就承认你是曹布的女人。苏黎笑了笑，语气带着几分戏谑。承不承认可不是你说了算，况且你是曹布养大的，论辈分，难道不该叫我一声娘？叶玲珑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几分不服气。你放屁，没有我承认，你只是曹布的玩物。当然，如果你叫我大姐，我就让你当曹布的小妾。你要是送我一剑帝兵，我就让你做平妻。苏黎眼底闪过笑意，有时候和叶玲珑拌嘴，倒也挺有意思。曹布无奈摇头，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团散发着莹莹光泽的本源之力，递给苏黎。你将这东西炼化，能助你成帝。苏黎抬手接过，指尖刚触碰到本源之力，就感觉一股源自灵魂的渴望涌上心头。这是什么？他看向曹布的眼里是化不开的柔情。这种至宝比那件极道地都还要恐怖。曹布还没开口，叶玲珑的声音抢先响起，带着几分得意。这是体质本源，曹布前段时间已经给了我一道，你是第二个，所以你以后就是二妹。苏黎懒得与他争辩，只是望向曹布，等待解释。这的确是体质本源，与你的本命法则息息相关。曹布缓缓道，炼化它不仅能助你诞生轮回神体，还能大幅提升你对轮回法则的亲和度。苏黎心中满是疑惑，这种至宝曹布怎么得到的？不过他知道分寸，没有追问，只是小心翼翼将体质本源收好，回去后再专心炼化。至于道谢，两人之间已经不需要这么客气。好了，黎儿，你先把他们两个送到顾初烟的密室去。曹布转移话题。苏黎点头，打了个响指。宋倩倩与秦玲玲身后的虚空突然裂开，一股吸力将两人拖了进去。曹布与苏黎走出这间密室，还没靠近顾初烟所在的密室，就听见两声恐惧的惨叫。等他们走到密室前，只见宋倩倩与秦玲玲已经化作两具枯骨，躺在角落。密室内的魔气陡然暴涨，心魔意志不仅恢复到全盛状态，甚至比之前更强。反观顾初烟的意志再次被死死压制。曹布看了一会儿，带着苏黎转身离去。我明天要跟冷月去一趟中州，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顾初烟或许会提前完成蜕变，你多留一些。苏黎颔首应下，放心，我会盯着。两人走出地下室，来到苏黎的寝殿。苏黎突然拉住曹布的衣袖，意有所指的轻声道：对了，莹莹那丫头又跑出去鬼混了。曹布脚步一顿，回头深深看了他一眼，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次日清晨，顾族广场上，曹布站在冷月身后，与众人道着别。三妹，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族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冷月看向苏黎，语气带着嘱托。苏黎面带浅笑，轻轻点头。二姐放心，有我在，一定不会出岔子。他心里已经盘算好，要尽快炼化曹布给的轮回神体本源。一旦炼化完成，他的实力一定会超越冷月，成为族里仅次于洛倾城的存在。冷月正要带曹布走，一旁的顾凌霜忽然开口：大哥。曹布转身看他，眼中带着几分疑惑。有事？顾凌霜抿了抿唇，轻声道：一路平安。曹布笑着点头：会的。昨晚他已经把绝情剑谱给了苏黎，还特意叮嘱让苏黎找机会把绝情剑谱交给顾凌霜修炼。顾凌霜本就恨灵动，练这剑谱一定能事半功倍。他自己也试过修炼绝情剑谱，不仅能练，进度还快，如今已经入门。正想着，曹布瞥见顾凌霜身后不远处的广场边缘站着一道倩影，是李新雪。他手中握着一个酒瓶，目光似有似无地朝着这边。曹布不动声色地朝他颔首示意，可李新雪连看都没看他，转身就走了。曹布毫不在意，李新雪能来这里，就已经将他当成朋友。冷月的目光在曹布和顾凌霜之间扫了一圈，见女儿脸上带着几分羞涩，心里直皱眉。他太了解自己女儿，这模样八成是对曹布动了心思。他暗自叹气，顾凌霜如今的名声比曹布还响，寻常男人哪敢选她？这辈子或许真要孤独下去。转念又想，若是曹布不嫌弃，他也不是不能点头。可刚升起这念头，又觉得两人不合适，甚至莫名觉得女儿配不上曹布。冷月甩了甩头，把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抛开，对曹布道：布儿，走了。好的，义母。冷月抬手一挥，身前裂开一道空间裂缝。他伸手扣住曹布的肩膀，
带着他一同踏入虚空之中。虚空中，一道月华光引朝着中州方向疾驰而去。冷月看着身边的曹布，忽然有些失神。以前没仔细看，如今细细打量，觉得这个男人恰好长在他的审美上。义母，我脸上有脏东西吗？曹布摸了摸脸，故作疑惑道。他心中已经明了，两人离得越近，情蛊发作得越快。这次去中州，得找机会再拉近些关系。冷月回过神，眨了眨眼，脸上泛起一丝不自然的红晕。没有，真是尴尬。他怎么会盯着曹布看这么久？太不像话了。他赶紧转移话题。对了，布儿，你对天骄战了解多少？曹布老实回答，就知道些常识，更深的只懂一半。冷月点头，慢慢解释。天骄战兴起于100万年前，那时候镇魔大战一直僵持不下，最后双方约定用天骄战分胜负。3年后天骄战结束，魔州会派出10位天骄，与我们这边选出的前10名进行生死决战。输的一方要交出100亿灵金、10件准地兵、30件不朽圣器、100件圣器。上一届有你义父在，我们赢了。这100年，他们一直记恨着，这次恐怕没那么简单。另外，魔州虽然是灵界36州之一，却比任何一州都大，里面有上千家魔道势力，连天帝都有，还不止一位。曹布心中一动，顺势问道：义母，整个灵界有没有靠阴阳法则成帝的？冷月没有多想，直接点头。有，而且实力很强。是谁？曹布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人可是他未来的敌人，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冷月神色凝重道：阴阳天帝，别人也叫他阴阳老魔，最擅长双修之道，传言从他修炼至今，已经玷污了100万少女。他看了曹布一眼，补充道：他还在魔州创建了不朽地宗，名为阴阳教。当年你义父和他打过，那时候你义父刚突破大帝不久，不是他的对手。后来你义父变强了，这阴阳天帝就躲进了万法禁渊。没猜错的话，他现在还活着，就在万法禁渊里面。这也是你大义母急着突破的原因，只有成了大帝，才能完全发挥出你义父留下的力量。曹布轻轻点头，这些苏黎之前跟他说过。当年顾晴天灭地正帝，杀的是一位大地5重的剑帝，足足越了5个小境界。那一战差点毁了顾晴天的根基，好在最后险胜，付出重伤的代价灭掉了对方，以此成就新的剑帝。他想要正帝，要么等阴阳老魔飞升，要么越9个小境界杀了对方。以他现在的情况，想杀阴阳老魔，就只有结合混元不灭经、大荒湮灭拳，还有虚实阴阳界。当然，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其他手段。至于现在，他有信心，将来准帝巅峰的他，能和大帝巅峰的阴阳老魔抗衡。这时，冷月又接着开口：除了魔州，剩下的35州组成了正道联盟，里面有36家不朽地级势力，365家地级势力。你别觉得地级和不朽地级势力多，其实大部分势力准帝数量也就1到20位左右，基本都是1、2位的多。至于不朽地级势力，准帝7、8位的居多，10几位的居少，大帝数量大多是1、2位，有3、4、5位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总的来说，整个灵界，我们正道联盟这边算上散修和藏起来的大帝强者不会超过100位。魔州那边不好说，不过能与整个灵界分庭抗礼，至少在高层实力上差不多。正道联盟的盟主是九神殿殿主，这一代殿主叫九无极，大帝3重修为。九神殿不爱争斗，就喜欢酿酒，和各方势力关系都不错，所以成了盟主。我们这次去的就是中州的九神殿，到了那里会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下一届天骄战的主办方。冷月说着，还讲了不少曹布不知道的秘密。不知不觉间，5天时间悄然流逝，快到了。冷月抬手撕开空间，带着曹布冲了出去。视线一转，两人已经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上空。曹布稍微感应了下，发现这里的灵气浓度比剑州要浓上100倍。这里就是中州，灵界的中心，有10大不朽地级势力，30家地级势力在这里立足，地域范围只比魔州小一点。冷月说完，辨明方向，带着曹布飞了过去。大概过了1个时辰，两人停在一座巨峰之巅。这巨峰的峰顶仿佛被人刻意削平，峰体中布刻着九神峰3个大字。峰顶之上，一座占地约上千平方公里的巨城拔地而起，最中心处，一座宏伟的大殿巍峨矗立，殿门上方刻着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九神殿”。曹布与冷月刚出现在九神峰外，九神殿内的大长老就感应到两人气息，他没有半分迟疑，当即现身，对冷月拱手见礼，原来是顾族的冷道友，快请进。说话间，他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曹布。顾族近来风波不断，顾云继位大典时，九神殿还派了魏准帝去观礼，听说场面很是热闹。眼前这人既不是顾云，也不可能是顾风，想来就是无关紧要的角色。金长老客气了，不知眼下到了多少势力。冷月拱手回礼，
对方修为比他高出一截，容不得半分怠慢。金长老抬手做了个引路的手势，二位随我来，我们边走边说。三人随即踏空而行，缓缓朝着酒神殿的方向走去。这时金长老才接着道，大半势力都已经到了，老朽估摸着今晚就能聚齐，等人了齐后就抽签定出天骄战的主办方。话音刚落，一道气息突然从三人身后传来，三人同时停步，转头望去，只见一名身着黑袍的青年正快步朝这边走来。月姐，黑袍青年开口喊道，脸上对冷月露出一抹温和的笑意。当他的目光落到曹布身上时，眉头微微蹙起，眼里多了几分诧异。这般重要的场合，月姐怎么会带曹布过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苏黎的弟弟，也就是曹布的小舅子苏晨。冷月很快察觉到苏晨身上的气息变化，语气里满是惊讶。你突破到准地了？苏晨点头应道，刚突破没多久，正好赶上这事，爹娘就让我过来了。姐，又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几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白衣青年踏空而来，速度极快，瞬息间就落在了曹布几人面前。冷风。冷月看到来人，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爹娘没和你一起来吗？自从嫁给顾晴天后，她已经有几十年没和家人见过面。冷风摇了摇头，语气平淡，爹娘没来。说话时，他的目光落到曹布身上，眼里泛起一丝异样。作为冷月的娘家人，他对曹布不算陌生，只是没想到姐姐会带曹布来这种只有戒尊准帝才能出入的场合。曹布迎着冷风的目光，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好歹是暗地里的大舅哥，这点场面礼节不能少，更不能失了分寸。紧接着又有10几家势力陆续赶到。云霄宗来了位排名靠后的长老，李新学所在的李族是他父亲亲自过来的。对于这位岳父，曹布不能相认，实属有些无奈，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息，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女儿。至于林族，林啸天和赵薇都没露面，来的氏族里的大长老看着有60、70岁，半只脚踏进棺材的模样。见后方再没有新的势力出现，金长老抬手对着众人说道，诸位随我入殿吧。说罢转身就要引路，可刚走没几步，远方苍穹突然传来一声轰鸣，一股浩瀚的准地气息席卷而来。众人纷纷停下脚步，转头朝着气息传来的方向望去，这气息好强，是准地巅峰的强者，不知道是谁来了。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这气息似乎是大秦女帝，我之前听人说她前段时间纳了位男后，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听说了这事，更稀奇的是传言那位男后还是个凡人，你说这可能吗？快看，来了！随着这声呼喊，众人齐刷刷地朝着虚空望去，只见那片虚空突然撕裂开一道缝隙，一座金灿灿的凤辇从缝隙中缓缓驶出，最终稳稳停在众人前方不远处。要知道，这种级别的场合，大帝通常不会亲自出场，准帝巅峰已是在场众人里的顶尖实力，而这位大秦女帝恰好是准帝巅峰的存在，且年纪极轻，比肩冷月三女的尤物。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凤辇的帷幔被轻轻掀开，一名气质冷傲的女子从中走出。她身着白色龙纹地袍，衣摆拖地，开叉处露出洁银白的长腿，线条笔直，纤腰被白金玉带紧紧束着，那盈盈一握的弧度里藏着睥睨天下的气场。地袍领口微微敞开，勾勒出饱满却不艳俗的曲线，反倒添了几分威严。她长着张无可挑剔的鹅蛋脸，眉毛斜飞入鬓，眼瞳是深不见底的墨色，目光扫过众人时，让人莫名觉得心头发寒。曹布看到这女子的第一眼，就觉得她和自己兄弟有缘，若是有机会，一定要和对方好好的深入交流一番，不然长这么出众，岂不可惜？真的是大秦女帝？之前就听说大秦女帝是灵界10美之一，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就是不知道被她纳入后宫的那位男子来了没？听说还是个凡人，真是稀奇。凡人？你们别乱传了。下方人群里突然有人开口反驳。实不相瞒，我有幸见过那位男后出手，至今死在他手里的大帝已经不下5位，不管是大帝一重还是大帝5重，全都是一招灭杀。这不可能吧？有人立刻质疑，能一招灭杀大帝5重的，难道是天帝？可我们正道联盟的天帝就3位，难道是没入榜的野生天帝？听到下方的议论，曹布对那位男后生出了极大的兴趣。听这意思，这人的来头倒是不小。至于灵界10美，顾族的3位主母都在其中，苏黎排名第8，冷月排名第5，这位大秦女帝排第2，排名第1的是洛倾城。至于柳如烟，她早已是灵界的一座丰碑，任何美人都没法和她比肩。除了容貌冠绝天下，更重要的是她的实力早已超脱世俗。就在众人以为那位男后不会来时，凤辇的帷幔再次被掀开，一名风神俊朗的青衫男子走了出来。他刚一露面，就引来了一阵惊呼：来了，真的来了！
这可是灭杀过5位大帝的人物，虽说没进大帝榜，恐怕也仅次于3位天帝了。怪不得能被大秦女帝纳入后宫，长得是真好看。可我怎么觉得他看着就像个凡人呢？众人议论纷纷时，曹布的目光已经落在了那青衫男子身上。下一秒，他瞳孔猛地一缩，不是因为对方长相多惊艳，而是脑海里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那声音像是用超大号喇叭对着耳朵吼，震得他耳膜都发颤。叮！检测到系统拥有者陆晨，请宿主打起12分精神，你的对手已经出现。曹布心头一紧，连忙在心里问道：系统，把陆晨的信息调给我。叮！请宿主查收。系统拥有者陆晨，系统名称秒杀大帝系统，5道修为，凡人。系统功能商城抽奖任务店。系统技能只可秒杀大帝。系统限制无法战胜大帝之下与之上的任何对手。系统等级初级。系统积分5万。当前任务拿下大秦女帝。主线任务击杀灵界反派大 BOSS。灵界身份蓝星穿越者，大秦帝君，大秦女帝之夫。蓝星地址华夏岭南省星号星号市星号星号县星号星号镇星号星号街星号星号号。就在曹布了解陆晨的信息时，陆晨的脑海里同样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发现灵界反派大 BOSS， 请宿主击杀，成功后可获得系统灌顶真仙修为。陆晨扫过前方众人，眸中闪过一抹金光。来了，终于来了。他穿越灵界已经有1个月，刚过来时系统就给了2个任务，一个是攻略大秦女帝，成功能得10万积分，积分攒到100万，系统就能升级成秒杀先帝系统。积分获取规则很明确，就是秒杀大帝1位1万积分，不过前提是大帝主动对他出手，若他主动找大帝击杀不算积分。前段时间大秦帝朝陷入危机，他站出来对那大帝说了几句挑衅的话，对方当即动用威压想压死他，他当着全城人的面一根手指就按死了那大帝。后来那死去大帝的好友上门报仇，也被他一根手指按死。前前后后他一共杀了5位大帝，最强的是位大帝五重。从那以后，大秦帝朝上下都把他当成天帝看待，就连原主的妻子大秦女帝秦冰瑶对他的好感也涨了不少，这让他心里很激动。照这样下去，得到秦冰瑶是迟早的事。至于秦冰瑶为何会那一个凡人入后宫，他查原主记忆后得知是上一辈的约定。原主体弱多病，还不能修炼，秦冰瑶把她娶回来后就一直晾着。她身为灵界10美，还是准帝巅峰修为，自然不可能和一个凡人有牵扯。原主死后，她的灵魂才穿过来。第一眼见到秦冰瑶时，他就打定主意要做好夫君该做的事。如今他展露实力，秦冰瑶的态度果然变了。这次来参加抽取天骄战主办方的机会，也是他主动提的。一来想多跟秦冰瑶走动，拉近关系；二来想看看有没有主动找事的大帝，能让他赚积分。没成想大帝没见到，倒先遇上了心心念念的反派大 BOSS。只要杀了对方，他就能有真仙修为，到时候不光能秒杀大帝，真仙之下任何境界都能秒。系统调出反派大 BOSS 的信息，陆晨目光微眯，在前方人群里扫了一圈，想来这群人里藏着位天帝，到时候一指按下，真仙修为灌顶，秦冰瑶投怀送抱，邪美飞升仙界，岂不美哉？叮！反派大 BOSS 信息已经调出，请宿主查收。陆晨收回目光，嘴角勾出冷冽的弧度。下一刻，他陆晨就要成仙，一定会震惊整个灵界。秦冰瑶更会跪地求他宠幸。他说等一下，秦冰瑶直接拔剑架在脖子上，求他现在立刻马上宠幸。无奈之下，他只能先宠幸完秦冰瑶，再飞升仙界。这样一来，这世间还有谁能与他比肩？顾晴天不过是垃圾而已。他不再犹豫，心念一动，查收灵界反派大 BOSS 曹布，修为天桥境一重，状态丹田不完整，身份顾晴天一子。陆晨愣了愣，反应过来后使劲揉了揉眼睛，再三确认后，他对着系统质问：系统，灵界的反派大 BOSS 就这修为，你有没有搞错？我杀他，他不杀我就不错了，况且他丹田还不完整，怎么修炼？反派什么时候这么低级了？一瞬间，陆晨只觉得心里一片冰凉。他的成仙机会，他的秦冰瑶，他的装逼时刻，全没了。宿主别担心，说不定这大反派以后能补全丹田，慢慢修炼起来。你别骗我什么都不懂，这世上哪有补全丹田的至宝？这说不准，宿主再等等看，相信本系统一定能带你走上人生巅峰。陆晨一脸的垂头丧气，原以为马上就能飞升成仙，没想到反派不给力。
他余光扫过旁边的秦冰瑶，心里直叹气：苍天啊，大地啊，明明是合法夫妻，怎么就不能睡一张床？这么憋屈的穿越者，他怕是头一个。就在陆晨这么想时，曹不在心里问系统：系统，陆晨的系统会不会发现你？放心宿主，这秒杀大地系统还在初级阶段，等它升级到高级，才有可能察觉到我的存在。那你是什么级别的？曹不好奇追问。老祖级存在。曹不嘴角抽了抽，这系统挺幽默的。不过得到这个确定，他心里就安心了不少。要是对方的系统比他的高级，还知道他以前的事，那他怕是得重启人生了。这时金长老上前一步，对秦冰瑶行了一礼：见过大秦女帝。整个酒神殿也就店主能压得住秦冰瑶，他可不敢怠慢。更何况秦冰瑶身边的陆晨是能灭杀大地5重的存在，就算不是天帝，也是仅次于天帝的存在。不过他总觉得陆晨不对劲，给他的感觉像凡人。但陆晨击杀5位大帝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比顾云做的禽兽事还轰动，这让他摸不准陆晨的底。金长老不必多礼。秦冰瑶神色平淡，语气没什么起伏。金长老又转向陆晨行礼：拜见前辈。陆晨背着手，摆出一副自认为高人的样子，点了点头。金长老没有丝毫不满，要是陆晨真能杀大帝，他得罪对方得不偿失。二位请。金长老侧身抬手引路，秦冰瑶当即打出一道灵力，将陆晨罩住，帮他能凌空踏步。见到这一幕，金长老和周围的人都露出不解的神色。秦冰瑶刚要解释，陆晨已经先开口：本帝最近在体悟自然，封印了自身修为，所以才这样。金长老立刻露出了然的表情：原来如此，前辈真是我等楷模，时刻不忘修炼，难怪能有这般实力，晚辈佩服。周围人也是连连点头，马屁拍得震天响。陆晨面不改色，心里悄悄松了口气。突然他察觉一道不一样的目光，转头看去，那人穿白袍，头戴血冠，正是曹布。曹布对着他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所谓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他不会客气的。陆晨回以微笑，心中暗自警惕，他总觉得这人不简单。二位请随我来。金长老带着众人往下方的酒神殿走去，秦冰瑶和陆晨跟在前面，曹布与冷月等人跟在后面。冰瑶，那个男的你认识吗？陆晨问道。秦冰瑶顺着他看的方向望去，目光落在曹布身上，想了想后道：应该是顾晴天的义子曹布。顾晴天飞升时，他在顾族阵营里见过曹布，排除其他人后就确定是他。陆晨闻言脸色一惊，原来这人就是他要杀的反派大 boss。 他暗暗打量着曹布，很想冲上去质问：你为什么不是大帝？你为什么不是大帝？你为什么不是大帝？不多时，众人进入酒神殿，殿内已经聚集了数百人，除了曹布与陆晨外，其余人的修为至少都是界尊。见到冷月与秦冰瑶，各大势力的人纷纷上前打招呼，一个有仙人底蕴，一个有天帝坐镇。尤其是得知陆晨就是那位天帝后，即便心存疑惑，也都凑上去拍起马屁。曹布站在不远处，表面平静，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对付陆晨。一山不容二虎，他与陆晨终究只能留一个。随着时间推移，更多人涌入大殿，直到虚实一刻，灵界的地级势力与不朽地级势力才算到齐。诸位，一道浑厚的声音突然在殿中响起，众人停下议论，循声望去，只见金长老陪着一位墨色锦袍的男子走出。对方须发半白，却不显老，脸庞轮廓硬朗，鼻梁高挺，手里拎着个古铜酒葫芦，脚步轻缓，周身裹着古醉意，不说话也让人觉得亲和又洒脱。见过九帝诸多强者齐齐行礼，九帝环视一圈，抬手轻压：诸位坐下说话。话音落时，他已经坐在主位上。诸强纷纷落座，曹布跟着冷月坐在左侧中部。九帝的目光特意扫过曹布与陆晨，殿内最低都是界尊，这两人一个天桥境一重，一个毫无修为，想不注意都难。他传音问金长老，得到答复后，眸中闪过一丝了然。诸位，本帝不多说废话，开始抽签。九帝给金长老递了个眼神，金长老起身，从储物戒里拿出抽签盒，环视一圈，朗声道：各位，请按加入联盟的顺序，两两上前抽天交战主办方的资格。话音刚落，两位靠后的准帝就起身朝金长老走去。冷月对曹布解释道：布尔，别瞧他们位置靠后，这两人是荒天帝、叶天帝所在势力的人。曹布点头：一母，那我们是最后抽。对，顾族是新崛起的最后一个加入联盟。冷月应道。曹布看向陆晨的方向：大秦帝朝什么时候加入的？冷月瞥了眼最前排的秦冰瑶，刚好在我们前面。曹布想起气运之子体验卡，当即道：一母，待会儿我去抽签吧。
冷月颔首，行，其实不用抽也知道，最后一张肯定是他们的。曹布这么做，无非是想试试体验卡的作用，看能不能天享主办方资格。时间1分1秒过去，最后要抽的正好是曹布与陆晨。朱强开始小声议论：“有意思，前面几百张都空着，就剩2张，你们说谁能中？肯定是陆天地啊！我也觉得，陆天地能修到这份上，机缘运气都不差。”曹布与陆晨走到金长老面前，曹布笑眯眯做了个请的手势：“陆天地，请。”陆晨瞥了他一眼，装出一副高人模样：“你先来，本地压轴。”在他看来，自己穿越家系统，妥妥的气运之子，就算不先抽，机会也跑不了。曹布一个反派，受天道打压，哪来的运气？四周议论声又起，不愧是天地，心胸就是宽。陆天地肯定知道，他一出手就没曹布的事，区区抽签盒哪瞒得过天地神识？陆天地这么强，还给蝼蚁机会，人又亲和，不当天地都说不过去。陆晨听着，嘴角微勾，对曹布道：“小友，本地给的机会，可不是谁都能得的。”他心里冷哼一声，打压反派就从现在开始。曹布嘴角抽了抽，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天地了。他装出惊喜的样子，抱拳道：“那曹布多谢天地大人。”话锋一转，抬眼直视陆晨：“不过我要是抽中了，天地大人不会反悔吧？”陆晨心里轻蔑，表面却不动声色：“本地还不屑如此，你抽中那就是你的机缘，机缘强求不得。既如此，我就抽了。”曹布干脆利落，伸手从盒里摸出张纸条，当场打开给朱强以及九弟看。朱强瞧见纸条上的有字，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一个天桥境，居然真赢了陆天地。曹布扫了眼众人的表情，心中明了，自己这是赌对了。他当即对陆晨道：“多谢天地大人给的机会。”说罢转身就走，没给陆晨半点眼神。陆晨脸色铁青，下意识看向秦冰瑶，见他脸色也很难看。为了攻略秦冰瑶，他没经脑子就喊道：“站住！”这声怒喝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引了过来。陆晨顿时反应过来，马德忘了自己是水货，这时候叫住对方，逼格全没了。曹布没给他想对策的时间，转头笑问：“怎么，天地大人要反悔？”陆晨张着嘴，骑虎难下。曹布又道：“天地大人要是不乐意，要么我再抽一次，要么我直接把主办方资格送你。”陆晨死死盯着曹布，这家伙连半点尊敬都没有，难道没听过自己的传说？就不怕他这位天地一怒，一根手指按死他？其实，为了得到秦冰瑶的欢心，陆晨咬牙准备答应。可左侧守卫突然传来冷喝：“够了，陆晨还不下来！”秦冰瑶面色冰寒，他本就对陆晨存着观望之心，今天这事哪像天地该有的心性？但想到当初陆晨出手的场景，他还是强压不快，叫陆晨回来。陆晨攥紧拳头，能明显感觉到秦冰瑶的失望。可恶，都怪曹布！曹布瞥了陆晨一眼，转身对秦冰瑶拱手，语气恭敬又带着体谅。冰瑶女帝息怒，陆天帝一定是太在意天交战的机缘，才失了分寸。毕竟主办方之位事关重大，换谁都会上心。不过天帝先前说机缘强求不得，这份气度本就让人佩服，就算有小插曲，也不影响他的威名。晚辈今天能得这份机缘，还要谢女帝和天帝的容让。往后顾族要是能为女帝出力，尽管开口。这话一出，全场人看曹布的眼神都带着诧异。跟陆晨一比，曹布倒像修炼多年的天帝。再看陆晨，心性差太远，根本不是天帝该有的样子。秦冰瑶听曹布这么说，再看陆晨僵在原地，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模样，失望更甚。同样面对机缘，曹布修为虽低，却稳得住心性，做事说话滴水不漏。陆晨口称天帝，却因一张签纸失了气度，还要自己圆场，哪有半点顶级强者的沉稳？他看向曹布的目光缓和了些，淡淡颔首：“曹小友不必多礼，机缘在你，本就是你应得的。”陆晨站在原地，听着曹布的话，感受着秦冰瑶的冷意和四周人的怀疑目光，浑身不自在。曹布这哪里是拍马屁，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他只能攥紧拳头，硬生生憋着满肚子火气，难堪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恰在这时，一道声音救了他：“好了，既如此，这天交战主办方的机会就交由顾族，还望顾族多多上心。若是输了，我正道联盟要损失多少至宝，冷道友心里该有个底。”说话的正是九弟。对于陆晨是否为真天帝，九弟也存着怀疑。他见过真正的天帝，每一位都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可没有陆晨这般不堪。况且他感应到陆晨明明就是凡人，就算对方隐藏了修为，以他大帝三重的实力看不出来，可身为天帝，总该有几分沉稳吧。冷月当即起身郑重道：“
请九弟放心，请诸位放心，我顾族一定会挑选出最强的10人，与魔州10天交一战。上一届我们赢了，这一次也绝不会输。九弟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下方的曹部，转而对金长老道：“金长老，颁发天骄战举办令牌。”陆晨见事已至此，狠狠瞪了曹部一眼，转身走回自己的位置。察觉到秦冰瑶的疏远，他心中不是滋味。这1个月好不容易拉近的关系，转瞬间就退回了原点。一时间，他对曹部的恨意又深了几分。本想看曹部笑话，没想自己成了笑话。朱强见此，却对陆晨的身份更加怀疑。若他们是天帝，就算心性不如曹部，也不会留下曹部一命。突然，他们想起刚才陆晨说要感悟自然，难道就因为这个才没出手？这么一想，对陆晨的怀疑淡了几分。金长老应声上前，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块巴掌大的玄铁令牌。令牌正面刻着天骄战主4个篆字，周身萦绕着淡淡的灵力光晕，背面则印着正道联盟的徽记。曹小友，给。金长老将令牌递给曹部，曹部上前接过，对着九弟与金长老拱手：“多谢九弟，多谢金长老，顾族一定不负所托。”九弟看着他沉稳的模样，眸中多了几分赞许。他环视一圈，又继续道：“这次魔州来势汹汹，据说他们的10天骄已经选出，全员都已经触碰到界王门槛。顾族在设定比赛章程时，需多费些心思。当然，也希望各势力踊跃报名，别把自家天骄都藏着。诸位应当知道，没见过血的天骄，终究只是花瓶，成不了大器。”朱强起身应道：“谨遵九弟之令。”九弟笑着颔首，没了刚才的威严。既然主办方已经确定，那是不是该进行接下来的赌酒了？听到这话，朱强眸中都闪过一抹金光。若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大部分人的腰间都挂着各式各样的酒壶。因为酒神殿是盟主宗，几乎每一届天骄战主办方抽签会场都会举办一场赌酒活动，而各大势力前来的人也基本都是好酒之徒。他们来这儿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争那天骄战主办方的名额，而是为了这赌酒。上一次赌酒没人能喝倒九弟，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冒出个能喝的酒菜。有陆天帝在，这次第一说不定就是他。道友是第一次来吧？实话告诉你，九弟准备的酒可不是靠修为就能压制酒意的，在这些酒面前，人人平等，考验的是纯粹的酒量，跟修为半点关系没有。众人的交谈声中，曹部已经走到冷月身边。义母，您拿着。曹部恭敬地将天骄战令递过去。冷月脸上漾开笑意，伸手接过，毫不掩饰的夸赞：“布儿，你太棒了！有了这次天骄战主办方的机会，我顾族一定能大赚一笔。”曹部的脸顿时泛起一丝红晕。见此，冷月疑惑地问：“布儿，你怎么了？”曹部犹豫片刻，才低声道：“义母，您下次夸人能不能别用太棒了这词？”冷月闻言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霎时间，2朵红霞爬上脸颊，连耳根都透着粉色。两人之间顿时陷入一种微妙的氛围，尴尬里裹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暧昧，空气仿佛都慢了半拍。恰在这时，九弟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这份微妙的宁静：“来人，布置一下现场。”10几名酒神殿的弟子鱼贯而入，迅速开始布置。趁着这个间隙，九弟又道：“诸位，这次谁要是能喝倒本地，这枚月魄精髓就归谁。”此话一出，全场顿时炸开了锅。居然是月魄精髓，这种至宝可遇不可求，诞生条件苛刻到极点。道友知道这月魄精髓，略知一二，还望道友细说。月魄精髓诞生在极阴的脉的交汇处，须得双月同天，万年一照，再加以玉蝉之类点化，靠地运天养，10万年才能凝出一髓。九弟手中这颗中心位置隐现淡紫色，这分明是100万年以上的月魄精髓，对准地来说好处极大，突破一个小境界不在话下。若是修炼月之法则的武者炼化，更是可以加快对月之法则的领悟。听闻这话，全场人都动了心。单是能提升一个小境界这一条，就没人能不动心。要知道，到了他们这种境界，突破一个小境界，往往要以1000年、万年计数。曹部看向身边的冷月，只见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颗月魄精髓，眼里满是渴望。他嘴角微微勾起，轻声道：“义母若是需要这月魄精髓，布儿可以帮忙。”冷月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问道：“布儿要怎么帮？”曹部传音道：“实不相瞒义母，布儿对酒免疫，无论什么酒，都奈何不了我。”顿了顿，他又道：“义母，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还望你别告诉别人。”冷月闻言一怔，满脸诧异地盯着他，传音回道：“你以前那些醉态都是装出来的。”曹部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冷月深深看了他一眼，不过转眼就将这事抛到了脑后，当即欣喜道：“布儿，你要是能帮义母弄到这颗月魄精髓，义母欠你一个人情。”曹部摇头道：“
一母这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这时，冷风与苏晨从末尾的位置走了过来。姐，冷风开口，语气带着自信：“这月破精髓正好适合你，我去给你喝来。”苏晨也跟着道：“月姐，要不我代替顾族出场，保证帮你把月破精髓拿到手。”冷月看向曹布，见对方脸上那抹自信，犹豫后道：“我已经答应布尔，让他替我出手。”闻言，两人脸上写满了匪夷所思，看向曹布的眼神分明在说：“你配吗？你也配？姐，还是让我来吧。”冷风急忙劝道：“曹布他一个天桥境，怎么可能喝赢九弟？”苏晨也赶忙附和：“就是，我估计他喝上一杯就得趴下。”冷月淡淡道：“你们忘了，九弟的酒不看重修为，只看自身酒量。”这话一出，两人顿时哑口无言。这么说来，他们的修为还真占不到半分优势。冷月顿了顿，又道：“既然你们都想帮我拿到月破精髓，不如一起参加。”冷风与苏晨对视一眼，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这时，冷风的一只手重重按在曹布的肩膀上，语气带着警告：“曹总管，你可不能给顾族丢脸。”他手上微微用力，刚好让天桥境的曹布能感受到清晰的痛感。曹布立刻装出一脸痛苦的模样，眉头都拧到了一起。苏晨也凑了过来，将手按在曹布另一边肩膀上，语气带着几分冷意：“曹总管，你要是敢第一个倒下，就别怪老子事后去顾族找你麻烦。”曹布继续装出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嘴上硬气道：“二位放心，我曹布修为是不行，可论喝酒。”话音戛然而止，他在心中冷笑：“你俩最好一辈子单身，不然总有一天非给你们戴上一顶绿帽子。”两人正诧异曹布的语气如此硬气，正要发作，突然觉得头皮发麻，还带着点莫名的痒意，都疑惑地抬手挠了挠。恰在这时，九弟的声音再次响起：“各位，现场已经备好，要加入的先放一件下品圣器在桌前。”他环视一圈，眸中金光闪过。喝酒，谁能比得过他？天骄战主半方能赚，他酒神殿也不会亏。这一次又是几百件圣器入库，美滋滋。左侧守卫秦冰瑶的目光紧紧锁住九弟手中的月破精髓，美眸里翻涌着压抑的渴望。无人知道，他身中奇毒已经有5年。前段时间得知，唯有月破精髓能吸走毒素，若是能得到，他就能着手准备突破大地，不必再受那蚀骨之痛。见秦冰瑶这副模样，陆晨心中大喜过望。没人知道，他天生对酒免疫。若是能帮秦冰瑶得到月破精髓，说不定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能缓和，还能比巅峰时期更进一步。冰瑶，我有项绝技。陆晨压低声音道：“什么绝技？”秦冰瑶冷淡开口。两人之间除了一纸婚约，连半分情分都没有。我对酒免疫，能帮你拿到这月破精髓。陆晨语气带上几分得意。秦冰瑶闻言，眉头微蹙。真的？陆晨重重点头。放心，我还不至于拿这是骗你。秦冰瑶沉吟片刻，选择相信。他本就不善饮酒，就算加入也是输的份，不如让陆晨试试，万一行吗？可以，那就让你试试。他点头道。陆晨眼中闪过狡黠。冰瑶，你看我们已经成婚2年，还一直分床睡，你看。听到这话，秦冰瑶的脸色沉了沉，对陆晨的感官再次降了几分。若是对方能用真心打动他，也未尝不可。可这家伙居然拿这是提条件。想了想，他颔首道：“行，我答应你，不过仅限于同床，不许动手动脚。还有，你必须赢，不然就滚回你的地铺去睡。”陆晨面色一喜，当即应道：“一言为定。”秦冰瑶取出一件下品圣器，放在面前的桌上：“看你的了。”陆晨点头：“放心，一切交给我。”他环视一圈，目光最终落在九弟身上。月破精髓，他势在必得。至于曹布，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身后，秦冰瑶望着陆晨意气风发的背影，心中生出一丝微不可察的期待。至于真让他拿到月破精髓后又如何？他已经打定主意，回去就让人准备一张超大号的床，让心腹在床中间镶上玄铁隔板，就算同床又能如何？另一边，冷月也取出一件下品圣器放在桌前。曹布走过去坐下，左右两边分别是冷风与苏晨，两人一左一右夹着他，明摆着没安好心。眼前是张超大号椭圆形檀木桌，上面摆满了上千只盖碗，将酒气与外界隔绝，连一丝酒香都没有溢出。眼见各势力都派出了人，九弟朗声笑道：“诸位，开始前先说明白。桌上是我酒神殿这些年的荣耀，共1200种酒，每种5碗。你们能拿到什么酒，全凭运气。有的酒对你们而言平平无奇，有的只需闻一闻就可能醉倒。另外，考虑到有新人，本地再讲讲规则。规则1：
这桌上最终只能站着一个人。规则2：没倒下就得继续喝，不能喝，想退缩要认输的，本地直接让人灌。一句话，既然坐上来了，要么站着，要么躺下。规则3：赢的人能得到本地手里的月魄精髓，还有在座各位身前的下品圣器。谁要是输了不甘心，事后暗地里找麻烦，就别怪本地以正道联盟盟主的身份压人。相信各位背后的大地道友还是会给本地这个面子。众人纷纷应和，区区一件下品圣器还不至于让他们不顾脸面杀人夺宝。当然前提是背后势力够硬，若是不朽圣地以下的势力，那就另当别论。从本地开始，逆时针轮流，每人选一碗喝下。九弟说着，将月魄精髓丢给旁边的大长老。老金，你来当裁判。金长老点头，环视一圈，朗声道：毒酒大会现在开始。九弟闻言，当即拿起身前一碗酒，开盖一口闷下。众人目光齐刷刷聚过去，想看看九弟有何变化，却见对方除了脸微红，再无其他异样。挨着九弟左侧的是陆晨，他毫不犹豫拿起面前的酒，开盖饮尽。看着他毫无变化的脸，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恭维。不愧是天帝，修为举世无双，连喝酒都这般厉害。老夫看在场诸位，怕是只有九弟能与陆天帝一较高下，这最终赢家必在九弟与陆天帝之间诞生。听着这些话，陆晨嘴角微勾，转头看向秦冰瑶，见他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他当即保证：冰瑶放心，这月魄精髓我一定给你取来。秦冰瑶不动声色颔首。刚才陆晨开盖时，他不过闻了一丝酒气，就感觉头有些晕。陆晨喝后神色如常，看来他没说谎。毒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很快轮到曹布三人。冷风先喝，他开盖后得意地瞥了曹布一眼，仰头一饮而尽。曹总管，得这样喝才痛快。冷风扬了扬手里的空碗，面露得意。可下一刻，一阵醉意袭来，他只觉得浑身发软，差点栽倒。好在最后咬牙稳住了冷月，在身后轻轻摇头。这个不靠谱的家伙，才一碗就这样了。他不由得将希望寄托在曹布身上，若他所言非虚，自己拿到月魄精髓的希望就极大。曹布随意拿起一碗，开盖瞬间，一股极致的酒意席卷整个大殿。九弟见此，开怀大笑：曹小友，你这运气可不太好，第一碗就选到了最烈的。他顿了顿，补充道：这酒常人闻一口都得醉倒，你现在神色如常，可见酒量非同一般。朱强都诧异地看向曹布，这运气真是没谁了，不过能坚持到现在已经足够让人惊讶。曹布旁边的苏晨脑袋在脖子上摇摇晃晃的，冷风见状顿觉没脸。刚才还传音说好一起喝趴曹布，这家伙难道第一碗都没喝就要倒下？念头刚落，只听砰的一声，苏晨脑袋重重砸在桌上，一动不动。冷月额角青筋跳了跳，暗自庆幸信了曹布，不然让苏晨上脸可丢大了。冷道友，这是？九弟脸色沉了沉，他最看不起酒量不行还硬撑的。冷月当即划清界限，这是苏族的苏晨，与我顾族无关。太丢人了，这还没喝呢就倒下了。九弟冷哼一声，对曹布道：曹小友，继续，别让这废物影响了心情。他娘的第一轮还没过，就有人倒了。说罢，他气不过拍了拍桌子，当众爆粗口：他妈的，下次来参加天骄战主办方抽签的，想进我酒神殿，先干一碗酒再说。他越说越气，他妈的，这是酒神殿，不是酒渣店。来人，把这苏晨拖出去，丢在山门外。另外，下次苏族再派这货来，本盟主就取消他们参加天骄战主办权的资格。两名弟子立刻上前拖走苏晨。朱强看着苏晨远去的背影，脸上都带上几分不满。这苏族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了，怎么还派这种货色来，真是晦气。曹小友，可以喝了。九弟将目光落在曹布身上，眼中带着期待。他嘴上说喝酒与修为无关，其实多少还是有点联系。修为高的总能多撑会儿，当然苏晨除外。其他人也都盯着曹布，想看看他能否扛住这碗酒。九弟前辈，您说这是最烈的酒，晚辈喝之前可否知道他的名字？曹布不卑不亢道：不然真要是被一碗酒放倒，晚辈心里不服。九弟哈哈大笑，告诉你也无妨，本地给这酒取名苍穹傲魂。苍穹傲魂。曹布轻声重复，眸中闪过一丝金光，当即一饮而尽。朱强目光死死锁定曹布，连陆晨与秦冰瑶也不例外。冷月更是屏息凝视，若是曹布喝下这碗还不倒，说明他就算不对酒免疫，也能胜过大部分人。曹布放下空碗，眼眸微眯，似在细细回味。朱强在心里默默倒计时，连呼吸都下意识放缓，有人按捺不住，压低声音开始倒数：10、9、8。数到最后几个数时，声音都不自觉带上了几分紧张。3、2、1。
好久。曹布陡然睁开双眸，眼底闪过一丝回味。朱强的目光死死锁在他脸上，一寸寸扫过他的眉眼、脸颊、脖颈，肌肤如常，不见半分醉态潮红，连呼吸都平稳的古井无波。不知是谁倒吸了一口凉气，打破了殿中的寂静。这怎么可能？有人低呼出声，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这可是苍穹傲魂，准帝都撑不过，他一个天桥境，居然一丝醉态都没有，简直恐怖如斯，当真是人不可貌相。这酒量，怕是能与九弟分庭抗礼了。议论声低低响起，朱强看向曹布的眼神里，早已经没了最初的轻视，只剩下深深的敬佩。这时，曹布轻咳一声，目光扫过殿中，带着几分无奈开口：“各位前辈，晚辈的多说一句，晚辈性取向绝对正常，喜欢绝代佳人，不喜欢须眉男儿。”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带上几分热心。不过话说回来，若是哪位前辈真有别的喜好，晚辈知道个地方，那里的郎君个个风神俊朗，才情绝世，保证让各位前辈乘兴而去，尽兴而归，价格童叟无欺，晚辈还能替各位前辈讨个折扣，如何？这话一出，殿中瞬间鸦雀无声。刚才还盯着曹布的朱强齐刷刷收回目光，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脸上神情再正经不过，谁也不敢再多看曹布一眼，生怕别人误会他们有特殊爱好，惹上洗不清的麻烦。曹布身后的冷月肩头控制不住的轻轻抖着，他连忙侧过脸，努力没让笑声溢出，连一向清冷的秦冰瑶也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眸中笑意。陆晨瞥了眼忍笑的秦冰瑶，又看看神色如常的曹布，眉头紧皱，这混蛋居然泡他的妞，简直可恶至极。不多时，第二轮又轮到了冷风。曹布瞥了眼摇摇晃晃的冷风，嘴角带笑。这就不行了。冷风梗着脖子，声音发飘：“谁说不行了？”话音落下，他抓起一碗酒，仰头灌了下去。放下空碗时，他身子晃了晃，牙关紧咬着才没倒下。曹布没耽搁，拿起一碗酒，一饮而尽。第三轮又到了冷风，他整个人趴在桌上，周围人喊了好几声，他愣是没反应。九弟看着他那要倒不倒的样子，气得挥了挥手：“来人，灌酒！”曹布立刻起身，对着九弟抱拳：“九弟，这种事我来就行。”九弟没应声，眼神里带着几分看戏的意味，算是默许。冷月见这情形，干脆转过身去，眼不见为净，实在太丢人了。这两兄弟，一个第一个到，一个第二个倒。曹布转向旁边两位准弟，拱手道：“二位前辈，劳烦帮忙按住他。”两人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其实不用曹布说，他们早就想搭把手，这种逼人喝酒的事，他们最拿手。感觉到有人按住自己，冷风嘴里嘟囔着，声音含糊不清：“你们干什么？我认输还不行吗？”曹布随手打开一碗酒，捏住冷风的下巴，撬开嘴，直接将酒灌了进去。酒液入喉，冷风的眼神瞬间清明了些许。他猛地站起身，指着曹布怒喝：“曹布，你！”话没说完，他身子一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再没了动静。曹布转过身，淡淡吐出两字：“继续。”朱强扫过曹布，眼里的震惊越来越浓。这小子居然还没事。要知道，他们大部分人早已经撑不住，眼下不过是在做最后的挣扎。陆晨那边也是一脸平静，九弟脸上红意更显，眼神却依旧清明。这点酒对他来说，显然只算小打小闹。不多时，第20轮结束，场上只剩曹布、九弟与陆晨三人。这样三足鼎立的场面，是谁都没料到的。至于其他人，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那场面着实壮观。眼下还有2000碗，三人平分的话，每人666碗。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九弟三人连一丝醉意都没有，实在恐怖。你们说，最终的赢家会是谁？众人议论间，曹布三人已经继续喝了起来。第30轮过后，这样喝没意思，干脆20碗20碗的干。轮到九弟时，他一拍桌子，20碗酒凌空飞起，落至面前。他张口一吸，20碗酒尽数入腹，跟着打了个饱嗝。轮到陆晨，他咬着牙也灌下20碗。曹布轻轻松松，同样干了20碗。到了第63轮时，三人面前还剩下8碗酒。曹布与陆晨一点变化没有，九弟已经摇摇晃晃，好似随时要倒下。九弟已经醉了，曹布与陆天帝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奇了。九弟要是出局，最后的赢家肯定在曹布与陆天帝之间诞生。可看他俩这样，剩下的这几碗想让他们倒下，怕是不可能。真没料到，这届赌酒能出2个这么能喝的。众人看在眼里，惊叹声此起彼伏。金长老上前，把8碗酒分成3份。各位，这最后一大碗，要是还分不出胜负，我看不如算平局。
三人没回话，不约而同端起酒一饮而尽。过后，三人对视，九弟虽说快撑不住，可真要倒下也没那么容易。至于曹布与陆晨，瞧着根本啥事没有。曹布暗自皱眉，在心里问：系统，陆晨怎么一点事都没有？他有系统护体，自然不会醉。曹布思忖片刻，又问：三醉陈酣酿能让他醉倒吗？能，不过陆晨有秒杀大地系统护体，喝下得10几息后才能起效。另外，宿主想清楚，三醉陈酣酿是至宝，能让真仙之下任何境界的人重伤痊愈。为了拿到冷月的继承度，这点损失算什么？曹布当即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况且我有10斤，损失几两不算什么。就在曹布与系统交流时，陆晨也在跟他的秒杀大地系统说话。系统，能不能得到秦冰瑶，就看你的了。说罢，他心念一动，打开系统商城。叮，系统商城已打开。陆晨盯着眼前的虚拟屏幕，仔细看了起来。突然，一件物品映入眼帘：九转地骨再造丹方，可补全破碎的丹田。材料：地骨、万年石髓乳、虚空紫晶、太阳金晶粉末、龙元果、玄武真血。他不动声色地瞥了曹布一眼，问道：系统，这九转地骨再造丹能恢复曹布的丹田吗？可以，但损害自身的事，系统提醒宿主别做。陆晨不以为然。系统，你想想，让他快点成就大帝，我杀了他，是不是能快点成真仙？那样你不也能快点升级成先帝秒杀系统？宿主你买不起。陆晨不屑，他现在有5万积分，有什么买不起的？当即，他看向九转地骨再造丹方下方的数字，10万积分，这么贵？陆晨在心里惊呼，当即划了过去。没多久，他看到一款叫碧落黄泉的酒，标价1万积分1斤。系统，这酒能醉倒九弟与曹布吗？可以。陆晨一喜，好，为了冰瑶，买了。陆晨与秒杀大帝系统交易时，没发现曹布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连他面前虚拟屏幕上的内容都看得一清二楚。老统，你不愧是老祖，还能看到对方系统显示的东西。那是自然。反派继承抽奖系统的语气带着些许得意。就在两人与各自的系统交流时，现场陷入了沉默。金长老扫过三人，再次提议：各位，就按我刚才说的，平局如何？陆晨从系统中回神，开口打断：既然九弟的酒分不出胜负，那就用我的酒。说罢，他随手一挥，3个酒盅出现在桌上。这一手直接打消了众人对陆晨是凡人的怀疑。我这酒叫碧落黄泉，一般大帝都扛不住，就用它定胜负如何？他环视一圈，最后看向九弟。九弟一眨不眨盯着陆晨身前的3盅酒，下意识舔了舔嘴唇。天帝大人，能讲讲这酒的来历吗？九弟现在不再怀疑陆晨，这酒不是一般人能弄到的。再说陆晨刚才那一手，明显不是凡人能做到的。他如今也信了陆晨自封修为的说法。听到九弟这声尊称，陆晨得意一笑，介绍起来：这酒还有别的名字，叫两界元寻踪酒。3息后，陆晨讲完，脸上带着几分得意：任你九弟尝遍世间美酒又如何？这酒你一定没见过。他对身后的秦冰瑶递了个眼色。秦冰瑶抬手一挥，2杯酒飞起，稳稳落在曹布与九弟面前。九弟，按顺序，你先来。陆晨抬手示意。九弟早已经按捺不住，端起酒盅一饮而尽。他仰着头，眯起眼，吐出2字：好酒。话音落下，手中的酒盅坠地，人直挺挺倒在了靠椅上。陆晨见状，也端起酒盅喝了下去。他举着空杯给众人看了看，然后不动声色望向曹布：曹小友，该你了。曹布淡淡道：天帝大人眼神不太好，没看见我已经喝了。陆晨皱眉，看向曹布身前的酒盅，里面的酒果然没了。他看向秦冰瑶，眼神里带着询问。秦冰瑶当即点头：九弟喝的时候，他也一起喝了。陆晨闻言，死死盯着曹布，1息、2息、3息，他在心里直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系统，你卖假酒？没有，绝对没有。那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秒杀大帝系统也犯了疑，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掌控之外的事。曹布没给陆晨太多思考时间，朗声道：陆天帝，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你的酒我试过了，不如你来试试我的。说罢，曹布抬手一挥，面前也出现2杯酒。酒刚现身，就引来一片议论。这是酒？我怎么没闻到酒味？看着像水啊，不会是假的吧？众人议论中，陆晨淡笑一声：可以，我也想看看你能拿出什么好酒。曹布没说话，抬手一挥，一杯酒落到陆晨面前。陆天帝，请。陆晨看了一眼，不再多言，
端起酒喝了下去。该你了。他笑了笑，果然没事。曹布笑而不语，举起那杯三醉陈酣酿喝了下去。两人对视着，谁都没出事。看来你的酒也不怎么样。陆晨冷笑道。曹布嘴角微勾，望向陆晨身后的秦冰瑶，开口道：陆天帝，你是为了冰瑶女帝，我是为了我义母，不如这样，让他们俩用我这酒比比，谁赢了，月破精髓和这些下品圣器就归谁，如何？说罢，他转身看向冷月。义母，你不会怪不儿自作主张吧？冷月摇头，不怪，正好和秦冰瑶比一比。他也看了出来，让曹布与陆晨比下去，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况且月破精髓是他想要的，这最后一步理当他来。见此，曹布笑道：义母放心，布儿一定让你拿到月破精髓。说罢，他转头看向陆晨。陆晨望向身后的秦冰瑶，投去询问的目光。冰瑶，你觉得呢？秦冰瑶看向冷月，眸中闪过一丝战意，点头道：可以。陆晨点头，回头看向曹布。可以比试，但只能用各自的酒考验对方，比谁的酒更厉害。曹布微微一笑，可以。当即两人拿出酒交换。义母，给。曹布端着陆晨的碧落黄泉递给冷月，冷月抬手接过。曹布不着痕迹地笑了笑，今晚他要一箭双雕。陆晨也将曹布的三醉陈酣酿递给秦冰瑶。冰瑶，这酒我喝过，一般般，至于我的酒，冷月扛不住。秦冰瑶点头，接过了酒。金长老见状，喊道：请二位同饮。冷月与秦冰瑶对视一眼，当即喝了下去。两人对月破精髓势在必得，也信自己能扛住这一杯。几乎是喝下的瞬间，两人同时向后倒去。曹布见状，迅速扶住冷月。义母，你没事吧？没得到回应，曹布心中大喜。再看另一边，陆晨慢了半拍，他刚要去接秦冰瑶，一股酒意突然涌来，脚下一个踉跄，直接摔了下去。秦冰瑶那边，一个离得最近的丫鬟在他倒下的最后一刻，稳稳接住了他。陆晨躺在地上，眼神涣散。他在心里道：系统，你误我。话落，陆晨醉死过去。陆晨体内秒杀大地系统陷入了长久的自我怀疑，他甚至怀疑曹布是真仙，不然怎么能扛住碧落黄泉？曹布见这一幕，脸上的笑意根本藏不住。各位，惭愧，惭愧。说罢，他把冷月放在座位上，开始收桌上的几百件下品圣器。他开心，可不单单是因为进账的几百件下品圣器，更因为今晚能通宵了。没多久，曹布把所有不朽圣器收进囊中，这难免让其他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不朽圣器对他们这些地级势力的人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可这么多不朽圣器，哪个地级势力也不敢说自己有。这一下，顾族的底蕴又厚了一层。他们可不知道，曹布根本不会把这些不朽圣器给顾族，他不贪顾族的东西就不错了，还想让他往顾族宝库里塞宝物，门都没有。金长老，这月破精髓是不是该给我了？收完不朽圣器，曹布走到金长老面前。金长老一脸古怪地看着曹布，有些不甘地把月破精髓递了过去。这月破精髓原本是九弟准备给他的，谁想真有人能赢。金长老，你能不能别抓这么紧？这可是我义母的东西。曹布费了好大劲，都没能从金长老手里把月破精髓拿过来，最后只得搬出冷月的名号。金长老扫了一眼已经醉倒的冷月，虽然十分不甘，还是松了手。小子，告诉老夫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夫给你一件下品圣器。曹布把手里的一件下品圣器塞到金长老手里。金长老，我给你一件，你就别再问了。另外，麻烦你安排人把我义母带下去休息。还有，我住哪？闻言，金长老叹了口气，看来这小子是不肯说秘密了。他掂了掂手里的下品圣器，嘴角微勾，拍了拍曹布的肩膀：你小子会做人。说罢，他收起下品圣器，对外面喊了一声：来人，带各位贵宾下去休息。下一刻，一群丫鬟冲进殿内，把所有醉倒的人扶了出去。曹小子，你跟着他们去吧，迎宾院屋子多，想住哪间随便挑。金长老嘱咐道。虽说没拿到月破精髓，但他也不至于怨恨曹布。这东西就算他强行留下，九弟醒了也不会放过他。曹布点头，指了指冷月：我义母她。金长老道：放心，女修住的地方离你们不远，那边都是女人，不会有事。曹布抱拳：多谢。话落，他转身跟了出去。金长老看着曹布的背影，摇头道：真是稀奇，让一个天桥境的蝼蚁赢了。他不再多言，让人把酒队扶回了他自己的房间。曹布跟着丫鬟们来到迎客院，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秦冰瑶。细细想了想，曹布大概猜到了原因。两人对外的名义是夫妻，住一间房也合情合理。没多久，
曹布找了间房住下，到了半夜，他才偷偷摸摸出门。他先去秦冰瑶那边看了看，系统，陆晨这小子会不会中途醒来截我的胡？宿主放心，就算有秒杀大帝系统帮忙也没用，说3天就3天，不管什么修为都一样。曹布松了口气，他不知道碧落黄泉能让冷月最多久，得赶紧过去。再说冷月身上能获得继承度，这才是最要紧的。想明白后，曹布当即朝着不远处的女婴科院走去。在他的千幻无相诀掩护下，没多久就找到了冷月住的房间。他翻过低矮的院墙，逐渐一点跃上3楼，在角落那扇窗后瞥见了冷月的身影。当即他推开虚掩的窗翻了进去。房间里烛火昏黄，冷月静静躺在锦榻上，醉得很深。他身着一袭白衣，身段起伏分明，腰肢纤细，双腿修长。平日里冷若冰霜的脸，此刻泛着淡淡红晕，长睫低垂，唇瓣轻抿，那份傲然里透着几分难得的柔媚，如同冰雪中悄悄绽开的红梅，让人挪不开眼。曹布缓步走过去，就见冷月轻吟一声，有要醒来的迹象。他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危急关头，灵机一动，拿出1两3醉陈酣酿给冷月灌了下去。见他脑袋一歪，又醉了过去，曹布才暗自松了口气。还1万积分买的酒，真不怎么样，1个时辰就醒了。曹布语气带着几分不屑，他望着床上的冷月，眼神沉了沉，低声解释道：“义母，不是布儿不懂分寸，实在是这酒性子太烈，没人在旁守着，总叫人不放心。”叮，恭喜宿主继承度提升2%，获得2次抽奖机会。次日午时，阳光从窗棂斜斜照在床榻上，该去会会那位女帝了。曹布指尖拂过冷月身侧，黑白色灵光流转，将昨夜留下的细微痕迹消弭干净。确认看不出异样，他才带着满意翻窗离去。陆晨与秦冰瑶的房间内，烛火早已经燃尽。看着榻上两人维持着昨夜醉倒的姿势，曹布暗自松了口气，本打算在冷月那里只待半刻钟，谁想不知不觉就耗去了数个时辰。他放轻脚步靠近，只见几缕发丝贴在秦冰瑶那绯红的脸颊上，原本竖起的长发松散开来，铺洒在枕头上。他身上的白色龙纹地袍领口微长，少了几分平日的规整，多了些酒后的慵懒。秦冰瑶双眼紧闭，眉头轻皱，似在睡梦中也带着几分不安，唇瓣微张，一截100下的小腿露在外面，全然没了往日95至尊的威严。至于旁边的陆晨，睡得跟头死猪似的，鼻息打得震天响。曹布懒得理会，伸手将他从床上拎起，扔出3米开外，自己顺势躺到秦冰瑶身侧。指尖拨开他脸颊边的乱发，目光在那酒后泛红的肌肤上流连，语气带着不容置喙的霸道：“女帝又如何？龙椅上的威严到了我面前，不过是寻常景致。醒时你掌控天下，最后自该随我心意。世间美人千千万，我曹某想要就不会错过。这95至尊的身份，自然也要好好相待。”与此同时，陆晨脑海里炸开系统的咆哮：“宿主，快醒醒！有人要动你的女人！”秒杀大帝系统的声音带着急切与惶恐：“本系统没骗你，他已经亲上去了，还动手扯他的衣袍。”秒杀大帝系统眼睁睁看着床榻上的景象，声音越来越崩溃：“不，宿主你醒醒啊！再晚就来不及了。本系统真不想成为系统界的笑柄啊！”不多时，系统的哀嚎几乎要掀翻陆晨的脑海。为什么？我秒杀大帝系统服务过368位宿主，头一次绑定的宿主让人给绿了。不，叮，检测到宿主攻略秦冰瑶任务失败，惩罚生效，统生耻辱。这是统生耻辱。系统在陆晨脑海里疯狂咆哮：“我要解绑，立刻解绑！”床榻之上，曹布只觉一股磅礴的能量猛地涌入体内，不过瞬息，他的经脉瞬间沸腾，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这就是准帝的底蕴。他面色骤变，额间渗出豆大的汗珠。再这样下去，我要爆体而亡了。曹布牙关紧咬，全力催动太初阴阳诀。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原本凝滞的壁垒在这股狂暴的能量下冲得粉碎。神通2重，成了！他闷哼一声，体内气息再度暴涨，更汹涌的力量推着往前冲。经脉传来撕裂般的疼痛，可每一次剧痛过后，丹田内的灵力就浑厚一分。不过3息，第3重的壁垒应声而破，紧接着是第4重、第5重。能量冲刷的速度越来越快，他甚至来不及细品境界跃升的玄妙，只觉浑身毛孔都在喷薄灵力。第6重壁垒破碎的瞬间，他体表浮现出淡淡的金色光晕，那是灵力凝练到极致的征兆。直到第7重的壁垒被冲开，曹布猛地睁眼，眸中金光爆射，体内灵力奔腾如江河，举手投足间有了撼动山岳的威势，神通气重。成了！他看向还没苏醒的秦冰瑶，唇角牵起一抹淡笑，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力量，低笑出声。准帝层次的底蕴居然这般深厚，
看来这位女帝倒是能助我良多。瞥了眼窗外天色，曹不辰声问：系统，距离秦兵瑶服下3醉沉酣酿过了多久？还有3个时辰就会苏醒，请宿主把握时机。3个时辰足够了。曹不低笑一声。1坤时辰后，曹不仔细整理好房内一切。秦冰瑶是头一次经历这事，他不敢留下半分痕迹，连散落的发丝都一根根理顺归位。至于他醒后会不会怀疑旁人，他没有十足把握，终究这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只能尽量撇清自己。做完这一切，曹不踱步到陆晨面前，掏出往生板砖朝对方脑门拍去。下一瞬，一层淡绿色光照挡住了攻击。曹不收起板砖，神色没有半分意外。秒杀大地系统既能帮陆晨免疫酒水，自然也能护他周全。他这样做不过是验证心中猜想。系统，这陆晨有系统护体，难道我就杀不了他？叮！秒杀大地系统的护体仅针对大地之下与大地之上，宿主只需突破大地境，这层护体自会消失。曹不嘴角抽了抽，这可是秒杀大地系统，我突破大地境，岂不是让他一指头按死？放心宿主，若是你突破大地后实力堪比真仙，他就奈何不了你。反之，你还能将他杀死。曹不摇了摇头，转身离去。眼下只能暂时放过陆晨，当务之急是尽快变强，总不能真让对方以后一指头按死，那也太不划算。曹不离开后没多久，陆晨悠悠转醒，刚睁开眼，就听见是海里传来熟悉的哭声，抽抽噎噎的，听得人心头发紧。系统，是你在哭吗？陆晨，我们解绑吧，你太让我失望了。怎么回事？总得给个理由吧。陆晨一头雾水，难不成是自己醉倒前说了系统坏话？这小气鬼，系统记恨上了。你都被人戴绿帽了，还蒙在鼓里。陆晨如遭雷击，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系统哽咽着将这2日的经过全盘托出。陆晨听完之后面色煞白，他猛地想起什么，一把拉开裤腰，低头看去。轰！天旋地转间，他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再度昏死过去。陆晨昏迷没多久，秦冰瑶也悠悠转醒，刚睁开眼就感觉一股剧痛席卷全身。他低头一瞥，霎时五雷轰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喃喃自语：我的第一次，居然……目光陡然扫到床下的陆晨，眸中瞬间燃起杀机。陆晨，一定是你，朕要杀了你！长剑出鞘，剑尖吞吐寒气，抵在陆晨的脖子上。可看着他毫无动静的样子，疑惑爬上心头，难道不是陆晨？当真是自己最后失控。犹豫再三，他终究收起了长剑，试图回忆起醉倒前的点点滴滴，可脑海中一片空白，再无其他。恰在这时，秦冰瑶猛地察觉到体内深种多年的毒素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怎么回事？他蹙眉低喃。睡一觉醒来，身子没了，毒素也没了。他沉吟片刻，难道是那杯酒的缘故？可恶，到底是谁夺走了朕的身子？他愤恨地瞪了陆晨一眼，他转身摔门而去。要不是陆晨，他怎么会落入这般境地？心中虽然恨那夺他清白的人，却也没到寻死觅活的地步。秦冰瑶离去后不久，陆晨再次悠悠转醒，刚睁开眼，识海里就传来冰冷的提示音：解绑进程89%、90%、91%。陆晨只觉得天崩地裂，没了系统，他在这危机四伏的世界根本活不下去。难不成要学吕布认贼作父？可谁会看上他这凡胎俗骨？系统，给我停下！他的嘶吼在脑海中炸响，带着破釜沉舟的嘶哑。解绑？你以为解绑就能抹去一切？看着那畜生踩着我往上爬，你就甘心？他死死攥紧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血珠顺着指缝滴落。我知道你觉得丢人，觉得跟着我这被戴绿帽，连身子都受了损的宿主没面子。可你想想，现在走了，曹不就得逞了？他踩着我的脸步步高升，将来耀武扬威时，谁还记得你这跑路的系统？留下来！陆晨猛地拔高声音，眼底翻涌着猩红的恨意。你不是叫秒杀大地系统吗？秒杀的是什么？是敌人，是耻辱。现在曹部就是你我共同的耻辱。你丢下我，就是承认斗不过他，承认自己是连仇都不敢报的孬种。他深吸一口气，声音陡然沉下去，带着蛊惑人心的力量。你留下，陪我。我受的苦，我记着；你受的辱，我也记着。将来我杀曹部时，让你亲手按下秒杀键，让全天下的系统都看看，你秒杀大地系统带的宿主，就算跌进泥里，也能咬着牙爬起来，把仇人碎尸万段。到那时候，谁还敢笑你？他们只会怕你，敬你，因为你陪着最惨的宿主，报了最狠的仇。陆晨死死盯着眼前跳动的解绑进度条，一字一顿道：“给我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个机会。
绑定我，我们一起把这局翻过来，你敢不敢？眼前的进度条卡在了99%。陆晨见此，暗自松了一口气。许久，系统带着浓重哭腔的声音响起：“马德，拼了！本系统就信你这一次，要是报不了仇，我们就一起死。”定，解绑进程终止，系统重新绑定宿主陆晨。新任务发布：20年内斩杀曹部，夺回属于宿主的一切。任务成功，奖励宿主真仙修为，系统权限提升3级。任务失败，宿主与系统一同魂飞魄散。陆晨猛地睁开眼，眸中再无半分颓丧，只剩下淬了毒的锋芒。系统打开系统商城，你要干什么？想在20年内击杀曹部，就得帮他修复丹田，再帮他快速提升修为。你想购买9转地骨再造丹方？不错，我等不起，想必你也等不起。可你的积分不够，我要赊账。难道你连这点功能都没有？好，你现在有4万积分，本系统再赊你6万。放心，不过是6位大帝的性命而已，迟早会还你。定，宿主陆晨赊账6万成功，请于1年内还清。陆晨面色一喜，系统购买9转地骨再造丹方。定，恭喜宿主消耗10万积分，成功购买9转地骨再造丹方。看着手中凭空出现的丹方，陆晨眼中迸发出狂喜。他望向殿外，字字泣血：“曹部，今日之辱，他日我必将100倍奉还。”话音落下，他攥紧丹方，冲出门外寻找曹部而去。与此同时，女营兵院外，曹不忘见冷月从院中走出，脸上堆着笑意，迎上前去：“义母，你终于醒了。”冷月皱着眉头，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不儿，我睡了几天。”曹部躬身应道：“回禀义母，你睡了整整3天3夜。”冷月心头一震，那酒如此霸道，居然让我昏睡这么久，确实厉害。曹部颔首，顺势将月魄精髓递上前去：“义母，这是你要的月魄精髓。”冷月眼中瞬间迸出光亮，视线死死粘在精髓上，声音都在发颤：“还真是月魄精髓。不儿，这么说我们赢了？”曹部点头，将毒酒的经过细细道来：“你与冰瑶女帝同时醉倒，后来陆晨也倒了，所以最后是我们赢了。”冷月接过精髓，指尖抚过冰凉的晶面，激动的语无伦次：“不儿，你简直太棒了，义母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知道这月魄精髓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毫不夸张地说，有了它，义母成帝指日可待。曹不纯边漾起一抹古怪的笑：“义母，这都是布儿该做的，不必谢。该拿的谢礼早已经到手，冷月要是愿意主动再谢一次，他也不会介意。”冷月这才察觉失言，脸颊疼得烧起来，红得能滴出血来：“义母，是不是该启程了？”曹不适时开口，打散了空气中那点微妙的暧昧。冷月猛地回神，连连点头：“对，我们先去向9弟辞行，然后就动身回去。”说罢，他小心翼翼将月魄精髓收入储物戒，带着曹部找到9弟说明来意。9弟目光在曹部身上扫过，笑道：“二位，本弟送你们到山门外吧。”冷月连忙摇头，9弟亲自相送，这如何使得？9弟朗声大笑：“有何使不得？”话音落下，人已经起身，抬手示意2人同行。冷月不好推脱，只得跟上。行至半途，9弟忽然凑近曹部，压低声音问道：“小子，你用什么酒放倒的陆晨？还有剩余的吗？”他挤了挤眼，那点心思昭然若揭。曹部摇头道：“抱歉9弟，那酒是义父留下的，总共就几两，前些夜已经用完了。”9弟眉头微蹙，眼神带着审视扫过来。曹部从储物戒中摸出个空酒瓶递过去，只剩下这个空瓶，9弟若是不信，可以用神识探查。9弟接过瓶子，眼底掠过一丝惊喜。他刚才早就悄悄探查过，以曹部的修为，根本察觉不到。事实如曹部所言，除了这空瓶，再无半滴酒液的气息。他拧开瓶塞，毫不在意地对着瓶口舔了起来。冷月与曹部对视一眼，都有些意外，这位大帝如此随性，不顾半点自身的威严。绝世好酒，9弟咂了咂嘴，晃了晃脑袋，不过舔了一下，居然有些发晕。好在剂量极微，还不至于醉倒。更让他心惊的是，丹田那处积攒万年的旧伤，隐隐传来一丝暖意，竟有恢复的迹象。不过仅仅恢复一丝，就没了那种感觉。他心头猛地一沉，暗自懊悔，若是能得此酒疗伤，说不定真能再进一步。当真一滴都没了？9弟不死心的追问。曹不苦笑着摇头：“9弟，就是你拿几道地兵来换，我也拿不出半滴来。”9弟无奈摆手：“罢了，本弟就送到这里了。”曹部指了指不远处的山门：“9弟刚才不是说要送我们到山门外吗？这还没到呢。”9弟仰头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本弟说过这话，
怕是你听错了吧？曹布望着他的背影，无奈摇头，正欲转身离去，突然一道清脆的女声从身后传来：“爷爷，能把您都灌醉的妖孽在哪儿？快让我见见。”曹布与冷月停下脚步，回首望去，只见不远处的青石上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少女身着淡紫色罗裙，裙摆下露出一双小巧玉腿，腰间悬着个精致的酒葫芦。她眉眼灵动，顾盼间带着几分娇俏，目光落在曹布身上，好奇中藏着不易察觉的打量。金爷爷说过，能把爷爷喝倒的是个天桥境的年轻小子。这几日踏足酒神殿的修士里，唯有曹布是天桥境修为。九灵儿暗自点头，当即确定曹布就是喝倒他爷爷的人。灵儿，你不在后院酿酒，跑这儿来做什么？九弟随口问道。九灵儿直勾勾盯着曹布，脆生生问道：“爷爷，您就是被这个天桥境小子喝倒的？”九弟老脸泛起红晕，急忙狡辩：“胡说什么？爷爷是被陆天帝喝倒的，可陆天帝是被他喝倒的。”九灵儿歪着头俏皮一笑，一双虎牙若隐若现，这么算下来，爷爷不还是栽在他手里了？九弟顿时哑口无言，当即对曹布二人挥了挥手，显然不愿他们留下看他窘迫的一幕。可下一刻，九灵儿已经走到曹布身前，拱手道：“小女子九灵儿，听闻公子酒量惊人，连我家爷爷都甘拜下风，不知可否与小女子讨教一二？”说到讨教二字时，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酒葫芦，眼底翻涌着跃跃欲试的热切，视线在曹布脸上转了2圈，双颊悄悄爬上一层薄红。九弟眉头一皱，他这孙女从小在酒神殿长大，眼里除了好酒就是酿酒，可从来没有对谁露出这样的小女儿情态。他斜睨着曹布，眼里渐渐泛起不满。这小子酒量再好又如何？这世道终究是实力为尊，要是敢打灵儿的主意，休怪他不顾情面。见曹布迟迟不语，九灵儿还当他是瞧不上自己，当即挺了挺胸脯，用起了激将法：“公子年纪轻轻，难道连与我比一场的胆量都没有？”曹布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这就是气运之子的待遇吗？走到哪里都少不了这类主动攀谈的女子。想来这九灵儿一定是受了气运之子体验卡的影响，才会主动接近自己。若是直接拒绝，反倒显得小家子气了。而让女人记住自己的第一步，往往是在她最在意的领域征服她。好，既然姑娘有如此雅兴，那就陪你试试。九灵儿眼睛一亮，晃了晃手里的酒壶，眼底闪过一丝狡黠。这是我新酿的醉流霞，窖藏了100年才得这一壶，我们就用它比试如何？话音刚落，九弟已经凑了过来，鼻子使劲嗅了嗅空气中飘来的酒香，眼睛瞪得溜圆。灵儿，加爷爷一个。单是这一出的酒香，就知道是他从没尝过的佳酿。九灵儿把头摇成了拨浪鼓：“不行，给您尝了，我还喝什么？”九弟不死心道：“就一杯，真的就一杯，让爷爷品品你这新酿的成色。”九灵儿依旧不答应，他太了解自己爷爷的性子，一旦让他尝了这酒，觉得好喝，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夺过去。最终他还是经不住九弟的软磨硬泡，只得道：“就一杯，多一滴都没有。”“好好好，一杯就一杯。”九弟连忙点头应下。无奈之下，九灵儿拿出装满醉流霞的酒盅递给九弟。九弟接过一饮而尽，当即露出满足的神情。这酒简直绝了。话罢，目光又粘在了九灵儿手中的酒壶上。这酒壶内有乾坤，里面的酒肯定不少。九灵儿赶紧把葫芦往怀里一护，对曹布道：“我们去那边的望月亭喝吧。”曹布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不远处立着座6角凉亭，当即点头：“好，不过既是赌酒，总得有个赌注才像样。”九灵儿迈步向前，留下淡淡的酒花香。“公子想赌什么？”曹布与冷月连忙跟上，淡淡道：“姑娘若是输了，我要你腰间这只酒葫芦。”他早已经看出这葫芦是件不朽圣器，内蕴空间至少能成100斤佳酿。而这九灵儿也不简单，居然有界皇修为，这也是他答应比试的原因。若是对方修为比他低，他根本不会理会。可以，九灵儿爽快应下，转身看向曹布：“那公子能拿出什么彩头？”说话间，他已经在亭内的石椅上坐下。曹布在他对面落座，拿出一枚令牌放到石桌上。令牌刚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冷月与九弟的目光。九弟盯着令牌上流转的玄奥纹路，又看看曹布，震惊道：“幻音无极令。”九灵儿好奇地眨了眨眼：“爷爷，幻音方我知道，可这幻音无极令是什么东西？”九弟深深看了曹布一眼，倒吸一口凉气。这幻音无极令能让幻音方为持令者办3件事，哪怕是覆灭一座不朽地级势力，幻音方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听到这话，九灵儿想到了那位传奇女帝，她一直将柳如烟视作信仰，没想到曹布有这位女帝的令牌。这一刻，他对曹布的好奇达到了顶峰。一旁，
九弟看向曹布的眼神彻底没了轻视，能得柳如烟这般看重，这小子身上定然藏着连女帝不要另眼相看的不凡之处。波儿，如烟什么时候把这幻音无极令给你的？冷月的语气里也带着一丝震惊，这般待遇就连顾晴天都不曾有过。曹布解释道：义母还记得当初那场诗会吗？冷月一惊，那首诗换这枚令牌。曹布点头应是。一旁的九弟与九灵儿早已经听得心痒难耐，九灵儿当即问道：冷姐姐，你快说说，是什么诗能让女帝看中，还拿出幻音无极令作为交换？他眼底满是期待，鲜少有人知道他不仅嗜酒，更是个爱诗之人。冷月点了点头，当即将那首《绝颠吟》缓缓念了出来。念完之后，九弟虽然面露惊讶，却没太多异动，倒是九灵儿激动地拍手道：绝世好诗，我想好了，你要是输了就做一首诗给我。闻言，九弟连忙暗中传音：死丫头，你可知这幻音无极令的含金量？一首诗哪能与之相比？任凭九弟传音怎么说，九灵儿都当作没听见。曹布想了想道：可以，不过事先说好，我可做不出堪比绝颠吟的诗来。九灵儿当即摇头，眼底闪着金光：无妨，只要是公子用心做的就行。那好。曹布说着将幻音无极令收了起来。九弟在一旁看得直拍额头，这死丫头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首诗而已，哪比得上幻音无极令的1/1000重要？九灵儿已经按捺不住，当即取出2只大号的琉璃酒瓶，将腰间葫芦里的醉流霞缓缓倒入其中。清澈的酒液泛着淡淡霞光，刚一入瓶，就有酒香在瓶内弥漫开来。不多时，2只酒瓶已经斟满。曹布，九灵儿举起其中1只酒瓶，眼底闪烁着好胜的光芒。这里面各有10斤醉流霞，我们就看谁先喝完还不醉。曹布颔首，拿起另1只酒瓶，朗声道：灵儿姑娘如此豪迈，我岂能扫兴？2只酒瓶在空中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声响。两人同时仰头，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去。一旁的九弟舔了舔嘴唇，满脸馋相，好不难受。不多时，10斤醉流霞下肚，曹布将空酒瓶稳稳放在石桌上，神色毫无波澜。反观九灵儿，放下酒瓶时，指尖微微发颤，原本灵动的眸子蒙上一层水汽。他晃了晃脑袋，试图驱散那股直冲脑门的眩晕感。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曹布望着他微醺的模样，唇角噙着一抹淡笑。或许是我运气好。才不是运气。九灵儿鼓起腮帮子，语气带着几分不服气：是你酒量好。说着，他解下腰间的酒壶递给曹布：给，我输了。曹布接过酒壶，入手温润。这次酒神殿之行倒是不亏。九弟看得眼热，眼底翻涌着浓烈的渴望。这小子就这么把他孙女的宝贝酒壶骗走了，简直岂有此理。正思忖间，九灵儿踉跄着走到曹布面前，仰头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带着几分最后的执拗：你还没给我作诗呢。曹布一怔，晃了晃手中的酒壶：灵儿姑娘，胜负已分，是我赢了。那我不管。九灵儿微微嘟起嘴，带着几分耍赖的意味：我就是想听你作诗，现在就要听。他说话时带着酒香的气息轻轻拂过曹布的脸颊，混着少女特有的清甜。九弟轻咳一声，正想替孙女圆场，却见九灵儿拉住曹布的衣袖，语气里带着撒娇的意味：就做一首关于酒的，好不好吗？曹布望着他最终带吃的模样，坚定摇头：不行。九灵儿呼吸一滞，眼底的光彩瞬间暗淡下去。他还是头一次遇见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九弟反倒一喜：直男好啊，直男就不会把他孙女勾走了。冷月听到曹布的回答，不知为何心底暗暗松了口气，看向曹布的目光也柔和了几分。好了，九弟，灵儿姑娘，我们该告辞了。曹布对两人抱拳行礼，转身离去。九灵儿望着他的背影，脸上写满了幽怨。恰在这时，陆晨出现在凉亭不远处，看到曹布走出，他不顾气喘吁吁，当即收敛眼底的恨意，快步跑到曹布身前：曹布，你等等，我有东西给你。陆晨弯着腰不住喘息。为了找曹布，他从南营兵院跑到酒神殿，又从酒神殿追到这里，着实累得够呛。曹布眼底掠过一丝趣味：陆天帝，你这是……陆晨直起身子，将手中的九转地骨再造丹方塞进曹布手里：你是第一个把本地贺服的人，所以这份机缘就送给你了。曹布摊开丹方一看，当即佯装激动的浑身发抖：这居然是能恢复丹田的丹方。听到这话，冷月、九弟连同半醉的九灵儿都凑了过来。九弟嘴唇颤抖：真是修复丹田的丹方。话罢，他歪头看向陆晨，震惊道：陆天帝，你居然有这等至宝。陆晨摆了摆手，故作洒脱：
我也是看曹布与我有缘，加上被他贺服，思来想去，决定帮他一把。没人察觉，陆晨说这话时，心底正翻涌着滔天怒意，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更何况他都没尝过，秦冰瑶的第一次就给了曹布，简直不可饶恕。地谷、万年石髓乳、虚空紫晶、太阳金晶粉末、龙元果、玄武真血，九弟逐字念出丹方上的材料，最后倒吸一口凉气。这些东西都是灵界罕见的至宝，其中几样连本地都没有听过。他看向曹布，语气沉重：“曹小子，你若想凑齐这些材料，只能指望顾祖。至于这地谷……”说话间，九弟下意识瞥向冷月，只见冷月盯着地谷二字，眸中平静无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见此，九弟又将目光落回曹布身上，叹道：“可惜了。”九灵儿不解地问：“爷爷，什么可惜了？”陆晨也满心疑惑，他都把丹方拿出来了，这还不够？难不成要他把材料找齐，炼好丹药喂到曹布嘴里？这也太欺人太甚了。曹布看了看冷月，面色泛起几分苦涩，将丹方递还给陆晨：“陆天帝，多谢你的机缘，只是这份机缘，我曹布无福消受。”陆晨看着手里的丹方，整个人都懵了，这可是他花10万积分买来的，你现在告诉我不想要了，这怎么行？他一咬牙，再次把丹方塞进曹布手里，语气带着几分急切：“曹布，你放心，看在你是第一个喝倒我的份上，我让整个大秦帝朝帮你找齐这些材料，你可千万别泄气，一切都还有希望。”九弟也在一旁劝道：“曹小子，收下吧，你该知道，这丹方即便是极道帝兵也换不来。至于材料……”他又看了冷月一眼，继续道：“先收着，也不枉陆天帝一片苦心。”曹布依旧摇头，语气坚定：“不行，我曹布就算是死，也不会要这丹方。”陆晨闻言，恨不得把曹布按在地上揍一顿。他妈的，他都做到这份上了，这小子居然还不答应！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冷月忽然开口：“布儿，先收起来吧。”曹布皱眉：“可是义母……”“收起来。”冷月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曹布面露犹豫，手指捏着丹方的边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冷月见状，直接从他手中夺过丹方收好，随即对陆晨抱拳道：“陆天帝，本宫身为布儿的义母，在此替他谢过了。”陆晨松了口气，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不必客气。实不相瞒，本帝距离飞升已经不远，这次遇见曹布，被他的酒量折服，实在不愿见他就此沉沦，只盼他有朝一日也能成就大帝之位。”曹布面露感激，朝着陆晨抱拳一礼：“多谢陆天帝。”说罢，他目光复杂地看向冷月：“义母。”冷月连忙打断：“义母知道你想说什么，地谷又不是只有你封地有。”听闻这话，已经清醒几分的九灵儿似乎明白了什么。眼看事情尘埃落定，陆晨提议道：“曹布，你我一见如故，不如结拜为兄弟如何？”这话一出，当场镇住了在场三人。“陆天帝，你没开玩笑吧？”九弟咂了咂舌，满脸匪夷所思，一位天帝居然要与曹布结为兄弟，简直不可思议。他突然看向曹布，眉头紧皱，这曹布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先是得女帝柳如烟的幻音无极令，如今又得陆天帝看中。若是曹布真能恢复丹田，单是炼制丹药的这些宝物，都能助他提升天赋，再造一位大帝也未可知。如此一来，倒也配得上他孙女。再加上柳如烟与陆晨这层关系，整个灵界还有谁敢招惹曹布？不知不觉间，曹布这个小小的天桥境已经拥有灵界最恐怖的人脉。九弟当即对九灵儿递了个眼色，九灵儿还处于半醉状态，压根没明白爷爷眼神的意思，直到九弟暗中传音，他才恍然大悟。于是不管曹布答不答应，九灵儿掏出一枚传讯令牌塞进他怀里：“曹布，这是我的传讯令牌，你收下。”说罢，他红着脸跑开了。其实不用九弟提醒，他也打算找机会接触曹布。曹布不仅酒量上征服了他，还会作诗，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王。曹布握着温热的令牌，无奈地将其收下。他没注意到冷月望着九灵儿远去的背影，目光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连他自己都恍若未知。见曹布沉默，陆晨又追问：“曹布，你觉得如何？”他这样做是为以后找借口帮曹布快速崛起铺路，不然到时拿出提升修为的宝物，都不知该用什么理由送出。这时冷月也劝道：“布儿，答应吧，他有私心。若是两人结为兄弟，以后万法禁渊的封印解除，里面的强者攻来，陆晨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以他那堪比天地的实力，能为顾族缓解不少压力。”曹布面露犹豫：“陆天帝，结拜可以，只是什么？”陆晨追问，心里已经做好准备。
只要曹部的要求不太过分，他都答应。曹部一咬牙，我做大哥已经很多年，所以……陆晨闻言，面色瞬间一黑。他都做出巨大让步，这小子还盯着大哥的位置不放，简直岂有此理。冷月也有些无语。曹部此举实在是太过冒失，他都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眼前这位可是能与荒野处比肩的天帝，站在金字塔尖的存在。九弟更是一脸古怪地盯着曹部，人家陆天帝肯与你结拜，已经是你天大的荣幸，你居然还在这里讨价还价。就在九弟与冷月都以为陆晨一定会拒绝，甚至可能当场暴怒时，却见陆晨深吸一口气，猛地一咬牙，点了点头。行，你当大哥。九弟闻言下意识点了点头，他就知道陆晨不会答应，可细细一品却猛地回过神，惊得下巴都快掉下。陆天帝，你刚才说什么？他咽了口唾沫，实在不敢相信陆晨会答应如此荒唐的事情。冷月也满脸诧异地盯着陆晨，他听得真切，陆晨居然真愿意认曹部当大哥。曹部，你以为如何？陆晨没有理会两人的震惊，只是紧盯着曹部，眼底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曹部微微一笑，既然陆天帝愿意，我曹部自然也乐意。他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陆晨的心思早在看到那九转地谷再造丹丹方时就已经猜到，只是没料到他有如此决心，肯当着九弟的面认自己当大哥。要知道这事传出去，必将在整个灵界掀起滔天巨浪。天帝拜天桥进修士为大哥，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谈。好，既如此，我们这就结拜。陆晨面露激动，甚至比曹部还要急切。当即他从系统空间中取出2只玉盏，里面装着碧落黄泉，两人各执一盏，转身面向苍穹。天地为鉴，今日我陆晨，今日我曹部。两人异口同声，声音在庭外回荡。陆晨举起9盏，眼底翻涌着旁人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隐忍的怒意，有对未来的算计，唯独没有半分真正结拜的热络。他率先朗声道：愿与曹部结为异姓兄弟，自此祸福与共，荣辱相依。曹部同样举杯，眸光平静无波。他缓缓道：愿与陆晨结为异姓兄弟，自此守望相助，生死与共。话音落下，2只玉盏在空中重重一碰，酒水溅出几滴，落在青石上晕开深色的痕迹。两人同时仰头饮尽，酒液入喉的瞬间，陆晨只觉得一股苦涩从舌尖蔓延至心底。他堂堂天帝，居然要屈居一个天桥境之下，还要称呼对方为大哥，简直是奇耻大辱。心里这样想，陆晨面上却是温暖的笑容。大哥，他喊得真切。曹部颔首，淡淡应了声。二弟。一旁的九弟看得眼皮直跳，暗自啧舌。这两人的誓言也太过草率了些，怎么没有若为此事天诛地灭？他活了10几万年，见过皇子与平民结义，见过圣主与凡人为友，却从没见过天地屈尊任天桥境修士当大哥的。这要是传出去，整个灵界怕是要炸开锅。他忍不住凑到冷月身边，压低声音道：冷道友，你就不管管？这也太荒唐了。冷月望着相视而笑的两人，眸光深邃。他怎么不知道这是荒唐，甚至隐隐怀疑陆晨的动机。可如今故族正值多事之秋，能得一位天帝相助，未必不是好事。他轻轻摇头，随他们去吧，或许这是天意。九弟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什么，只是看向曹部的眼神彻底变了。这小子怕是不只有气运那么简单，能让陆晨这位天帝认大哥，身上一定有比天地尊严更重要的东西。结拜仪式草草完毕，陆晨脸上的笑容真切了几分。大哥，既然是兄弟，往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那9转地谷再造丹的材料你不用担心，我回去后就让大秦帝朝绝地3尺也要给你找齐。曹部点头，有劳二弟了。他这声二弟喊得自然坦荡，听得陆晨暗地里牙痒痒，却只能忍着笑意应承。大哥客气。曹部微微颔首，两人当即交换了传讯令牌。随后他转向九弟拱手抱拳道：九弟、二弟告辞。九弟连忙回礼：冷道友、曹道友慢走。陆晨露出温和的笑容：大哥一路顺风。曹部点头，望向冷月。冷月心中一阵复杂，不过转眼之间曹部的地位已经不低于他。他伸手扣住曹部的肩膀，灵力涌动间撕裂空间离去。望着两人消失在空间裂缝中的背影，陆晨脸上的笑容瞬间敛去，双拳紧握，指节泛白，身体因隐忍而微微颤抖。今日之辱，他日必将1000倍万倍讨回。就在这时，秦冰瑶的声音从两人身后传来：曹部走了。虚空之中，一道月华之光急速飞驰。曹部见冷月总时不时看向自己，开口道：义母，你要是想看波儿，不用偷偷的，可以正大光明的看。冷月闻言，
脸蛋当即一红。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何曹布身上总有股气息吸引着他，让他忍不住多瞧几眼。布儿，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冷月想起之前探查到的事，终究没顾上身份差别，把问题问了出来。曹布目光真挚，布儿喜欢漂亮的，多漂亮才算漂亮？冷月追问。曹布望着他，语气纯粹，像义母这样的。这话入耳，冷月心里莫名泛起一丝喜色。他压下情绪，不动声色的又问：我看那90儿对你有意思，你怎么不主动些？义母，两个人在一起得看感觉，我对他没那种感觉，所以……曹布没把话说完，冷月已经心头一喜，只是很快就强压了下去。他望着曹布，怔怔出神。即便不愿承认，他也清楚自己对曹布的心已经变了。至于顾晴天，不知不觉间那份爱意已经淡去，眼前这个男人正悄悄取代顾晴天在他心中的位置，甚至比爱顾晴天时还要汹涌，还要欲罢不能。冷月顿觉脸颊发烫，连忙移开目光。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冷月，你不能做违背妇德的事，必须守住心理防线，绝不能让曹布看出异样。不知不觉，一坤天过去，月华之光突然在虚空中停住，曹布和冷月的身影显露出来。义母，怎么了？曹布疑惑转头，只见冷月面色凝重，正紧盯着前方虚空。下一刻，冷月猛地抓住曹布，转身就遁。走！哈哈，冷月还想跑？留下来让本地爽爽。身后突然传来森冷大笑。曹布回头望去，只见一名红袍男子带着2名灰袍强者从虚空中现身，3人周身都裹着浓郁的魔气。义母，他们是谁？曹布眸光微眯，问道。是阴阳教的人，为首的是玉帝，阴阳天地麾下的大帝之一，另外2个是准帝。冷月语气凝重，说话间已经全副武装。准帝兵防御软甲，准帝兵靴子，上品帝兵灵月剑。玉帝舔了舔嘴唇，目光落在灵月剑上，满是贪念。冷月，只要你交出手里的帝兵，本帝就放你一命，如何？帝兵不是每位大帝都有，如林啸天还有他自己都没有，至少要大帝3重以上的强者才能人手1件帝兵，这还是灵界千万年积攒的结果。至于大帝3重级以下的，大多用的都是准帝兵。究其原因有3： 1. 炼制帝兵极耗时间； 2. 灵界资源有限，炼制帝兵的材料稀缺，无法满足所有大帝； 3. 帝兵需经天劫考验，由于天道规则限制，只有1位气道大帝，任凭那位气帝如何炼制，也赶不上需求。传言那位气帝的火已经排到万年以后，成了灵界所有大帝的打工仔。1个时辰后，冷月停下脚步，看着将自己和曹布围在中间的玉帝3人，他脸色沉了下来。布儿，义母送你进帝兵空间，别挣扎。话音落下，灵月剑涌出大片月光，化作一道琉璃色裂缝。曹布还没来得及说话，整个人就被吸了进去。裂缝随即合上，只剩灵月剑悬在冷月身边。冷月，没想到顾晴天刚飞升，你就养了这么个小子。玉帝舔着嘴唇，眼神在他身上打转。你若是束手就擒，本帝还能让你先爽了再死。废话少说，要打就打！冷月怒喝，灵月剑光芒大涨。他脚尖一点，握着灵月剑化作银色光剑，直冲向玉帝面门。来得正好。玉帝冷笑，对身旁2人下令：上！谁先抓住他，谁先尝着仙子的滋味。2位准帝露出狰狞一笑，同时朝冷月杀来。左边准帝举着刻有兽纹的黑锤，还没靠近就散发出能镇压一切的气势。他高抡黑锤砸向冷月，冷月直剑反击。当的一声巨响，周围万里虚空塌陷，形成漩涡，数万块虚空乱石瞬间化作齑粉。黑锤准帝倒退千里，虎口裂开，鲜血滴在锤上，最终落入虚空。这月之法则居然这么厉害！右边准帝心头一惊，手中长矛直刺冷月胸口。冷月侧身躲开，灵月剑顺势一扫，带起一串血珠。长矛准帝腰上出现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血肉在月光侵蚀下变成了银灰色。废物！玉帝见2人不敌，眼里闪过不耐，指尖凝聚出彩色毒雾，全力出手。要是让他逃了，天帝大人不会放过你们。2位准帝脸色一变，当即加大攻势。冷月不退反进，灵月剑化作亿万月牙剑刃，每一道都瞄准2人要害。剑刃飞过，虚空划出无数小口，虚空风暴瞬间撕裂开来。不过10招，黑锤准帝肩头中箭，月光钻进他体内，半边身子瞬间冻成冰块，连骨头都透出月白色。长矛准帝被数万月牙剑刃穿透身躯，身上的血窟窿不断往外冒热血。2人恢复片刻，正欲再次冲向冷月。玉帝见此，大喊一声：“滚开！”说罢，
他闪身出现在冷月前方100米，双手往前一推，10几道彩色毒丝从他手心窜出，所过之处，虚空都泛起古怪波纹。玉毒，好阴毒的手段！冷月眼神一缩，握着灵月剑在身前转圈，毒丝撞在剑身上，化作彩色雾气，顺着剑纹就往剑内钻。冷月只觉胳膊一麻，一股阴冷力量顺着剑柄往心口窜。这里面还有10月散、断魂露，一共12种毒，每种都克你的月之法则。玉帝阴狠大笑，中了这12绝命混毒，半个时辰内，你的月之法则就会溃散，到时候你这冷冰冰的仙子就只能任本地摆布。冷月只觉丹田一阵刺痛，月之法则运转得越来越慢，身上的月光也暗淡下来。他抬手一招，一缕金色剑气出现在手中。玉帝，既然你找死，就别怪本宫不客气。话落，他将金色剑气与月之法则相融，灵月剑上顿时浮现出金银2色月影。霎时间，万道月影从灵月剑上闪过，直逼3人而去。黑锤准地高举黑锤，想砸开射来的金色月影，可刚击碎第1道，第2道金月就穿透了他的胸膛。剑气炸开，他的身体瞬间在虚空中化作飞灰。长矛准地惊叫着转身要逃，一道银月从他后心刺入，剑气爆发，连他的元神带肉身一起打碎。玉帝暴退千里，又惊又怒。冷月，敢杀本地的人，本地定要你受尽折磨而死。冷月转头，眼神冰冷。玉帝，现在该轮到你了。冷月身后浮现出一轮白月，月面上刻着古老花纹。他双手握剑，将金色剑气与白月合一，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大光刃，朝玉帝斩去。光刃所过之处，虚空碎成一片，露出后面的混沌虚无。玉帝只觉浑身动弹不得，脸上终于露出惧色。他竭力掏出一张紫符，符纸引动瞬间，化作紫色光照，将他罩在里面。这可是能抵挡大地6重全力一击的地级防御符，看你怎么伤我！玉帝大笑，语气里满是狂妄。当初你不在阴阳教，让你逃得一命，今日自寻死路，那就斩！冷月将浑身法则之力灌进灵月剑中，霎时间剑光暴涨，威能剧增。巨大的月轮光刃划破虚空，以极快的速度朝玉帝斩去。轰！月轮光刃撞上紫色光照，万里虚空震颤，冲击波扩散而出，沿途的虚空碎石纷纷化作齑粉，连虚空壁垒都晃得厉害。下一刻，紫色光照裂开蛛网缝隙，玉帝面色大变，转身要逃，却是慢上一步。剑气穿透他的胸膛，带起大片血肉，血液溅到虚空中，转眼就化作了虚无。他的身躯更是在这股力量下推着冲出10万里。当身形停下时，气息萎靡到极点，胸膛炸开一个脑袋大的伤口。噗！冷月收剑，喷出一口黑血，血滴落入虚空，瞬间冻成黑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毒素已经蔓延到4肢百骸，月之法则在不断溃散，连灵月剑都开始微微颤抖。冷月，你撑不了多久。玉帝捂着伤口，面色苍白，踏着虚空一步步逼近，眼里满是疯狂。乖乖投降，本帝让你死得痛快些，若是不从，就让你尝尝我阴阳教的100种酷刑。他彻底怒了，动用了地级防御符箓，居然还是落得个重伤下场。这就是顾晴天这一丝剑气的厉害之处，哪怕冷月的修为没法全力激发，也不是一般大地5、6重能挡的。况且他才大地2重，若不是这张地级防御符箓，这次必死无疑。好在消耗了冷月一波，这次虽然损失2位准地，也不算太亏。只要把顾晴天留下的手段耗完，就是为阴阳教10万教徒报仇的时候。冷月强撑着力气，抬手撕开一道虚空裂缝。他回头看了玉帝一眼，声音森冷：玉帝，阴阳教今日的账，我顾族迟早会算。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已经化作一道月光，冲进了裂缝。想跑！玉帝怒吼着要追，却是慢上一步。看着眼前已经合拢的虚空裂缝，他怒声咆哮：冷月，你顾族撑不了多久，一旦我叫教主回归，就是你顾族覆灭之日。新州境内，冷月摇摇晃晃地从虚空裂缝中摔出，砸在一片荒凉的平原上。他用灵月剑撑着地面，勉强站稳，看着手心蔓延的黑纹，感受着体内越来越弱的月之法则，脸色凝重到了极点。必须找地方解毒，不然这次真的要完了。说完，他催动仅剩的月之法则，身形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新州深处。不多时，密林深处的天然山洞里，冷月将曹步从灵月剑中放了出来，可刚收回灵力，就踉跄着往身后倒去。曹步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语气里满是关切：一魔，你没事吧？他凝眸细看，才发觉冷月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只见他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眉宇间透着几分媚态。更引人注意的是，他手臂上还缠着几缕黑色丝线，看着格外瘆人。系统，冷月这是怎么了？
他中了玉帝的12种毒素，特别提示还有种玉毒，他现在在竭力忍耐。宿主趁火打劫的机会来了，上吧，我的勇士！曹布闻言，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已经泛起波澜。布尔，你替一亩护法，我要疗伤。冷月盯着曹布，眼底压着欲火。他摇了摇头，想把这念头甩走，可越用力越控制不住。曹布眼底闪过一丝晦暗，点头道：一亩你尽管疗伤，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冷月点头，强行把目光从曹布身上移开，踉跄着走到一旁坐下，连结界都没布，直接拿出10几种疗伤丹药吞了下去。见冷月开始疗伤，曹布扫过他的身段，眼底翻涌着期待。这时的冷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吸引人，但他清楚现在不能急，得让冷月自己凑上来，这才完美。他拿出身上不多的准地结界符箓，当即引动，再走到洞口护法，同时用余光悄悄打量冷月。这么好的机会，他可不想冷月就这么把毒解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见冷月脸颊越来越红，呼吸越来越粗重，曹布心里一喜，看来这毒不是冷月自己能解的。他当即背过身，不再偷看，认真护法。不知过了多久，曹布忽然听见身后有动静，他立刻睁眼，下一刻一双纤细的玉臂从他腰间探出，将他死死抱住。不多时，曹布双手攥紧，指节泛白，把头扭向一边，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叮，检测到冷月对宿主好感大增，继承度提高1%，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不知过了多久，见曹布满脸悲伤，冷月叹了口气，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抬手想擦去曹布脸上的泪痕。曹布，是我对不住你，可我没办法，要活命就得先解一种毒，我身上没有厉害的解毒丹，只能委屈你。曹布一把拍开他的手，语气冰冷：别碰我。冷月怔了怔，以前的曹布可从不敢对他这样。霎时间，他心底涌起一丝怒意，可转念一想，这是本就是他的错，最终还是放软了语气。事已至此，你为何不能试着接受？接受？曹布冷笑：接受什么？接受自己跟顾云一样，成了个畜生。你知道吗？我跟他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就因为你横插一脚，让我和他没了以后，更别说我对义父忠心耿耿，如今因为你落得个畜生的名声。冷月心口一疼，扑进曹布怀里，死死抱住他。你放心，这是我谁也不告诉，就当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这样你就不是禽兽，况且要当禽兽也是我来当。他顿了顿，又道：你说的那个他是不是叫颜如玉的丫鬟？曹布，你身为顾族大总管，以后还是顾族族长的大哥，怎么能娶那样身份低微的人？要娶也得是帝女，那丫头配不上你，我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曹布神色没有半点变动，淡淡道：配不上？我曹布不过天桥境，他已经是神通境，怎么就配不上？你忘了？冷月急忙反驳：现在有9转地骨再造丹方，要是练出来，你的丹田能恢复，天赋还能大涨。陆天帝都说了，你以后成帝都有可能，他根本配不上你。曹布推开他，起身拿出一件新衣裳，麻木地往身上套。你真觉得这丹能练成？冷月急忙道：怎么不能？地骨之体100万年难得一见。曹布抬眼看向他：你儿子身上的地骨会摘下来给我用吗？冷月瞬间僵住，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我知道上一代地骨拥有者的目的，地图我给分了，等他回来，我让他把地图给我，我亲自去给你找，这还不行吗？现在不是丹田能不能恢复的事。曹布的声音里带着悲痛，眼眶微红。是我的幸福被你给拆散了。冷月拉住他穿衣的手，一字一句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你以后不准跟任何女人来往。他的声音陡然沉下去，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曹布，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你跟他以前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但以后你们不能再有半点牵扯。曹布眉头紧皱：你在监视我？是。冷月没有否认，语气带上几分杀意：你要是再跟他有肌肤之亲，我就让人灭了他。你……曹布怒视着他，咬牙切齿：你好卑鄙！冷月毫不在意地摇着头，柔声道：曹布，我是真的爱你，你怎么就不明白？曹布摇头冷笑，继续麻木地穿衣：爱我？这话你说出去，谁会信？是真的。冷月急忙解释：自从上次跟你接触后，我才知道，你才是我心里的白月光。那我义父呢？曹布的语气满是痛心：你这样把我义父置于何地？别跟我提他！冷月突然咆哮：他就是个废物！啪！一记耳光猝不及防地扇在冷月脸上。曹布目光凶狠，冷声咆哮：我不允许你这样说义父！似乎察觉到自己失态，他语气放缓：
谁敢说义父是废物，我跟他急。说罢，不再理会冷月，继续穿衣。冷月捂着左脸，怔怔地望着曹布，他居然被打了，可心里没有一丝不高兴，甚至还隐隐有些开心。经历过刚才的事，冷月更清楚自己要什么。顾晴天飞升前从没让他满足过，飞升后更是让他夜夜空虚。刚才的一切让他打定主意要把曹布留在身边，哪怕付出任何代价。冷月突然上前，一把将曹布穿到一半的衣裳撕得粉碎。他将曹布推倒，语气急切：你不信，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说的都是真的。曹布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没半点表情，只剩下麻木。见他这样，冷月心里一痛。为什么你就不能别摆这副样子？面对你这样的人，我该是什么表情？曹布淡淡开口：来吧，你就算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说完，他索性闭上了眼睛。冷月攥紧拳头，瞬间没了兴致。他死死盯着曹布，咬牙道：你的人我要，你的心我更要。曹布，你等着，我会让你死心塌地爱上我，让你到时候求着我爱你。曹布依旧没说话，也没睁眼。突然，冷月猛地喷出一口黑血，溅了曹布一身。曹布睁开双眼，眼底飞快闪过一丝担忧。这丝情绪被冷月捕捉到，他突然笑了：别自欺欺人了，曹布，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曹布擦了擦脸上的黑血，语气依旧平淡：我是担心义母，不是担心你。即便知道这关心只是出于义母的身份，而非恋人，冷月心里还是一喜。他当即盘腿坐下，开始将剩下的11种毒素往双腿逼去。曹布看着他，嘴角悄悄勾起一抹弧度，又拿出一件衣裳穿上，在一旁静静等着。1天后，冷月睁开双眼，眼底闪过一丝失落。在看到曹布的瞬间，失落立刻变成了欣喜，他连语气都软了下来，带着几分往日没有的小女儿态。曹布，我把剩下的11种毒素都逼到了双腿上，现在全靠修为压着，我双腿动不了，也不能动用修为，接下来的路你得背我回去。曹布没看他，转身就走，语气冷得没有半点温度。你没必要装给我看，等回到顾族，我就辞去大总管一职，找个地方度过余生。至于我们之间的事，就当是一场梦吧。话音落下，他已经走出了山洞。曹布，我没装。冷月急的声音发颤，我现在真的动不了，必须在1年内回到顾族，不然必死无疑。外面没有任何回应。冷月强忍着悲痛，用双手撑着地面，一点点往洞口爬去。洞外，曹布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得逞的笑。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秦谷能让冷月成为他的舔狗，这身份的好好利用，让冷月成为他手里的一把利刃。忽然，他听到洞里传来爬动的声音，立刻收了笑意，转身面无表情地站在洞口，等着冷月出来。几息后，冷月爬出山洞，看到曹布在洞口等他，脸上瞬间绽开笑容。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他现在跟凡人没两样，连神识都不敢用，只要动用1分，双腿的毒素就能立刻要了他的命。曹布面无表情地蹲下身，将他背在身上，问道：剑州在哪个方向？冷月抬手指了指，应该是这个方向。曹布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又开口道：回到顾族，我会带他离开，希望你别阻拦。冷月眸中闪过一丝杀机，这杀机不是对曹布，而是对颜如玉。夕阳西下，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冷月将脑袋靠在曹布背上，闻着他身上的气息，嘴角勾起一抹幸福的笑。曹布没走出多远，脚步突然顿住。曹布，怎么了？冷月疑惑地扫过四周，还以为玉帝找来了。曹布低头挪开脚，地上赫然摆着一枚亮闪闪的灵晶。他愣了下，弯腰捡了起来。冷月见状，漫不经心道：曹布，就一枚灵晶而已，你捡它做什么？你要是缺灵晶，回族后我拨一个亿给你当零花钱。谁要你的灵晶？曹布冷声回了句，将灵晶收入储物戒，继续往前走。冷月撇着嘴，语气带着几分不爽：曹布，你别仗着我爱你，就这么有恃无恐。还有，你板着张脸给谁看？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女人，就不能对我温柔点？曹布语气平淡：对你这样的人，我需要给什么好脸色？冷月的脸瞬间沉下来，语气也冲了几分，带着点不服气：那天的事是我不对，可你摸着良心说，当时你真的不快乐？曹布差点没绷住，这冷月以前多高冷，现在说话怎么没轻没重的？这种露骨的话都能说出口，难道他本来就是这性格，以前都是装的？见曹布不吭声，冷月还想接着说，可话到嘴边却突然顿住：你别不说话，哎，怎么又停下了？曹布盯着脚下第2枚灵晶，垂眉思索片刻，瞬间反应过来，一定是气运之子体验卡的缘故，看来今天的运气不错。他弯腰捡了灵晶，塞进储物戒，继续往前走。为了验证猜想，
他决定走路去建州。冷月见状，继续劝道：“曹部，没必要捡地上的灵晶，又不是什么稀罕物。等回到族里，我直接拨给你1个亿，比你捡这些快多了。”曹部没接话，只是脚步没停。没走半刻钟，脚下又碰到了第3枚灵晶，这次他没犹豫，弯腰就捡，动作比之前熟练了不少。5天之后，曹部弯腰捡起脚边的灵晶，指尖擦了擦金石上的尘土，对背上的冷月道：“已经连续走了5天，今晚先找地方休息，明天再赶路。”身后没传来回应，他回头用余光扫了一眼，只见冷月的头歪在他肩膀上，脸色发黑，呼吸也轻得几乎听不见，像是陷入了沉睡。曹部眉头一皱，这女人该不会是撑不住了吧？他四处望了望，找到一处平整的石壁，掌心拧起灵力，几掌下去就凿出个山洞，背着冷月稳稳走了进去。夜晚降临，曹部从储物戒里摸出火石，在山洞里点起堆火，橘红色的火光映亮了石壁，也驱散了洞里的寒气。他又抬手结印，一道透明的防御结界罩住山洞四周，挡住了外面的夜风与妖兽的嘶吼。曹部坐在火堆旁，看着身边的冷月，见他脸上的黑色正一点点褪去，从深黑变成浅灰，最后彻底消失，恢复了往日的白皙。没过多久，冷月的眼睫颤了颤，悠悠转醒。他睁开眼，看到守在火堆旁的曹部，紧绷的肩膀悄悄松了松。“你刚才怎么了？”曹部板着脸，主动问了一句。冷月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我身上的封印裂了个缺口，漏了丝毒气出来，我只能靠沉睡来全力抵挡。现在没事了。”曹部又问。冷月抬眼看向他，笑着反问：“你这是在关心我吗？”曹部闻言垂下头，目光落在火堆上，冷着脸不再说话，指尖捏着根木柴，一下下戳着火星。见他这模样，冷月瘪了瘪嘴，语气软了些，解释道：“是我小看了这毒，刚才那封印缺口只是暂时封住，过几天还会松动。接下来我得每隔几天就沉睡一次，才能把元神里的毒压下去。玉帝的毒太狠，不光伤肉身，更伤元神，若是稍不注意，就会给他元神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曹部点了点头，把手里的木柴扔进火堆，火星渐起。“你应该累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再出发。”说罢，他找了块离火堆不远的石壁靠着，闭上眼睛准备小憩，刻意与冷月保持距离。可刚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感觉一道柔软的身影靠了过来，带着点淡淡的香气，轻轻钻进了他怀里。他睁眼一看，只见冷月仰着脸，带着笑，正把脸贴在他胸膛上，双手还环住了他的腰。曹部眉头一皱，伸手想推他。“5天前的事是意外，你还想做什么？”冷月往他怀里缩了缩，柔声道：“曹部，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曹部提醒道：“你要是非要这样，这事要是让顾风知道，你怎么跟他解释？”冷月毫不在意道：“他会理解的，我们俩的事，只要我们不说，旁人也不会知道，有什么好解释的？”曹部冷哼一声，语气里满是嘲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这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说罢，他毫不犹豫地推开冷月，起身走到另一旁的石壁靠着。可刚闭上眼睛，怀里又传来软乎乎的触感。曹部眉头皱得更紧，起身又往远处挪，这次直接挪到了山洞门口，离火堆最远的地方。就这么换了10几个位置，从山洞这边挪到那边，从火堆旁挪到洞口。冷月就像块狗皮膏药，始终跟在他身边。“你有完没完？还能不能好好休息了？”曹部冷着脸开口，眼神里满是不满。冷月抬头看向他，俏皮地眨了眨眼，语气格外坚定：“要么你今晚搂着我睡，要么你挪一次我就跟一次，反正我不放手。”曹部一时语塞，心里悄悄松了口气。这女人倒是比他想的更主动，正好合他的意。他当即不再多管，闭上眼睛准备休息。冷月见状，嘴角弯成了月牙形。他顺势靠近曹部怀里，双手环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胸膛上，听着他沉稳的心跳，脸上露出安心的神情。他皱眉想了想，又伸手把曹部的右臂抬起来，让他的胳膊环住自己的后背，完完全全把自己裹在他怀里。见曹部闭着眼没推开，他心里微微一喜，呼吸渐渐平稳下来，靠在他怀里沉沉睡去。刚才几个时辰抵抗毒素，确实耗光了他的心力，现在正需要好好休息。一夜很快过去，冷月还迷迷糊糊睡着，突然感觉身子飘了起来。他揉了揉眼睛，发现曹部已经把他背在背上，正往山洞外走。清晨的阳光透过洞口照进来，让他白皙细腻的肌肤清晰可见。又过了5天，曹部背着刚醒的冷月从森林里走了出来，看见脚边的灵晶，又弯腰捡了起来。到建州了，没想到我们本来就在新州挨着建州的边上，运气真不错。他笑眯眯把灵晶收起来。冷月趴在他背上，缓了缓神，眼神怪异地盯着他手上的储物戒。“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前几天还遇上一座灵晶矿，加上这些天在地上捡的，一共多少了？”曹部继续往前走，语气平淡：“你猜？”
冷月想了想，语气带着点不确定。灵金矿里你得到700万，加上路上捡的那些，一天捡个几万，10天也有几十万，应该有800万吧。曹布摇了摇头，侧脸对着他淡淡吐出几字：1000万。冷月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点不敢置信：怎么可能？这才10天，怎么会有1000万？你是不是算错了？曹布解释道：刚才你沉睡的时候，我又遇上一座小型灵金矿，里面大概有200多万，加上这些天路上捡的几十万，总共差不多1000万。冷月倒吸一口凉气，这才短短10天，平白捡了1000万灵金，这运气简直绝了。你以前怎么没这么好的运气？冷月皱着眉追问。他突然反应过来，语气带着几分雀跃：难道是跟我在一起，能给你带来好运？看来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曹布心里一阵无语，刚想开口反驳，脚下突然踩到个东西。他低头一看，地上躺着一只蓝色簪子。这是什么？他弯腰将簪子拾了起来。冷月凑近一看，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居然是一件不朽圣器！怎么可能？你捡灵金也就罢了，居然还能捡到不朽圣器！曹布早就通过系统知道了簪子的等级，只是故意装出不知情的样子。他眼珠一转，立马有了主意：这簪子挺好看，小玉应该会喜欢吧。话音刚落，一只手伸了过来，直接把他手里的簪子抢了过去。冷月的声音从左边传来：这簪子我也喜欢，你就送给我吧。不等曹布答应，他已经把簪子插在了自己的发髻上。曹布皱着眉，语气带着点不满：一件不朽圣器而已，对你来说跟垃圾没区别，你抢它做什么？眼下冷月的继承度已经到4%，满分是5%，还差最后1%，他得再下点功夫。要是能来自英雄救美，说不定就能让冷月彻底真心对他。到时候冷月就会像苏黎一样对他100%忠心。不过跟苏黎的忠心不一样，冷月会成他最忠实的舔狗，不管什么时候都站他这边。就算他说顾灵霜是他玷污的，冷月估计都不会信。就算信了，说不定还会想是不是顾灵霜勾引他，才让他犯错，最后把错全推到顾灵霜身上，说他只是无辜的。总之，那时候的冷月脑子里的想法会变得格外离谱，而所有离谱的想法最终都是为了讨好他，维护他。曹布刚闪过这个念头，前方就传来一道粗声粗气的声音：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曹布和冷月抬头一看，对面站着20多个人，为首的是个独眼汉子，手里拎着柄3米长的大刀，浑身匪气。独眼男子扫过曹布，最后落到他背上的冷月身上，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色心，舔了舔嘴唇，语气油腻：小子，你倒是好福气，背着这么个美人。这样，你把身上的钱财和背上的女人交出来，我们兄弟就放你过去。要是不答应，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让你死在这荒郊野外，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冷月心头一紧，双腿下意识夹紧曹布的腰。他现在根本动用不了修为，跟普通人没两样，连自保都做不到。不过他还是能看出这些人的修为，连忙提醒：他们全都是天桥境，最低的是天桥3重，最强的那个独眼是天桥9重。曹布，怎么办？你好像才天桥境1重，这里面就算是修为最低的，都能轻易杀了你。我们这次怕是麻烦了。曹布假装紧张地咽了口唾沫，问道：你真的连一丝丝实力都用不出来？哪怕就一招也好。冷月摇了摇头，语气无奈：我一旦出手，腿上的毒鹫会快速扩散到全身，不出片刻必死。曹布咬了咬牙，从储物戒里摸出一张4品速度符箓贴在腿上，侧脸对冷月道：抱紧我。说完脚下一蹬，朝着顾族的方向飞了出去。独眼见状气急败坏：马德，敢无视老子！兄弟们追！紧接着荒原上空出现这样一幕：20多个人追着曹布跑。冷月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人，皱紧眉头：你身上没有能杀他们的攻击符箓吗？曹布一个劲往前冲，摇头道：以前很少出门，没准备这些。没有。怎么可能？苏黎还有个身份，那就是符箓师。这100年里，苏黎给他准备的符箓不在少数，且至少都是堪比界王级的8品符箓。灵界的炼器师、炼丹师、符箓师等级跟12个修炼境界对应，分1到12品。通常12品不叫12品符箓师，叫符帝，之下的就是1品到11品。不过也有人从7品之后开始叫符王、符皇、符尊、伪符帝、符帝，叫法乱七八糟，意思差不多。苏黎就是一位伪符帝。冷月盯着身后的人，满脸担忧。曹布有4品速度符箓加持，速度顶多跟天桥境巅峰差不多，可对面恰好有个天桥境巅峰的头领，一旦符箓失效，肯定会被追上。转眼又是5天过去，冷月几个时辰前又陷入了沉睡，身后的独眼和他的小弟还没放弃追曹布。突然，曹布腿上的速度符箓失效，他的速度一下子慢了下来。
紧接着身后传来一声暴喝：“大刀斩！”曹布用余光一看，独眼已经冲到他身后，举着刀就往冷月背上砍来。就在这时，冷月似乎要从沉睡中醒来，迷迷糊糊地动了动。曹布心里一动，英雄救美不成，这阉割版苦肉计也不错。当即他反手把冷月从背上拉进怀里，用自己的后背硬生生去接那一刀。与此同时，冷月缓缓睁开眼，正好看见劈来的这刀，急得大喊：“曹布，快躲！”曹布做事要躲，动作却是慢上半拍。大刀划破血肉的声音响彻半空，他的身躯在巨力冲击下朝着下方的森林急速坠去。坠落过程中，曹布把冷月护在怀里，撞断10几棵巨树，在地上犁出100米沟壑才停下。冷月望着将自己护得毫发无伤的曹布，眼眶瞬间红了，他声音发颤：“曹布，你没事吧？”说着就伸手要去查他背上的伤口。曹布抬手拦住，语气平静：“没事，小伤而已。”冷月听了，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刚才那一刀明明结结实实砍在他背上，怎么会没事？这时独眼扛着大刀，带着一众小弟落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小子，挺有种！”他上下打量着曹布，眼神轻蔑：“遇见我独眼还想跑？你去打听打听，附近几百座山头，谁见了我不乖乖交出财物？”曹布没理他，周身闪过一层暗红色的血雾，脚下猛地一蹬，瞬间冲向天空。独眼愣了愣，随即气急败坏道：“燃烧精血，有种！”他大手一挥，率先朝天空追去，同时喊道：“兄弟们，给我追！追到那小子，把他碎尸万段！”天空中，冷月望着曹布染血的侧脸，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曹布，你闭嘴！”曹布低骂一声。冷月怔了怔，下一刻死死抱住他，眼底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幸福光芒。这种被人拼尽全力守护的感觉，是顾晴天从没给过他的。曹布感受着怀中的温度，心里暗骂一声：这最后的继承度真他娘难拿！挨了一刀还燃烧精血，这女人居然还守着那1%。当然，她烧的根本不是真精血，只是普通血液。但在冷月、独眼和他小弟眼里，这就是燃烧精血换来的速度。小子，老子倒要看看你的精血能支撑跑到什么时候！独眼在身后冷笑追赶。曹布能挨住他一刀活下来，确实出乎他意料，但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垂死挣扎，早晚落到他手里。一人逃，众人追，双方的身影在天上急速掠过。冷月看着曹布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气息越来越弱，心里疼痛不已，同时恨自己不能帮上忙。一转眼10天过去，冷月又沉睡了过去。曹布正要继续逃，忽然发现身后的独眼停了。他转身见独眼脸色极差，正盯着自己咬牙切齿。几个速度快的小弟追上来问：“老大，怎么不追了？这小子有问题，燃烧了10天精血，速度丝毫不减。”独眼气急败坏地回道。一个小弟试探着开口：“会不会是他的精血比常人多？”独眼闻言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说不定还真是这样。那我们还追吗？”小弟又问。可话音刚落，他突然指着曹布的方向喊道：“不对，老大，你看他这是做什么？”独眼几人抬头，就见曹布抬手朝他们勾了勾，还发出嘬嘬嘬的声音。“老大，他把你当狗了！”小弟立刻开口提醒。可话音刚落，独眼就气得在他后脑勺拍了一把，大骂道：“操！老子又不耳聋，用得着你提醒？”小弟挨了骂，委屈巴巴的低下头，不敢再说话。这时其他小弟也追了上来。独眼见人齐了，眼中闪过一丝狠厉，高声道：“你们谁能把那小子拦下，他怀里的女人就让你们先上，老子排最后。”这话一出，一众小弟眼中顿时爆发出贪婪的光芒。之前他们没尽全力追赶，就是知道第一个想用冷月的肯定是独眼。现在独眼放了话，他们哪里还忍得住？一时间，所有小弟都使出压箱底的手段，朝着曹布猛追过去。独眼见此，冷笑一声，也跟着追了上去。曹布看着身后追来的人，悄悄松了口气。现在还不能杀他们，得把他们的用处都榨干才行。双方在天空再次展开追逐。冷月醒后，看着曹布越来越虚弱的样子，心疼的不行。又是10天过去，独眼和小弟们再次停了下来。“老大，还追吗？”一个小弟嘴唇泛白，累得气喘吁吁：“我体内的灵力已经没多少了，得停下来恢复。”独眼回头看了圈，只见小弟们个个精疲力尽。这20天不分昼夜的追赶，显然把他们的体力和灵力都耗得差不多。他内视自身，发现体内的灵力只剩下不足一半，再追下去对自己没好处。可他心里疑惑，那小子体内的灵力怎么还不见底？难道他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就在这时，一个小弟突然指着他背后：“老大，那小子在你背后。”独眼刚回头，
一只大巴掌就扇了过来。啪！清脆的声音在夜空中炸响，紧接着是独眼的咆哮：“追！给我追！所有人服用丹药，不追上他，老子誓不为人。”又过10天，曹布看着怀里再次睡过去的冷月，暗自皱眉。这样下去不行，继承度还是涨不起来。他回头看了看身后还在追的独眼等人，又望向前方。这里离故族已经不远，我要是爆发全速，应该能在1个时辰内赶到。打定主意后，曹布停下脚步，转身望向身后10里外的独眼一行人。没多久，独眼和小弟们就在他前方100米处停下。小子，你怎么不逃了？是不是没办法了？独眼弯着腰，急促地喘息着，看向曹布的眼神里充满了恨意。一个小弟面色苍白，眼神依旧色眯眯地盯着冷月。老大，跟他废话干什么？我们都追了1个月，必须把他女人抢过来爽爽。曹布没有说话，一只手托住冷月的翘臀，另一只手唤出太乙剑。看到这一幕，独眼和小弟们先是一愣，接着爆发出猖狂的大笑。哈哈，老大，这小子居然还想跟我们动手！一个小弟笑得直不起腰，苍白的脸色都多了点血气。曹布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缓缓开口：“摊牌了，我是神通境修士。”哈哈哈哈！独眼笑得更加猖狂，小弟们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还指着曹布打趣道：“这小子怕不是逃傻了，还神通境？”曹布没接话，脸上笑意不减，只是抬腿往前迈出一步。嗡！一股恐怖的气势突然炸开，独眼的笑声卡在喉咙里，小弟们的哄笑也瞬间没了声。他们浑身一抖，齐刷刷地看向曹布，眼睛猛地瞪大。只见曹布的身影缓缓变淡，下一秒化作一道雪亮剑光直刺而来。独眼和小弟们脑子一片空白，等他们想躲时，剑光已经从身边擦过。所有人的表情瞬间凝固，手臂还将在半空中。剑光消失，曹布的身影显现，一滴血珠自太乙剑剑间坠向下方的森林。吃了！独眼和他所有小弟的身子突然从腰间断成2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跟着那滴血珠一起往下落，在空中拖出一道道血红的痕迹。曹布收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双掌托住冷月的嫩臀，周身气息骤然暴涨，速度一下子快了几10倍，如同一道流星朝着故族的方向飞掠而去。1个时辰后，曹布站在故族山门附近的山林里，他低头看了眼怀里昏睡的冷月，又抬手摸了摸自己身上，之前的伤口已经愈合，连一丝淡淡的伤痕都没有留下。这体质恢复速度比以前快太多了。曹布咬了咬牙，再试一次，不行再想别的办法。说完，他把冷月轻轻放在地上，抽出太乙剑，对着自己的胳膊胸口划了下去。没一会儿，他身上就多了上千道深浅不一的伤口，在他刻意压制恢复能力下，片刻浑身就染上了鲜血。接着，曹布拿出往生板砖，目光落在自己的右腿上，眼底闪过狠劲。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下得让冷月记一辈子。话音落下，他闭上眼睛，抬手就用往生板砖朝着自己的右腿砸去。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骨头断裂的剧痛瞬间传遍全身。曹布死死咬着牙，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硬是没哼出一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剧痛中缓过来，看着自己满身是血，右腿扭曲的模样，曹布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要是还不行，那这娘们的心也太硬了。他再次把冷月背到背上，装出奄奄一息的样子，朝着故族山门一点点爬去。沿途上都是他爬过留下的血痕，那模样任谁看了都觉得惨不忍睹。与此同时，书香院的地下密室里，苏黎看着密室中消散的最后一丝魔气，满意的勾了勾嘴角。他推开密室门走了进去，里面的顾初烟刚好睁眼，瞳孔中闪过一丝猩红，很快又恢复正常。这些日子，顾初烟一直在和心魔对抗，对外界的事一无所知。不错，已经到神通境3重了。苏黎走到顾初烟面前，上下打量着他。如此好的杰作，曹布见了肯定满意。顾初烟环顾四周，最终落到苏黎身上，声音沙哑道：“为什么救我？”苏黎摇了摇头：“不是我救的你。”顾初烟皱起眉：“不是你，那是谁？这里又是哪里？”苏黎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是曹布。”顾初烟闻言，浑身一颤，冷漠的眼底罕见的闪过一丝柔情。苏黎继续道：“你入魔那天，我本来是要杀你的，但曹布为了你，跪在我面前求我，说你一定能战胜心魔。没想到，你还真从心魔里走出来了。”他话锋一转，语气冷了几分：“我既然答应了曹布，就不会杀你，但我得提醒你，出去后最好别动手，不然你魔修的身份根本藏不住。要是暴露了，就别怪本宫心狠，把你彻底抹除。记住，你这次能活下来，全靠曹布。”
你可以对不起任何人，唯独不能对不起他。说完，苏黎转身就走，同时抬手一挥，顾初烟身边突然出现一道虚空裂缝，裂缝中传出吸力，要把他吸进去。顾初烟急忙问：曹布在哪里？既然是他救了我，为什么不来看我？没有听到苏黎的回答，顾初烟的身影已经被吸入虚空。等他再睁开眼时，已经回到了自己烟雨院的修炼室内。苏黎刚走出密室，就听到雪姨的声音在内院门口响起：小姐，二主母和曹总管回来了。苏黎心里一喜，很快又压下情绪，打开内院门走了出去。他们在哪儿？雪姨面色凝重道：小姐，二主母被人送回了墨月居，曹总管被送回了藏风居。送。苏黎捕捉到关键信息，眉头一皱。雪姨点头，两人情况都不太好。你……话还没说完，苏黎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原地。雪姨愣在原地，满心疑惑。小姐就算担心二主母，也不至于这么急切吧？藏风居外，苏黎快步走来，看到门口的护卫，他冷声问：曹布在哪儿？他怎么样了？护卫们见是苏黎，立刻挺直身子，其中一人上前半步，双手抱拳，躬身回道：回三主母，堂主在里面的寝房里。另一人跟着补了句，语气危急：堂主伤得极重，右腿也断了。苏黎闻言差点没稳住情绪，好在最后还是强行压了下去。他直接迈步走进院子，朝着曹布的寝房走去。寝房外，丫鬟们见到苏黎走来，纷纷行礼。苏黎脚步没停，径直走了进去。只见颜如玉正拿着布条，小心翼翼地擦拭曹布身上的伤口。苏黎走近，当看到那些狰狞的伤口时，整颗心都揪了起来。颜如玉听到身后的动静，连忙起身，红着眼圈道：三主母，您快救救主人吧，我已经给他喂了疗伤丹药，可一点用都没有。苏黎走到床边，身子都在微微发抖。他强装镇定道：你们都出去，我来救他。颜如玉面露犹豫，苏黎冷喝一声：滚出去。颜如玉担忧地看了曹布一眼，对苏黎道：三主母，您一定要救救主人。说完，他招了招手，带着其他丫鬟退了出去，把门关上。苏黎又补了一句。颜如玉虽然疑惑，但还是照做。很快，房里就只剩下曹布和苏黎。苏黎抬手步上结界，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扑进曹布怀里大哭：死鬼，你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样了？你醒醒看看我，哪拍眼也好。曹布睁开眼，一脸无语：黎儿，你就算再伤心，是不是该先给我治伤？你在这儿哭，我也好不起来啊。苏黎愣了愣，抬头看着曹布：你不是快死了吗？曹布一脸黑线：我要是真快死了，你是不是该先救我，而不是在这儿哭？苏黎反应过来，连忙点头：对。他从储物戒里拿出一颗散发着浓郁灵气的丹药，递到曹布面前：这是我身上最顶级的11品疗伤丹，你快吃了，肯定能好起来。曹布摇头：我没事，这些伤看着严重，其实是我弄给他们看的。说着，他把丹药推了回去。苏黎愣愣地看着他。曹布见状，把事情解释了一遍。听完后，苏黎又气又笑，用小拳拳在他胸口捶了一下：死鬼，你真是吓死我了！你这千幻无相诀模拟的伤势跟真的一样，我还以为你真要不行了。曹布嘿嘿一笑：1个多月没见了，亲热。这时，门外传来墨月居白姨的声音：三主母，我家小姐中了10级种毒，现在情况危急，还请您救救她。苏黎声音带着几分压抑：你在外面等一下，我治好布儿就随你去墨月居。1个时辰后，苏黎推开房门，扶着门框走了出来。他原本清冷的脸颊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额间也浮起一层细密的汗珠，显然刚才的治疗消耗了他不少心力。听到动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三主母，我家主人怎么样了？颜如玉快步上前，语气焦急。他早就被曹布征服，整颗心都系在他身上。这男人虽然修为不行，可在那方面的能力简直惊人。他娘早就告诉过他，遇到这样的男人绝不能放手。以前他还不明白，如今亲身经历，才真正懂了这话的含义。苏黎扫了在场几人一眼，淡淡开口：放心，已经没事了。众人闻言都暗自松了口气。院门口，李新学仰头灌下一大口酒，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人群中，顾初烟始终沉默不语，一身素衣让她显得格外低调。听到曹布没事，她紧绷的身体才稍稍放松。三姨娘，既然曹大哥没事了，你快跟我去看看我娘吧。顾凌霜反应过来，拉着苏黎的手急切道。一旁的白姨也连忙上前，脸色凝重：三主母，我刚才回去看了下，小姐的气息越来越不稳了。苏黎点了点头，语气郑重：好，我这就跟你们去。
说完，他迈步走出藏风居，白姨急忙跟上。顾凌霜忍不住回头朝屋里望了一眼，见床榻被屏风挡住，才依依不舍地转身跟上。几人走后，颜如玉和顾初烟迫不及待地进屋去。当看清床上的情形时，两人都愣住了。只见曹布全身缠满白布，活像个白色的木乃伊，只露出一双紧闭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顾初烟压低声音问：“小玉，曹布伤的到底有多重？三主母怎么把他包成这样了？”颜如玉走进床边，想起之前见到的惨状，不自觉地放轻了声音。刚送来的时候，主人只剩一口气了，身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伤口，要不是三主母来得及时，恐怕……他说着，眼圈微微发红，伸手想碰曹布的手，又怕弄疼他，最终只是轻轻搭在白布上。不知不觉，天色已晚。颜如玉看着一直守在床边的顾初烟，心里泛起一丝微妙的酸涩。这女人从早上守到现在，眼里的担忧和在意藏都藏不住，明显是对主人有意思。她虽然想独占曹布，可也明白这样的男人绝不是她一个人能留得住的。初烟小姐，这里有我守着就好，你去休息会儿吧。颜如玉斟酌着开口。顾初烟摇摇头，目光始终落在曹布脸上，语气坚定：“没事，我等他醒。”颜如玉见状，想了想道：“那行，你在这守着主人，我去熬点补药。”顾初烟点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曹布。颜如玉走后，屋里顿时安静下来。顾初烟轻轻握住曹布的手，指尖传来的微凉触感让他眼眶一红。“曹大哥，谢谢你救我。”他声音哽咽，开始对曹布倾诉起来。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能撑到现在，全靠曹布的鼓励。不知不觉1个时辰过去，顾初烟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看着曹布紧闭的双眼，轻声说道：“曹布，我喜欢你。”说完，他鼓起勇气，俯身朝曹布的唇吻去。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脚步声，颜如玉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补药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幕，他整个人愣了一下。即便心里清楚曹布只把他当玩物，他也愿意跟着他，可现在亲眼看到顾初烟吻上他曾经吻过的地方，心里还是忍不住发酸。嗨嗨，颜如玉故意轻咳2声，打破了屋里的暧昧气氛。顾初烟心里一慌，猛地抬起头，见是颜如玉，才稍稍松了口气。他脸颊通红，下意识的想解释，却不知该怎么说。颜如玉走上前，语气坦然：“我都看见了，你不用不好意思。”他坐在床边，对顾初烟道：“你把主人扶起来点，这样好喂药。”顾初烟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心地将曹布扶起，让他靠在自己怀里。颜如玉舀起一勺药，递到曹布嘴边，可曹布紧闭着嘴，不管他怎么试，药都喂不进去。“要不你试试？”颜如玉把药碗递给顾初烟。顾初烟一愣：“怎么试？还能怎么试？嘴对嘴喂啊！”颜如玉说的直接，顾初烟的脸更红了，有些犹豫：“你不喂，那就我来。”颜如玉说着就要低头喝药，顾初烟连忙按住他的手，声音细若蚊蝇：“别，我来。”颜如玉把药碗递给他：“给。”顾初烟接过碗，深吸一口气，喝了一口药，俯身轻轻贴上曹布的唇，温热的药汁慢慢渡过去，曹布的喉结微微动了一下。没过多久，一碗药就喂完了，顾初烟的脸早已经红透。他把空碗递给颜如玉时，指尖还在微微发抖。颜如玉接过碗，起身就走，到门口又转过身，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想做主人的女人，可得做好准备。”他顿了顿，又道：“主人那方面可是很厉害的。”顾初烟一愣：“你？”颜如玉嫣然一笑，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炫耀：“没错，我早就是主人的人了，连主人的第一次都是我拿走的。”说完，他像打了胜仗似的转身快步离开，留下顾初烟愣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低头看着怀里的曹布，又气又恼。曹布把一切听在耳里，本来还想事后奖励颜如玉，没想到他最后会来这么一句，要是坏了他的计划，非得让颜如玉跪地求饶不可。一眨眼，3天过去，苏黎和冷月来到曹布床前，看着被裹成木乃伊的曹布，冷月强忍泪水，声音颤抖：“三妹，布儿怎么会伤得这么重？”苏黎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布儿送你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守山门的弟子说，他们看见布儿背着你，全凭一股意志从10里外一点点爬过来，路上的血痕看得人心惊。另外，我检查他伤势时发现，他右腿断了，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不下上万道，体内的精血连1成都不到。”他看向冷月，眼神复杂：“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能凭着一口气把你送回来？”冷月身体微微发抖，指甲几乎掐进掌心。他想脱口而出是为了我，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急切：“三妹，他什么时候能醒？
苏黎脸上露出一丝哀伤，不好说，他的元神也受了重创，也许下一刻就能醒，也许这辈子都只能这样躺着。冷月攥紧拳头，眼里闪过杀意。三妹，帮我找到伤他的人。苏黎轻声道：我问过波儿了，他说遇到了妖兽，追杀你们的人都被妖兽杀了，他也是趁机带着你逃出来的。冷月闻言，眼中的杀意淡了些，他看了曹布一眼，对苏黎道：三妹，你能先出去吗？我想和波儿说说话。苏黎眼底闪过一丝异样，他不动声色地看了曹布一眼，看来琴蛊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冷月察觉到他的眼神，连忙解释：三妹要是担心波儿，想留下也可以。苏黎笑了笑：我理解，不过你刚解毒，修为还没恢复，别待太久，早点回去调息为好。说完，他转身离开，还贴心地关上门，对守在门外的颜如玉和顾初烟叮嘱：二主母在里面和曹总管说话，别进去打扰。两人齐声应道：是。两人守在门口，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听见开门声。只见冷月眼眶通红，像是哭过。颜如玉和顾初烟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疑惑。就算曹布救了他，身为二主母，也不至于这样吧。冷月察觉自己失态，连忙稳住情绪，没有解释，迈步就走。快走出藏风居时，他的声音传来：布儿要是醒了，第一时间告诉本宫。是，二主母。两人异口同声地应道。屋里，曹布猛地睁开眼睛，下一刻，系统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宿主获得冷月真心，继承度提升1%，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呼，一切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曹不长舒了口气，嘴角扬起一抹微笑。冷月已经拿下，接下来就是其他人了。正好这时，门口传来2道脚步声，曹布连忙闭上眼睛，继续装昏迷。4天后，一道喜悦的喊声传遍藏风居：快去通知二主母、三主母，曹总管醒了。没多久，曹布的房门外就挤满了人。这些天，曹布背着冷月拖着残躯爬回故族的事已经传遍整个家族，不少人还特意去看了那10里血痕，光是那场景就足够让人动容。一个外族人能为故族主母做到这个地步，实在让人打心底里佩服。直到夜晚，门外的人才渐渐散去。冷月站在床边，看着已经睁开眼睛的曹布，内心的激动几乎难以平静。他早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快。可当着众人的面，他只能压下情绪，说些好好休养、安心恢复的场面话，然后和苏黎一起离开。几天后，苏黎的寝殿内，他趴在曹布怀里，轻轻喘息：死鬼，你这身子怎么回事？修为越高，反倒越能折腾人了。再这样下去，我真受不了。曹布抚摸着他光滑的背，嘴角微扬：我也不清楚，或许是天赋吧。苏黎白了他一眼，语气好奇：对了，冷月那边，你到底得手了没有？曹布笑道：你不是早看出来了吗？还故意问我，我就想亲口听你说吗？苏黎扬起小脸，眼里带着狡黠：怎么样，滋味如何？曹布舔了舔嘴唇，像是在回味：相当不错。见他露出满意的表情，苏黎也笑了，伸手环住他的脖子：对了，昨天我去看冷月的时候，他跟我说顾风已经出关，估计1个月后就能回故族。曹布点点头，把这事记在心里。顾风的回归可能带来新的变数。他又想起一件事，问道：上次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苏黎抬手一招，3枚储物戒出现在掌心，他把戒指递到曹布面前，一一解释：这枚是玲珑的，里面放了些他爱吃的灵果和几件护身灵器，还有他的修炼资源。这枚里面是蕴含阴阳之气的天材地宝，这些东西非常稀少，就算故族也只找到10几株。最后这枚是你修炼混元不灭经需要的材料，1到10重的已经找齐，11重的还缺几样，12重的一件都没有。故族大多是剑修，体修本来就少，那些珍稀的炼体材料恐怕得你亲自去找了。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女声突然响起：谁要你给的东西？话音落下，其中1枚储物戒瞬间消失不见。苏黎也不生气，口是心非的丫头。曹布收起另外2枚储物戒，心念一动，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宿主曹布，系统反派继承抽奖系统，继承目标天命之子顾晴天，继承度27%，抽奖机会4次，修为神通境7重，神通虚实阴阳界大荒湮灭拳，法相30丈，体质太初阴阳魔体，功法太初阴阳经千幻无相诀混元不灭经，武器太一剑，武技一剑格式，身法
无惧剑盾。系统空间临时百亿，幻音无极令，无始终，三醉陈酣酿，1000万灵晶。曹布看着面板上的继承度，眼里闪过一丝金光。顾晴天，你的东西我会一样一样全部拿过来。系统抽奖，丁，恭喜宿主获得生死魔种。丁，恭喜宿主获得阴阳帝尊丹方。丁，恭喜宿主获得极道黑丝。丁，恭喜宿主获得太阴神体本源。生死魔种，宿主炼化后，每突破一个大境界，体内可诞生一个附魔种。宿主死后，身中附魔种的人一同死亡。身中附魔种的人死亡，宿主无碍。阴阳帝尊丹方，炼制成功可助大帝突破境界。极道黑丝，防御性极道地冰，与极道地兜同类。注：所穿之人不控制时，可撕破，之后能自行恢复。曹不逐一查看，发现阴阳帝尊丹方所需的材料，居然包含了9转地补再造丹方的材料。顿时，一个想法在他脑中形成，若能实现，倒是个不错的办法。至于极道黑丝，他看向怀中的苏黎。4个月后，书香院顶峰，瀑布下的巨石上，曹布袒露上身，周身360个窍穴如同黑洞，吞噬着天地间的元素之力，冲刷己身。瀑布奔涌而下，万钧水力砸在他身上，没有造成丝毫伤害。他双手结印，引动地火，炽热熔岩从双掌注入体内，经脉赤红，皮肤焦裂，又在生机滋养下愈合。同时，点点金芒从虚空凝现，化作无形剑矢洞穿他的身躯，每剑都刺入窍穴，带来撕裂神魂的剧痛。曹布身躯震颤，面色惨白，汗水与血水混在一起流下。他牙关紧咬，守住灵台清明。360窍穴在折磨中震颤扩张，最终连成一片，在体内化作周天星斗，吞噬反哺的能力大增。突然，曹布仰天长啸，声音震得瀑布倒卷。他周身胶皮褪落，心肌泛着光泽。许久，曹布睁眼，眼底闪过金光。混元不灭经第7重，终于成了。他喃喃自语，感受着体内的力量，嘴角微扬。第7重玄窍境，肉身堪比破虚境。这4个月，他全力修炼混元不灭经，修为停滞在神通境7重。能有这般进度，缘由有3：一是超脱世俗的天赋，2是常人难及的忍耐力，3是不眠不休的修炼。还有一点，这功法前8重本就简单，难的在后面。当然，这一切只是对他而言，换作旁人，效果远不及此。比如苏黎，2人几乎同时开始修炼，他如今还在第3重拱血境，若是换作普通人，或许连第1重都没摸到。该突破破虚境了。曹布取出苏黎给的10几株蕴含阴阳之气的天才地宝，开始炼化。10几株灵草宝药悬浮而起，他周身窍穴逆转，抽取其中的阴阳2气，赤白的阳气与幽暗的阴气化作2条蛟龙，嘶吼着钻入他体内。曹布面色凝重，以混元不灭经为基，驾驭能量冲击神通境与破虚境间的壁垒。轰！壁垒碎裂，天地阴阳之力涌入他的丹田，他的气息快速攀升。神通境8重，神通境9重，神通境巅峰，破虚境1重。阴阳2气还没耗尽，继续推动境界前进。当最后一缕阴阳之气被炼化，他的境界停在了破虚境3重天。曹布睁眼，眸中似有日月，周身空间荡起涟漪。他轻轻握拳，感受着体内能撕裂虚空的力量，嘴角带笑。如今的我，也能靠自己撕裂虚空了。话音落下，他闭上双眼，开始稳固修为。就在这时，瀑布溅起的水雾里，一道倩影从远处缓步走来。她身着暗纹黑裙，裙摆垂落时扫过地面碎石，裹着的长腿又直又白，每步都带着特别的韵律。她腰肢纤细，胸型饱满，眼神勾人，眼底深处的冷冽让人不敢轻易靠近。她在岸边站定，目光落在巨石上盘腿修炼的曹布，忽然抬手，指尖勾住裙角，自上而下褪去衣物。黑裙滑落，雪白娇躯透着矛盾的美，圣洁中藏着妖异，每一寸肌肤都在水雾里泛着荧光。他没有半分犹豫，抬脚冲入池中。水面下，朦胧的雪白身躯随动作晃动，在碧波里勾勒出诱人轮廓。片刻后，他踩着水到巨石边，从后面轻轻抱住曹布，脸颊贴上他温热的后背，娇躯控制不住的轻颤，嘴里溢出细碎的颤音。曹布没有睁眼，声音平淡地问道：“你又去吞噬其他人了？”身后的人没有立刻回应，只有压抑的断断续续的痛苦声飘来。1个时辰过去，突然，女子体内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周身萦绕的水雾瞬间被震散，露出她的身形。她不是别人，正是顾初烟。曹布抚摸着她的头发，柔声道：“突破了。”顾初烟趴在他怀里，点了点头。破虚境了。曹布的手顿了顿，
语气沉了下来。最近4个月，4大主城少了快10万人，是你干的。顾初烟埋在他怀里没吭声，默认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二姨母已经让我查这事。曹布加重语气，最近你安分点，要是让他察觉到你体内的魔气，没人能护得住你。顾初烟不当回事，抬头看他时眼底带着狡黠。3主母早在我体内留了手段，2主母查不到，那也不行。为了你的安全，你要是再敢……曹布话没说完，就见顾初烟可怜兮兮地盯着他。曹布到了嘴边的话瞬间卡住，看着他这副模样，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顾初烟见他不说话，声音软软的：“还生气吗？在顾族范围内，你还是尽量。”这话刚起头，顾初烟又露出可怜兮兮的眼神。曹布见状，彻底没了脾气，摆了摆手：“行了，行了，随你吧。”闻言，顾初烟笑了，凑上来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曹布看着他，心里其实很满意。他刚才劝他，表面是担心他的安全，实则是试探他的服从性。虽说他没直接听劝，却懂用讨好的方式化解他的不满，这也算是另一种服从。这4个月里，本该3个月前回来的顾风一直没消息。生死魔种已经被他炼化完成，一共诞生了7个附魔种，其中4个已经让苏黎、叶玲珑、颜如玉和顾初烟分别融合。颜如玉融合魔种后，他还把太阴神体本源交给了他，这也算是变相承认了他的身份。至于魔种真正的作用，他没全说，只告诉他们能同生共死，4人当时都没拒绝。苏黎那边这几个月也炼化了轮回神体本源，这东西和他当初炼化的阴阳魔元一样，主要作用是提升天赋，而不是直接长修为。即便如此，苏黎现在的修为也超过了冷月，达到了准第7重。至于冷月，2个月前就彻底恢复了修为，炼化月破精髓后，对月之法则的领悟到了顶峰，修为还突破1小境，到了准第6重。除此之外，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和另外7位长老走动，一来二去，比以前熟络了不少，还从7人身上各得到了1点继承度。还有李星雪和顾灵霜，这几个月也各让他得到了1点继承度。如今2人身上只剩下最后的1%，拿下这2人不过是时间问题。又过了1个时辰，曹布才带着顾初烟离开瀑布，朝着藏风居走去。刚到门口，就见院子里的凉亭下坐着2个身影。走近一看，正是顾灵霜和李星雪。顾灵霜手里拿着柄长剑，指尖在剑身上轻轻划着。李星雪拿着个小巧的酒瓶，仰头往嘴里倒酒，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淌，也不在意。你们怎么来了？曹布带着顾初烟走了进去。2人见他们走来，都停下动作，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来。曹布看得清楚，他们眼底都藏着不易察觉的醋意。顾灵霜先站起身，快步走过来，伸手把顾初烟从曹布身边拉开，又一把拉住曹布的手，语气急切：“曹大哥，你去哪里了？之前教我的绝情剑谱还有好几处不懂，你再教我练一遍好不好？”说着就要拉着他往外走，可他刚拽着曹布走了半步，曹布的另一只手就被李星雪拉住。他晃了晃手里的酒坛，眼神带着委屈：“曹布，你之前说好陪我喝酒的，距离你上次陪我喝都过去1个月了，今天该随我走一趟了吧？”没人知道，李星雪迷上喝酒不是为了麻痹自己，而是每次喝醉过后都会有股舒服的暖意传遍全身，那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安心感。见此一幕，顾灵霜气急：“李星雪，你要不要脸？你都嫁人了，还来缠着曹大哥，你知道最近族里是怎么说你的吗？”李星雪毫不在意，灌了一口酒：“哦，是怎么说我的？你说出来，我倒想听听。”“你还想听？”顾灵霜更气了：“你是装作不知，还是真不知？现在族人都说你不守妇道，一有时间就来勾引我曹大哥。”李星雪丝毫不松手，反而上手抱住曹布的手臂：“我就是不守妇道又怎么了？他顾云能有好几个女人，我李星雪就不能有好几个男人？”顾灵霜怒道：“你要找男人，能不能眼光高一点？大哥这种废……”话音戛然而止，顾灵霜尴尬地看向曹布：“大哥，我不是说你，你应该知道的。”曹布嘴角一抽，他怎么觉得顾灵霜是故意的？哼，大哥废物怎么了？李星雪接话道：“我李星雪就是喜欢废物，总比有些人好，自己清白没了，还想找大哥当接盘侠。你这种没脸没皮的女人，我李星雪还真是第一次见。”顾灵霜脸颊通红，看向曹布，急忙解释：“大哥，你听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那个意思。”李星雪冷笑道：“上次你们一起练剑我都看见了，有些人练剑时故意穿得薄，还主动往大哥怀里凑。”说着，他扫了顾灵霜一眼，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说顾灵霜现在穿的也极薄。顾初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他万万没想到，顾云一走，曹布就成了香饽饽，这1个2个都来靠近他的曹布，简直可恶。
不过他现在心思全在修炼上，与曹布修炼不过是借快乐压制痛苦。当然，不是说他不爱曹布，只是与修炼相比，这份爱只能排在第二。你好意思说我？顾凌霜反唇相讥，你自己也差不到哪里去，顶着顾云妻子的名头，天天晚上叫大哥去喝酒，谁知道你们喝醉后有没有干些见不得人的事？话刚说完，顾凌霜就察觉失言，急忙对曹布辩解：大哥，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别误会。曹布无言以对，他还真想说凌霜你说的对，每次喝醉，他和李新雪确实会干些见不得人的事，只是这事只有他知道，李新雪一无所知。顾凌霜，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别把别人对你的伤害强加到大哥身上。李新雪的语气冷了些，人家大哥还是干净的，你一个二手货配一手货，你配吗？这话彻底点燃了顾凌霜的怒火，他拔剑就要与李新雪决一死战。恰在这时，白衣的身影出现在院外。曹总管，夫人有事找你。这话一出，顾凌霜的动作当即顿住。曹布闻言点头，随即对两人道：你们别争了，这样过2天我把手里的事办完了，就去教你练剑，也陪你喝酒。说罢，他转身跟着白衣离去。看着曹布消失的背影，顾凌霜与李新雪目光死死相对。这时顾初烟从两人身边走过，淡淡丢下一句：别争了。曹布的第一次让那个叫颜如玉的丫鬟拿走了。墨月居内，冷月看着走进来的曹布，眼底深处藏着柔情，还夹着一丝不满。布儿拜见义母。曹布规规矩矩行了一礼。冷月坐在首位，颔首道：布儿无需多礼，坐吧。说罢，他对白姨以及四周的丫鬟道：你们都下去，没有本宫的命令，谁也不能靠近这里。是，夫人。白姨与众丫鬟行礼后转身离去。他们虽然好奇，却也知道冷月的事不是他们能打听的。白姨离开后，冷月不动声色设下隔音结界，这才道：布儿，经过4个月的准备，9转地骨再造丹的材料已经基本筹齐，现在就差地骨、玄武真血和虚空紫晶，只要筹齐这3样，义母就带你去丹盟，请丹帝为你炼丹，助你恢复丹田。他顿了顿，语气添了些失落。不过剩下的这3样东西极为难得，就说虚空紫晶只存在于虚空之中，千万年来只出现过2块，最近1块还是在500万年前，如今下落不明。至于玄武真血，必须是大帝级别的，可玄武大帝的防御极强，能破其防御的大帝本来就少，更别说击杀。听说这位玄武大帝的修为已达大帝6重，能击杀他的除了3位天帝，再无他人。不过你放心，实在不行，等我实力再强些，就动用顾晴天留下来的手段，亲自去玄武一族走一趟，想必他会看在顾晴天的面子上，逼出些精血给我。见曹布一直品着茶不说话，冷月试探着问：布儿，你是不是担心自己的寿命不够？曹布放下茶杯，淡淡道：你把差的这3样传讯给陆晨，他肯定会想办法帮我搞到手。如今的灵界最希望他死的就是陆晨，他有100%的信心对方会答应，有那个秒杀大帝系统在，搞不到还可以用积分购买。闻言，冷月点头，也只能这样了。曹布颔首，现场顿时陷入诡异的沉默。这时冷月的语气微微变冷：布儿，听说有好几个女人在追你，其中就包括凌霜那丫头。曹布端起茶抿了口，淡淡道：怎么，你有意见？冷月的脸色难看了些。布儿，你知道我的想法，这都4个月了，你一直躲着我，到底为什么？曹布放下茶杯，指尖敲着桌面：为什么？我想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我是清楚，可你真要这么狠心，让当初的事翻篇？不翻篇还能怎样？你要是看不惯，把我辞了就是。你什么你？当初是你先对我做的那种事，你还有理了？信不信我去告诉三义母，让他为我做主？别，我不管你还不行吗？哼，给你脸了。说罢，曹布端起茶继续品着。冷月幽怨地看着曹布，他对这个冤家一点办法都没有，谁让他心里爱他爱得深呢？冷月深吸一口气，说出这次叫曹布来的真正目的。曹布，距离上次那事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曹布瞬间明白冷月话里的意思，他打量着冷月，才发现他今天穿得格外惹眼，那腿、那腰、那胸，简直勾人。当即他勾了勾手，冷月迫不及待地走到他身边，娇媚地盯着他。曹布一把将他揽入怀里。就在这时，白衣的声音在外面响起：夫人，顾风少爷与少夫人回来了。听到这话，曹布猛地一顿，他看向冷月，语气带着几分犹豫：要不今天算了？不行。冷月立刻反驳，语气里满是不肯退让的坚决：好不容易让你答应一次，要是错过了，谁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当即他朝门外喊道：我与布儿有要事商谈，让他们等着。
门外的白姨听到这话，脸上顿时露出诧异的神色。自从上次从中州回来，他就发现冷月时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时而忧愁，时而善感，时而傻笑，这一切都让他摸不着头脑。他转头看向身后的顾风与云长，语气带着几分无奈：“顾风少爷，云长少夫人，你们也听见了，夫人正和曹总管谈重要的事，眼下怕是没空见你们。”顾风皱起眉，语气里带着不解：“什么事这么重要，连我们都不能见？”云长好奇追问：“白姨，他们谈多久了？要是很快结束，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白姨想了想，如实说道：“刚谈没一会儿，不过按以往的情况看，最多不会超过1刻钟。”顾风闻言点了点头：“既如此，那我和长儿就在这儿等他们谈完。”恰在这时，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一道亮丽的倩影走了进来。来人正是顾凌霜，她脸上满是愁容，眉宇间带着一抹哀愁。顾风与云长见状，连忙上前。顾风率先开口，语气里带着关切：“姐，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云长也跟着欠身行礼，轻声道：“云长拜见姐姐。”顾凌霜看到两人，脸上的愁色褪去几分，露出一丝喜色。“小风，云长，你们回来了。”说罢，他没再多说，转身就朝着自己的寝殿走去。这一幕让刚想再说些什么的顾风与云长瞬间愣住，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出彼此眼中的疑惑。这时，顾风想到什么，双拳攥紧，眼底不受控制地泛起杀意。“白姨，我姐这是还没走出来吗？”他已经将顾云列为头号敌人，要不是对方，他姐也不至于对他如此冷漠。云长也跟着开口，语气里满是担忧：“白姨，姐姐再这么憋下去，迟早会出事的。”白姨听了两人的话，连忙解释：“少爷，少夫人，你们误会了。凌霜小姐早就从过去的事里走出来了，她现在这样，全是因为曹总管。因为曹总管。”顾风与云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诧异。“白姨，到底怎么回事？你把我们离开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跟我们说说。”顾风心里憋得慌，不过离开半年，顾族给他的感觉已经变得陌生。白姨抬手示意：“夫人还在和曹总管谈事，我们去那边的凉亭坐着说吧。”三人走到院子里的凉亭坐下，顾风与云长挨在一起，目光都落在白姨身上，满是期待。白姨刚坐下，目光扫过顾风，突然愣了一下，语气带着惊讶：“风少爷，你的修为？”顾风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白姨，先别说我的事，你先给我们讲最近发生的事，我的情况待会儿再跟你们说。”云长也跟着点头，语气里带着催促：“是啊，白姨，你快讲讲。”他有种预感，这半年发生的事比他这辈子遇过的都精彩。白姨压下心里的震惊，开始缓缓讲述这半年多来的所有事。半个时辰后，凉亭里响起啪的一声脆响，顾风猛地一拍石桌，站起身来，咬牙切齿：“本来我还抱着一丝幻想，没想这一切都是真的。”他双手紧握成拳，又重重捶了一下桌面，语气里满是恨意：“顾云，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敢对我姐做出那种事！你等着，我顾风绝不会放过你。”如今他的修为早已远超顾云，半年前或许还会忌惮顾云几分，可现在该忌惮的人是顾云才对。云长也跟着皱紧眉，语气里满是气愤：“这种出生不如的人，居然就藏在我们身边，简直太过分了。”顾风望向顾凌霜寝殿的方向，语气郑重：“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顾云碎尸万段，让他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还你一个公道。”说完，他强压下怒火，转头看向白姨，再次问道：“白姨，你刚才说几个月前我娘遇到阴阳教的人中了毒，回来的路上还碰到了山匪，最后是曹大哥凭着最后一口气把我娘背回来的？”白姨用力点头，语气肯定：“这是千真万确。你们现在去山门外，还能看到当初那10里血痕的痕迹。族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当时曹总管背着夫人回来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事后族里的人都说，他可能这辈子都醒不过来。没想到曹总管福大命大，没过几天就醒了。也因为这件事，夫人对曹总管更亲近了。以我这几个月的观察，夫人是真把曹总管当成亲儿子看待了。”顾风听着，心里莫名泛起一阵酸意。刚才在顾族山门附近，他确实看到一条淡淡的长痕，要不是看得仔细，根本认不出那是血痕。他转头看向议事堂的方向，目光复杂。其实他和顾云一样，以前对曹部没多少好感，可这一次曹部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他改变了看法。这时云长想起刚才白姨提到的事，连忙问道：“白姨，你刚才说姐姐、李新雪还有那个叫顾初烟的族人，他们3个都在追曹大哥，这事也是真的？”白姨点了点头，缓缓道：“凌霜小姐能从过去的事里走出来，全靠曹总管。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姐好像喜欢上曹总管了。还有李新雪，也不知道是不是想报复顾云，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曹总管喝酒。最近组里已经有人说他不守妇道，勾引曹总管。好在曹总管是正人君子，每次和李新雪喝酒都有人在旁边看着，才没闹出丢脸的事。至于顾初烟小姐，她的情况和林双小姐差不多，也是对曹总管有意思。刚才林双小姐脸色不好，估计是知道我把曹总管叫过来和夫人谈话，心里不高兴。顾风听到这儿，忍不住好奇问道：那曹大哥对他们3个是什么态度？要是姐姐真的喜欢曹部，而曹部也对姐姐有意思，他心里就算不太愿意也能勉强接受。但这样的话，曹部就得和李新雪、顾初烟划清界限。白姨摇了摇头，如实道：看曹总管的样子，好像是喜欢顾初烟小姐。每次林双小姐找曹总管练剑，我都看在眼里，大多时候都是林双小姐主动靠近曹总管，曹总管倒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就像师傅一样认真教林双小姐练剑。顾风听了这话，倒也不意外。曹部只是丹田破碎，又不是不能修炼功法武技，只是因为丹田的问题，吸收的灵气留不住罢了。顾风长长舒了一口气，再次看向议事堂的方向，眉头皱起。白姨，你刚才不是说最多1刻钟吗？现在都过去半个时辰了，怎么还没谈完？白姨也跟着看向议事堂，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或许是真有什么急事吧。3人没办法，只能坐在凉亭里继续等。期间，顾风回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顾族，原本有些松散的族人似乎又重新有了活力。1个时辰后，顾风站起身，目光紧紧盯着议事堂的方向，语气里带着不耐烦。怎么回事？都1个半时辰了，怎么还没谈完？云长连忙拉了拉他的手，轻声安慰：说不定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你别急，再等等。顾风闻言只能重新坐下，重重叹了口气。又过了1个时辰，顾风实在坐不住了，在议事堂外来回踱步，脸色焦急。这都2个半时辰了，怎么还没动静？娘也真是，有什么事是我这个亲儿子都不能听的，还特意设了隔音结界。他忍不住嘀咕道。凉亭里的云长听到了，连忙开口劝道：夫君，回来坐着等吧。顾风摆了摆手，语气里带着烦躁：我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可又说不上来。就在这时，议事堂里终于传来冷月的声音：芬儿、云长，你们都进来吧。顾风一听，顿时喜上眉梢，连忙朝着议事堂冲了进去。凉亭里的云长与白姨见状，也赶紧起身跟了上去。走进议事堂，顾风第一眼就看到冷月端坐在首位，曹部坐在左侧第1个位置。他迅速扫过2人，除了冷月的脸色微微有些红润外，没发现其他异样。孩儿拜见娘亲，见过曹大哥。顾风走到议事堂中间，朝冷月行了一礼，又对曹部点了点头。冷月笑着颔首：先找位置坐下吧。是，娘亲。顾风应了一声，在右侧首位坐了下来。这时云长与白姨也从外面走了进来。曹部的目光落在云长身上，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手指轻轻摩挲着手上的墨玉扳指。云长身着一袭蓝裙，身材娇小，一张娃娃脸精致可爱，脸上总是带着温柔的笑意，看着就让人觉得亲近。娘亲，曹大哥。云长朝着冷月与曹部行了一礼，声音轻柔。冷月满意的点了点头：起来吧，找位置坐下。是，娘亲。云长应了一声，在顾风身边坐了下来。白姨则走到曹部身边坐下。在顾族，她是除了顾风夫妻外与冷月最亲近的人。虽然名义上是丫鬟，但从顾风对她的称呼就能看出她的地位并不低。刚坐下，顾风就忍不住开口问道：娘，你刚才和曹大哥谈什么呢？怎么谈了这么久？这话不仅是他想问，也是云长与白姨心里的疑惑。冷月不动声色地看了曹部一眼。其实一开始他只打算谈半个时辰，可一想到以后可能很难再找机会和曹部单独相处，就忍不住多留了一会儿。曹部不同意，他没办法，只能又一次强迫了他。他定了定神，缓缓说道：没什么，就是和布尔祥谈他丹田恢复的事。丹田恢复？顾风、云长与白姨3人同时愣住。顾风率先反应过来，语气里满是诧异：娘，曹大哥的丹田能恢复了？要知道在灵界根本没有能修复破碎丹田的办法，如今娘居然说有办法，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冷月点了点头，反问3人：陆天帝的名号你们最近应该听过吧？顾风立刻点头，语气凝重：听过，听说最近又有4位大帝得罪了他，被他一根手指就按死了。传言至今死在他手里的大帝已经不下9位。冷月颔首，继续道：其实这位陆天帝是你们曹大哥的结义兄弟。什么？顾风、云长与白姨3人同时瞪大了眼睛，满脸匪夷所思地盯着曹部。曹部迎着3人的目光，只是笑了笑，轻轻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顾风咽了口唾沫，语气里带着不敢置信：娘，你没开玩笑吧？
曹大哥只是丹田破碎的天桥境修士，怎么会和陆天帝结义？要知道这事传出去，对陆天帝的名声影响可太大了。冷月摇了摇头，语气肯定：我没开玩笑，这事只有少数人知道。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九神殿找九弟求证，当时他也在场。顾风看着曹布，又想起冷月的话，心里不由得信了几分。只是他还是想不通，曹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让一位天帝认作结义大哥。冷月没在意顾风的神色，继续说道：这修复丹田的方法，就是陆天帝告诉我和布尔的。如今要帮你们大哥恢复丹田，就差最后3样材料了。说完，他看向顾风：芬儿，上次我给你的那张地图，标注着上一代地谷拥有者遗迹的那张，你现在给我。顾风愣了一下，随即道：娘，正好，我也有件事要跟你说。冷月挑眉：什么事？顾风解释道：原本按计划，我3个月前就该回来了，可在回来的路上，我误打误撞找到了地图上标注的位置。后来我和长儿进去探查，没想得到了天大的造化。话音刚落，他主动运转灵力，展露自己的修为。娘，你看，短短3个月，我的修为已经从界王1重长到界王9重了。还有长儿，他的修为也长到了界王1重。云长也跟着运转灵力，笑着补充道：娘，我和夫君在遗迹里得到了上一代地谷拥有者的传承，所以修为才能长这么快。得到了上一代地谷拥有者的传承。冷月听到这话，瞬间激动起来，声音都微微发颤。他没顾上理会顾风与云长，转头看向曹布，语气里满是喜悦：布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么一来，你丹田恢复的事又进了一步。这一幕让顾风与云长彻底摸不着头脑。他们得到传承和曹大哥恢复丹田有什么关系？顾风忍不住问道：娘，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高兴？冷月强压下心里的激动，目光紧紧盯着顾风，问道：芬儿，你既然得到了上一代地谷拥有者的传承，那是不是也得到了他的地谷？顾风点了点头：娘，我确实得到了那位前辈的地谷。冷月脸上的喜悦再也藏不住，连忙催促道：快，芬儿，快把地谷给娘！顾风见此，有些无奈道：娘，那地谷我已经融合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冷月盯着顾风，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刚才的喜悦顷刻间消散得无影无踪。顾风看着母亲神情的变化，联想到他之前所言，心头猛地一跳，试探着开口：娘，这地谷该不会就是恢复大哥丹田所缺的3种材料之一吧？这话一出，云长立刻看向冷月，眼里满是惊疑。要是真的，那岂不是要动顾风的地谷？不行，绝对不行！冷月面色阴沉，缓缓点了点头。想要重塑你大哥的丹田，地谷是不可或缺的材料。他语气带上几分埋怨：凤儿，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将它融合了呢？顾风瞥了曹布一眼，苦笑道：娘，我事先并不知道啊。要是早知道地谷对大哥恢复丹田有如此作用，即便舍弃这份传承，我也绝不会贸然融合。一时间气氛凝滞，仿佛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顾风与云长能清晰地感觉到冷月对曹布视如己出，甚至超出了某种界限。就在这时，顾风察觉到冷月目光的变化，他抬起头，正对上冷月那期盼的眼神。瞬间，一个荒谬的念头从他心中升起，他喉头微动，声音有些发干：娘，您这样看着我做什么？冷月深吸一口气，又看了眼坐着的曹布，终于下定决心：凤儿，你大哥平时对你怎么样？顾风咽了口唾沫，他不傻，已经猜到娘亲接下来要说什么。可正因为猜到，他才觉得难以置信。一边是亲儿子，一边是义子，娘心里难道没个轻重吗？他忍不住看向曹布，拼命想对方有没有对自己不好过，哪怕只有一点也行。可他想了半天，愣是没找出曹布半点错处。娘，您有话就直说吧，不必绕弯子。顾风心中泛起一阵酸涩，甚至开始怀疑到底谁才是他亲生的。冷月长叹一声，索性直言：凤儿，你知道的，你大哥要是不能修炼，活不了多久。你想想小时候，是不是他一直护着你？还有凌霜他们，你们5个都是你大哥带大的，难道你忍心看他几百年后跟我们？顾风抬手打断他的话，声音带着压抑：娘，您是不是想要我身上的地骨？冷月张了张嘴，最终没能狠心说出那个是字，只能沉默，以此表达他心中的想法。顾风心里一痛，大哥对他们家确实好，可曹布终究是外姓人，就算再忠心也不姓顾啊。娘亲怎么就不明白？娘，您可知剥离地骨对我会造成多大影响？顾风痛心疾首道：有地骨，他便是天骄，越阶战斗如饮水吃饭；失去地骨，他便只是一个普通的界王。
地谷更关系到他未来的地路。若是失去地谷，他此生将止步于准地巅峰，再难寸进。冷月再次看向曹步，想起刚才的一幕幕，狠心到娘都知道。可地谷终究是外物，你不能一直靠他，你应当清楚，真正的强者从不屑借助外物。他不能放弃曹步，曹步只是暂时废物，其余各方面远比顾晴天出众。他此生成就地位或许不难，但想要成仙，希望渺茫。难道往后几十万年岁月都要他独自面对？不，他无法忍受那样的孤寂。他必须培养曹步，若能助他成就大地，再好不过。届时两人携手同行，岂不美满？至于世人的议论，他根本不在乎。芬儿，摒弃外物，才能成就真正的强大。冷月目光殷切地望向顾风，儿啊，为了娘的幸福，你就答应吧。再怎么说，他也算是你半个爹啊。顾风双拳紧握，望向曹步，眼中泛起血丝。这一刻，他对曹步的观感再度恶化。他绝不相信母亲能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是曹步在他耳边煽风点火。云长在旁边看着，对曹步的印象也跌到了谷底。地谷是外物，简直荒谬。这可是顾风与生俱来的至宝，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如今要剥离给曹步，这怎么可以？娘，这事太大了，不如以后再商量。云长挤出笑容，试图拖延。冷月摇头，芬儿，你真忍心看你大哥一步步走向死路？顾风从曹步身上收回视线，深吸一口气。娘，要是我不同意呢？冷月闻言，气得一拍桌案。芬儿，你连娘的话都不听了。顾风低下头，攥紧拳头压着怒火。娘，别的事我都能听你的，但地谷关系到我的武道前程，儿子实在不能答应。逆子，你再说一遍。冷月眼里闪过恨铁不成钢的凶光，真是家门不幸，养出这么个不听话的儿子。顾风抬起头直视冷月，一字一顿道：我绝不答应。你……冷月指着他，气得浑身发颤。嗨嗨！曹步适时轻咳一声，打断两人。他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义母，还是算了吧，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母子闹僵，反正我也早就习惯了。说罢，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落寞。不儿，冷月心里感动，还是曹步会为他着想。再看看顾风，区区地谷而已，有你曹爹的命重要吗？唉，真是不孝子。冷月还想再逼顾风，却听见丫鬟来报：夫人，顾英小姐求见。闻言，在场几人都是一怔。顾英是顾云的亲妹，性子安静，常常独来独往，存在感不高。她这时候来是有什么事？冷月坐回原位，深深看了顾风一眼，才对丫鬟道：让她进来。是。丫鬟躬身退下。顾风压下情绪，可心里已经扎了根刺。再看曹步时，眼底多了几分藏不住的恨。不多时，一名青衣女子缓步而入，正是洛倾城之女顾云的亲妹妹顾英。她生着一张纯媚交织的初恋脸，肌肤胜雪，身姿高挑，曲线跌宕起伏，尤其一双修长玉腿格外惹眼。最动人的是她的眼睛清澈见底，眼波流转间带着不自知的魅意，纯真又勾人。顾英见过冷姨娘、大哥、二哥、嫂嫂，她欠身行礼，举止温婉大方。曹步扫了她一眼，最后目光落在她的脚上。说实话，这么多女子里，没人的玉足比顾英的好看。一儿，来找姨娘有什么事？冷月收起刚才的怒气，勉强笑道。顾英深吸一口气：姨娘，我想成婚了。这话一出，全场人都愣住了。冷月皱眉道：是上次追你的那个小子？顾英点头：他叫楚浩，我这次来是想请姨娘帮我主持订婚大典的。冷月疑惑道：一儿，何必这么急？订婚是大事，等你娘出关了再商量不行吗？顾英摇头道：姨娘，我不想再等了。没人知道这几个月他有多难受，因为顾云的事，族里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甚至有传言说他小时候就跟顾云不清不楚。每次听到这些，他就更恨顾云。他和顾云虽是亲兄妹，但年龄差得多，本来就不亲，加上他喜欢一个人待着，顾云成婚后又搬出去住，两人更是没什么来往。说到底，他和顾云关系不算好，但也没矛盾。可架不住流言多，谁愿意一直待在这种环境里？族人表面对他恭敬，背后却骂他，再不走，他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除他之外，李新雪的处境同样艰难。他如今身份尴尬，往日的少夫人风光不再有，甚至寻常族人都只把他当作普通族人。李新雪终日借酒消愁，修炼早已经荒废，寂寞难耐时就找曹步喝酒。见顾英态度坚决，再联想到近日风言风语，冷月心下了然，却也无奈。即便他权势滔天，也管不住族人心中所想，私下议论。
站在顾英立场，他完全理解对方急于离开的心思。冷月犹豫后道：“叶儿，他是哪里人？人品怎么样？”顾英回道：“他来自东荒的大楚帝朝，是大楚的太子，人很好的。”冷月还想拖延：“叶儿，你娘闭关最多几年就出来了，再等等不行吗？”顾英坚定道：“姨娘，我考虑了1个月才来找你的。”冷月无奈，下意识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曹布。那是女子对男子的依赖，遇上难题，总希望心上人出手解决。这一幕尽数落入众人眼中。顾风双拳紧握，对曹布的恨意更深。云长的目光在冷月与曹布之间流转，同为女子，她比顾风更敏锐，这两人之间肯定有猫腻。顾英也疑惑地看向曹布，难道自己能不能订婚，还要大哥说了算？曹布轻咳一声，开口道：“义母，我觉得该考验一下那个楚浩。之前凌霜和灵动的事就是教训，不能不防。”他看向顾英，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英妹，这样好不好？要是楚浩通过考验，你们再订婚。”对顾晴天这3个女儿，曹布一直在暗中关注。这个楚浩，他早就将对方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东荒人士，大楚帝朝太子，破虚境巅峰修为，其父楚天玄，大楚帝君，号玄帝，准帝5重；其母唐疏影，大楚帝后，准帝1重。曹布这话一出口，众人都想起了顾凌霜和灵动的事。冷月顺着话开口：“叶儿，就听你大哥的，先考验楚浩，他通过了就先订婚，等你娘出关再成婚。”顾英抿了抿嘴，最后点头：“好，我听姨娘和大哥的。”冷月神色稍缓：“这样吧，等你2个继位后，我和你苏姨娘任意一个陪你去一趟大楚帝朝。”“多谢姨娘，那我先告退了。”顾英达到目的，不想多留。他刚进来就察觉气氛有些不对。冷月颔首：“去吧。”顾英走后，大厅里又安静下来。冷月起身，冷冷瞥了顾风一眼，冷哼一声，拂袖离去。白姨赶紧跟上去。顾风望着娘亲的背影，脸色有些难看。他转头看向曹布，却见对方起身朝他走来。“风弟，义母说的是，你别放在心上，缺的材料，大哥会自己想办法。”曹布语气温和，却带着一种笃定。说罢，他转身离去。毫不夸张地说，如今顾族之内，他欲成之事，十有8、9能成。顾风身上的地骨，迟早落入他手中。即便他不开口，冷月为讨他欢心，也会设法弄来。望着曹布远去的背影，顾风面沉如水。云长忧心忡忡道：“夫君，现在怎么办？看娘亲的态度，肯定不会轻易算了的。”顾风长叹一声：“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是别人敢打他地骨的主意，他早就动手了。可偏偏要的人是他亲娘。”曹布离开墨月居，直接去了香消院。他轻轻敲门，丫鬟小雅开门见识他，笑道：“曹总管来了，快请进。”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两人已经很熟。刚开始，曹布陪李新雪喝酒，小雅还防着他，后来见曹布举止端正，才放下心来。进了院子，果然看见李新雪像往常一样坐在凉亭里，对着月亮喝酒。曹布慢慢走过去，李新雪听见脚步声，头也不回道：“老规矩，先喝一壶再说。”曹布熟练地拿起桌上的酒壶，仰头喝光。“你真打算一直这样颓废下去？”曹布问。李新雪笑了笑：“修炼有什么意思？今晚只喝酒，其他的别谈。”1个时辰后，两人都已经醉得不行。李新雪对小雅吩咐道：“小雅，拿2杯无间醉梦来。”“是，小姐。”小雅应声退下，没多久就端来2杯酒，跟往常一样，曹布那杯不是真的无间醉梦。李新雪没有多管，端杯饮下，直接醉倒。“小雅，我先走了。”曹布装出醉醺醺的样子，脚步踉跄的朝院外走，可没走多久，他又偷偷进了李新雪的卧室。1个时辰后，曹布才悄悄离开香消院。次日一早，曹布就去了墨月居。开门的是顾风，这倒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你来干嘛？”顾风语气里满是不满。先前因为曹布救过冷月，他心里还存着几分感激，可经过昨天地谷的事，这一点感激荡然无存。曹布还没开口，一道倩影就从远处走了过来。“大哥，你来了，快进来。”来人正是顾凌霜，他快步上前，拉起曹布的手就往院子里带。1刻钟后，墨月居的凉亭里，顾风跟云长相对而坐，目光不善地盯着不远处的两人。只见曹布贴着顾凌霜的身子，握着她的柔仪，手把手教她舞剑。云长扫了眼那剑法，开口道：“这剑法看着优美，可总带着股绝情的意味。”他转头看向顾风：“夫君，你知道这是什么剑法吗？”顾风眯了眯眼，缓缓摇头：“这剑法不简单，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匪夷所思的力量，至少也是一门地术。”他顿了顿，补充道：“说不定比我顾族所有的地术都强。”半天过去，
曹布在顾风满是不爽的目光里离开了墨月居。墨月居顶楼，冷月将刚才的一切尽收眼底。他皱了皱眉，沉声道：“凌霜，波儿你把握不住的。”夜晚，书香院内，曹布从系统空间里拿出阴阳帝尊丹的丹方，他递给苏黎：“你想办法把这上面圈出来的材料找给我，要是找不到，就跟我说，我来想办法。”苏黎接过丹方，疑惑地问：“这是什么？”“一种地丹。”曹布简单解释。苏黎快速扫过丹方，把需要的材料记在心里。顾族的宝库藏着不少好东西，都是当年顾擎天成帝后探索各大禁地得来的至宝。后来顾擎天飞升，用不上这些，就都留在了族里。要是让顾擎天知道他九死一生换来的宝物最后成全了曹布，怕是能气得吐血。苏黎将丹方收好，抱着曹布沉沉睡去。曹布在心里默念：系统抽奖4次，叮！恭喜宿主获得纯洁修复卡，叮！恭喜宿主获得极道地兵阴阳地铠，叮！恭喜宿主获得极道地兵广寒地阙，叮！恭喜宿主获得轮回万化诀。3天后，顾风正式继位，观礼的除了本族人，还有4大附庸之主以及建州各势力的领袖。至于其他州的人，上次已经来过，这次只是传讯道贺。对此，顾风有些无奈，这族长当的实在缺乏体验感。继位大典刚结束，他就接到冷月的传讯，命他前往顾族议事大殿。议事大殿外，顾风望着前方高悬的议事殿牌匾，轻叹一声。云长挽住他的手臂，语气担忧：“夫君，娘亲来者不善。刚才我看见苏姨娘进去了，大哥他们也在，连在外的莹莹都被叫回来了。”顾风负手而立，略有几分族长的威仪。他叹道：“族长又如何？这世界终究是实力为尊。如今在顾族，我要受娘与苏姨娘的掣肘，这族长当的实在憋屈。早知道这样，不如不回来。”话音刚落，冷月不耐烦的声音从殿内传来：“芬儿，还不进来？”顾风整理了下仪态，刚迈出半步就被云长拉住。他满眼担忧：“夫君，要是娘亲还提地谷的事，我们怎么办？要不，你还是跟我回云霄阁吧。”顾风摇头，轻拍他的手背：“走吧，就算是龙潭虎穴，也得闯闯。”他望向殿门，目光坚定：“我不信，娘真的为了曹布断了亲儿子的前程。”说完，他毅然迈步向前。云长愁容满面，连忙跟上。刚到殿门前，只听轰隆一声，厚重的殿门自动打开，里面的景象映入两人眼帘。最首位放着一张宏伟的巨椅，左侧一排座位空无一人，右侧却坐满了人。首位是冷月，接着是苏黎、曹布、李新雪、顾凌霜、顾英、顾莹莹，共7人。殿门两侧，白姨和雪姨候着。拜见族长，拜见族长夫人。冷月带头，9人齐齐行礼。顾风双拳紧握，没感受到半分族长该有的待遇，只觉一股压迫感扑面而来。云长脸色发白，隐约察觉到冷月的决心。顾风强自定神，深吸一口气：“诸位不必多礼。”说着，他迈步踏入殿内，云长紧随其后。两人进去后，白姨和雪姨走出殿外，缓缓合上殿门，在两侧站定，做起了守卫。议事大殿里，顾风坐上族长宝座，左边只有云长1人，右边却是冷月7人。这局面似乎已经预示了什么。云长脸色不好，顾风也一样，整个大殿陷入了长久的寂静。10几息后，冷月环视一圈，最终落在顾风身上，语气斩钉截铁：“今天就当是家庭议会，大家有话可以直说。”没人开口，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这场议会的核心是什么。顾风望向冷月，眼眶微红，深吸一口气，强笑道：“娘，您说吧，有什么事？”冷月神色肃然：“凤儿，你好好想想，你大哥为了顾族付出了多少？整个顾族有些人不知，可你作为弟弟，应该比谁都清楚。所以，为了你大哥的将来，你必须剥离地谷。”这话一出，在场几人心里掀起惊涛骇浪。虽然早有预感，可亲耳听到又是另一番冲击。顾英扫了眼冷月，难怪3天前他去墨月居，总觉得氛围不对。现在想来，一定是母子俩为这事闹僵了。苏黎几人本就偏向曹布，听到这话虽然惊讶，却没太多反应。连不知情的顾莹莹等人，也真心希望曹布能重新修炼。至于顾凌霜，在他眼里，除了曹布，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包括顾风。这几天总劝他离曹布远些，分明是想让他一辈子孤单，其心可诛。顾风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比谁都听得出冷月话里的决绝，比几天前强势了10倍100倍。云长攥紧拳头，忍不住开口：“娘，要是没了地谷，顾族以后就少了一位大帝啊。”冷月冷声回应：“放心，娘会把布儿培养成大帝，继续守护顾族。”他顿了顿，语气稍缓：“凤儿，娘知道你难受，
可你和布儿都是娘的心头肉，舍谁娘都舍不得。但眼下，得把你大哥的性命放在首位。至于以后，娘会想办法补偿你的。顾风的眼眶彻底红了，他死死盯着曹布，咬牙切齿。他不明白曹布到底跟娘说了什么，能让他狠心要自己的地骨。曹布神色平静，手指摩挲琢磨玉扳指，嘴角机不可察地扬了下。这一章的主角是顾风，他只是个身不由己的配角。本不想来，奈何实力不如冷月，最后还是被强行带来了。娘，我真的是你的儿子吗？顾风声音发颤，问出了心底的话。冷月好似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或许听出了，没当回事。他斩钉截铁道：你当然是我的儿子，正因为你是，才更应该明白，波儿为了顾族付出了一切，如今只有地骨能恢复他的丹田。凤儿，你身为顾族族长，难道要见死不救？顾风死死盯着冷月，眸中满是痛心。冷月神色不变，环视众人。今天大家都在，不如举手表决，同意分玻璃地骨给波儿的，举手。话音刚落，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举起了手。顾风看在眼里，心痛的难以呼吸。接着苏黎也缓缓举手，见冷月带了头，本就偏向曹部的李新学几人也相继举起手。顾英犹豫了几下，最后也举了手。现场没举手的只有曹部、云长和顾风。云长见状，急得声音发颤：娘，你们这是欺负人！冷月没理会他，继续道：6票赞成，3票弃权，结果是分玻璃地骨。我和夫君都不同意。云长赶忙打断。冷月顿了顿，改口道：6票赞同，1票弃权，2票反对，最终结果不变，分玻璃地骨给波儿。顾风双眸赤红，猛地站起，他身形微颤，声音冷得刺骨：娘，地骨是我天生的，关乎我的武道前途。若是强行剥离，我此生成就顶多到准地，甚至不如准地。您就忍心让我沦为普通人？他目光扫过右侧众人，最后定格在曹布身上，嘴角扯出一抹讥讽。还是说，在娘心里，我这个亲生儿子终究比不过一个义子？冷月面色一沉，刚要开口，曹布突然起身：风弟，我从没想要你的地骨，义母，这事算了。我曹布宁可平凡一生，也不愿见你们母子因我反目。话落，他挣扎着想离开。布儿，坐下。冷月厉声喝止，一股威压让曹布动弹不得。他看向顾风，语气沉痛：凤儿，娘再问你最后一次，这地骨你给还是不给？顾风看着眼前的一切，娘亲冰冷的决绝，家人无声的赞同，还有曹布那看似挣扎实则稳坐的模样。他笑了，笑声从低到高，满是悲凉与自嘲。许久，笑声戛然而止。顾风的目光落到冷月脸上，他眼中没了痛苦和挣扎，只剩下一片平静。好，好一个举手表决，好一个家族大义。顾风的声音很轻：既然这是娘亲的决定，芬儿遵从便是。夫君。云长痛心地拉住他，却被他轻轻推开。顾风缓缓抬起右手，掌心汇聚起璀璨的金色光芒，一股浩瀚霸道的地威不受控制地散开，那是地骨感应到他的决绝自发产生的悲鸣。胸口的衣袍无风自动，皮肤下一块骨头的轮廓清晰显现，散发着灼目光辉。今日儿子就听您的，将地骨给大哥。话音刚落，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顾风的手化作利爪，猛地刺向自己的胸口。噗！血肉撕裂的声音清晰可闻，滚烫的鲜血瞬间喷涌，染红了他华贵的族长衣袍，也溅在他冰冷的脸颊上。顾风的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脸色瞬间惨白，冷汗布满额头，却咬牙没哼一声。他的手深深嵌入胸膛，猛地向外一掏，一块巴掌大小、通体金黄、绕着无尽符文的地骨被他硬生生从体内剥离出来。地骨离体的刹那，顾风身上的气息疯狂下跌，原本磅礴的威压消散大半，只剩下虚弱摇摇欲坠。但他依旧站着，被极挺的笔直。云长捂住嘴，泪水奔涌，却发不出声音。曹布面色平静，摩挲琢磨玉扳指，面色不喜不悲。顾风摊开满是鲜血的手掌，猛地向前一拍，啪！清脆的响声在大殿中回荡。他将那枚还带着体温和鲜血的地骨重重拍在冷月面前的玉案上，猩红的血液顺着玉案纹路缓缓流淌，触目惊心。做完这一切，顾风的身体又晃了晃，鲜血不断从胸口的伤口涌出。云长见此，连忙上前搀扶。他痛心地看向冷月，悲痛道：娘，你太狠心了，他可是你亲儿子啊。冷月看着玉案上的地骨，又看向儿子胸前的血窟窿和惨白的脸，那双一贯冷静威严的眼里终于涌出错愕、心痛和一丝慌乱。他下意识上前一步，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凤儿，快让娘看看你的伤。他伸手想扶顾风，却被他猛地后退一步避开。
顾风看着冷月，眼里没了对娘亲的半点眷恋。他用尽最后力气，语气疏离道：“请冷主母称我为族长。”这话一出，斩断了母子间最后的情分。冷月伸出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关切瞬间凝固，转为难以置信的刺痛，脸色比顾风还要白可转瞬，他的神色就恢复如常，甚至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顾风看在眼里，苦笑着摇头。原来他期待的后悔和伤心，不过是一厢情愿。他不再看冷月，最后扫了眼店内众人，尤其是脸色平静的曹布。紧接着，他在云长的搀扶下，一步一步艰难地朝紧闭的店门走去，身后是一片死寂，以及月案上那枚灼灼生辉，象征着决裂的地骨。主角离去，其他人也相继离去，曹布也正欲离开，冷月叫住了他：“布儿，你来墨月居一趟，义母有事与你谈。”他收起桌上的地骨，转身离去。曹布顿了顿，与苏黎交换个眼神，然后迈步跟上。凌霄院，族长的院落。顾风与云长搬离了墨月居，住进了这里。夫君，你怎么如此莽撞？有我爹给的护身符，就算娘亲自动手，也不可能强行取走你的地骨。如今你自行剥离，以后怎么办？寝殿内，云长扶顾风坐下，忍不住抱怨。顾风摆了摆手：“一块地骨而已，不值一提。”云长气道：“还不值一提？你自己清楚，没了他，你这一生都在难成的。”顾风笑了笑，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份玉简：“你看看这个。”云长接过，仔细阅读。不一会儿，脸上的愁容渐渐消散。“这你怎么不早说？这是从哪里得来的？”顾风解释道：“你忘了，这份玉简和前辈的地骨是放在一起的。”云长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份玉简，我还以为是地术呢。顾风望向门外，目光复杂。虽然不是地术，却比地术更珍贵。融合前辈的地骨后，我的地骨已经圆满，还衍生出一门地术。若非前辈的玉简，我也不会知道地骨只需涅槃3次就能蜕变成仙骨。到那时，我的天赋或许能超越父亲。至于地骨上的地术，我已经掌握。最近我本就打算剥离地骨，进行第一次涅槃，没想到……话到这里，顾风长叹一声：“娘亲为了曹布，居然不惜断送我的前程。”云长沉吟片刻，低声道：“夫君，我觉得娘和曹布的关系非同一般。”顾风挑眉：“怎么个不一般？”云长摇头：“我也说不清，但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他们之间藏着秘密。他其实还隐瞒了一点。他在冷月眼中看到了对心上人的爱意，那是藏不住的。不过这只是他的猜测，没有证据，不好说出。”顾风没有深究，对云长吩咐：“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这都不重要。我为族长，就要执掌顾族。眼下最要紧的是涅槃。你去找大长老，按玉简所炼，将那些宝物取来。一旦涅槃成功，我的战力与天赋不仅能恢复，还能更上一层楼。”“好，我这就去。”云长点头，转身离去。顾风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握紧双拳，眼中闪过杀机。“曹布，不管什么原因，你敢图谋我的地骨，那就留你不得。我可不像大哥那般优柔寡断。你等着，兄弟我亲自送你上路。”与此同时，墨月居内，幽香浮动，冷月端坐在曹布腿上，手臂环着他的脖颈，眼中柔情脉脉。“曹布，我帮你拿到了地骨，你该怎么谢我？”他声音软糯，带着几分娇嗔。曹布揽着他的腰，抚着他的腿，叹了口气：“他终究是你亲儿子，月儿，你这样做太绝情了。”冷月不以为意，靠在他胸前：“亲儿子又如何？在你和他之间，我永远选你。他若是安分也罢，若是胆敢阻挠，我就与他断绝关系。”他抬起头，指尖轻触曹布的脸颊，眼中满是炽热：“别说这些了，曹布，我要你好好谢我。”10日之后，顾族广场上，一艘悬挂着顾字大旗的飞舟悬浮半空，灵力在船身流转不息。“苏姨娘，请留步。”不远处，顾风带着云长快步赶来。非洲甲板上，苏黎站在最前面，曹布在他旁边，顾英、顾初烟、颜如玉也在。听见喊声，五人回头，就见顾风与云长正朝着非洲快步走来。另一侧，准备离去的冷月、顾凌霜与李新雪停下脚步，转头望向这边。这次去大楚地朝考验楚浩，冷月本来想跟曹布一起去，可曹布让他联系陆晨，找九转地骨再造单缺的2种材料。如此，他想多跟曹布亲近的心思落了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冷月对曹布已经没有一点抵抗力。无论曹布让他办什么事，他都会尽心竭力去完成，哪怕只是帮他处理些琐碎的事，都能让他满心欢喜，甚至比与曹布深入交流还让他高兴。或许这就是爱吧。“芬儿，你还有事？”苏黎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10日来，
顾风进了凌霄院后就没有再露面，族中大小事务都交给了云长打理，现在突然前来，有些奇怪。顾风的目光扫过甲板上的众人，在曹布身上短暂停留了一瞬。他既然说过要送曹布上路，就不会拖延。这次外出，一定要让曹布永远留在外面，再无返回顾族的可能。收回思绪，顾风脸上堆起笑容。姨娘，四妹要去考验楚浩，我身为她的亲二哥，岂能缺席？我与云长商量着，一同去会会那位楚浩。况且云长眼光独到，正好能帮四妹把把关，看看这人是否真的值得托付。苏黎眉头微蹙，语气带着隐晦的拒绝。这大半年来，族中积压的事务想必不少，你刚继任族长，就随我离开，恐怕不妥。这一次看似是去考验顾英的心上人，其实是他与曹布的蜜月之行。要是顾风与云长要去，那他还怎么和曹布幽会？更何况如今甲板上除了顾英与随行的丫鬟护卫外，他们三人都是曹布的女人，颜如玉更是打入了曹布的核心圈。顾风与云长要是一起前往，那还怎么玩？面对苏黎的婉拒，顾风寸步不让，语气斩钉截铁：姨娘放心，爹妃生前就已经将顾族打理得井井有条，有8大长老坐镇，族中事务可以正常运转，不需要我多费心思。苏黎心中暗恼顾风不识好歹，正欲再开口，却见云长上前一步，柔声劝道：苏姨娘，您就答应吧，夫君也是好心，多个人去就多份保障，万一大哥在考验中有所疏忽，岂不是误了四妹的终身？苏黎脸上闪过一丝不耐，下意识将目光投向曹布。这个细微的举动恰好被云长捕捉到。苏姨娘身为顾族三主母，这事本可自行决断，为何要看向曹布？看来他与曹布之间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牵扯，即便关系亲近，也该有分寸才是。现在这样子，好似曹布才是主事人。一旁的冷月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他没多想，只当苏黎是尊重曹布，毕竟这事已经交给曹布，征询他的意见也合情合理。曹布的目光落在顾风夫妇身上，其实是毫不掩饰地盯着云长。这女人自己送上门，得找机会把她弄到手才行。至于顾风为何要去，曹布不知，却在心里留了一分警惕。他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开口道：既然弟妹都这么说了，大哥就看在弟妹的面子上，让你们一起去。这话一出，除了顾风跟云长，其他人都没觉得不对，只有顾风见曹布刚才一直盯着云长，心里有点不爽。男人的直觉告诉他，这次去可能会出事，可要是不去，就没机会除掉曹布。另外，这几天他才发现，曹布在顾族的威望高得吓人，要是安排族人去杀曹布，难保不会有人中途退缩。思来想去，唯有亲自出手，才能万无一失。风弟，要启程了，还不上来？曹布的目光落在顾风身上，带着几分玩味。如今顾族2位主母都倾心于他，他在顾族已经可以横着走，就算现在暴露他与苏黎、冷月的关系，他也丝毫不慌。只是洛倾城在暗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暂且维持现状为好。顾风咬了咬牙，下定决心，拉着云长踏上非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不能为了这点不安，放弃除掉曹布的机会。启程！曹布转身对护卫长吩咐道。护卫长颔首领命，操控着非洲缓缓升空，朝着东荒方向疾驰而去。建州跟东荒隔了10几个州，要是苏黎带着曹布赶路，几天就能到。可他们不急，就选了速度慢些的非洲。至于传送阵，不过是低阶修士的代步工具，远不及脚下这准地级非洲迅捷。咻！非洲划破天际，拖着长长的灵气尾焰，转瞬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2个月后，非洲驶入东荒大楚地朝境内。甲板上，顾初烟依偎在曹布怀中，望着下方连绵的山川美景，眼中满是柔情。如今整个顾族都已经知道她是曹布的女人，对于曹布毫不介意她过往的态度，顾族众人无不赞叹，称他一声好汉。不远处，顾风与云长看着这一幕，顾风忍不住问道：云长，你说这世上真有男人不在乎女人的过往吗？云长望着远处温馨的画面，下意识脱口而出：大哥是我见过最有种的男人。话一出口，他就察觉失言，转头望去，果然见到顾风脸色不悦，他连忙改口：我是说大哥的气度实在别具一格。顾风这才稍稍释怀，瞥了曹布一眼，语气带着几分不屑：不过是个接盘侠罢了。云长沉默片刻，想起顾凌霜与灵动的旧事，他突然认真地看向顾风：夫君，要是有一天我遭人胁迫，身不由己，你还会像从前一样爱我吗？啊！顾风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连忙道：放心，我绝不会给任何人伤害你的机会。我是说万一。云长追问，目光紧紧锁住顾风。万一。顾风顿了顿，才坚定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抛弃你。云长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犹豫了，他居然犹豫了。
难道这世上除了曹布，就再没有真正不在意过往的男人了吗？看着顾风还在试图解释的模样，云长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望向曹布与顾初烟的方向，眼底掠过一丝羡慕。难道真挚的感情终究经不起这样的考验？曹布怀中，顾初烟轻声开口：“曹布，我该走了。”曹布点头，语气带着几分叮嘱：“注意安全，这里是大楚帝朝的地界，凡事多留个心眼，别太张扬。”顾初烟在曹布唇上点了一下，转身跃下飞舟，消失在下方的密林里。身为魔修，自然是去办魔修的事。与此同时，大楚帝朝演武广场上，上万禁卫军列阵以待。他们甲胄鲜明，气息肃杀，眼睛盯着四周，不敢有半点松懈。大楚地主玄帝、帝后唐疏影以及太子楚浩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三人身后，文武百官整齐站立，目光望向天际，脸上满是期待。玄帝负手而立，看向楚浩，语气中带着几分欣慰：“浩儿，没想到你居然给父帝带来这么大的惊喜。要是真能与顾族千金结缘，那真是我大楚高攀了。”楚浩连忙纠正：“父帝，您这话说的，我大楚虽不及顾族底蕴深厚，不过也弱不了多少。更何况我与小英是两情相悦，怎么能说是攀附呢？”玄帝笑了笑，不再纠结这话：“你说的对，如今我大楚与顾族同为地级势力，不必刻意放低姿态。”一旁的唐疏影有些担忧，问道：“浩儿，这次考验你有把握通过吗？听说这次来的是顾族三主母苏黎，还有那位曹总管，要是过不了关，这门亲事恐怕就要黄了。”楚浩自信道：“母后放心，我与小英心意相通，任何考验在我眼中都不过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玄帝满意的点了点头，有这份自信就好。虽说我大楚与顾族同为地族，但实力差距不小，若能成了这门亲事，未来万年内我大楚就能高枕无忧。唐疏影也附和道：“陛下说的对，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通过考验。他已经打定主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帮儿子通过考验。”楚浩重重点头：“儿臣明白。”他望向天边，目露自信：“陛下，他们来了。”身后一名官员提醒道。玄帝与唐疏影齐齐抬头，只见一艘飞舟拖着长长的灵气尾焰从天际疾驰而来。飞舟体积庞大，船身上顾字大旗随风飘扬，气势十足。进入大楚帝都范围后，飞舟缓缓减速，最终平稳地悬浮在演武广场上空。在众人的注视中，飞舟缓缓降落。飞舟落地，苏黎率先走出，曹布以及顾风等人紧随其后。玄帝连忙带着唐疏影、楚浩以及文武百官迎上前去。当目光触及顾风时，他连忙调整语气：“没想顾族长亲自前来，是朕有失远迎了。”身为顾晴天的次子，顾风在顶尖势力中本就有名。玄帝知道顾风继任族长的事，没想他会亲自前来，心中又惊又喜。顾风的到来，无疑让这场考验更受重视。玄帝前辈不必多礼。顾风淡淡开口，语气带着几分疏离：“这次考验由我大哥曹布全权安排，我不过是来看看罢了。他是来找机会除掉曹布的，至于考验楚浩，根本没心思。这一路上，他始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心中已经按捺不住。”玄帝闻言，下意识将询问的目光投向苏黎。苏黎点头：“玄帝道友，份儿说的没错，这次考验楚浩由部儿安排。”玄帝、唐疏影与楚浩三人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惊讶。看来这位曹总管在顾族的地位远比外界传言的要高，不然主母与族长都在，怎么轮都不可能是他曹布。玄帝连忙收敛心神，对曹布拱手道：“那就有劳曹总管了。”曹布微微一笑，语气温和：“玄帝客气。若是楚浩太子与英妹当真情投意合，这次考验不仅不会影响二人的感情，反而会让他们的情谊更加坚贞。”玄帝连连点头：“曹总管说的极是。”说着，他侧身介绍道：“曹总管，这位是朕的帝后唐疏影，这位就是我大楚太子楚浩。”楚浩与唐疏影一同对曹布行礼：“见过曹总管。”曹布颔首回应，目光先瞥了楚浩一眼，随即落在唐疏影身上。唐疏影身着凤纹宫装，身姿窈窕，纤腰盈盈一握，腰间束着金丝绦带，更显胸前丰挺。玉颈下的肌肤在阳光映照下泛着莹润光泽，眼波流转间既有帝王之后的雍容华贵，又带着熟妇特有的风情。那张略显稚嫩的脸庞与丰腴的身段形成强烈反差，格外引人瞩目。曹布不动声色的颔首，这倒是一位难得的美人。收回目光，曹布看向楚浩，语气平和：“楚浩太子仪表堂堂，与英妹倒是般配，不过感情的事需要谨慎，考验也是为了你们好。英妹可是我们顾族的心头肉，可不能让她来到大楚受委屈。”楚浩连忙表态：“曹总管放心，我楚浩对小英的心意，天地可见，
绝无半分虚假。曹不点头，像楚浩太子这般通情达理的人倒是少见。众人又寒暄了片刻，玄帝抬手示意：“各位一路辛苦，宴席已经备好，我们边吃边谈。”曹不颔首道：“有劳玄帝费心了。”玄帝笑道：“应该的。”说完，他引着曹布、苏黎等人朝着天元殿的方向走去。宴席办得十分隆重，殿内灯火通明，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还有专人演奏乐曲。玄帝亲自作陪，频频向曹布、苏黎、顾风敬酒。楚浩时不时向顾英递眼色，顾英有些害羞，偶尔回以微笑。云长和颜如玉很少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这场酒宴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经过几个时辰的相处，双方已经非常熟络起来。玄帝也借着酒意向曹布打探考验的细节。曹布守口如瓶，愣是一个字都没说，这把玄帝气得浑身难受。宴席散后，玄帝派人将曹布、苏黎、顾风等人送到事先安排好的寝殿。回到自己的寝殿，曹布打发走引路的太监，关上门，殿内瞬间安静下来。他活动了一下手腕，走到殿中央，正欲盘膝坐下修炼。2个月的努力，突破就在今日。就在这时，殿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曹布眉头微蹙，沉声道：“谁？”门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女声，带着几分刻意的柔媚：“曹总管，是本宫。”曹布微微一怔，心里泛起一丝疑惑：这么晚了，唐疏影来找自己做什么？但很快他就猜到了大概，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开口道：“帝后娘娘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门外的唐疏影攥紧手中的锦盒，深吸一口气，轻声道：“曹总管远道而来，一路劳顿，本宫特意备了点薄礼，算不上贵重，还请曹总管开门收下。”曹布走到殿门边，没有立刻开门，而是隔着门道：“娘娘有心了，只是这么晚了，娘娘独自来我这寝殿，传出去怕是有损娘娘名声。”唐疏影想起玄帝的叮嘱：“疏影，你记住，一定要打通曹布这层关系。我大楚地大物博，付出些代价也在所不惜。还有楚浩那期盼的眼神，母后，孩儿的幸福就交给你了。”他抿了抿唇，低声道：“曹总管放心，本宫是悄悄来的，不会有人知道。再说了，本宫只是送份礼物，没别的意思，不会给曹总管添麻烦，更不会让旁人抓住画柄。”曹布轻轻一笑：“大半夜来找我，你没别的意思，我可有。”当即他不再犹豫，伸手打开了殿门。门外的唐疏影穿着一身淡紫色宫装，领口微开，露出一抹雪白，整个人的气质少了几分贵气，多了几分柔媚。他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锦盒，见曹布开门，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曹总管。”曹布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娘娘请进。”唐疏影走进寝殿，目光快速扫了一圈。寝殿布置得很简单，靠里是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酒气。他定了定神，把锦盒递给曹布：“曹总管，这是本宫的一点心意，还望你收下。”曹布接过锦盒，随手放在桌上，没有打开的意思。娘娘这么晚跑一趟，应该不只是为了送份礼物吧？说话时，他目光毫不掩饰地扫过唐疏影的身姿，从肩头滑到腰间，再落到裙摆，眼底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光芒。女人他见多了，可像唐疏影这样，既有帝后的端庄，又藏着成熟女人的风韵，他还是第一次见。唐疏影感受到这目光，脸红着低下头去：“确实，本宫还有一事想求曹总管。”“哦。”曹布挑眉，走到桌边坐下，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了杯茶：“娘娘有话不妨直说，只要我能办的，未必不能应。”唐疏影抬起头，眼神里带着几分恳求：“浩儿和顾英姑娘是真心相爱的，这门亲事对大楚很重要，恳请曹总管在考验时能多担待些，让浩儿顺利通过。”曹布看着他，语气平淡：“娘娘这话就见外了。要是楚浩太子真的对英妹好，能护着她，不让她受半分委屈，不用娘娘说，考验自然能通过。可要是他对英妹不是真心的，只是想借着顾族的名头谋好处，就算我网开一面，英妹那边也不会同意，这事照样成不了。”唐疏影连忙道：“曹总管放心，浩儿对顾英姑娘的心意绝无虚假，只是我听说曹总管眼光很严，怕浩儿哪里做得不好，惹曹总管不满。”曹布笑了笑，指尖敲了敲桌面：“娘娘不必这么紧张，我只是替英妹把把关，看看楚浩太子是不是真的可靠，不会故意刁难他。”“当然不会故意刁难，而是会有意刁难。”唐疏影松了口气，又想起玄帝的叮嘱，犹豫后道：“曹总管，本宫知道，仅凭这几句话，你肯定不信。不过本宫可以保证，只要曹总管有需要大楚帮忙的地方，本宫与陛下一定不会推辞。”曹布看着他，眼神深邃了几分。说起来，眼下的确有事要娘娘帮忙，不知道娘娘是否愿意？愿意。唐疏影没多想，
急忙回答：“不知道曹总管需要什么，只要本宫能做的，一定尽力。”曹布扫过对方那凹凸有致的身姿，认真道：“娘娘真的什么都愿意。”面对这炽热又直白的目光，唐疏影心里咯噔一下，有些不知所措，手不自觉地绞着衣角。她是有妇之妇，太明白这眼神的意思，那里面藏着的欲望让她浑身发紧。娘娘，坐下说吧。曹布伸手拉开一张椅子，唐疏影犹豫了几下，连忙点头：“好，多谢曹总管。”曹布看着他，手指在桌沿轻轻抹撒：“娘娘今夜来找我，玄帝知道吗？”唐疏影愣了一下，随即摇头：“本宫没告诉陛下，怕他担心。”曹布嘴角的笑意更深：“娘娘倒是体贴，只是娘娘独自深夜见我，就不怕我对娘娘做些什么？”这话一出，唐疏影的脸瞬间红了，心跳也快了起来。她知道曹布这话里有别的意思，心里又慌又乱，手指紧紧攥着裙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曹布看着她慌乱的模样，继续道：“娘娘也知道，楚浩太子能不能通过考验，很大程度上要看我的态度。要是娘娘能让我满意，我自然会多关照楚浩太子。”唐疏影佯装疑惑，声音带着几分试探：“曹总管，你想让本宫怎么做？只要能帮到浩，本宫会考虑。”曹布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起身走到他面前，俯身靠近他，声音压低了几分：“娘娘，有些话说太清楚就没意思了。”他的气息扑在唐疏影脸上，带着淡淡的酒气，让她脸颊更红。唐疏影心里清楚曹布的意图，一时间陷入了挣扎。答应曹布，他就对不起玄帝，对不起自己的身份。可要是不答应，浩的婚事可能要黄，大楚也会失去攀附顾族的机会。曹布看着他纠结的模样，没有逼他，只是直起身道：“娘娘不用急着回答，可以慢慢想。要是想通了，随时来找我，不管是今夜还是明日，我都在店里。要是不想，现在走也可以，我不会为难娘娘，更不会因为这事迁怒楚浩太子。”唐疏影咬着唇，沉默了很久。她想起来时楚浩期待的眼神，想起玄帝的叮嘱，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她抬起头看着曹布，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曹总管，只要你能让浩顺利通过考验，本宫什么都愿意做。”曹布听到这话，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娘娘果然识大体，放心，只要娘娘让我满意，楚浩太子的事我会帮到底。”唐疏影低下头，不敢看曹布的眼睛，只觉得浑身都在发烫。曹布走到床边，坐下后拍了拍身边的位置：“娘娘，夜深了。”1个时辰后，唐疏影慌忙逃离了这里。曹布走到桌前坐下，拿起锦盒打开，随即面露欣喜：“这是阴阳灵水。”没有半分犹豫，曹布起身关上房门，来到殿中央，开始炼化阴阳灵水突破。另一边，唐疏影一口气逃出很远，才扶着墙停下脚步。他回头望向曹布寝殿的方向，眸底飞快闪过一丝后怕，真不是人，怎么会有人这么能折腾，差点累死本宫了。他压低声音骂了一句，抬手拍了拍发烫的脸颊，又长长呼出一口浊气，试图平复心绪。这样一来，应该完成陛下的任务了吧？话音落下，他伸手理了理凌乱的衣袍，快步朝着天元殿的方向走去。此时的天元殿内，玄帝和楚浩正站在殿中来回踱步，神色满是焦急。玄帝皱着眉看向楚浩：“浩儿，你说你母后到底在做什么？不过是送份礼，套几句话，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回来？”楚浩神色凝重，猜测道：“父帝，会不会是曹布狮子大开口，母后还在跟他争辩条件？”玄帝摇了摇头，语气笃定：“朕早跟他说了，只要能成你的事，哪怕多付出些代价也值得。别说100万灵金，就算他要1000万，朕也能咬牙答应。”这话刚好传到走到殿外的唐疏影耳中，他的脚步猛地一顿：“什么意思？陛下说的付出代价，难道是指用钱砸？不是让他用身子去伺候曹布？”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唐疏影身形晃了晃，脚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完了，他完全理解错了。不对，不能怪自己，都怪曹布。要不是他一直用那种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自己，他怎么会误会陛下的意思？殿内的玄帝和楚浩听到门外的动静，纷纷看了过去。见来人是唐疏影，玄帝立刻迎上前，语气急切：“疏影，怎么样？那曹布提了什么条件？是要灵金，还是天才地宝，又或是灵器？”唐疏影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他定了定神，迈步走进殿内，目光扫过眼前焦急的父子俩，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敢说出实情。他要500万灵金，外加1吨不低于5品的天才地宝，还有1万件不低于5品的灵器。他沉声道。玄帝和楚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楚浩率先开口：“母后，这要求也不算高啊，您怎么耽搁到现在才回来？”唐疏影心头一紧，脑子一转，连忙道：“一开始他要价高的离谱，
开口就要50亿灵晶、1万吨天才地宝，还有500万件灵器，欺人太甚。玄帝听完，气得怒挥衣袖，真当我大楚是任人宰割的冤大头，居然敢报出这种价格！楚浩也咬着牙，怒声道：“简直是狮子大开口，这数额抵得上我大楚1000年的消耗了。”骂完，玄帝突然转头，满眼好奇地看向唐疏影：“疏影，那你是怎么把价格压到现在这样的？”唐疏影攥紧衣袖，避开他的目光，含糊道：“也没什么，就是费了些口舌，跟他讨价还价了1个时辰，好说歹说，才让他松了口，答应了现在的条件。”“好，好，疏影，你真是我的贤内助。”玄帝激动地按住他的双肩，语气里满是赞许。楚浩也跟着上前，眼眶微红：“母后，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大楚，没什么好谢的。”唐疏影低声应着，声音有些发飘，他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飘回刚才寝殿里的零碎画面。这念头刚冒出来，唐疏影便猛地回神，抬手掐了自己一把，脸颊瞬间又热了几分。他怎么能想这些？那分明是窘迫，是对陛下失了本分的情形，怎么能生出这般不该有的念头？他慌忙低下头，避开玄帝和楚浩的目光。“陛下，浩儿，天色不早了，曹部那边虽然松了口，但东西得尽快准备，免得他反悔。我有些累，先回寝殿歇着了。”玄帝见他脸色不太好，只当是讨价还价耗了太多心神，连忙点头：“快去吧，朕让人给你炖些安神汤送过去。”楚浩也关切道：“母后好好休息，今日辛苦您了。”唐疏影没再说话，只匆匆应了一声，转身快步走出天元殿。殿外的冷风迎面吹来，他没觉得凉快，反而觉得浑身更加燥热。刚才压下去的画面又翻涌上来，该死的！他低骂一声，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次日一早，天元殿内，玄帝带着楚浩、唐疏影早早在此等候，目光时不时望向殿外。这时，几道人影从殿外走来，玄帝与楚浩抬头看去，只见曹布走在最前面，左边跟着苏黎、顾英几女，右边则是顾风夫妇，几人一同朝着殿内走来。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昨晚的修炼，加上阴阳灵髓，曹布连破2个小境界，达到了破虚境5重。唐疏影原本垂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听到脚步声后，下意识抬头望去，正好对上曹布投来的玩味目光。他心头一紧，慌忙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昨夜回去后，他辗转反侧了一整晚，那些画面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再次见到曹布，只觉得浑身不自在。“曹总管、苏道友、顾组长。”玄帝带上楚浩、唐疏影上前打了个招呼。曹布点了点头，语气干脆：“玄帝，直接开始考验吧。”玄帝面带微笑，话锋一转：“曹总管，朕有个提议，不如让顾组长与顾夫人一同参与考验。”玄帝眸光微微眯起，眼底藏着一丝算计。昨晚唐疏影回来后，他仔细琢磨了一番，生怕曹部那边生出什么变故，于是想到了这个办法。有顾风夫妇在，想来曹部也不敢乱来，这就相当于给楚浩的考验加了层保障。曹部望向右边的顾风与云长，面色平静，心里却是笑了。他这次设下考验，目标就是拿下顾英。玄帝这一手让云长加入进来，反倒帮了他的大忙。曹部看向顾风，语气带着几分调侃：“风弟，有没有自信，让玄帝见识见识你与弟妹忠贞不渝的爱情？”顾风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刚要开口拒绝，身旁的云长已经先一步应道：“好呀，正好试试，也考验一下我们彼此。”小长，顾风连忙阻止，低声道：“我们还不知道考验内容，万一……”“怎么？”云长打断他，脸上带着笑，眼神却带着几分探究：“夫君是没有信心，还是说夫君对我的爱并没有嘴上说的那么深？昨日非洲上的事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一根刺，他倒要看看顾风是不是和其他男人一样，只懂嘴上画饼，实际根本靠不住。”见云长态度如此决绝，顾风只得咬牙应下：“行，考验就考验。小长，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我顾风对你的爱至死不渝。”其实他心里也想看看云长到底有多在乎自己，不过顾及颜面，他还是暗中给曹部传声道：“大哥，你也清楚，我与云长若是感情生变，于顾族而言就是耻辱，还请大哥手下留情，多考量考量。”话音刚落，云长的传音也冲入他的识海：“大哥，你不需要放水，该怎么考验就怎么来，我就是要看看顾风到底算不算个好男人。”曹部嘴角微扬，先对顾风传音回道：“风弟，你若是真的爱弟妹，就放宽心，我的考验很简单的。”顾风听后，心中莫名升起一股不安。他确实爱云长，但更爱自己。若曹不出的考验刁钻，他能不能通过，还真不好说。见顾风没有回应，曹部又对云长传声道：“弟妹放心，大哥一定满足你。其实你也不必担心，风弟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的品行比顾云好得多，不会让你失望的。云长传音回道：但愿如此吧。他已经打定主意，只要顾风不犯原则性错误，他都能原谅。顾风答应后，玄帝成了除曹部外最开心的人。有了这层保障，他儿子通过考验的概率，即便不是100%，也有8、9成。曹总管，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玄帝自信道。曹布笑着点头。考验开始前，我先把规则说清楚。几人当即屏息，洗耳恭听。曹布环视一圈，缓缓开口：考验共有3关，我与义母的意思是，你们相爱的双方需要通过2关，我以及义母，还有我们背后所代表的顾族都没有意见。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想法，最终成与不成，还要看你们双方的心意。所以这考验没有多重要，成与不成，全看你们对彼此的爱有多深，能否包容对方在考验中犯下的错。我说的这些，诸位都清楚了吧？众人纷纷点头。曹布见状，转向苏黎躬身道：义母，有劳您了。苏黎颔首，抬手一挥，千幻玲珑塔骤然出现在众人头顶。感受到塔身上那若有若无的地威，玄帝与顾风心中顿时掀起惊涛骇浪。是地兵，居然是地兵！相较于玄帝的震惊，顾风的震撼更强烈。他身上本就有2件地兵，一件上品地兵是父亲留下的，另一件中品地兵是地谷前辈的。可他藏在体内的这2件地兵散发出的地威都不及眼前这塔浓郁，由此不难推断，这塔或许是一件极道地兵。当初顾晴天有2件极道地兵，一件给了顾云，一件给了洛倾城，难道还有一件隐藏的给了苏黎？连他娘都没有，莫非在父亲心里最爱的其实是洛姨娘与苏姨娘？他娘虽然排名第2，难道在父亲心中是最后一位？曹布将几人的神情尽收眼底，开口解释：考验每日1关，各位一旦进入塔中，就很难分清现实与虚幻。也就是说，你们在塔中经历的一切，于你们自身而言，都会是真实发生的。听到这话，顾风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若这塔是上品地兵，他还能暗中动用体内地兵的力量，帮自己分辨虚实。可面对极道地兵，再加上他如今无法全力催动自身地兵，想分清现实与虚幻，怕是难如登天。更何况这塔还是苏姨娘这位准帝在催动。他深深看了曹布一眼，只希望曹布能顾全大局，别把事情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曹布朗声道：第1关，生死抉择，开始。说罢，他朝苏黎递了个眼色。苏黎当即抬手打出一道法则，涌入千幻玲珑塔中。刹那间，塔身光芒大放，随即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力，作用在顾风、云长、楚浩、顾音4人身上。不过一眨眼的功夫，4人已经消失在原地。苏黎又抬手一挥，2幅光幕出现在空中，将塔内景象清晰映照出来。曹布笑道：玄帝，不如坐下观看。说罢，他已经走到一旁早已经备好的席位上坐下。苏黎与颜如玉也随之在他身旁落座。玄帝与唐疏影坐在他们对面，目光紧紧锁在光幕上，一瞬也不敢移开。玲珑、离儿，这一关让他们都过了吧？曹布暗中传音。这千幻玲珑塔是他当初送给叶玲珑的，塔的功能已经被他开发到6成，其中的幻境不过是其中最普通的功能之一。如今叶玲珑附在苏黎身上，2人联手按曹布的要求设下了这3关考验。苏黎皱眉回传：不是说好了让他们3关都过不了吗？话音落下，他就反应过来，是因为昨晚的事。昨晚唐疏影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就暗中布下结界，可在如今的苏黎眼中，那结界根本拦不住他的探查。曹布不动声色的颔首，既然都玩过了，总不能让人家太伤心。苏黎冷笑道：我看你是还没玩够，想把他调过来再折腾一次吧。曹布毫不掩饰：还是黎儿最懂我。苏黎轻哼一声，没再多说。对于曹布玩弄其他女人，他本就不在意。正如曹布之前所说，他是真的爱曹布，所以不在乎他是什么样的人，也不在乎他身边有多少女人。他对曹布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他心里给他留个位置就够了。更何况曹布已经用行动证明了对他的在意。2件极道地兵，体质本源。曹布这段时间拿出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足以让整个灵界的大地为之疯狂争抢。尤其是那轮回神体的体质本源，随着时间越久，他越能感觉到轮回神体的恐怖。还有不久前曹布传给他的轮回万化诀，与他的体质相辅相成，让他的修炼速度再次暴涨。毫不夸张地说，他现在的天赋早已经甩开顾晴天好几条街。收回思绪，苏黎将目光重新投向光幕，仔细观察塔内的变化。一旦有人通不过考验，他就准备暗中放水。光幕被分成了2个模块，一个模块映照着楚浩与顾音，另一个则映照着顾风与云长。楚浩与顾音这边，2人闯进一座孤城中，
唯有拿到城主令才能离开。两人携手并肩，一路闯关，很快就来到了城主府门前。除了他们，还有一些幻境幻化出的修士也一同抵达了这里。见两人闯关如此顺利，玄帝悄悄松了口气，暗中对唐疏影传声道：“疏影，看来浩儿通过这一关不难，你这次可是居功至伟啊。”唐疏影面色有些不自然，回传道：“陛下，这一关名叫生死抉择，如今还没到真正抉择的时候，能不能通过还不好说。”玄帝却不以为意：“放心，先前有你打通关系，如今又有顾风夫妇这层保障，曹部只要不傻，就不会为难浩。”就在两人交谈这会儿，楚浩、顾英与其他10几名修士已经闯入城主府内。城主看着众人，手中托着一枚令牌，指了指身后的石门，沉声道：“你们之中，只有1人能凭这枚令牌离开，至于其他人，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死。来吧，让本城主瞧瞧，你们这些外界修士的实力究竟如何。”话音刚落，除了楚浩与顾英，其余修士已经纷纷冲了上去。楚浩看向顾英：“小英，先把令牌拿到手再说。”顾英点头：“好。”两人当即加入战局。1刻钟后，城主的身躯轰然倒地，现场一片狼藉。楚浩与顾英浑身是血，单膝跪地，大口喘着气，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那枚令牌上。下一秒，两人同时出手，指尖几乎同时触碰到了令牌，身上的气息瞬间爆发。可刚要对彼此动手，又猛然想起两人的关系，连忙收回了气势。顾英抿了抿唇，犹豫后缓缓松开手：“楚浩，你拿着令牌离开吧。”楚浩眸中闪过一丝感动，也松开了手，笑道：“你不走，我也不走。”听到这话，两人相视一笑，眼中满是对彼此的信任。时间悄然流逝，塔内100年时光，外界不过几息而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幻境修士冲进来抢夺令牌，不过都被两人联手击杀，转眼塔内又过去了1000年。曾经平静的楚浩与顾英早没了最初的从容，两人想要离开这里的念头已经膨胀到顶峰。楚浩紧紧盯着那枚令牌，眼中的渴望再也藏不住。就在这时，顾英突然动了，伸手朝着令牌抓去。楚浩瞳孔骤缩，下意识握紧手中长剑，一抹寒光闪过，直刺顾英。顾英见状，缓缓闭上了双眼。楚浩见他这般模样，心中一紧，连忙收剑，剑尖堪停在他的脖颈前，没有再往前半分。没感觉到疼痛，顾英睁开眼，看着楚浩眼中对令牌的渴望，眼中闪过一抹失落。楚浩，你拿着令牌出去吧，再这样耗下去，我们2个都会死在这里的。他把令牌再次递了过去。楚浩下意识地接过令牌，双拳紧握，声音有些沙哑：“小英，1000多年了，我真的很想出去。”顾英背过身，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你走吧，我们根本不合适。”楚浩握着令牌的手忍不住微微颤抖。1000年时光，即便他深爱顾英，可那份爱意早已经被离开的执念磨平。对不起，他垂着头，转身朝着石门走去。顾英捂着嘴，泪水无声的滑落。他不想离开吗？他想，可他更爱楚浩，愿意把唯一的机会让给他，哪怕楚浩能多陪他一会儿再走，他的心也不会这么痛。楚浩站在石门前，回头看了顾英一眼，随即毅然转身，准备将令牌嵌入石门。可就在令牌即将触碰到石门的瞬间，他突然顿住了，一段记忆猛地涌入脑海。一息后，楚浩面色难看的低骂一声：“该死的，这是考验，差点就到了。”他内心一喜，看来他母后昨晚的努力没有白费。楚浩当即转身对顾英轻唤一声：“小英。”顾英身子一颤，带着一丝期盼回过头来，只见楚浩当着他的面猛地将令牌捏碎，掷地有声道：“要走，我们一起走；要留，我们一起留。”闻言，顾英眼中瞬间泛起泪光，也笑了起来。塔外，玄帝与唐疏影对视一眼，巨大的欣喜充斥着他们的内心。与此同时，顾风与云长那边相同的考验也到了关键时刻。顾风在即将离开的前一刻，也猛然想起了这是一场考验。小长，还记得我当初对你说的话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会陪在你身边。说罢，他抬手将令牌扔给了一旁正准备争抢的幻境修士。那修士接过令牌，立刻转身离开了孤城。云长看着顾风，心中一阵感动。下一秒，眼前景象骤然变幻，4人已经重新出现在天元殿内。刚才的记忆涌来，云长与顾英眨了眨眼，看着曹部等人，一时分不清眼前是现实还是幻境。倒是楚浩与顾风已经先一步反应过来，脸上没多少惊讶。又过了几息，云长与顾英才彻底回神，可刚才在塔中的一切依旧历历在目，仿佛真的亲身经历过。恭喜4位通过第1关。曹部站起身，
笑着宣布结果。楚浩对曹布投去一个善意的眼神，顾风的神色没有多少变化。他想杀曹布的心思从未打消，眼下还需要曹布继续主持考验，就暂且让他多活几天。第2关考验定在明日，还请几位不要迟到。曹布起身，与苏黎一同离开了天元殿。玄帝看着曹布离去的背影，从袖中取出一枚储物戒，塞到唐疏影手中，同时暗中传音：“疏影，这曹总管果然说话算数，或许是有顾风夫妇在的缘故，或许是你昨晚的功劳，不管怎样，答应他的条件得兑现。你今晚再去一趟，把他要的这些宝物给他。”唐疏影有些犹豫，回传道：“陛下，要不您亲自去吧，这样更显重视。”玄帝摇了摇头：“你不懂男人，只有你去，他才会看在你是女子的份上通情达理。昨晚要是我去，未必能成。”不等唐疏影再拒绝，玄帝已经将储物戒塞进他手里，语气带着几分郑重：“疏影，我大楚的未来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把这事办好。”唐疏影无奈的叹息一声，只能点头应下。很快，夜幕降临，唐疏影依照玄帝的嘱托，独自一人来到了曹布的住处。“曹总管，还请开门。”房内，曹布正在闭目稳固修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嘴角悄然勾起一抹笑意。他起身开门，故作惊讶道：“帝后娘娘，这么晚了，你还有事？”唐疏影将手中的储物戒递过去，语气平静：“这是陛下让我交给你的，算是答谢曹总管今日的通融。娘娘这就见外了。”曹布客气回应：“我早就说过，只要他们真心相爱，这3关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说话间，他不动声色地将储物戒收了起来。唐疏影深深看了曹布一眼，目光里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复杂。“既然如此，本宫就先告辞了。”他说着，转身就要离开。曹布连忙开口阻拦：“娘娘留步，我这里有一件宝贝，想请娘娘帮忙鉴定鉴定，不知娘娘可否赏脸？”唐疏影脚步一顿，疑惑地问：“什么宝贝？”曹布侧身让开房门，笑道：“娘娘不如进来坐，我们详谈。”唐疏影没有多想，点了点头：“好，本宫就抽点时间帮曹总管看看。”走进房间后，曹布不动声色地关上了房门。唐疏影在椅子上坐定，看向曹布，疑惑道：“曹总管，你的宝贝呢？快拿出来让本宫瞧瞧。”曹布走到他对面坐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墨色的圆球，放在桌上。“这是……”唐疏影看着那枚圆球，秀眉一皱。曹布笑着解释：“娘娘，如你所见，这就是一枚普普通通的流影石。”唐疏影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颤声问道：“这里面是什么？”曹布语气带着一丝玩味：“娘娘应该已经猜到了。不错，这里面记录的正是昨晚我们切磋的画面。”听到这个确切的答案，唐疏影身形一晃，下意识就要动用神识探查真假。曹布好似已经猜到他的举动，早一步将流影石收了起来。你想干什么？”唐疏影死死盯着曹布，心中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既有些慌乱，又隐隐生出一丝期待。毕竟那种感觉是玄帝从未给过他的。曹布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娘娘，你也不想这枚流影石落入玄帝手中吗？”唐疏影紧咬着下唇，声音带着羞怒：“你好卑鄙，多谢娘娘夸奖。”曹布毫不在意，目光扫过唐疏影丰腴的身姿，缓缓道：“娘娘，该你做出决定了。”唐疏影脸颊泛起异常的红晕，声音细若蚊蚋：“就这一次。”曹布眼底闪过一丝了然。唐疏影眼底的期待，他岂会看不见？这些深宫继父只需要展露些许强大，就能轻易拿捏，根本不需要多费心思。他当即起身，拦腰将唐疏影抱起，朝着床榻走去。次日清晨，天元殿内，苏黎看向顾风4人，开口道：“诸位，这第2关是美色诱惑。”话音落下，他抬手打出一道法则洪流，4人瞬间被吸入千幻玲珑塔中。紧接着，他抬手一挥，4道光幕凭空出现，分别映出4人在塔中的景象。光幕中，在幻境修士的推动下，4人的剧情都走向一座名为合欢殿的大殿。顾风与楚浩所在的殿内，各自幻化出一名容貌绝美的女子，且2人样貌一模一样。云长与顾英所在的殿内出现的是曹布。塔外，玄帝看到这一幕，当即质问道：“苏道友，这怎么是曹总管？”说话间，他下意识看向苏黎身旁的曹布。玄帝不必担心，塔中除了他们4人是真人，其余的都是幻境所化。苏黎解释道：“他身边的曹布是叶玲珑假扮的，真正的曹布已经在云长所在的大殿里。”“曹布，我要怎么做？”苏黎暗中对塔内的曹布传音。曹布传音回应：“云长这里加大迷情剂量，顾英那边先少用些，让他能靠意志力抵抗一阵。等我处理完云长，再去顾英那边，
到时候你再加大剂量。至于顾风与楚浩，你一点点加剂量，等我两边都结束了，再加到让他们失去理智的程度，然后结束考验。苏黎担忧传音，顾英是第一次，你这样做很容易暴露的。放心，我有办法，你照做就行。曹布语气满是笃定。苏黎见状不再多言，开始暗中操控剂量。塔内，云长进殿看见曹布，惊讶道：“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困了10年。云长，你怎么会来这里？”曹布依赵氏先设定的剧情回应：“我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就到了这里。”云长解释着，环视一圈大殿，又问：“大哥，这里要怎么出去？”曹布摇了摇头：“不知道，我找了10年都没找到出口。”就在这时，苏黎悄然释放出一缕无色无味的气体，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迷情之效。一开始，云长还能勉强维持清醒，可随着气体逐渐浓郁起来，他面泛潮红，呼吸急促，最终再也无法把持。他眼波流转，突然贴近曹布，声音软糯又灼热：“大哥，我……云长，你怎么了？快凝神静气，这殿内似乎有古怪。”曹布连忙扶住他，语气满是焦急：“大哥，我好热，浑身都没力气。”云长眼神迷离，双颊绯红，呼吸愈发急促，身体不由自主地更加贴近曹布。坚持住，想想顾风，他多么爱你，你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曹布一边假意帮他稳住身形，一边继续劝：“顾风。”云长喃喃念着这个名字，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可身体的渴望却越发强烈。他柔软的手臂环上曹布的脖颈，吐气如兰：“帮帮我，大哥，求你了。”曹布佯装拒绝：“云长，我们不能犯错，我更不能对不起风弟，你快放开我，我们是不可能的。”塔外，属于云长的光幕突然变得模糊，随即彻底漆黑，最后消失不见。玄帝与唐疏影看到这一幕，心中一沉，连云长都失败了，难道曹布这次真的一点都不打算放水？玄帝忍不住担忧起楚浩能否撑过这一关。他将目光落到楚浩与顾英的光幕上，两人现在都还能保持克制，看起来度过这关似乎并不难。曹总管，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玄帝看向曹布，语气带着几分急切：“放心，只需要1个时辰，他们一旦坚持下来，就算通过。”叶玲珑模仿曹布的语气回应。听到这话，玄帝稍稍松了口气，看楚浩与顾英的状态，应该能撑过1个时辰。时间1分1秒流逝，叮！恭喜宿主继承度提升2%，获得2次抽奖机会。半个时辰后，曹布与云长离开了大殿，按照事先编造的剧情，幻境修士继续推进剧情。只是在踏出大殿的瞬间，云长身边的曹布已经换成了幻境虚影，而顾英殿中的幻境曹布却悄然换成了真曹布。此时此刻，两人都刻意保持着距离，顾英更是紧守灵台清明，面对不远的曹布始终没有靠近。英妹，此处诡异，务必凝神静气。曹布依照设定出言提醒，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顾英点头应下，努力对抗着逐渐侵蚀意志的燥热。苏黎见此，暗中加大了迷情气息的剂量。顾英双颊绯红，眼神迷离，视线中的曹布也变得模糊，而充满诱惑，他身体踉跄一步，几乎无法站立。曹布适时上前扶住他，语气里满是焦急：“英妹，稳住心神，想想楚浩，想想你们之间的爱情。”楚浩。顾英喃喃低语，这个名字让他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可身体深处涌起的渴望却越发强烈。他感受到扶住自己的手臂坚实有力，带来一丝奇异的慰藉，忍不住想靠得更近。“大哥，我好难受。”他的声音细若游丝，带着难耐的哭腔，身体不自觉地软倒在曹布怀中。“帮帮我，求你了。”曹布面露难色：“不行的，英妹，你快清醒过来。”叮！恭喜宿主继承度提升2%，获得2次抽奖机会。塔外，属于顾英的光幕在两人倒向软榻时悄然隐去，与云长那面如出一辙。玄帝与唐疏影交换了一个凝重的眼神，连平日里最为冷静自持的顾英都不能抵挡，楚浩的处境恐怕更危险。两人随即将目光聚焦在楚浩的光幕上，只见他面对妖娆女子，虽然额角沁汗，双拳紧握，却仍在努力保持距离。曹总管，这关是不是太难了点？玄帝忍不住再次看向曹布，语气带着几分不满。叶玲珑装着曹布的语气，淡淡道：“美色考验的是心智，要是连这点诱惑都抵挡不住，还谈什么爱情？”玄帝面色难看，却是无可奈何。塔内的时间悄然流逝，每一刻都显得格外漫长。突然，两面光幕中，顾风与楚浩中士没能忍住，同时朝着不远的妖娆女子扑去。另一边，顾英醒过来后，心里又羞又愧，正要自杀，眼前场景陡然一变。
下一秒，四人一同出现在天元殿内。塔内的曹布看到顾英消失的身影，嘴角微微勾起，当即对系统下令：系统对顾英使用纯洁修复卡。定，使用成功。塔外气氛一片沉寂，四人已经回过神来，分清了现实与幻境。没人开口，这一关他们全部失败了。与三人不同，顾英眉宇间满是疑惑，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可仔细探查又没半点事。回想起幻境中的一切，那般真实，他忍不住看向苏黎身旁的曹布，对方的模样跟幻境中的曹布一模一样。沉默持续了许久，苏黎上前一步打破了平静：各位，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一关你们谁都没有通过。说着，他抬手播放了考验的回放。当看到云长殿中出现的是曹布时，顾风瞬间怒了：姨娘，你幻化出谁不好，为什么偏偏是大哥？芬儿，只是幻境而已，你别往心里去。顾风脸色发黑，现实中被曹布压制也就罢了，连幻境中都要被对方压制，这口气他如何能忍？他瞥了一眼曹布，眼底的杀机一闪而逝。楚浩的脸色也十分难看，可一想到自己同样没能坚守住，最终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好了各位，明日进行第3关。叶玲珑假扮的曹布起身开口，随后与苏黎一同离开了天元殿。顾风与云长对视一眼，彼此都没有说话，跟上曹布与苏黎的脚步。顾英看了楚浩一眼，眼中满是失望，也转身离开。刚才的考验已经在四人心中埋下了疙瘩，尤其是顾风与云长，两人的感情已经在悄无声息间出现了裂纹。而楚浩与顾英，他们的感情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般坚固。楚浩望着顾英离去的背影，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玄帝见状，拍了拍楚浩的肩膀，安慰道：浩儿，顾英这姑娘不错，至于幻境中的事，都是身不由己，不必太过在意。楚浩点了点头，语气带着几分怅然：父弟，我明白，只是经过这事，我看得出来，他对我的爱比我对他的爱要深得多。我不知道小英是否能原谅我。玄帝继续劝道：放心，顾英姑娘善解人意，不过是一场幻境罢了，她会理解的。楚浩没有再说话，介不介意只有各自心里清楚，他只觉得自己与顾英之间的距离似乎在悄然拉大。这时玄帝看向唐疏影，开口道：疏影，你待会儿再去一趟曹布那里。去做什么？唐疏影问道，心中隐隐生出一丝期待。玄帝眉头微皱，还能做什么？去问问他，收了朕的东西，为何不将考验放宽些？另外再探探明天最后一关考验是什么，正好提前想办法。唐疏影点头应下：好，我这就去试试。